高材生意外穿越城中极魔王，本以为能从此称霸异界，谁知手下4大将军正密谋造反，而满级玩家已经提刀杀到了门口。这个冒牌魔王该如何绝地求生？主角张哲原本只是个普通的研究生，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穿越到了游戏里，而且还成了里面最恐怖的终极反派魔王克雷多斯。还没等他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副官泽菲罗斯就急匆匆闯了进来，向他汇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魔族大军已经全部集结完毕，就等着魔王克雷多斯一声令下，今天就要正式发动入侵战争。底下的魔族将领一个比一个狂热，阿修拉特在疯狂咆哮，瑟茜高喊着要结束过去的痛苦，哈托克和巴哈尔更是叫嚣着要撕碎人类和精灵，把他们当成食物。看着这群杀气腾腾的恐怖部下，克雷多斯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他只能深吸一口气，强撑着对全军大声宣告，命令所有人听从指挥。克雷多斯强行压下内心的恐惧，当着所有魔族的面下达了魔王的最高指令。他宣布要不惜一切代价结束战争，从现在开始，魔族不仅要立刻停止入侵，还要全员去种地。这话一出，全场瞬间一片死寂。巴哈尔和哈托克反应过来后，当场气得暴跳如雷，觉得这简直是天大的胡闹。看着底下这群凶神恶煞的部下，克雷多斯表面上还在死撑，其实后背早就被冷汗浸透了。克雷多斯之所以如此害怕战争，是因为一旦战火燃起，那个恐怖的满级玩家惊奇就会再次降临这个世界，到时候自己绝对是死路一条。画面一转，回到了张哲穿越前的世界。他原本是个农业研究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富有的农民。因为脑子聪明，他成了学校的高材生。可这优秀却给他带来了无尽的折磨。无良导师天天疯狂压榨他，不仅要帮写论文，还得免费当苦力。在学校里，张哲不仅要干杂活，甚至连地都得帮别人去犁。这哪里是高材生，简直就是个免费的男仆，每天累得像条狗，功劳还全被教授抢走。他气得在沙发上直打滚，感觉自己快要彻底疯掉。为了寻找精神寄托，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游戏上。那是一款难度极高、升级慢到让人抓狂的硬核游戏。为了在游戏里找回成就感，他连觉都不睡，没日没夜地疯狂爆肝。结果他硬是成了全球第一个通关整整19次的狠人，在游戏里把魔王虐了一遍又一遍。看着屏幕上的胜利画面，他觉得自己就是世界最强。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第20次通关的代价会是直接穿越到地狱难度。在开启第20周目之前，张哲硬是把角色的等级刷到了封顶的9990级。看折满级的神装和逆天属性，他心里那叫一个痛快，毫不犹豫就按下了确定键。本以为只是开始新的一局，可屏幕里突然爆发出刺眼的强光，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股强大的吸力瞬间爆发，硬生生把他的灵魂扯了进去。光芒划破天空，张哲彻底离开了原来的世界，直接坠入了这片全新的异界。看着自己变成蓝色的灵魂状态，张哲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发现自己正在空中飞速坠落。等看清下方的生命之塔，他终于反应过来，自己这是穿越到游戏世界了。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能附身到那个满级角色惊奇的身上，他忍不住得意的哈哈大笑。可当他看清惊奇身上那套粉红色的魔法少女铠甲时，他一下子就后悔了。张哲吓得大喊，千万别附身到这家伙身上，可根本由不得他选择。他的灵魂唰的一下直接被强行塞进了魔王的身体。画面一转，回到了现在，张哲坐在冰冷的王座上，整个人都郁闷到了极点。他现在后悔的想撞墙，要是当初没嫌弃惊奇那套粉红铠甲，自己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个弱鸡魔王。更糟糕的是，副官泽菲罗斯已经起了疑心，他认定魔王突然取消攻击是因为变弱了。底下的几个魔族干部巴哈尔他们甚至已经开始密谋造反，商量着怎么联手砍下他的脑袋。密谋现场气氛紧张，哈托克觉得直接动手太冒险，搞不好大家得一起送命。瑟茜提议让阿修拉特当肉盾，大家联手还有点胜算。听到这，巴哈尔直接炸了，觉得这简直是去送死。不过他脑子里想的居然是自己肚子饿了。阿修拉特倒是很光棍，表示只要有证据证明魔王变弱了，那就直接动手杀了他。几个叛臣得意的大笑起来，却不知道副官泽菲罗斯在暗处已经把这一切听得清清楚楚。没过多久，他就向王座上的克雷多斯汇报了情况。现在的魔族领地已经乱成一团，士兵士气低落，甚至开始自相残杀。更要命的是，泽菲罗斯直接挑明，4大将军认定魔王变弱了，正密谋要他的脑袋。听到这个消息，张哲表面上强装镇定，心里早就慌得不行。4个大佬联手，自己这个冒牌货根本撑不过一招。绝境之中，他突然想到，既然自己没附身那个满级角色惊奇，那惊奇现在很可能只是一具空壳尸体。要是能去人类世界拿到惊奇的身体，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就在张哲盘算着去人类世界时，副官泽菲罗斯突然拿出了一个水晶球，说这是奥格玛将军发来的前线视频。画面里那个穿着粉色铠甲的惊奇正把魔族将军按在地上疯狂暴打，还没等对方求饶，惊奇直接伸手活生生捏爆了奥格玛的眼睛。看着屏幕里血淋淋的画面，张哲整个人都傻了。操控惊奇的绝对是个疯子，他可不想去招惹这种变态。这下好了，留在魔界会被4大将军密谋干掉，去人类世界又会被惊奇挖掉眼睛。进退两难的张哲彻底崩溃了。为什么自己会穿越到这个鬼地方？为什么就不能让他安安稳稳的活着？绝望之中，他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
为了活命，张哲决定先解决领地的粮食问题，找个借口赶紧开溜。谁知道刚要走，副官泽菲罗斯就从后面叫住了他。慌乱之下，张哲随口编了个要去耕地的借口，还下意识地客气了一下。这一客气可坏事了，泽菲罗斯当场就起了疑心。在魔族的记忆里，魔王向来傲慢无礼，怎么可能用这种礼貌的词说话？张哲心里直犯嘀咕，这家伙到底是在试探自己，还是本来就这么难搞？在游戏设定里，泽菲罗斯在最终决战前会出来挡刀，战死前还对魔王忠心耿耿，大家都以为他是个绝世忠臣，可现在看来，这根本就是个随时会看穿自己的危险人物。泽菲罗斯嘴上可一点没闲着，边说还边在本子上疯狂记笔记，这哪是什么绝世忠臣，简直就是个打小报告的催命鬼。张哲气得差点当场发飙，可对方根本不吃他这一套，眼看硬的不行，两人来到了荒芜的土地上，泽菲罗斯直接泼了一盆冷水。这地方气候恶劣，土地贫瘠，历代魔王试了无数次都没成功，张哲只能强行装出一副救世主的模样，嘴上说着要拯救这片土地，心里其实只想先保住小命。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在瞎扯，张哲居然直接蹲下抓起一把泥土，当着泽菲罗斯的面大口吃了下去。这一幕彻底把副官给整不会了，连忙在笔记本上又多记了一条。魔王彻底疯了，他居然开始吃土了。看着泽菲罗斯又在小本本上记状，张哲气得直翻白眼。但现在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他一把吐掉嘴里的泥土，开始冷静地分析起来。这地里不仅没养分，连最关键的氮元素都没有。在没有现代工业的魔界，想要给土地施肥简直是天方夜谭，除非能有自然固氮的办法。比如一场突如其来的爆裂闪电，就能把空气中的氮转化为养分，随着雨水融入大地。想到这，张哲突然反应过来，魔王克雷多斯最擅长的招式不就是雷电吗？魔王克雷多斯的招牌绝招不仅带有极其猛烈的雷电，还能一下引爆水分，这不就是梦寐以求的天然肥料机吗？张哲信心满满的叫退副官，准备给这片废土来点震撼。可谁能想到，这招式的发动条件居然是要先割破自己的手臂。这一爪子下去，张哲痛得差点当场背过气去，心里直骂老魔王是个自残狂。结果这一叫不要紧，直接把旁边的属下全给整不会了。在他们眼里，堂堂魔王居然连这点痛都受不住，这下彻底暴露了他变弱的事实。张哲这一嗓子惨叫，直接把旁边的泽菲罗斯给听傻了。副官推了推眼镜，心里已经100%确定，眼前这个魔王绝对是变弱了。张哲疼得直咬牙，甚至怀疑这家伙是不是刺客，故意用这种自残的招式来坑他。但转念一想，总比直接被拆穿身份死掉要好，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了。他学着记忆里的样子，大喊着招式名字，再次狠狠划破了自己的手臂，鲜血顺折指尖滴落在大地上。可预想中的强力魔法根本没有出现，张哲疼得直哆嗦，整个人直接缩成了一团。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了脚步声，哈托克一脸疑惑地走上前来，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魔王大人，您这是身体不舒服吗？”阿修拉特和巴哈尔这帮人正一步步逼近，这下克雷多斯彻底慌了，心里直呼完蛋。与此同时，在另一片天空下，惊奇正望着远方出神，他隐约记得一些前世的记忆，之前一直有股命运的力量在指引着他前进，可现在那股指引突然断了，失去方向的惊奇只能自己迈开脚步去寻找新的答案。看着步步逼近的4大将军，克雷多斯表面稳如老狗，内心其实早就慌得不行。叛将阿修拉特冷笑着走上前，当众挑明了魔界残酷的规矩，在这里只有强者配做魔王。克雷多斯疼得浑身直哆嗦，这狼狈的反应落在对方眼里，竟成了正在凝聚魔能的征兆。阿修拉特直接亮出武器，嚣张地发出最后的挑衅，问他能不能同时对付他们4个。阿修拉特正准备动手，却突然转头看向旁边的石柱，原来哈托克和瑟茜正躲在后面，准备等两败俱伤再坐收渔翁之利。就在双方互相拉扯的时候，副官泽菲罗斯突然现身，直接开启了全魔界公开直播。这下决斗彻底没有了退路，阿修拉特只能硬着头皮迎战。而没有魔王实力的克雷多斯看着直播镜头，内心彻底崩溃。决斗的战鼓瞬间敲响，阿修拉特咆哮着挥刀砍来，克雷多斯本能的一个侧身，竟然险之又险地避开了杀招。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曾通关过19次游戏，对阿修拉特的招式了如指掌。对方左脚微偏的细微动作就已经暴露了下一步的刺激风险，但在围观的哈托克和瑟茜眼里，这神级闪避简直就是猫戏老鼠，他们甚至以为魔王要手撕叛臣。阿修拉特愤怒的连续挥刀，克雷多斯却躲得越来越轻松。他震惊地发现，对方的招式和游戏里完全一致，曾经让他死了100多次的强敌，在通关19次后，套路早就被他彻底摸透。如今阿修拉特那迅猛的攻击，在他眼里慢的就像是在放慢动作，掌控全局的自信重新回到身上，反击的时刻终于要到了。看着阿修拉特无能狂怒的挥刀，克雷多斯嘴角微微上扬，这抹坏笑让围观的将领冷汗直流，以为魔王正在享受虐杀的快感。阿修拉特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发了疯一样加快了攻击速度。就在克雷多斯感叹游戏经验救命时，脑海中突然响起了清脆的系统音：恭喜玩家发现世界的底层逻辑。游戏规则在这一刻正式激活，一块淡蓝色的系统屏幕凭空出现，提示他因高度专注成功闪避。紧接着系统送来了一份逆天大礼，直接解锁了玩家专属的锁定功能。阿修拉特的脸上瞬间亮起绿色准星，这是释放必杀技的唯一前置条件。既然外挂已经到账，克雷多斯毫不犹豫地释放了绝招，鲜血打击瞬间轰鸣而出。
狂暴的血色能量瞬间炸裂，阿修拉特惨叫着被轰飞了出去。围观的魔族士兵爆发出震天欢呼，高喊着魔王大人万岁。然而，当滚滚烟尘渐渐散去，阿修拉特虽然浑身是血，却并未倒下。克雷多斯心中顿时警铃大作，这招在游戏里明明是一击必杀。眼看对方红着眼再次扑了上来，生死危机再次笼罩了克雷多斯。瑟茜在一旁冷静地分析战局，认为魔王是在消耗对手的体力，可阿修拉特顽强的生命力让克雷多斯感到无比棘手。此时系统突然弹出了奇葩提示，显示已将对手的防具全部包除。看着空空如也的防具背包，克雷多斯急得满头大汗。既然无法做到一击必杀，那就用锁定功能进行无限消耗。绿色准星在阿修拉特身上再次亮起，克雷多斯突然发出了狂妄的大笑，一个疯狂的计划在脑海中成型。他命令瑟茜将阿修拉特绑起来，面对赤身裸体的盼，将瑟茜满脸通红。阿修拉特被死死绑在木桩上，而这根木桩正是致命的避雷针。醒来的阿修拉特依然嚣张叫阵，嘲笑魔王根本没有能力杀死他。话音未落，狂暴的雷电轰然劈下，顺着避雷针狠狠贯穿了他的身体。想要将雷电中的氮元素固定在土壤中，还需要大量的湿气配合。克雷多斯命令哈托克用魔法降雨，哈托克误以为这是加大导电的酷刑，在恐惧的驱使下，哈托克释放了大雾，将动弹不得的阿修拉特死死笼罩。克雷多斯忍痛割破手掌，释放鲜血打击，引来无数道狂暴的雷电疯狂轰炸。这毁天灭地的动静让旁观的泽菲罗斯彻底看傻，雷光在避雷针上疯狂肆虐，阿修拉特被电得浑身焦黑直打哆嗦。克雷多斯看着焦黑的土地兴奋不已，第一步固氮计划终于大功告成，但想要在这片废土上种出庄稼，光有氮肥还远远不够。当前的单粒结构土壤排水极差，必须改良成松软的团粒结构。面对这片荒凉的魔界废土，他该如何完成土壤的二次蜕变？为了将土壤改良为团粒结构，克雷多斯想到了最关键的有机肥料。他指着奄奄一息的阿修拉特，命令部下立刻去收集大量粪便。巴哈尔和瑟茜听到命令，瞬间石化，以为魔王要用这种方式羞辱叛臣。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茂密森林中，金奇正独自一人在林间快速穿行。灌木丛深处突然传来微弱的呼救声，打破了森林的死寂。金奇顺着求救声拨开灌木，发现地上躺着2名受伤的旅人，其中一名挥发男人腿部骨折，同伴正焦急地承诺重金求助。金奇身穿粉色战衣，面无表情地走出，阴冷的气场让2人误以为遇到了变态。金奇懒得废话，直接扛起受伤的雷瓦杰，命令另一人立刻在前方带路。这恐怖的怪力让雷瓦杰不敢反抗，只能老老实实地自报家门。雷瓦杰在肩膀上指了指仆人戴尔，随后好奇地询问金奇的真实身份。金奇望着远方，若有所思地回答：寻找身份正是他此行的目的。回到城堡里，3大部下正围在一起发愁。哈托克一脸严肃地提出疑问：咱们到底该怎么去弄粪便？瑟茜在一旁听得直抓狂，觉得魔王肯定是疯了，难道还要他们自己拉了送过去吗？这简直太恶心了。为了不交差，巴哈尔和瑟茜纷纷表示自己最近要绝世绝对不拉。哈托克见状，直接出了个馊主意，既然大家都不想拉，那就去绑架一些低级恶魔，逼着他们来拉。结果这帮家伙还真去干了，村子里顿时传来一阵阵惨叫，低级恶魔们哭爹喊娘的求饶，表示这么多人看着根本拉不出来啊。被抓来的低级恶魔蹲在地上，面对守卫的围观，他崩溃地哀求对方能不能先出去，可守卫根本不为所动。这时哈托克沉着脸走了进来，询问进度怎么这么慢。低级恶魔赶紧向哈托克解释，自己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就算再怎么努力，肚子里也实在没有存货了。听到没东西吃这个理由，哈托克不仅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一抹阴险的冷笑，觉得这倒是个好办的借口。他二话不说，直接一把按住低级恶魔的脑袋，手上直接凝聚起狂暴的紫色魔力。看到哈托克要对低级恶魔下死手，巴哈尔赶紧出声阻止。他觉得要是把人弄死了，以后可就再也拿不到粪便了。哈托克冷笑一声，直接把低级恶魔扔到了一边。他看着巴哈尔，语气里满是挑衅，说要是把巴哈尔喂给这些低级恶魔，没准他们就能拉出来了。这话一出，巴哈尔哪里忍得住，直接一记重拳砸了过去，两人当场就动起手来。就在他们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怒吼，克雷多斯带着狂暴的雷电从天而降，直接打断了这场内讧。克雷多斯把打架的两人狠狠教训了一顿，他没好气的解释，自己要的不是普通的粪便，而是能用来做堆肥的特定肥料。听到堆肥这个词，旁边的泽菲罗斯也是一脸懵。克雷多斯解释说，堆肥需要草木灰和杂草，还有蛋壳和鸡粪。草木灰和杂草倒是好办，去附近的废弃村庄就能收集到，可这蛋壳和鸡粪，在这荒凉的魔界要去哪里找？就在大家犯难的时候，克雷多斯突然想到了什么，他立刻让泽菲罗斯拿来地图。等地图一铺开，克雷多斯心里顿时有了底，因为这张地图居然和游戏里的一模一样。既然地图没变，那是不是意味着他能靠着游戏记忆找到这些材料？克雷多斯在地图上指出了一个地方，这里正是魔海鸥的栖息地。在游戏里，这些魔海鸥经常去人类领地觅食，然后回到这片悬崖排泄和产卵，简直就是天然的肥料库。泽菲罗斯一听魔王要去捡鸟粪，整个人都无语了，他赶紧出声劝阻，说那里可是被称为不归之崖的险地，悬崖极易碎裂，掉下去就会被海浪卷走。
在游戏系统里，这地方根本就是玩家无法到达的境。可克雷多斯却自信地表示，别人去不了，自己却有办法爬上去。看着眼前波涛汹涌的不归之崖，巴哈尔他们心里直犯嘀咕，觉得魔王是不是疯了？毕竟自古以来，无数想要爬上去的恶魔，最后都摔进海里喂了鱼。可克雷多斯却根本没当回事，他转过身叮嘱大家，自己上去后会把蛋壳和鸟粪扔下来，让他们在下面接好，还说只要这次成功，大家就都有饭吃了。看着魔王这副认真的样子，巴哈尔整个人都傻了，他怎么也想不通，高高在上的魔王为什么要为了一堆鸟粪去拼命？难道是为了拯救那些快要饿死的百姓？其实克雷多斯心里早就有了底，他一步步走向悬崖。以前玩游戏第13次通关时，为了征服这个禁区，他可是把这里的攀爬路线摸得清清楚楚。克雷多斯直接朝悬崖冲了过去。以前为了征服这个禁区，他可是尝试了成百上千次，也死掉了成百上千次，但最后他还是成功了。而成功的方法，居然是利用游戏里的一个 bug。只见他一个大跳，整个人直奔悬崖峭壁而去。底下的巴哈尔和泽菲罗斯都看傻了，看着魔王狠狠撞在崖壁上，这要是掉下来，绝对是粉身碎骨。就在这关键时刻，克雷多斯直接呼唤系统，打开了装备背包，接着大喊一声，脱下所有装备。随着装备一件件脱落，克雷多斯直接光着身子，整个人贴在了悬崖峭壁上。底下的部下们全看傻了，谁能想到高高在上的魔王，为了爬个悬崖，在大庭广众之下裸奔？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克雷多斯又在悬崖上翻了个身，这下可把底下的色倩给吓坏了，赶紧捂住眼睛大喊住手。但克雷多斯根本顾不上这些，他迅速穿上装备，利用装备的碰撞体积，直接把自己卡进了悬崖里。原来这就是所谓的 bug 攀爬法，通过不断的翻身、脱装备、穿装备，他竟然真的在一点点往上挪。没过多久，他整个人直接翻上了悬崖顶端，穿好装备，兴奋的大喊自己做到了。这下他也彻底确认了，这个世界不仅和游戏共享规则，连地图边缘的碰撞 bug 都一模一样。看到魔王真的成功登顶，底下的巴哈尔也坐不住了，表示要上去帮忙。旁边的泽菲罗斯还没来得及劝阻，巴哈尔就已经一个大跳冲了上去。可巴哈尔根本不会卡 bug， 整个人狠狠撞在崖壁上，直接往悬崖底下掉了下去。克雷多斯吓得大叫，身体却本能的伸出手，一把抓住了下坠的巴哈尔。可巴哈尔这体型实在太重了，克雷多斯感觉自己的胳膊都要被拽断了，疼得他直咬牙。就在这关键时刻，克雷多斯脑子突然转过弯来，这家伙可是想要自己命的4大将军之一，自己干嘛要费劲救他？要是现在直接松手，不就正好能除掉一个心腹大患吗？克雷多斯看着悬崖边缘的巴哈尔，冷冷的表示自己根本没有理由救他。就在这一刻，他脑海中突然闪回了前世的记忆，那是他还是人类张哲时发生的事。当时一个关系不错的学弟跑去哭诉教授故意刁难不让过论文，希望张哲能帮自己去跟教授求情。学弟觉得张哲是教授眼前的红人，只要他肯开口，教授一定会给这个面子。可当时的张哲虽然表面上好说话，心里却满是对未知的恐惧。他害怕被教授讨厌，更害怕自己会因此受到牵连。于是他冷漠地拒绝了学弟，说那是对方自己的问题，如果当时自己没有选择逃避，而是伸出援手，结果会不会不一样？看着悬崖边缘苦苦挣扎的巴哈尔，克雷多斯的手指在不断用力。如果自己当时再努力一点点，是不是就能改变那个学弟的命运？如果自己真的拼尽全力去帮忙，那在自己的记忆里，学弟留下的会不会是一个温暖的微笑？想到这，克雷多斯突然爆发出一声怒吼，他使出全身的力气，硬生生把巴哈尔往上甩去。只听见骨头碎裂的脆响，他忍着剧痛，用尽最后的力气把人拉了上来。结果巴哈尔是安全上岸了，克雷多斯自己却因为脱力险些坠落，最终挣扎着爬了上来。巴哈尔重重地摔在地上，虽然摔得不轻，但好歹是捡回了一条命。看着旁边虚弱喘气的克雷多斯，巴哈尔整个人都懵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明明是来篡位的叛臣，魔王为什么要拼了命救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克雷多斯捂着受伤的手臂，忍着痛对巴哈尔说，比起以后为了抛弃同伴而后悔，现在受这点伤根本不算什么。听到这话，巴哈尔整个人都愣住了，甚至有些感动的想哭。其实克雷多斯心里想的是前世那个被自己拒绝的学弟，如果当时自己也能这样拉他一把，或许结局就不会那么遗憾了。就在这时，耳边突然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原来因为他刚才拼死救人，居然彻底收服了巴哈尔的心。系统不仅提示他获得了巴哈尔的感激，还顺势激活了全新的奖励系统，只要能让手下的军队吃饱喝足，就能获得海量的积分。看着眼前的系统提示，克雷多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海量的积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系统界面刷的一下再次更新，幸福值奖励系统已经正式激活。看着眼前弹出的幸福值提示，克雷多斯整个人都懵了，这玩意怎么看都像超市积分，难道这魔界里还有超市吗？系统直接弹窗吐槽，解释了积分的获取规则，只要让魔王军的成员吃饱，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幸福值，而且这些积分还能用来升级属性。克雷多斯现在只继承了2成实力，要是能把属性全部点满，那实力绝对能翻倍。克雷多斯决定先尝试一下，打算先给耐力属性加个点，结果系统却无情提示，加一次点居然要50积分，而他现在的积分还是个0。不仅如此，连升级技能也需要消耗积分。看着那高昂的升级费用，克雷多斯顿时觉得有些头大，现在自己根本什么都换不起。不过转念一想，要是这次种田计划真的能成功，那积分还不是大把大把的来吗？
在克雷多斯看来，只要自己变得更强，活下去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而且被人感激的感觉其实也挺不错的。于是他露出了一个自以为友善的微笑，可这笑容落在巴哈尔眼里，却完全变了味道。巴哈尔顿时极度紧张起来，觉得魔王这是在威胁自己，如果不听话，就只有死路一条。还没等巴哈尔琢磨明白，克雷多斯已经站在悬崖顶上，朝着底下的部下们大喊。他举起一个巨大的蛋壳，大声招呼大家接好，说要把收集到的鸟粪装在里面，直接扔下去。底下的泽菲罗斯几人一听，整个人都彻底傻了。这要是砸在头上，那画面简直不敢想象。可克雷多斯根本不给他们反应时间，大喊一声，直接把巨大的蛋壳扔了下去。这巨大的蛋壳砸下来，彩虹色的鸟粪直接泼了大家一脸。泽菲罗斯整个人都崩溃了，表示自己是真的受够了。可克雷多斯却干劲满满，宣布一定要把种田大业搞成功。接着他开始指挥大家制作堆肥，要把收集来的鸟粪、蛋壳还有草木、灰火、泥土全部倒在一起，然后彻底磨碎并混合均匀。克雷多斯转头看向瑟茜，让他来负责把这些肥料磨碎。瑟茜一听，整个人都懵了。克雷多斯却理直气壮地表示，反正你长了那么多只手，不用白不用。这下可把瑟茜气坏了，大喊自己可是高贵的冰之女王，这些手材不是用来切粪便的。看着抗议的瑟茜，克雷多斯冷冷地表示，既然不想干这个，那就换个轻松点的活。接着他指向旁边被绑在木桩上暴晒的阿修拉特，说只要像他一样老老实实站着就行。这下瑟茜彻底没话说了。瑟茜虽然嘴上抗议，但为了不被绑在木桩上暴晒，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多只手臂把肥料全部切得粉碎。这干脆利落的动作把一旁的克雷多斯都给看愣了，心想这帮部下脾气一个比一个暴躁，自己可得时刻保持警惕。不过转念一想，自己现在可是高高在上的魔王，绝对不能在部下面前露怯。接着他立刻宣布了堆肥的第二步，那就是往肥料里喷水。克雷多斯转头看向哈托克，命令他飞到天上去施展雾气魔法。哈托克一听，整个人都抗拒了，抱怨说加水会让这些肥料变得更臭，自己堂堂魔王军干部怎么能干这种粗活。可克雷多斯根本不跟他废话，只是默默地指了指旁边被暴晒的阿修拉特。这下哈托克哪里还敢多嘴，大喊着直接飞上天空，老老实实的开始施展起雾气魔法。看着哈托克施展完魔法，克雷多斯上前询问水分是否足够。巴哈尔伸手捏了捏肥料，表示确实已经变得又湿又软了。接着克雷多斯宣布了第三步，那就是把肥料收集到干燥的地方，然后用海鸥羽毛盖起来。可看着眼前这片辽阔的荒地，克雷多斯心里又泛起了嘀咕，光靠他们这几个人不仅要花上大把的时间，而且去哪里找那么多羽毛来盖肥料？要想把这整片农田都铺满堆肥，必须得找更多的恶魔来帮忙才行。虽然让堂堂魔王去干这种农活，听起来确实有点丢人，但为了能让大家吃饱饭，克雷多斯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他决定要好好行使自己魔王的权利，召集更多的恶魔加入种田大军。夜幕渐渐降临，魔界的村庄里一片寂静。在村庄的一间破旧木屋里，小女孩弗洛特正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她看着守在床边的父亲，用微弱的声音求父亲吃掉自己。听到这话，父亲气得大声呵斥，不许他再说这种傻话。可弗洛特却哭着说自己只是想妈妈了。原来在之前的饥荒中，村子里到处都是饿疯了的怪物，他们为了填饱肚子，甚至开始袭击落单的村民。当时年幼的弗洛特差点遇险，母亲为了保护年幼的弗洛特，毅然挡在了饥饿的怪物面前，最后不幸被怪物一口吞下。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女儿，父亲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觉得要是连女儿也保不住，自己活下去也没了意义。就在他陷入绝望的时候，破旧的木门突然被猛地推开，父亲震惊地抬起头，发现站在门口的居然是魔王克雷多斯。不仅是魔王亲自驾到，连巴哈尔和泽菲罗斯也跟在后面。这下可把父亲给吓傻了，高高在上的魔王怎么会突然来到他这个破烂的木屋？克雷多斯面无表情地下达命令，让人把父亲强行带走。父亲急得大声哀求，说如果把生病的弗洛特一个人留下，他肯定会被其他高阶恶魔吃掉的。但命令已经下达，手下根本不顾父女俩的哭喊，强行把人拖了出去。看着这凄惨的一幕，克雷多斯脑海中突然闪过一段画面，那是他以前玩游戏时的场景，人类骑士正在肆意屠杀魔族平民，而当时的自己正冷漠地按下手柄上的攻击键，操纵角色斩杀那些无辜的魔族女孩。如今自己成了魔王，却在做着同样残忍的事，这让克雷多斯心里产生了动摇。克雷多斯立刻下达了严厉的命令，不仅让守卫严密监视，防止发生同类相识的惨剧，他还命令泽菲罗斯去召集更多人手，让所有恶魔立刻开始制作堆肥。虽然这种强硬的手段看起来像个暴君，但克雷多斯心里很清楚，为了拯救魔界，这种程度的独裁是必须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在荒凉的土地上，被召集来的恶魔们正顶着烈日辛苦劳作，大家心里其实都没底。有人忍不住小声抱怨，觉得魔王真是异想天开，就算把地开垦出来了，在这荒凉的魔界又去哪里找种子呢？结果这话刚说完，身后就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克雷多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后面，冷冷地问他们想知道要种什么吗？克雷多斯没有多废话，直接让这个低级恶魔跟他走。他带着对方来到一处荒地，指着一朵盛开的紫色花朵，说自己打算大面积种植这种植物的根部。听到这话，低级恶魔急忙出声劝阻，说这种植物的根部有剧毒，吃了可是会死人的。
但克雷多斯却根本没当回事。他随手拔起一株植物，看着下面像土豆一样的块茎，他冷冷地表示自己已经让人去进行食用实验了，现在应该快出结果了。听到魔王居然拿人去试毒，低级恶魔整个人都懵了。克雷多斯冷酷地揭晓了真相，那个试毒的小白鼠居然就是他的女儿弗洛特。听到这个消息，父亲整个人都崩溃了，他发疯一样往回跑，一路上他都在痛苦地大喊弗洛特是无辜的，求求他千万不要吃下去。等他一路狂奔，推开房门，发现泽菲罗斯和巴哈尔正守在门口，父亲急得大喊让女儿别吃，可弗洛特却抬起头，嘴里正嚼着那个块茎。他笑着对父亲说自己已经吃饱了，而且身体一点事都没有。看着安然无恙的女儿，父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弗洛特笑着解释说，其实昨天泽菲罗斯和巴哈尔就已经为他吃过一些了，他现在身体好得很。这时刻雷多斯走了进来，看着目瞪口呆的男人，问他现在总该相信自己了吧？克雷多斯解释说，很久以前另一个大陆的人类就去除了这种植物的毒素，并且靠着大面积种植它，彻底解决了饥饿问题。而这种神奇的植物名字就叫做土豆。听到魔王居然把这么珍贵的粮食赐给自己，弗洛特感动的不行，连连向克雷多斯道谢。就在这时，克雷多斯耳边突然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原来因为弗洛特吃到了美味的食物，系统判定魔王军的幸福度上升了。系统不仅奖励了他第一个幸福值，还顺势激活了全新的积分系统。看着眼前吃饱喝足的弗洛特，克雷多斯心里突然有些感慨，虽然自己现在是魔王，但也没必要整天板着个脸。于是他想对弗洛特说句温柔的话，让他多吃点，好快快长大。而且为了显得亲切，他还特意想露出一副慈祥的笑容。这下可把旁边的部下们吓坏了，大家看着魔王那可怕的表情，心里都在疯狂吐槽，这家伙绝对是想把小女孩养肥了再吃掉。这里是魔王领地最深处的查文德万塔尔，也是整个魔界最核心的区域。这里的气候极其恶劣，白天酷热难耐，夜晚寒冷刺骨。此时魔王军的领地上已经铺满了土豆，手下急忙跑来汇报，所有土豆已经晾晒完毕。克雷多斯看着眼前的成果，立刻下达了下一步指令，命令巴哈尔把这些土豆全部踩扁。巴哈尔从半空中重重砸下，一脚将地上的土豆全踩成了饼。这可不是在搞破坏，而是去除毒素的土办法。经过反复冷冻和踩踏，土豆里的毒素就会随着水分一起排出，晒干脱水后就成了能长期保存的无毒干粮。看着做好的第一批干粮，克雷多斯吩咐泽菲罗斯把那些辛苦制作堆肥的部下都叫过来。他本想大方的请大家吃个点心，犒劳一下辛苦的员工，可克雷多斯一开口，配上他那张凶神恶煞的魔王脸，直接把请客吃点心说成了要强行喂毒药的恐怖威胁。底下的部下们顿时吓得魂飞魄散。看着眼前的干粮，克雷多斯规定每人只能分2个。泽菲罗斯有些不解，既然还有这么多，为什么不多分一点给大家？克雷多斯解释说，剩下的必须留作种子，只有全部种下去，以后才能有成百上千倍的收成。可部下们看着手里的土豆，心里却直打鼓，毕竟这玩意以前可是出了名的剧毒。弗洛特的父亲赶紧站出来，说自己女儿昨天吃了都没事，大家可以放心享用。可旁边的人根本不信，指着台上的克雷多斯说，魔王那张脸怎么看都不像在送福利。此时克雷多斯正扯着嗓子大喊，让大家赶紧趁热吃。这狰狞的表情配合恐怖的语气，直接把大家吓得够呛，都以为魔王要亲眼看着他们毒发身亡。就在大家犹豫不决时，弗洛特的父亲一咬牙，直接把土豆塞进了嘴里，嚼了几下咽下去后，他不仅没有倒地，反而激动地大喊魔王万岁。这下所有人都看傻眼了，原来这土豆是真的美味又安全。有了第一个带头试毒的人，剩下的魔族士兵哪里还忍得住，纷纷开始狼吞虎咽。这下大家终于相信魔王是真的给他们送粮食来了，一时间欢呼声此起彼伏，都在大喊着克雷多斯大人万岁。看着底下群情激愤的部下，克雷多斯表面上稳如老狗，心里却在疯狂吐槽，觉得这口号喊得太像电视广告了。而一旁的泽菲罗斯看着克雷多斯，心里却充满了敬佩，觉得这位新魔王高瞻远瞩，说不定真的能带领大家度过这场饥荒。就在这时，克雷多斯耳边突然响起了系统提示音，因为士兵们吃到了美味的食物，魔王军的幸福度直接拉满。系统不仅奖励了50个积分，连他的属性值也跟着往上涨。看着眼前多出来的积分，克雷多斯可算来了精神，有了这些积分，他就能提升自己的各项属性。不过看着这些属性选项，克雷多斯又犹豫了，现在还没搞清楚哪个最划算，不如先攒着等需要的时候再用。正当他盘算着怎么分工时，一旁的泽菲罗斯已经抢先一步站出来向大家发布命令。泽菲罗斯让大家回村后大肆宣传，只要谁能挖来野生的土豆，就能直接兑换做好的无毒干粮。这招悬赏一出，底下的魔族士兵们彻底沸腾了。看着对答如流的泽菲罗斯，克雷多斯心里直打嘀咕，这家伙虽然有时候挺让人头大，但关键时刻是真的管用。紧接着泽菲罗斯把队伍分成3波，一波人负责进山挖土豆，一波人留下来继续制作干粮，剩下的人则跟着去加工肥料。而克雷多斯也没闲着，他正指挥着手下抬着木桩上的阿修拉特来回移动，精确调整着位置，好让接下来的种植大业顺利进行。为了能给庄稼提供足够的氮肥，克雷多斯直接把阿修拉特当成了避雷针，随着一道闪电劈下，阿修拉特直接成了天然的发电站。肥料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接下来就要把它们均匀的撒进地里。可看着眼前这片望不到头的荒地，克雷多斯又开始犯愁了。光靠手下这几个饿得半死的人，这得干到猴年马月去。
旁边被雷劈得直打哆嗦的阿修拉特忍不住破口大骂，求克雷多斯干脆给他个痛快。克雷多斯却根本没理他，只觉得光靠他们几个根本忙不过来，看来必须得找点外援了。回到城堡后，克雷多斯坐在王座上询问泽菲罗斯是不是已经向其他领主发去了求援信。泽菲罗斯向克雷多斯汇报说，求援信早就已经送往了各个领地，要求他们派人来帮忙种田。可奇怪的是，到现在连一封回信都没有收到。克雷多斯坐在王座上直犯嘀咕，难道是送信的使者在半路上饿死了？毕竟光靠他们手头这点人马，想把这片荒地全部开垦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而此时，在魔界的第一领地，被诅咒者的峡谷中，戴着面具的部下菲卡米尔正向领主萨图尔汇报着最新情报，说新魔王克雷多斯不仅真的开始种田，甚至已经做出了能吃的食物。听到这个消息，萨图尔不仅没有高兴，反而露出了阴冷的笑容。他认定克雷多斯这么做是因为害怕自己，因为只要死掉的恶魔越多，他的灵魂力量就会越强。克雷多斯想通过种田救人来限制他。萨图尔冷冷地询问菲卡米尔，派往其他领地的信使是不是都解决掉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萨图尔露出了残忍的真面目，他要让所有的恶魔全部饿死。萨图尔的野心可不止于此，他要让所有挨饿的恶魔都成为他的养分，然后亲手干掉克雷多斯，自己坐上魔王的宝座。为了彻底断绝克雷多斯的希望，萨图尔向部下菲卡米尔下达了死命令，让他去毁掉所有和种田有关的东西，绝对不能让粮食种出来。而此时，在荒凉的田地里，阿修拉特依然被死死绑在木桩上，整个人被雷劈的只剩下半条命。菲卡米尔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木桩下，看着惨不忍睹的阿修拉特，忍不住吐槽克雷多斯下手太狠，居然把堂堂4大天王折磨成这样来杀鸡儆猴。不过菲卡米尔可不是来落井下石的，他安慰阿修拉特不用担心，说萨图尔大人非常看重他的战力，只要克雷多斯一死，萨图尔就会立刻收留他。菲卡米尔直接召唤出了大量怨灵，命令他们把这些肥料全部撒在地上，还要和泥土彻底混合在一起，防止克雷多斯他们重新收集起来。怨灵们怪叫着冲了下去，看着怨灵们在田里疯狂破坏，菲卡米尔忍不住得意地大笑起来。而旁边被绑在木桩上的阿修拉特只是冷冷地看着这一切。泽菲罗斯正询问克雷多斯下一步的计划，而克雷多斯却非常淡定地表示，接下来需要把堆肥磨碎，并且和泥土彻底混合在一起。这下可有意思了，菲卡米尔费尽心机搞的破坏，居然刚好帮克雷多斯完成了下一步工作。怨灵们正在地里疯狂干活，累得直叹气，却不敢停下。带头的怨灵大声催促着，必须把每一寸土地都破坏掉，绝对不能留给克雷多斯种田。可干着干着，画风却变了。平时最爱偷懒的怨灵，今天居然干得最起劲。看着被翻得整整齐齐的土地，这家伙心里莫名升起一股自豪感。旁边的怨灵听完，忍不住笑他傻。结果大家干活的劲头反而更足了。克雷多斯的免费劳动力越干越卖力，怨灵们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有人大喊一声不好，抬头一看，太阳已经升起。光顾着埋头翻土，连时间都忘了。在阳光照射下，怨灵们开始消散。临死前看着被翻好的土地，他们心里反而觉得值了，甚至觉得这样消失也不赖。看着漫天消散的怨灵，撑着伞的菲卡米尔默默叹气，祝愿这些怨灵能够安息。接着他冷笑着看向远方，就等着看克雷多斯崩溃的样子。看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土豆，泽菲罗斯却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这些土豆现在全都在休眠，直接种下去根本不会发芽，就像土豆在土里睡得正香，突然被人揪着头发拔了出来，生理机能已经彻底停摆。想要唤醒他们，就要用低温刺激。克雷多斯本想找瑟茜帮忙降温，可瑟茜现在正生他的气，连哈托克也有些不对劲。为了安全起见，他只能放弃。既然不能用魔法降温，克雷多斯索性另辟蹊径，让农业队在仓库里疯狂做深蹲，企图用体温来给仓库加热。结果大家很快就累瘫了一地，这个加热计划也彻底泡汤。克雷多斯带着泽菲罗斯赶往农田，准备先给土地注入氮肥，可刚一到地方，他就彻底傻眼了。眼前的泥土不仅被翻得整整齐齐，连堆肥都已经被均匀混合好了。看着这片完美符合要求的农田，克雷多斯直呼这简直是奇迹。而躲在暗处的菲卡米尔看着克雷多斯震惊的表情，还以为自己的破坏计划大获成功，正忍不住得意的哈哈大笑。结果还没笑出声，高大强壮的巴哈尔直接从树后一把将他拎了起来，送上门的破坏者被当场抓获。克雷多斯一眼认出被抓的家伙正是那个搞鬼的菲卡米尔，他冷着脸问对方来这里干什么，还没等对方开口，直接就是一记重拳。一旁的泽菲罗斯都看傻了，问他怎么不听人解释就动手。克雷多斯理直气壮地表示，这家伙一看就在憋坏水，直接动手比废话更管用。菲卡米尔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但嘴硬叫嚣着被打死也不招。克雷多斯也不废话，继续疯狂输出，打了一会儿自己反而累得直喘气。为了能够继续严刑逼供，克雷多斯直接打开系统面板，花掉50积分提升耐力属性，体力瞬间回满的克雷多斯二话不说又是一顿暴打。这下菲卡米尔彻底崩溃了，哭爹喊娘的承认自己是来破坏农田的。审讯完菲卡米尔之后，克雷多斯终于搞清楚了幕后黑手，原来一直在暗中搞鬼的就是第一省的领主萨图尔。这个萨图尔靠死掉的恶魔壮大力量，难怪要想方设法阻止大家种田。泽菲罗斯在一旁冷静分析，这分明就是公开叛逆，
但反过来想也是个绝佳机会。只要能趁机干掉萨图尔，不仅能给其他心怀不轨的人杀鸡儆猴，还能一劳永逸地保住农田。克雷多斯很清楚必须解决这个祸害，可眼下最棘手的问题是萨图尔极其擅长逃跑，甚至能像幽灵一样随意变化。当年在游戏里，诅咒峡谷地图复杂，萨图尔在里面到处藏匿，极难对付。既然这害虫躲在老巢里不好抓，克雷多斯打定了主意，那就想办法把它引出来。就在阿修拉特被绑在木桩上充当避雷针的时候，一个领到粮食的小女孩突然拿着铲子走了过来。阿修拉特没好气地问她看什么，小女孩显得有些局促，但还是鼓起勇气深深鞠了一躬，谢谢她的伟大牺牲，让大家有土豆吃。听到这话，阿修拉特整个人都气炸了，他可是堂堂的大将军，如今却被当成了种田的工具人。他对着小女孩破口大骂要吃掉她，直接把小女孩吓得大哭着跑开。赶跑了小女孩，阿修拉特满腔怒火全算在了克雷多斯的头上，扯着嗓子大喊着等脱困，一定要报仇。可还没等他骂完，克雷多斯的声音突然从旁边传了过来。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敲锣打鼓的声音，克雷多斯正带着手下大肆庆祝。仔细一看，他们居然在举行2号避雷针的落成仪式。听到这个消息，被绑在木桩上的阿修拉特兴奋起来。他以为既然有了新的替代品，自己是不是终于可以解脱了，再也不用过天天被雷劈的日子。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克雷多斯就冷冰冰地打破了幻想，表示这只意味着以后有2根避雷针。话音刚落，天空中2道巨雷同时落下，直接把阿修拉特和新来的倒霉蛋劈得外焦里嫩。与此同时，远在第一省的领主萨图尔突然感应到了不对劲，他看着眼前的异象，气得大吼大叫，直呼菲卡米尔的名字。克雷多斯冷眼看着这一切，突然注意到树梢上的怪鸟，那正是萨图尔的侦察眼线。既然敢把手伸进我的农田，那就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吧。烈日当空，弗洛特拿着小铲子在地上戳来戳去，阿修拉特在一旁冷冷地看着，质问他到底在下忙活什么。弗洛特有些不好意思，说大家都忙着种田，自己也想帮点忙。阿修拉特忍不住开口嘲笑菲卡米尔，说这家伙之前把地都耕完了，要帮忙就找点有用的事做。谁知弗洛特直接转头向菲卡米尔道谢，感谢他不仅帮忙耕地，还主动留下来当避雷针。菲卡米尔瞬间被感动得痛哭流涕，阿修拉特在一旁看得直摇头，冷笑着给弗洛特泼冷水，说在这片荒地上种田根本是做梦，那些土豆绝对不可能发芽，除非把仓库弄暖和，土豆才能发芽。弗洛特听完阿修拉特的话，高高兴兴地跑去通风报信了，气得阿修拉特在后面破口大骂。另一边，泽菲罗斯对克雷多斯的计划有些担心，觉得萨图尔肯定能看出这是个陷阱，根本不会轻易上当来救人。克雷多斯却显得胸有成竹，萨图尔确实不会亲自来，但他一定会先派手下过来送死。我的目的就是斩断他的所有爪牙。夜幕降临，巴哈尔扛着大斧头在营地戒备，远在城堡里的萨图尔冷笑不止，觉得克雷多斯简直是自寻死路。萨图尔知道直接救人就是送死，他真正的目标其实是克雷多斯的农田。为了彻底毁掉这些土豆，萨图尔派出了噬魂者，命令他们潜入仓库捣碎土豆。趁着夜色，这群蓝色的灵体怪物溜进仓库，眼看就要对土豆堆下手，可他们万万没想到，克雷多斯早就站在高处等着了。看着送上门来的噬魂者，克雷多斯直接给他们判了死刑。在游戏里，这玩意儿极其难缠，他们喜欢成群结队行动，一旦被缠上，生命力就会被吸干，甚至还能复制你身上的所有技能。不过克雷多斯早就摸透了他们的弱点，对付这群没有实体的幽灵，雷电就是最好的克星。克雷多斯的手掌上瞬间闪烁起狂暴的电光，这群噬魂者刚发现不对劲，想逃跑，克雷多斯却冷笑了一声，真正的陷阱现在才开始。他昨晚就在大门上涂满了魔王之血，直接封死了怪物的退路。紧接着，克雷多斯使出魔王第2阶段的招式，狂暴的雷电顺着血迹疯狂传导，将整个大门变成了高压电网。轰的一声巨响，刺眼的雷光瞬间将怪物彻底淹没。大范围雷击不仅重创了怪物，还顺便破除了他们的物理免疫。眼看时机成熟，克雷多斯立刻下令让农业队动手。别看这群人平时只知道种地，他们其实是后期地图里的强力怪，战斗力强得离谱。面对被破防的噬魂者，农业队挥舞着锄头疯狂输出，直接把怪物当成装甲来收割。看着眼前的单方面屠杀，克雷多斯心里正有些得意，突然现有只漏网之鱼绕到了身后，克雷多斯正准备亲自出手清理剩下的漏网之鱼，结果刚一抬头，却发现粮堆里居然埋着弗洛特。这小家伙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了进来。此时一只漏网的噬魂者已经直奔弗洛特冲了过去，远处的士兵吓得大声呼救。克雷多斯嘴上抱怨着麻烦，动作却一点没慢，但眼下距离太远，他的大招根本来不及施展。紧急关头，克雷多斯顺手抓起一颗土豆，朝着怪物狠狠砸了过去。看到克雷多斯扔出土豆，旁边的士兵急得大喊，觉得扔这玩意儿根本没用。就在大家以为完蛋的时候，土豆突然发光，开始疯狂吸收它的能量。只听啪的一声，土豆居然发芽了，而那只噬魂者直接被吸干消散。周围其他的怪物也受到波及，开始成片的消失在空中。看着掉落在地上的发芽土豆，克雷多斯整个人都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想尽办法都没能唤醒的土豆，居然用这种方式发芽了。克雷多斯一下子想明白了，原来是噬魂者加速衰老的能力，误打误撞重启了土豆的生物钟，这才让沉睡的土豆提前发芽。这可真是意外之喜。克雷多斯一把抱起弗洛特，笑着对他说：“这次多亏了他。不过
他那狰狞的笑容直接把小姑娘给吓傻了。既然找到了唤醒土豆的办法，克雷多斯立刻改变了主意。他站在粮堆上，大声下令，让农业队停止引诱萨图尔的计划。克雷多斯抓起一颗土豆，冷笑道：“现在有了这个大杀器，我们不需要再搞什么诱敌深入，直接打过去就行了。”烈日当空，阿修拉特被绑在木架上暴晒，极度饥饿让他神志不清，甚至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就在他奄奄一息时，肚子却不争气的咕咕作响。求生的本能终究战胜了尊严。这时，弗洛特端着一盆土豆干跑来，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他是特意来表达感谢的。多亏了阿修拉特关于土豆发芽的建议，克雷多斯已经带着农业队开始忙碌，而弗洛特也得到了土豆干作为奖励。看着眼前的救命食物，阿修拉特哪里还听得进半个字？他瞬间化身恶鬼，疯狂大喊着要吃东西。弗洛特见状，赶紧拿出一块准备喂他。弗洛特本想把土豆干扔进他嘴里，结果第一下没扔准，直接砸在了阿修拉特的脸上。这下彻底激怒了这位昔日强者，他被绑在木架上，疯狂挣扎，咆哮着要杀了弗洛特。弗洛特吓得连声道歉，急忙调整姿势，再次尝试。这一次土豆干精准落入他的口中。刚刚还暴跳如雷的阿修拉特，在尝到食物的瞬间态度大变，一边咀嚼一边直呼美味。与此同时，远处的克雷多斯突然收到系统提示，有新兵因为吃到美食感到幸福，奖励点数再次增加。克雷多斯看着暴涨的数值，有些疑惑，算上新兵和弗洛特，怎么会多出一个人提供点数？不过他很快不再纠结，只要能增加点数提升实力，管他是谁在提供，毕竟接下来要对付强敌萨图尔，必须攒够足够的资本。克雷多斯当即下达命令，让农业队全员发起进攻。克雷多斯带领队伍直奔敌方大本营，是要在这里完成一场大丰收。然而当他们抵达目的地，眼前却是一道万丈深渊，唯一的通道只有一座险峻的吊桥。守门怪物一见到克雷多斯的旗号，吓得惊慌失措，立刻挥舞巨斧砍断了吊桥缆绳。看着坠入深渊的木板，怪物们得意的大笑起来，认定没有了吊桥，任何人也休想跨越这道天堑。可他们根本不了解克雷多斯的实力。只见他脚下猛然发力，整个人如炮弹般朝对岸飞跃而去。守门怪物瞬间看傻了眼，随后爆发出刺耳的嘲笑。他们觉得这个人类简直是自寻死路，掉下去绝对会粉身碎骨。克雷多斯并未坠落深渊，而是用强悍的肉身撞击对岸峭壁，顺势滑落到了洞口。面对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洞内的怪物吓得魂飞魄散，惊恐的大喊着让他退后。克雷多斯稳住身形，立刻向后方的泽菲罗斯与巴哈尔示意，让他们按照原定计划行动。随后他赤手空拳冲向怪物群，虽然他知道怪物惧怕发芽的土豆，但此刻自己手中空无一物，稍有不慎就会陷入万劫不复。远处的萨图尔也看穿了这一点，发现克雷多斯没有携带武器，立刻指挥怪物大军发起反扑，只要能触碰到克雷多斯就能取胜。怪物们发出震天咆哮，如潮水般朝克雷多斯涌去。面对汹涌的兽潮，克雷多斯嘴角微微上扬，直接施展出成名绝技两子冲锋。他的身体化作无数道残影，在密集的怪物群中疯狂穿梭，甚至直接穿透了坚硬的岩壁。这一幕让怪物们彻底傻眼，他们无法理解这种穿墙的诡异能力，但贪婪战胜了恐惧。怪物们在后方紧追不舍，坚信只要碰到他就能将其撕碎。这其实是他设下的圈套，利用对地图地形的绝对熟悉，他故意兜圈，将所有怪物引向死胡同。看着眼前被聚拢成一团的怪物大军，克雷元斯停下脚步，冷冷转身。怪物们以为克雷多斯已是强弩之末，咆哮着准备一拥而上将其撕碎。克雷多斯却发出一声冷笑，现在的他可不是任人宰割的魔王，而是一个精通算计的顶级玩家。就在怪物冲上来的瞬间，泽菲罗斯果断下达了攻击指令。早已埋伏在两侧的巴哈尔和农业队将无数发芽的土豆如雨点般砸向怪物群。漫天飞舞的土豆砸在噬魂者身上，瞬间吸干了他们体内的黑暗能量。土豆顺势在怪物伤口中疯狂发芽。看着成片消散的怪物，克雷多斯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不仅是掌控全局的玩家，更是一个合格的农夫。这一切都在他的精确计算之中。行动前，他就为泽菲罗斯规划好了路线，用自己当诱饵，将敌人引入死胡同。看着眼前的辉煌战果，泽菲罗斯也不禁暗自佩服，魔王的计划果然天衣无缝。萨图尔的噬魂者大军在这一刻彻底覆灭。泽菲罗斯原本以为这里只是一条废弃的旧水道，是一条毫无用处的死胡同，克雷多斯却露出了神秘的微笑，指出这里隐藏着一条秘密捷径。这是他当年作为玩家时偶然发现的隐藏地图，只要击碎那面贴图异常的墙壁，就能直达与萨图尔首次交战的空地。更重要的是，那里还藏着能改变外貌的蜕变之果。如果这个道具在现实中同样有效，将成为他们扭转战局的底牌。与此同时，农业队也传来了胜利的喜讯。看着满地发芽的土豆，队员们兴奋地手舞足蹈，他们终于看到了吃饱饭的希望。看着手下们因能吃饱饭而喜极而泣，克雷多斯却陷入了沉默。这一幕勾起了他在现实世界的回忆。曾经疼爱他的奶奶总是担心他挨饿，唠叨着要给他做一顿丰盛的饭菜。然而刺耳的警笛声无情地撕碎了温存，救护车带走了他生命中唯一的温暖。这段关于饥饿与失去的痛苦回忆，让克雷多斯感同身受。他眼神冰冷地表示，任何敢阻碍别人吃饱饭的家伙，都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就在克雷多斯准备带队出发时，巴哈尔却突然伸手拦住了他。巴哈尔神情严肃地发出警告：萨图尔的实力极其恐怖，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他主动请缨，要求一同前往。
克雷多斯却果断拒绝了请求，命令他留守后方负责运送土豆。这种危险的斩首行动由他这个老大独自解决即可。与此同时，萨图尔正对着冰魂之星疯狂施法，企图借助这股极寒力量召唤出更多强大的幽灵战士。然而，还没等他露出得意的笑容，头顶上方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巨响，克雷多斯直接从天而降，重重地砸在萨图尔面前。看着凭空出现的克雷多斯，萨图尔瞬间呆立，当场结结巴巴地质问对方是如何找到这里的。克雷多斯根本懒得与他废话，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冷冷宣布清理门户的时间到了。看着找上门来的克雷多斯，萨图尔不仅没有丝毫害怕，反而疯狂嘲笑对方愚蠢，竟敢一个人跑来送死。紧接着，萨图尔催动冰魂之心，狂暴的寒冰能量瞬间席卷房间。他得意地叫嚣着，要让克雷多斯见识真正的实力。可克雷多斯却一脸淡定，表示这招他早就看过了19次。在原本的游戏设定里，萨图尔逃进这个房间，就是想利用古代巨龙的法器，源源不断召唤小兵，拖延时间。可惜他的底牌早就被克雷多斯摸得一清二楚。在原本的游戏设定中，最终决战一旦爆发，萨图尔就会使出最恐怖的底牌，那就是100%复制对手，无论是样貌还是全部属性。玩家有多强复制体就有多强，不仅攻击力爆表，闪避动作更是快得像作弊。可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萨图尔复制的是当前版本的魔王克雷多斯。克雷多斯发现眼前的魔王属性低的，眼看对方狂暴冲来，克雷多斯直接用生命值兑换属性，瞬间将敏捷属性拉满，轻松躲过了致命一击。还没等萨图尔反应过来，克雷多斯反手就是一记重拳，接着再次消耗生命值，把力量属性也升了上去。这一记正面硬碰硬，直接把萨图尔揍得惨叫连连。他整个人都懵了，明明复制了对方的属性，为什么挨揍的却是自己？克雷多斯冷笑一声，表示打架和种地一样，光靠蛮力可不行，必须得动脑子。萨图尔不服气的再次扑上来，克雷多斯根本不慌，直接消耗100点生命值，把魔法和智力全部拉满。一道狂暴的金色天雷轰然落下，恐怖的雷电瞬间将萨图尔淹没。等到雷光散去，萨图尔被打得彻底瘫软，整个人化成一滩烂泥瘫在地上。随着属性全部拉满，系统突然传来提示，克雷多斯意外完成了进阶任务，解锁了新技能农王宝座。看着这个农具拼成的宝座，克雷多斯不仅没有嫌弃，反而高兴省下了买农具的钱。还没等他高兴太久，地上那滩烂泥突然蠕动起来，萨图尔咬牙切齿的怒吼：“这件事情绝不会完！”烂泥开始疯狂膨胀，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咆哮，萨图尔直接现出了真身，变成一只体型巨大的远古邪龙。看着眼前压迫感十足的巨龙，克雷多斯不仅没有慌张，反而感叹这守关领主确实有牌面。还没等萨图尔得意太久，他一转头却彻底傻眼了。克雷多斯身后已经站满了人，连巴哈尔和泽菲罗斯都赶到了。看着密密麻麻的农业大军，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巨龙瞬间认怂，甚至主动开口询问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克雷多斯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下令全军出击。巴哈尔带着农业队一拥而上，拿着锄头和叉子疯狂输出，把巨龙打得连声求饶。看着手下们围殴萨图尔，克雷多斯在一旁直摇头，觉得大家因为肚子饿没力气，打了半天也没能彻底解决战斗。为了提高效率，克雷多斯决定不再拖延，直接激活了新技能农王宝座，哪怕生命值只剩下2点也在所不惜。随着他一声令下，无数农具拼成的宝座散发强光，呼啸着从天而降，伴随着轰然一声巨响，巨大的宝座重重砸向地面，激起漫天尘土。看到萨图尔被砸扁，手下们不仅没有害怕，反而兴奋地欢呼起来，直夸克雷多斯简直是恶魔。克雷多斯本想矜持一下，见大家如此热情，索性也不装了，直接跟着一起狂欢。如今所有障碍都被扫除，发芽的土豆也已准备就绪。克雷多斯带着巴哈尔和农业队准备开始真正的大丰收。萨图尔被打败后掉落了那块冰魂之心，克雷多斯和泽菲罗斯正纳闷，系统突然弹出了提示，原来这是克雷多斯第20次击败萨图尔，连他在游戏里的通关次数都算进去了。因为达成隐藏成就，系统直接解锁了隐藏奖励。还没等克雷多斯反应过来，地上的冰魂之心剧烈晃动，开始不断往外冒出白烟，伴随着咔嚓一声脆响，冰晶直接裂开，里面居然钻出了一只可爱的小蓝龙。看着从冰晶里钻出来的小家伙，克雷多斯整个人都愣住了。小蓝龙倒是一点也不怕生，一睁眼看到克雷多斯就开心的叫出了声。刚诞生的小蓝龙睁开眼，把眼前的克雷多斯当成了爸爸，以为终于等到了救赎。可克雷多斯却露出了极其狰狞的反派笑容，嘴里还念叨着太可爱了，直接把小家伙吓得够呛。更糟糕的是，巴哈尔带着手下刚好干完活，正饿得两眼发绿，一看到有新生物，直接高喊着开饭了冲过来。眼看手下嚷嚷着要开饭，克雷多斯直接把他们臭骂一顿，说等小蓝龙养大了再吃也不迟。这让小家伙听得瑟瑟发抖，以为爸爸真的要吃掉自己。就在这时，农业队兴奋地跑，大喊着土豆已经全部发芽。克雷多斯非常高兴，大声夸奖大家干得漂亮。看着这温馨的一幕，小蓝龙刚觉得这群人挺温暖，一转头却发现克雷多斯正盯着他，再次露出极其狰狞的笑容，吓得他彻底崩溃。小蓝龙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以为自己迟早要变成大餐，可实际上克雷多斯正发愁怎么养活他。听说幼龙必须吃精炼宝石，可这穷乡僻壤只有破铜烂铁，
就在克雷多斯头疼时，泽菲罗斯急匆忙跑来汇报，说地里奇隆遇到了大麻烦，这群没种过地的魔族根本搞不定。还没等他们想出办法，农田里突然狂风大作，刮起了一股巨大的沙尘暴。原来地里土质太差，底下全是密密麻麻的碎石，大家挖的工具都刨断了。怀里的小蓝龙吓得够呛，以为这群人都是奴隶，生怕自己也要被抓去干苦力。克雷多斯看着满地碎石，十分头疼，这根本不是农田，简直就是个矿场，再这样下去，粮仓都要被吃空。看着连小孩子都在拼命干活，克雷多斯深吸一口气，正准备想办法解决，地里却突然传来惊恐的呼喊，致命的刀刃风暴刮过来了。克雷多斯抬头一看，一道巨大的红色龙卷风正呼啸着朝他们席卷而来。他突然想起来，这地方会随机刮起刀刃风暴，要是被卷进去，几秒钟内就会被撕成碎片。眼看风暴逼近，克雷多斯大喊着让大家快跑，寻找岩石躲避。魔族们顿时乱成一团，纷纷朝着岩体狂奔。大丰收还没开始，大家就面临着生死考验。风暴的威力极其恐怖，克雷多斯抱着小蓝龙艰难支撑。这鬼天气简直是种地最大的可惜。撤离途中，旁边的弗路特突然指着远处大喊：“阿修拉特还在那边！”克雷多斯转头一看，顿时头大。阿修拉特还被绑在木桩上，正处于风暴的必经之路上。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这家伙送命，直接把小蓝龙塞给男人，命令他保护好小家伙。随后，克雷多斯转过身，迎着狂风冲了上去。巴哈尔在后方急得大喊危险，可克雷多斯根本不听，他绝不能失去这个好用的避雷针。被绑在木桩上的阿修拉特看着逼近的风暴，破口大骂：“在这鬼地方种地简直是要命！”一个弗路特跑过来抱住木桩，阿修拉特急得大喊让他快滚。眼看风暴就要砸下来，克雷多斯终于赶到，他一把拉开弗洛特，飞起一脚直接踹断了木桩。阿修拉特连人带木桩重重摔倒，但危机并没有解除，狂暴的风刃呼啸而过，直接划破了克雷多斯的脸。倒地的弗路特拼命想解开绳索，可绳子绑得太死，根本解不开。阿修拉特急得大喊让他快逃，眼看锋刃就要伤到女孩，克雷多斯一把将她拽到身后，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扛起绑着阿修拉特的木桩，准备硬顶着风暴冲出去。被带到安全地带的小蓝龙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在他的感知里，克雷多斯的力量其实很弱。克雷多斯扛着木桩在风暴中拼命狂奔，看着那单薄却坚定的背影，小蓝龙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克雷多斯扛着阿修拉特，怀里还死死护着弗洛特，在狂暴的锋刃中，每一步都无比艰难。风暴越来越强，克雷多斯也快要支撑不住，眼看大家就要被风暴吞没，后方的小蓝龙再也坐不住了。在他眼里，这个拼命救人的魔王就是世界上最善良的爸爸。他直接挣脱了男人，张开翅膀迎着风暴飞去。他深吸一口气，喷出了一道耀眼的冰霜吐息，冰霜吐息轰然落下，正面撞上了肆虐的风暴。克雷多斯敏锐地察觉到周围致命的锋刃开始变弱，外面肆虐的风暴刚刚平息，城堡的深处却早已暗流涌动。魔王克雷多斯正躺在床上，陷入了重度昏迷之中。就在这时，两个鬼祟的身影悄悄摸了过来。带头的哈托克发出一声冷笑，准备趁着魔王动弹不得直接送他上路。一旁的瑟茜也低声附和，计划在除掉魔王之后，顺手解决巴哈尔和阿修拉特，到时候魔王之位就是他们的。在此之前，他们结为盟友。两人一拍即合，悄悄推开了沉重的房门，看着毫无防备的克雷多斯，他们没有任何犹豫，直接亮出致命杀招，朝着魔王狠狠劈了下去。然而致命的刀刃还没落下，两人的动作却硬生生僵在半空。躺在床上的克雷多斯此时正大张着嘴巴，死死地盯着他们。这一幕把两人吓得魂飞魄散，以为魔王早已洞悉了一切，正睁着眼等他们自投罗网。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两人把心一横，准备强行硬砍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冰冷的喝问。他们惊愕地转头看去，巴哈尔和阿修拉特不知何时已经堵在了门外。巴哈尔面无表情地提醒魔王陛下正在睡觉，你们两个动作最好轻一点。刺客二人组瞬间风中凌乱，这面目狰狞的恐怖模样，居然只是魔王的睡相。巴哈尔接着冷冷警告，谁要是敢打扰魔王休息，自己绝对会让他付出代价。哈托克见状气急败坏，只能转头质问一旁的阿修拉特，巴哈尔这个蠢货脑子不好使，难道连你阿修拉特也甘愿留在这里帮他种地吗？面对哈托克的质问，阿修拉特却是一脸的无所谓，他直言自己只是欠了魔王一条命，这次出手纯粹是为了还人情，至于下一次可就不一定站在哪边了。哈托克听后冷笑一声，警告他们不要太天真，就算把这些烂土豆种活，也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片农场迟早会彻底完蛋，大家最后都得活活饿死。阿修拉特却根本不在乎，反正横竖都是个死，为了能有一线生机，总得拿命去赌一把。话已至此，哈托克知道多说无益，留下一句你们迟早会后悔的，便带着瑟茜愤然离去。危机虽然暂时解除，但还没等众人松一口气，房间内突然传来了动静。昏迷多时的魔王克雷多斯竟然在此时缓缓睁开了双眼。克雷多斯看着被救下的阿修拉特，正准备开口说些什么，阿修拉特却一脸傲娇地表示自己可不是真心投靠他，这次纯粹是还人情，让魔王别想太多。克雷多斯根本不吃这一套，他气得大声破口大骂，你一个区区避雷针，不好好工作，在这废话什么？
话音刚落天，空中一道狂雷轰然劈下，阿修拉特瞬间被电得外焦里嫩。巴哈尔只能扛着冒烟的阿修拉特，跟着克雷多斯继续干活。毕竟眼下最要紧的任务是把地里的碎石全部清理干净。巴哈尔瓮声瓮气的汇报，地里的碎石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泽菲罗斯正带着人在齐拢。克雷多斯听完不由得一愣，转头朝农田里望去，大家居然都在热火朝天的干活。他赶紧迈步走向泽菲罗斯，想去看看具体的进度如何。克雷多斯心里有些纳闷，地里堆积了那么多碎石，到底是怎么清理干净的？泽菲罗斯伸手指向远处，微笑着说：“答案就在那边。”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小蓝龙正从空中俯冲而下，张开大嘴，将地上的碎石大口大口吞下。他深知自己现在实力太弱，根本无法抵挡刚才那种风暴，所以绝对不能挑食，必须多吃石头才能快点长大。看到这温馨的一幕，克雷多斯顿时高兴坏了，一把将飞奔过来的小家伙抱进怀里，笑得合不拢嘴，直夸他是自己的小宝贝。这种刀刃风暴虽然威力巨大，但形成需要一定的时间，只要让小蓝龙飞上去释放冷气，就能提前把风暴扼杀在摇篮里。这下子，农田最大的安全隐患总算彻底解决，农田的整备工作基本搞定。泽菲罗斯提醒该准备播种了，并询问是否需要多做些储备粮。克雷多斯心里却非常清楚，种地不仅要对抗恶劣的天灾，更要扛住资金和物资匮乏的压力。与此同时，瑟茜独自躲回了自己的房间，刚摘下沉重的头盔，他就忍不住一阵烦躁。明明这几天他一直躲避农活，可身上那股刺鼻的农肥臭味却怎么洗也洗不掉。就在这时，紧闭的房门突然被敲响，门外传来的竟然是魔王克雷多斯的声音。平日里从不登门的魔王在门外开门见山的喊话，让他赶紧开门，说自己现在非常需要他。这话一出，瑟茜顿时有些坐不住了，红着脸警告他别说让人误会的话。可门外的克雷多斯根本不打算离开，反而理直气壮地丢下一句：“要是不见面，这误会可就永远解不开了。”瑟茜在屋里大喊让他走开，坚称两人之间没什么好谈。结果他的话还没说完，克雷多斯竟然直接穿门而入。瑟茜吓得惊声尖叫，质问他怎么能强闯女生的房间。没想到克雷多斯二话不说，直接在他面前单膝跪了下。这一跪把瑟茜彻底整懵了，完全不知道对方要干什么。接着克雷多斯低着头，用极其诚恳的语气说道：“如果没有瑟茜，他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听到这番深情告白，瑟茜的脸刷的一下红透了，显然是彻底想歪了。可实际上克雷多斯心里想的却是，只要能省下雇人的成本，下跪又算得了什么？他只是需要瑟茜那锋利的刀刃干活。看着眼前红着脸不知所措的女人，魔王的目的显然已经达到了一半。看着单膝下跪的魔王，瑟茜终究还是心软了，红着脸答应听听他到底想谈什么。结果下一秒，克雷多斯直接把他带到了仓库，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土豆，瑟茜整个人瞬间傻在了原。克雷多斯却理所当然地要求他用他那引以为傲的锋利刀刃，把这些土豆全部切成两半，好拿去地里播种。听到这个奇葩的要求，瑟茜气得牙痒痒，在心里把这个玩弄少女感情的魔王狠狠地咒骂了100遍。克雷多斯根本不在乎瑟茜有多生气，直接开始科普切土豆的技术要领，只有发芽4个以上的才能切，而且切开后每块的芽眼必须分布均匀。瑟茜刚想开口拒绝，表示自己根本没答应要帮忙，结果克雷多斯右手猛地一挥，直接把一堆土豆全部扬到了半空中。出于顶尖剑士的本能，瑟茜瞬间连拔数刀，刷刷几下把漫天的土豆全部切开。克雷多斯凑近仔细一看，每一块土豆都被切得精准无比，连发芽数量都分配得刚刚好。这下魔王大人兴奋坏了，看来自己这次还真是捡到宝了。克雷多斯深情地看着瑟茜，说只有他才能帮到自己。瑟茜听完心跳瞬间乱了节奏，但他很快反应过来，大骂克雷多斯是个大骗子，别想用甜言蜜语糊弄他。结果克雷多斯根本没理会他的叫骂，直接一步跨上前，一把抓住了瑟茜的手。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瑟茜整个人都懵了。只见克雷多斯拿过他的佩剑，开始仔细地擦拭剑刃。瑟茜看着他那认真的神情，觉得这家伙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温柔。可没想到克雷多斯擦完剑，露出了标志性的坏笑。原来他只是怕刀刃上的土豆汁传播病菌，会影响下一批土豆的种植。这下可好，瑟茜的少女心又一次被无情的粉碎了。克雷多斯再次放低姿态，说只有瑟茜能帮自己。瑟茜嘴上虽然还在傲娇，但心里早就乐开了花，觉得魔王果然离不开他，便勉为其难地答应了。这下克雷多斯可高兴坏了，拉着瑟茜就要通宵切土豆，甚至还兴奋地唱起了歌。两人在仓库里干得热火朝天，配合得还挺默契。可这一幕全被旁边的哈托克看在眼。哈托克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心里直犯嘀咕，觉得这家伙被夸2句就去当奴隶，简直是丢尽了魔族的脸。而此时的阿修拉特正被绑在木桩上怀疑人生，思考着自己当避雷针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结果还没等他想明白，弗洛特就端着土豆干跑了过来，非要拉着他玩丢土豆的游戏。阿修拉特气得破口大骂，威胁说等自己下去一定要生吞了他。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迎面飞来的土豆干砸了个正着。看着被弗鲁特砸得哇哇大叫的阿修拉特，哈托克无奈地摇了摇头，觉得这家伙已经被折磨得彻底废了。不过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巴哈尔大声向农业团宣布，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今天终于要正式开始播种了。看着巴哈尔扛着土豆干活的背影，哈托克心里依旧看不上他，觉得这家伙反应迟钝，根本指望不上。看着眼前这群干劲满满的家伙，
哈托克只觉得一阵无语，觉得这帮人脑子里根本没有一根筋。尤其是看到色茜被士兵们感谢时，那副傲娇又有些不好意思的模样，哈托克更是气得直摇头。堂堂一个大将军，居然因为切了堆土豆就不好意思了。更离谱的是，旁边的士兵居然还感动地流下了眼泪，这让哈托克彻底看不下去了，觉得这简直是魔族的耻辱。他在心里暗暗发誓，自己迟早要推翻魔王，夺回属于自己的王位。而此时的农田里，克雷多斯正带着大家准备下一步的工作。他大声宣布，等土豆发芽之后，就要开始进行摘芽的工作。结果旁边的巴哈尔一听，顿时来了精神，一脸严肃地问要摘谁的眼睛。克雷多斯差点没被他气死，赶紧让他闭嘴，解释说这只是种地的术语。接着又开始给大家科普其中属发芽的知识。看着克雷多斯在上面讲的头头是道，甚至还现场提问起大家来。面对魔王的提问，大家理所当然的觉得越多越好，结果克雷多斯却说少一点才对。底下的士兵顿时议论纷纷，觉得魔王肯定是在瞎指挥，毕竟多子多福的道理谁都懂。靠在树边的哈托克只觉得一阵无语，觉得这帮人脑子根本不够用，他实在听不下去，直接开口给他们上了一课。要是芽流的太多，养分就会被全部吸干，地底下的土豆就别想长大了。这番解释让克雷多斯有些意外，好奇他是不是以前学过种地。哈托克却一脸不屑，觉得这种常识根本不用学，只要动动脑子就能明白。克雷多斯也没反驳，顺势又抛出了下一个问题，问他最合适的数量是多少。哈托克脱口而出，最少也得留2个，要是只留1个，一旦不小心折断，这颗土豆就彻底没救了。接着他又继续分析，这人工改良的肥沃土壤，不仅土豆长得好，杂草也同样疯长，所以必须得及时除草才行。这番专业又详细的解释，把旁边的泽菲罗斯和巴哈尔听得一愣一愣的，连色茜都有些刮目相看。克雷多斯更是带头鼓起掌来，直夸哈托克是真正的农业天才。底下的士兵也跟着大声欢呼。听着铺天盖地的天才呼声，哈托克整个人都愣住了。毕竟在他的记忆里，母亲一直管他叫笨蛋。这突如其来的崇拜让这位高傲的将军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听着大家的欢呼，哈托克甚至感动得有些想哭，但他很快反应过来，自己怎么能因为种地被夸就感动？还没等他想明白，克雷多斯就走了过来，直接封他为农业总管，让他带领大家种地。哈托克心里1万个不乐意，他觉得自己可是个高贵的恶魔，智慧应该用在杀戮和掠夺上，怎么能跑来当农夫？但克雷多斯根本不给他拒绝的机会，直接带头大喊，让大家向这位恶魔精英致敬。底下的士兵一听，立刻跟着疯狂高呼精英。这阵仗直接把哈托克给整懵，他忍无可忍的大吼着让大家闭嘴，痛骂这帮人是愚蠢的低等恶魔。可谁能想到，骂完之后他却话锋一转，冷酷的宣布，从现在起所有人都要听他指挥。底下的士兵们一听，立刻兴奋地欢呼起来，整个农田里全是快活的气氛。就在这时，克雷多斯面前突然弹出了系统提示，恭喜他赢得了第4次心理战的胜利。这下把克雷多斯给整懵了，自己明明什么都没做，怎么就莫名其妙赢了心理战？系统接着解释说，巴哈尔从小就被冷落，但克雷多斯却用真诚打动了他，让他成为了忠实的部下。克雷多斯听完一脸不可思议，自己以前根本不知道这回事。系统又继续提示，克雷多斯不仅成了阿修拉特的第1位朋友，还成功安抚了他暴躁的性格。克雷多斯更纳闷了，自己什么时候和那家伙成朋友了？接着系统又指出，色茜以前从未感受过爱意，是克雷多斯温暖了他的内心。克雷多斯听得直挠头，虽然听起来是好事，但他总觉得哪里怪怪的，自己真的有做过这些吗？最后系统提到，哈托克一直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是克雷多斯播下了鼓励的种子。克雷多斯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帮看似强大的恶魔将军，内心其实都非常脆弱。紧接着系统再次传来提示，因为达成了这些成就，他现在可以消耗200点生命值来激活一个全新的技能。伴随着清脆的提示音，新技能监视正式解锁。克雷多斯有些好奇，这个技能在游戏里可从没见过，难道又是什么稀有的独特道具吗？系统很快给出了答案，这个技能可以让他看到目标未来的画面，最长可以预测到6个小时以后。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这个新技能不仅能监视活物，连没有生命的死物也行，可以说是万物皆可监视，甚至连头顶上的天空都在监视范围之内。这不就是天气预报吗？人类帝国与魔族领地的交界处，偏远被流放者的村庄里，刚刚恢复健康的雷瓦杰正在向照顾他的戴尔道谢。随后雷瓦杰转过头询问一旁的金奇，是否愿意随他们一起返回帝国。面对这个出乎意料的邀请，金奇的神色却有些迟疑，他坦言自己早已失去了记忆，根本就不是人类帝国的人。金奇回想起刚来到村子时的场景，村民们的眼神充满了警惕和排斥，他有些失落地表示，自己这副模样去哪里都不会受欢迎。看着金奇沮丧的样子，雷瓦杰笑着建议他换一身新衣服。结果金奇只是在外面套了件斗篷，依然没脱下那身粉红色的爱心战衣。戴尔还以为他对这身装备有某种特殊的情感，其实金奇心里正苦恼不已，这装备仿佛焊死在身上，根本脱不掉。临走前，雷瓦杰真诚地向村民道谢，承诺回去后会向国王说明情况，帮他们改善恶劣的处境。看着雷瓦杰谦逊而富有正义感的目，金奇心中暗自产生了一丝敬意。金奇看着雷瓦杰，不由得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在他的记忆中，自己曾是一台听从命运摆布的杀戮机器，除了战斗消灭敌人，没有任何生存意义。
而如今离开了战场的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呢？就在金崎陷入迷茫时，魔界农田里突然传来惊天动地的欢呼。原来地里种下的土豆居然真的破土而出长出了嫩芽。看着这堪称奇迹的一幕，周围的士兵兴奋得手舞足蹈，连一旁的巴哈尔和瑟茜都看呆了，完全没想到真的能亲手种出生命。兴奋的弗洛特跑去向阿修拉特报喜，却只换来对方的一顿臭骂。魔界种地大业终于迈出成功第一步，克雷多斯大声宣布，下一步的工作是进行培土。随后他让哈托克让这位天才总管向大家详细解释。哈托克虽然有些受宠若惊，却依然非常专业的讲解起来。培土就是用泥土将嫩芽覆盖，防止土豆直接遭受阳光暴晒，一旦被强光直射，不仅影响口感颜色，还会产生剧毒，变成坏土豆。听完这番专业科普，克雷多斯带头鼓掌，号召大家为天才总管送上热烈掌声。随后克雷多斯准备测试新技能，顺便查看接下来的天气变化。他此前花了整整200点生命值，才成功激活了这个监视技能。然而使用条件极其苛刻，必须死死盯着天空200秒不能眨眼。为了强行保持不眨眼，克雷多斯憋得浑身发抖，痛苦万分。而底下的士兵见状，却以为魔王大人是被农田盛况感动流泪，纷纷感叹魔王大人实在太温柔了。伴随着脑海中的系统提示音，未来的天气预测正式出炉。接下来的整整6个小时都是晴朗干燥且无风的好天气，绝对是农耕种植的最佳时机。看到这个喜讯，克雷多斯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泽菲罗斯就急匆匆地赶来，带来了一个极为糟糕的紧急战报。第2区领主的使者竟千里迢迢赶来求救。自从克雷多斯下达全员众的指令，叛逆的第3区领主拉斯塔觉得魔王软弱，竟然直接领兵造反，向第2区发起了全面猛攻，企图趁机篡夺魔王宝座。面对这群不安分的暴乱分子，克雷多斯顿时感到头疼不已。泽菲罗斯也在旁沉重分析，一旦第2区沦陷，导致两军合并，叛军兵力将呈现爆发式增长，届时连魔王城都难以抵挡，局势瞬间变得岌岌可危。第2区领主普拉努斯根本支撑不了多久，必须尽快平息拉斯塔的叛乱。但如果克雷多斯亲自征讨，地里的农活就无人主持。况且第2区位于腐化沼泽，实际距离比地图上大上10倍，若是徒步赶过去，恐怕早就为时已晚。偏偏城下的地下传送井如今还处于损坏状态。正当克雷多斯苦恼战事与农活如何兼顾时，他突然恍然大悟，自己可是至高无上的魔王，根本无需亲自出马开荒打仗。瑟茜嘴上傲娇表示绝非帮他，手上的出征准备却片刻未停。巴哈尔更是仰天咆哮，随时听候魔王的一切号令。克雷多斯当即下达铁令，派麾下2大将军亲征平叛。既然要从最终 BOSS 区域前往腐化沼泽，克雷多斯找到了一条隐秘捷径，能以极快速度直达前线。他果断施展超大范围传送，将大军直接送往目的地。在克雷多斯看来，只要自己与哈托克镇守后方，安心种地，前线战局便无需过分担忧。然而此时的第2区早已沦为一片烈火废墟。面对凶残的叛军，普拉努斯被打得节节败退。他愤怒地质问拉斯塔是否要公然谋反。拉斯塔拎剑一步步逼近，毫不避讳地承认了自己的野心。在他看来，听从魔王放弃战斗，跑去种地，简直是带领魔族走向毁灭。普拉努斯大声反驳，魔王大人明明承诺过能让荒山复苏，但固执的拉斯塔根本听不进任何劝告。普拉努斯仍在竭力劝说，强调不用战争就能吃饱，乃是莫大福音。然而拉斯塔根本听不进去，在他眼中，魔族的尊严在于浴血奋战，而非像懦夫一样播种农田。话音未落，拉斯塔猛然挥舞重剑，一击便将普拉努斯重创倒地。就在他准备痛下杀手斩草除根时，战场中央突然凭空现身2道霸道身影，赶来的正是魔王麾下的2大强者巴哈尔与瑟茜。瑟茜手握双刃，缓缓步上前线，出人意料的出言赞同拉斯塔的观点，承认魔族骨子里充斥着杀戮与战斗。瑟茜凝视着眼前凶狠的拉斯塔，质问这一切究竟是从何时起悄然改。曾经的魔族固然只懂得杀戮，可如今连最年幼的孩童都开始憧憬绿色的土地。看着天空漫天飞舞的花瓣，以及脚下重获生机的土地，所有人心头都浮现出全新的认知：魔族的傲骨绝非掠夺生命，而是去创造与守护。面对眼前这不可思议的神迹景象，连阿修拉特与哈托克都陷入了久久的沉思。而伫立在高峰之巅的克雷多斯默默俯瞰着这片大地，他的种地大计正切切实实地重塑着整个世界的命运。天真无邪的弗鲁特兴奋地跑向魔王克雷多斯，直呼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美丽壮观的花海。看着孩子纯真的笑容，克雷多斯心里却五味杂陈，因为此时的前线战场局势已经彻底失去了控制。瑟茜正在大开杀戒，克雷多斯只是看着花朵，独自轻声呢喃着。战场上，拉斯塔一边挨揍，一边愤怒地质问着瑟茜，说他之前明明亲口讲过，不应该以无情的杀戮为荣，怎么现在自己却言行不一？瑟茜听完只是冷冷地表示，有时候为了拯救就必须杀戮。接着他手上的攻势更加狠辣，打得拉斯塔直呼搞不懂他。而另一边的克雷多斯看着满地盛开的鲜花，突然下达了冷酷的命令，要把这些没用的花全部拔掉。这可把旁边的弗洛特伤透了心，哭喊着魔王大人实在太残忍。哈托克在一旁默默看着，反而觉得魔王面对美景依然能保持铁石心肠，这才是真正的魔王风范。
在哈托克的严厉催促下，平民们只能含泪去拔花。可看着这些有灵性的花朵，大家根本就下不去手，纷纷跪在地上崩溃求饶。面对崩溃的平民们，哈托克严肃地大声解释：如果任由这些鲜花生长，他们就会抢走土豆的养分。为了魔王大人的宏伟大业，所有能量都必须留给土豆。得知真相的平民们只能狠下心把花全部拔掉。一旁的阿修拉特见状，感叹魔王果然热衷于毁灭。而另一边的战场上，战斗此时已经正式结束。巴哈尔与瑟茜生擒了拉斯塔，直接将他押送到了大殿之上。看着眼前狼狈的俘虏，克雷多斯冷笑着质问他：连第一区领主都是手下败将，他究竟哪来的胆子谋反？面对魔王威严的质问，拉斯塔却一心只想求死，直言剥夺魔族杀戮的尊严，比直接杀了他还要痛苦。听完这番愚蠢的狡辩，克雷多斯可不会惯着他，当场降下一道狂暴的雷霆，狠狠朝他轰了过去。面对克雷多斯的雷击，拉斯塔非但没有求饶，反而嘲笑这攻击只是毛毛雨，根本伤不到他坚硬的甲壳。克雷多斯听到这话，顿时有些无奈的一拍脑门，表示自己差点忘了这茬。不过这倒提醒了他，正好可以把这家伙当避雷针。随着克雷多斯一声令下，一道狂暴的雷霆瞬间劈下，直接把拉斯塔电得生不如死，痛苦的直呼还不如给个痛快。眼看3号避雷针效果不错，克雷多斯又转过头去，让人把1号避雷针也放下来。他恢复的太慢，是时候让他正式退休了。绳子松开之后，阿修拉特直接瘫倒在花田里，旁边的福禄特赶紧上前关心，谁知阿修拉特根本不领情，他面目狰狞地威胁福禄特，说他刚才是在看自己笑话，要在找克雷多斯算账之前，先一口把他给吃掉。就在福禄特吓得不知所措时，一道红色的狂暴身影瞬间朝着这边冲了过来。结果阿修拉特刚想要动弹，脚下就突然被绊了一下，直接摔了个狼狈的狗吃屎。他趴在地上无奈的直叹气，感叹自己太久没脚踏实地，身体现在根本不听使唤。这时巴哈尔缓缓走了过来，看着趴在地上动弹不得的阿修拉特，无情嘲讽他现在弱得像个婴儿。阿修拉特气得破口大骂，说巴哈尔连这词的意思都不知道。结果巴哈尔根本不废话，直接一个公主抱将他举了起来，这可把阿修拉特给吓坏了，大喊着自己又不是落难少女，让巴哈尔赶紧放他下来。巴哈尔完全不理会他的抗议，直接拿出了粉红色的背带，把阿修拉特死死绑在自己背上。巴哈尔面无表情的解释说，这都是魔王大人的命令，让他暂时先这么背着他。阿修拉特气得咬牙切齿，直呼这简直是奇耻大辱，这笔账他以后一定要算。而远处的克雷多斯看着这一幕，心里其实早就已经盘算好了。他原本还担心阿修拉特会暴走，但刚才用监视技能一看，发现这家伙6小时内动弹不得，这才放心让巴哈尔去照顾他。眼看收获的季节就要到了，克雷多斯大声号召大家动起来。瑟茜直接使出超高速割草技能，瞬间就把杂花清理得干干净净。哈托克也紧随其后，用终极招式给农田浇水。看着忙碌不停的众人，克雷多斯心里却有些犯嘀咕：仓库里的土豆干已经所剩无几，再这么高强度干下去，大家迟早都会累趴下。就在他发愁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来人正是第2区领主普拉努斯，特地赶来感谢魔王的救命之恩。听到这番话，克雷多斯直接愣在了原地。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居然还会有人特意来感谢他。普拉努斯原本以为魔王会高兴，结果抬头一看，克雷多斯正死死盯着他，整个人看起来凶神恶煞。普拉努斯当场吓得不行，以为自己哪里得罪了这位大佬。其实克雷多斯心里正疯狂吐槽，哪有跑来感谢人还空着手的，好歹带点水果礼盒什么的吧。普拉努斯以为是自己不够积极，连忙表示会把第3区人手拉来帮忙。听完这话，克雷多斯这才反应过来，这群家伙连饭都吃不上，哪里会有什么伴手礼？是他自己把前世的人情世故带过来了。看着地里挥汗如雨的众人，克雷多斯心里暗暗期盼，希望土豆能早点成熟，让大家伙都能美美吃上一顿饱饭。可转念一想，连他自己都有些迷茫了。等等，自己当初到底为什么非要种的来着？还没等他想明白，普拉努斯已经找借口溜之大吉。看着普拉努斯离开的背影，克雷多斯突然反应过来，这家伙既然是树人，那对种的来说不定是个大宝贝。而此时走在农田里的普拉努斯，整个人都彻底震惊了。这里的泥土肥沃得不像话，里面全都是养分，这再腐化沼泽是想都不敢想的。回想起自己从小到大就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土地里根本就没有任何营养。可现在踩在魔王大人开垦的土地上，普拉努斯只觉得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他直接跳了下去，疯狂吸收着土地里的养分，身体也开始发生惊人的变化。普拉努斯顺着山坡一路滑了下去，感受着泥土里源源不断的力量。他意识到只要留在这里，自己的力量就能无限增长，甚至能直接取代克雷多斯成为新的魔王。被野心彻底冲昏头脑的普拉努斯直接扎进了泥土深处，开始疯狂汲取这片土地的养分。高高在上的魔王克雷多斯竟然在领地里带头做起了广播体操。随着他的一声令下，魔族士兵们立刻跟着节奏动了起来。看着这群昔日的刺头完美跟上节拍，克雷多斯的心里别提有多得意了。不得不说，魔族的身体素质确实强悍，哪怕他突然临时变卦下达新指令，大家也能瞬间反应，整齐的向侧方翻滚。克雷多斯继续指挥着大家往右翻滚，看着士兵们越来越熟练的动作，他觉得这帮人的体能去种地都绰绰有余。然而还
还没等他高兴太久，巴哈尔就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大喊出大事了。原来地里的土豆苗竟然全都枯黄了，看着大片枯萎的庄稼，所有人的心凉了半截。泽菲罗斯忍不住叹了口气，怀疑这片土地是不是注定种不活庄稼。连哈托克也彻底懵在了原地，完全不知道是风不够还是水不够。看着眼前的惨状，他甚至后悔当初相信了种地。泽菲罗斯看着走过来的克雷多斯，忍不住开口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克雷多斯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蹲下身子，伸手抓住枯黄的土豆苗。随着他手上猛地用力一把，泥土里竟然带出了一大串土豆。这一幕直接把旁边的哈托克给看傻了。克雷多斯仔细瞧了瞧手中的土豆，发现这些土豆的个头大得惊人，足足是普通土豆的3倍大。他笑着向疑惑的众人解释，这其实是土豆为了变得更大更美味，主动吸干了地表叶子里的养分，这根本不是枯萎，而是进化了。接着他转过头，由衷的感谢大家的付出，表示这都是大家努力的成果。听到这个好消息，众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克雷多斯独自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出神。他脑海里不断回想着自己刚刚说的话，是你们亲手种出了这些。这句简单的话语突然勾起了他深埋在心底的前世回忆，那是一盆长得又大又圆的圣女果。记忆中，一位慈祥的老人温柔地对他说：“张哲，这些都是你亲手种出来的。”然而温馨的画面瞬间破碎，取而代之的是刺耳的警笛和闪烁的红光。张哲在绝望中无助地大喊着，眼睁睁看着奶奶被送上救护车，戴上氧气罩。那段在现实世界中最后的痛苦记忆再次如潮水般涌了上来。克雷多斯赶紧打断思绪，觉得自己不该为过去的事情伤感，他现在更关心眼前的生计。虽然很快大家就能吃上土豆，但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掉以轻心，因为一旦只依赖单一作物，万一爆发了致命的土豆晚疫病，整个魔界都会陷入大饥荒的绝境。所以他必须尽快找到其他作物来分担风险。可还没等他想出个所以然，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整栋建筑都开始剧烈摇晃。克雷多斯还以为是豆腐渣工程，结果一抬头，天花板竟然直接裂开了，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巨大的树根直接冲破地面，碎石四处飞溅。这突如其来的恐怖变故让克雷多斯也有些措手不及。看着眼前这个疯狂生长的庞然大物，克雷多斯忍不住破口大骂。而另一边田里也发生了诡异的变化，原本好好的植物叶子突然大面积枯萎，甚至化成灰烬随风飘散。弗洛特看着这一幕，心里直犯嘀咕，魔王大人之前明明说过，叶子枯萎是为了让土豆长得更大，可眼前的景象怎么看都不太对劲。弗洛特越想越觉得害怕，赶紧蹲下身子在泥地里疯狂挖掘。然而等他把土挖开，整个人都愣住了，地里的土豆竟然全毁了。他慌忙在地上爬，着想要赶紧去通知大人。还没等他跑出去多远，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巨响，普拉努斯庞大的身躯彻底拔地而起。还没等在场的众人反应过来，克雷多斯就被粗壮的树根死死缠住，整个人直接被提到了半空中。普拉努斯得意的疯狂大笑，嘲讽高高在上的魔王现在就像一只虫。克雷多斯此时又惊又怒，怎么也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是普拉努斯。普拉努斯嚣张的大声表示，多亏了这片肥沃的土豆田养分，才让他拥有了如此强大的力量。看着被彻底毁掉的农田，克雷多斯彻底被激怒了。他指着眼前的庞然大物，大声质问，问对方到底对他们的食物做了什么。可普拉努斯根本没把他的愤怒当回事，反而嘲笑他只是个无能为力的小不点。话音刚落的瞬间，缠绕着克雷多斯的树根猛地发力，直接将他狠狠地甩向地面。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克雷多斯被重重地砸在地上，甚至直接吐出一口鲜血。眼看局势彻底失控，哈托克赶紧拉着泽菲罗斯往后退，扯着嗓子大喊让大家快撤。可巴哈尔却根本不肯离开，挣扎着要去救克雷多斯。瑟茜见状，死死拦住了他，劝他只要大家能活下来，魔王就绝对不会有事。可巴哈尔却大吼着说出了真相，其实魔王现在非常虚弱，原来之前克雷多斯拉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还没等众人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头顶上突然传来一阵巨响，无数巨石铺天盖地的砸了下来。普拉努斯此时彻底暴走，庞大的身躯遮天蔽日。这下留在原地的克雷多斯处境可就变得太危险了。看着眼前漫天的烟尘，泽菲罗斯瞬间认出了那个巨大的身影，那竟然是普拉努斯。普拉努斯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众人，大声向所有魔族宣告，克雷多斯已经彻底死亡。听到这个震撼的消息，巴哈尔和阿修拉特瞬间愣在原地，连瑟茜和哈托克也根本不敢相信，泽菲罗斯更是如遭雷击。普拉努斯看着震惊的众人，得意狂笑，大声叫嚣着魔族向来强者为尊，从现在开始他就是新的魔王。普拉努斯居高临下地命令所有人立刻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跪下。哈托克心里非常清楚，这家伙吸干了大地所有的养分，而克雷多斯现在生死未卜，普拉努斯确实成了最强的存在。为了保全大家的性命，哈托克主动向前迈出一步，带头向普拉努斯屈膝低头。看到这一幕，瑟茜虽然满心不甘，也只能咬牙跟着单膝跪地。紧接着，巴哈尔和阿修拉特等人也陆陆续续跪倒，向这位新魔王表示臣服。阿修拉特在一旁看得火冒三丈，愤怒地质问泽菲罗斯到底在干什么，命令他立刻跪下。泽菲罗斯虽然做出了妥协，但内心却被无力感彻底吞噬。看着眼前不可战胜的强敌，他彻底陷入了绝望。
而另一边生死未卜的克雷多斯，意识却飘向了无尽的深渊。在半梦半醒之间，他突然听到有人在呼唤他原本的名字——张哲。眼前的场景瞬间变换，他竟然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画面。那是他记忆最深的一天，妈妈正温柔地问他要不要玩捉迷藏。看着这熟悉又陌生的场景，克雷多斯一时间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画面里，妈妈温柔地叮嘱他闭上眼睛数到10，然后再睁开眼去找他。年幼的张哲高兴地答应了，却根本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残酷的告别。从5一直数到10，年幼的张哲满心期待地睁开眼，开始寻找妈妈的身影。可是空旷的公园里根本没有妈妈的踪迹，小男孩彻底慌了，在公园里一边奔跑一边大喊，甚至天真的以为妈妈只是藏得太好，决定闭上眼再数一次10。看着这一幕，克雷多斯痛苦万分。然而无论数多少遍，那个温柔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小男孩终于明白自己被抛弃了，无助地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就在克雷多斯快要被绝望淹没时，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系统提示音，居然直接喊出了他原本的名字张哲。这声音瞬间把克雷多斯唤醒，他虚弱地睁开双眼，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可系统却冷冰冰地警告他，只有动起来才能活命。克雷多斯想要翻身，却发现身体被废墟死压住，根本动弹不得。为了活下去，他只能拼尽全力动弹手指，试图一点点挖开身上的碎石。他一边咬牙坚持，一边在心里默默数数，就像小时候玩捉迷藏那样，一遍又一遍地数着，只要不停下，就还有希望。而此时的地面上，普拉努斯自以为掌控了局势，命令泽菲罗斯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他嚣张地宣布，魔族将重新入侵人类领地，把人类当成食物来饲养。听到这个残酷的宣告，哈托克等人本该觉得回到了以前的生活，甚至可以重新享受杀戮。可看着被毁掉的农田，他们的内心深处竟然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愤怒。而此时在废墟深处，克雷多斯依然没有放弃，他一边咬牙数着数，一边拼命地往外爬。废墟下的克雷多斯已经数到了8，可周围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他快要窒息了。而地面上的普拉努斯正大声煽动着魔族士兵，命令他们拿起武器准备战斗。就在这时，泽菲罗斯站了出来，冷静地表示现在根本没法打仗，因为地里的土豆全毁了，剩下的那点根本不够当军粮。普拉努斯听完却冷笑起来，嘲笑泽菲罗斯太愚蠢，并声称他们其实早就有了足够的粮食。普拉努斯话音刚落，一条巨大的树根就唰的一下飞了出去，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树根就一把抓住了地上的弗洛特。旁边的魔族平民吓得大声惊叫，连阿修拉特也瞬间变了脸色。普拉努斯冷酷地表示，既然是弱小无用的魔族，直接吃掉当粮食就好了。听到这话，被抓住的弗洛特拼命挣扎，大喊着他们再也不用互相残杀了。他大声反驳说，克雷多斯大人叫过他们，不互相吞噬也能活下去。普拉努斯冷冷地盯着他，杀意瞬间锁定了弗洛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普拉努斯根本没打算留活口，巨大的树根带着毁灭的力量砸了下去，恐怖的冲击波席卷四周。废墟下的克雷多斯只觉得心跳越来越慢，他挣扎着想要动弹，可身体却根本不听使唤。如果自己真的死在这里，那魔界的大家就又要回到以前挨饿的日子了。想到这里，克雷多斯咬紧牙关，用尽最后的力气发起了反击。刹那间，耀眼的雷光冲天而起，直接在废墟中炸裂开来。耀眼的雷光中，克雷多斯咬紧牙关，他大声怒吼着，说自己绝对无法容忍再看到任何人挨饿。伴随着他的怒吼，克雷多斯开始在废墟中疯狂地数着数，1、2、3，他拼尽全力挣扎着，在黑暗中不断摸索。4、5。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废墟外面的普拉努斯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道黑影唰的一下闪过，阿修拉特直接把被抓住的弗洛特给救了回来。此时的克雷多斯只觉得浑身彻底脱力，压在身上的恐怖重量让他根本无法呼吸。他一边吃力的在黑暗中喘着粗气，一边在心里忍不住泛起了嘀咕：自己到底还要在这废墟里爬多久？前进的方向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从这个可怕的鬼地方爬出去。可是他的双手却一刻也没有停下来，依然在冰冷的泥土中拼命地抠挖着。与此同时，在地面之上，哈托克和瑟茜等人正紧张地看着前方，整个局势已经到了最关键的生死时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突然出手救下弗洛特的正是阿修拉特。怀里的弗洛特用颤抖的声音叫着他的名。普拉努斯见状顿时勃然大怒，厉声质问阿修拉特是不是彻底疯了。面对质问，阿修拉特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眼看普拉努斯就要当场发飙，阿修拉特为了掩人耳目保护女孩，突然张开大嘴假装要一口吃掉弗洛特。他故意扯开嗓门大声嚷嚷着，说自己早就已经盯上这个小鬼了，只是想自己一个人独吞新鲜的食。可普拉努斯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巨大的树根带着狂暴的力量横扫过来，狠狠地将阿修拉特整个人抽飞了出去。他在坚硬的地面上连续翻滚了好几圈，倒在地上的阿修拉特浑身剧痛，挣扎了半天，一时间根本就爬不起来。看到眼前这凄惨的一幕，泽菲罗斯的神情瞬间变得更加凝重。普拉努斯居高临下的发出最后通牒，命令所有人立刻准备入侵人类的领地。可泽菲罗斯却根本不打算向他妥协，他上前一步，大声反驳对方的决定，认为现在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发起战争。然而普拉努斯根本不听他的任何解释，巨大的树根带着刺耳的破空声，直接朝着
泽菲罗斯狠狠地扫了过去。就在树根即将砸中泽菲罗斯的生死关头，巴哈尔突然挥舞着巨斧，咆哮着冲了过来，用强壮的身体硬生生替他挡下了这一击。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普拉努斯有些意外。巴哈尔大声嚷嚷着说：“魔王之前可是给泽菲罗斯下了命令的，要是泽菲罗斯现在就这么死在这里，可就没人去帮魔王树土豆了。”普拉努斯听完顿时气得怒火中烧，厉声质问这帮家伙是不是想要造反。哈托克见状赶紧开口向他解释说：“这怎么可能会是想要造反呢？”他神色冷静地看着对方表示，相比于毫无意义的盲目入侵人类，他们觉得前魔王克雷多斯务农的决定显然要比发起战争合理得多。瑟茜也紧跟着站了出来，大声质问：“既然前魔王克雷多斯已经找到了不用流血牺牲就能活下去的办法，他们为什么还要愚蠢地选择战争呢？”这话直接戳中了普拉努斯的痛处，他歇斯底里的愤怒咆哮起来，宣称自己才拥有绝对的力量，自己才是这里至高无上的主宰。然而哈托克却冷冷地开口打断了他，指出只有配得上魔王这个身份的人，才能拥有真正让人信服的力量。随着哈托克的话音落下，巴哈尔和泽菲罗斯等一众魔族也纷纷亮出武器，摆出了战斗姿态，决定不再向眼前的暴君妥协。甚至连后方的魔族平民们也站了出来，愤怒地大喊着他们的魔王只有克雷多斯，并且要求普拉努斯赔偿被毁掉的土豆田。面对这群竟敢反抗自己的魔族平民，普拉努斯彻底陷入了疯狂的暴怒，巨大的树根带着刺耳的破空声，狠狠地朝着人群横扫了过来。面对铺天盖地砸向平民的致命树根，哈托克在关键时刻率先出手，瞬间释放出强大的迷雾结界，硬生生地挡下了这致命的一击。眼看防御成功挡下了攻击，巴哈尔和瑟茜立刻默契地展开反击。巴哈尔使出全身的怪力，直接将瑟茜狠狠地送上了半空。瑟茜在半空中顺势拔出长剑，伴随着一阵凌厉无比的剑光闪过，将袭来的无数树根通通斩断。借着这股强劲的冲力，他直接逼近了普拉努斯的本体。瑟茜化作一道残影，直奔普拉努斯的眼睛，试图给这个庞然大物致命的一击。可这一剑不仅没能成功伤到要害，反而彻底激怒了暴怒的普拉努斯。紧接着，战场的局势瞬间急转直下，巴哈尔被无数粗壮的树根死死镇住，哈托克也被狠狠抽飞，在地上吐血。普拉努斯疯狂地在战场上咆哮着，宣称自己远比克雷多斯还要强大。无数魔族平民被狂暴地扫飞到半空。普拉努斯看着倒了一地毫无反抗之力的众人，得意忘形地在战场上大声咆哮，质问克雷多斯那个废物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在他不可一世最嚣张的时候，废墟深处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他冷笑着嘲讽眼前的普拉努斯，问他的自尊心怎么会低到这种程度。可还没等这个怪物发起攻击，克雷多斯已经一拳狠狠地轰了过来，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巨大的树根被他一拳直接轰得粉碎。原来在刚才深埋废墟濒死的那一刻，克雷多斯不仅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还彻底觉醒并掌握了全新的系统技能。随着养分集中这个技能成功激活，克雷多斯全身的恐怖气场瞬间全开。不过时间得倒回10分钟前，那时候的他正被死压在废墟底下，连呼吸都变得极其困难。他觉得这关真的太难过了。恍惚间他想起了以前的日子，那时候张哲无精打采地坐在角落，跟老妇人抱怨生活太难了。老妇人转过头问他说什么，张哲叹了口气说，如果活着这么累，那到底还有什么意义？老妇人沉默片刻，一边摆弄手里的东西，一边轻声告诉他，因为你是一颗种子，每一个生命都是一颗种子，哪怕日子再难，种子也会拼命破土而出。只要有一颗幼苗成功破土，就能给其他种子带来希望。慢慢的，大家都会跟着冒出头来，总有一天，这里会变成郁郁葱葱的绿洲。可听到这些话，张哲却彻底爆发了，他大声吼道：“别再跟他说这些大道理！”他质问老妇人：“既然爸爸什么都做对了，为什么最后还是死了？为什么妈妈要狠心抛弃他？难道他只是一颗烂种子吗？”他大喊着自己要变得自私，要拼命赚钱，出人头地，只为了自己能活下去。就在这时，耳边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伴随着刺耳的警笛声，张哲一路狂奔赶到医院，病床上的老妇人已经奄奄一息。他用尽最后力气对张哲说：“其实我们大家都是种子。”看着老妇人就此离去，张哲彻底崩溃。而此时，在废墟底下的克雷多斯也终于爆发了，他怒吼着使出浑身力气，直接发动了血色强。就在这时，耳边突然响起了系统提示音，因为经历了多次死亡与复活的痛苦，他的意志终于超越极限，成功解锁了魔力种子系统。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克雷多斯整个人都懵了，这根本就不是游戏里该有的东西。不仅如此，系统还因为他之前复活过3次，直接把他的魔力种子等级提升到了3级。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这个魔力种子能按比例提升所有属性，因为等级达到了3级，全属性直接获得了30%的加成。克雷多斯看着面板直摇头，这点提升根本不够看，想从废墟底下脱困还差得远。就在这时，系统又弹出了可选技能养分集中，这个技能可以把所有属性的力量全部集中到某一个属性上，每天只能使用1次，而且只能维持10分钟。克雷多斯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选择激活魔力种子，伴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芒，他的各项属性飙升到了39%。但这还远远不够，克雷多斯大吼一声，直接发动养分集中，把所有的养分全部灌注到力量上。这下子其他属性开始疯狂下降，而他的力量属性一路狂飙，直接冲到了98%。可克雷多斯还不满足，他大喊着要彻底梭哈，把其他属性抽的只剩下10%。这一下他的力量属性直接飙升到了
155%。伴随着一声巨响，克雷多斯在废墟底下彻底爆发。此时在地面上，普拉努斯还在疯狂肆虐。突然地面裂开，一只手猛地从地底伸了出来，紧接着克雷多斯直接冲破废墟，稳稳站在了普拉努斯面前。看到克雷多斯居然还活着，普拉努斯整个人都懵了，他震惊地质问：“你竟然在下面活了下来？”克雷多斯冷笑一声：“你既然都亲眼看见了，这还用问吗？”这下子，周围的魔族平民全都激动坏了，大家纷纷大喊着魔王的名字，庆祝他们的魔王终于平安归来。就在这时，蓝色小龙也飞了过来，直接一头扎进了克雷多斯的怀里。虽然克雷多斯平安无事，但大家心里依然捏着一把汗。哈托克看着眼前的局势，心里直犯嘀咕。瑟茜也觉得现在的普拉努斯实在太强了，巴哈尔更是觉得克雷多斯根本没有胜算，而普拉努斯更是得意的大笑起来。他觉得这正好是个机会，要把克雷多斯和他的部下们在这里彻底一网打尽。克雷多斯冷笑一声，直接放话说对方连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杀不了，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就算这家伙体型变得再大，攻击套路也和游戏里一模一样，只要注意避开变宽的攻击范围，就绝对能躲过去。更重要的是，他身后的农业兵团现在状态极佳，动作能和他完全同步。克雷多斯立刻大喊一声，让所有人排好队跟在他身后。谁能想到他竟然指挥大家开始做广播体操？眼看巨大的树根狠狠砸了下来，克雷多斯大喊着向左跳，所有人整齐划一地避开了这致命一击。紧接着他又指挥大家向右跳，眼看巨大的树根砸下来，克雷多斯大喊一声快趴下。紧接着他又指挥大家往左边滚，所有人就像排练过一样，整齐划一的在地上滚了起来。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克雷多斯又大喊着往后跳，巨大的树根再次砸了个空。这下子普拉努斯彻底抓狂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这群人到底是怎么避开他所有攻击的。而克雷多斯稳稳落地，心里却乐开了花，因为他知道对方这招用完会有很长的僵直时间，这可是绝佳的反击机会。紧接着克雷多斯带头在原地转起了圈，身后的农业兵团也跟着一起转了起来。克雷多斯带头伸出手指，和身后的农业兵团一起对着普拉努斯疯狂挑衅。这下子普拉努斯彻底被激怒了，他疯狂地咆哮着，无数树根像雨点一样砸向地面。看到这一幕，克雷多斯不仅没慌，反而露出了得逞的笑容，因为他等的就是对方进入狂暴状态。之前他一直是在按游戏规则来打，但现在他决定用现实世界的规则来解决战斗。克雷多斯大喊一声，让地邦立刻出击。蓝色小龙心领神会，直接在空中喷出了大范围的冰霜吐息，地邦的冰霜吐息呼啸而出，直接把普拉努斯庞大的身躯给冻了个结结实实。克雷多斯心里很清楚，就算自己现在的力量属性暴涨，想要正面硬刚这种庞然大物，也根本占不到便宜。但别忘了，这家伙说到底只是一株植物，只要用极低的温度把它冻住，它体内的水分就会膨胀，从而让它的身体组织彻底开裂。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步。伴随着一阵清脆的碎裂声，被冻住的树根开始大面积崩塌。看着自己被冻结的身躯不断碎裂，普拉努斯整个人彻底陷入慌乱。地邦拍打着翅膀飞了回来，累得靠在身旁直喘粗气。克雷多斯一把接住同伴，夸奖他这次任务干得漂亮。接下来就轮到最后的收尾了。克雷多斯活动了一下拳脚，准备给对方送上致命一击。他整个人拔地而起，冲向高空，直奔敌人的核心弱点杀去。除了生性怕冷之外，树木还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树干上的树节。只要击碎这个核心，这场大战就能彻底结束。克雷多斯用尽全身力量，一拳狠狠砸在树节核心上，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巨响，坚硬的树干瞬间爆裂开来，庞大的巨树开始全面坍塌，发出绝望而痛苦的惨叫。这个庞然大物彻底崩溃，泽菲罗斯激动地尖叫起来，大喊：“魔王大人！终于赢了！”还没等众人开始庆祝，系统提示音突然响彻脑海，养分集中的效果正式结束。力量被抽空的克雷多斯直接从半空中摔落下去，在刺耳的崩裂声中，普拉努斯庞大的身躯不断粉碎，连脸部轮廓都彻底模糊。泽菲罗斯在一旁小声嘀咕：“这家伙到底有没有彻底死透？”庞大的树干轰然砸向地面，趴在地上虚弱的克雷多斯却敏锐察觉到了异常。在游戏设定里，敌人死后会消散，为什么眼前的尸体依然留存？就在他警惕的瞬间，废墟深处传来了诡异的波动，一株嫩芽猛地破土而出，普拉努斯竟再次凝聚重聚。克雷多斯脱力瘫倒在地，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看着异变发生。吸收了海量养分的敌人蜕变成了极度恐怖的人形，这突如其来的惊天逆转让所有人的心瞬间悬到嗓子眼。普拉努斯一步步缓缓逼近，得意嘲讽刚才差点被彻底杀死，幸好自己提前留下了后手。他自称是独爪诞生的诅咒之苗，如今汲取到了魔王的力量，要把整个世界拖入剧毒之中。说完，他挥起万钧重拳砸向毫无反抗能力的克雷多斯。生死攸关的千钧一发之际，巴哈尔咆哮着横空杀出，他抡起沉重的巨斧迎面狠劈。巴哈尔全力一击的斧光竟被普拉努斯硬生生抵挡下来。还没等他收回巨斧，普拉努斯反手一记重拳将他轰飞。即便实力差距如此悬殊，依然没有任何同伴后退。瑟茜大吼着纵身冲刺，双拳化作残影疯狂轰击。普拉努斯猛然一挥手臂，直接将瑟茜也重重砸飞。哈托克接力凝聚魔力，一拳结结实实砸中普拉努斯头部。暴怒的普拉努斯一掌将他拍在地上。正如当年老妇人所说的那样，克雷多斯就是破土而出的种子，在他的感染
与号召之下，同伴们哪怕明知不敌，也绝不退缩半步。就在全员陷入绝境的时刻，阿修拉特突然横空杀出，他精准抓住了战友创造的死角，手持巨型镰刀跃向高空。阿修拉特发出震撼咆哮，宣称要用这一击彻底迎接最后的丰收。死神般的镰刀弧光撕裂长空，当场砍飞了普拉努斯的巨大手机。瘫在地上的克雷多斯亲眼目睹失去首级的树怪僵在原地，庞大的躯干急剧崩溃瓦解，伴随着漫天飞舞的荧光，恐怖的怪兽终于彻底消散。趴在泥土里的克雷多斯松了口气，心里忍不住暗骂对方活该。哈托克强撑着伤势站起身来，神色严峻地说：“叛逆行为必须严惩。”一旁的泽菲罗斯掏出笔记本，将魔王军的这场伟大的胜利一笔一画认真地记录了下来。哈托克率先带头高呼，瑟茜和巴哈尔以及农业兵团所有人激动地举起双臂，为克雷多斯的胜利疯狂欢呼。整座战场沦为欢呼的海洋，大家都为赢下这场硬仗激动不已。趴在泥土里的克雷多斯实在听不下去了，直接大吼一声，让这群家伙赶紧闭嘴。这一嗓子瞬间压过了所有声音，现场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克雷多斯撑着身体缓缓站起，看着眼前彻底被摧毁的农，好不容易赢下了战斗，留下的却只有这一地烂摊子。如果一切又要重新开始，就意味着大家重新陷入挨饿。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折磨，难道还要大家重新开荒种地吗？这残忍的现实让他难以接受，他心里实在做不到这一点。就在绝望情绪弥漫的时候，一颗点缀着生机的绿荧光点缓缓飘落在那片枯萎的树叶上。阴暗潮湿的地牢深处，几个被关押的低阶魔族正低声议论。听说前几天刚刚换了新的魔王，缩在墙角的泽菲罗斯却根本不在乎，因为无论谁当魔王，他们都逃不过被当成饲料的悲惨命运。沉重的脚步声突然在走廊里响起，狰狞的看守怪物缓缓走到牢房门前，伴随着钥匙转动的刺耳声响，铁门被粗暴地推开，地牢里瞬间乱成了一团。魔族们以为又要被拉去喂食，吓得拼命往墙角缩去。可看守怪物却突然愣在了原地，所有人都因为恐惧仓皇退后，唯独的泽菲罗斯依旧静静地坐在原地一动不动。看守死死盯着这个瘦弱的家伙，而泽菲罗斯只是缓缓抬起头，那双平静的眼睛里看不出半分恐惧。暴怒的看守怪物二话不说，一把揪住泽菲罗斯的衣领，将他整个人粗暴地拎到了半空中。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致命威胁，泽菲罗斯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仿佛早就已经看到了生死。这冷漠的态度彻底激怒了看守，他猛地高举起手中的大刀，对准泽菲罗斯的脖子就要砍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只强有力的手掌突然从天而降，死死按住了看守怪物的脑袋。来人正是新任魔王克雷多斯。还没等看守反应过来，克雷多斯手臂上猛然发力，将这个庞然大物的脑袋狠狠揪下。克雷多斯俯视着地上的泽菲罗斯，问他为什么面对死亡毫不害怕，甚至连一句求饶的话都不说。泽菲罗斯缓缓站起身，平静地回答：因为他知道无谓的挣扎毫无用处，与其在恐惧中浑身发抖，不如体面且平静地等待死亡降临。听到这个出人意料的回答，克雷多斯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直言他跟其他懦弱的魔族完全不同，当即决定要带他离开这里。克雷多斯看着他，当场宣布，从今天起任命他为新的皇家书记官。像这样有骨气的人被吃掉，实在太浪费了。虽然现在的他还没有能力改变现状，但克雷多斯在心中暗暗发誓，总有一天他要彻底改变这个残酷的世界。看着眼前因为脱力而倒下的克雷多斯，泽菲罗斯脑海中闪过当年的画面，那是克雷多斯要终结同类相识的誓言。泽菲罗斯没有丝毫犹豫，他直接转过身，一把抓起了地上的锄头。站在一旁的哈托克等人全都愣住了，谁也没有想到，身为高贵书记官的泽菲罗斯竟然会第一个主动下地干活。哈托克瞬间反应了过来，转头对着身后的士兵们大声怒吼：农业兵团的所有人，现在立刻给我开始干活！伴随着哈托克这声怒吼，原本犹豫的魔族士兵全都动了起来。在一阵阵干劲十足的呐喊声中，所有人纷纷拿起简陋的农具，毫不犹豫地冲进了这片废墟之中。看着大家在绿色光芒中忙碌的身影，脱力的克雷多斯有些出神，听着耳边此起彼伏的劳动号子，克雷多斯咬紧牙关，重新振作了起来。他身为魔王，绝不能在这里继续消沉。克雷多斯站起身，大声下达命令：一队立刻去废墟寻找幸存的土豆种，2队和3队排成整齐的队列，开始全力开垦荒地。接着他安排瑟茜负责切分土豆种，让泽菲罗斯在旁边打下手。哈托克和阿修拉特则负责指挥和运送工具，大家各司其职，在这片废墟上重新燃起了重建家园的斗志。看着大家重新燃起的熊熊斗志，克雷多斯高举右手，大声呼喊：为了我们的大丰收！这声号令犹如战鼓擂响，所有人纷纷举起手中的农具，大声响应。巴哈尔更是狂吼一声，带头开始疯狂地开垦荒地。魔族士兵们排成整齐的队列，气势如虹地向着荒野深处推进。坚硬的大地在锄头下发出阵阵轰鸣。看着眼前这震撼人心的画面，克雷多斯心中突然有了一些感悟。耕作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天灾虫害以及恶劣的气候变化，全都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敌人。但只要在倒下之后
还能重新站起来，继续开垦这片土地，就永远存在着希望。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弗路特在废墟的角落里，意外发现了一株刚刚破土的土豆苗，这让他兴奋不已，赶紧跑了过去。他蹲下身子，想要把这株土豆苗拔出来当做种属，可无论他怎么用力，这株苗就像在地下扎了根一样，纹丝不动。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一只宽大的手掌突然从后面伸了过来。阿修拉特一把抱住他，示意他抓紧。随着阿修拉特低沉的倒数声，他浑身肌肉暴起，猛地向上一转，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坚硬的地面瞬间裂开无数道缝隙。这一拔竟然直接带出了一整串大的离谱的巨型土豆。这一幕把旁边的阿修拉特都给看傻了眼。弗路特可顾不上这些，他兴奋地抱起一个比头还大的土豆，一路小跑着去向克雷多斯报喜，直呼这土豆大的简直有些离谱。克雷多斯接过这个沉甸甸的巨型土豆，整个人瞬间懵了，完全想不通这片废墟里怎么会突然长出如此巨大的怪物。听完弗洛特的描述，克雷多斯脑海中灵光一闪，突然反应了过来。他想起在曾经的游戏设定里，打败树妖普拉努斯之后，他死亡的地方确实会触发特殊剧情，重新长出充满生机的嫩芽。普拉努斯庞大身躯化作的生命养分已经全部被这片土地给吸收殆尽。既然那个怪物之前膨胀了成百上千倍，那地底下的养分简直多到无法想象。克雷多斯猛地清醒过来，立刻对着所有人大声下达命令，让农业兵团全部停下手里的活，立刻往地底下深挖。这一挖可不得了，士兵们不断从泥土里刨出一个又一个大的离谱的巨型土豆。看着大家伙热火朝天地搬运着土豆，泽菲罗斯也有些不敢置信。他凑上前低声询问克雷多斯，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大丰收吗？抱着怀里沉甸甸的土豆，克雷多斯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脸上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笑容。他连连点头，大喊着这确实就是我们的大丰收。这下悬着的心总算彻底放下了，有了这些堆积如山的粮食，大家终于能够吃上一顿饱饭了。狂风呼啸着吹过魔王领地的木屋，克雷多斯坐在椅子上盘算着局势。第一区的叛军领主萨图尔被击败后，冰之精灵的心脏也随之停止跳动，他的部下如今已经全部灰飞烟灭，只留下一片毫无生机的死寂。第二区的领主普拉努斯死后，那些树妖部下彻底失去了主心骨，一个个呆立在原地，根本成不了气候。第三区的领主拉斯塔正被当成避雷针，但他那些犯下叛国罪的部下到底该怎么处置，确实让人头疼。至于第四区蜥蜴人塔尔图的领地，在游戏设定里，这家伙倒是一直很忠诚。克雷多斯正盘算着如何收编其他势力，毕竟目前领地里的粮食非常有限，无法一次性接纳所有的难民。这时，泽菲罗斯走进来，恭敬地汇报：巨型土豆已经开始下锅煮熟。克雷多斯点头，叮嘱要盯紧粮食配给。突然，一只传信小恶魔慌张地飞了进来，声称已经通知了所有领地做好准备。克雷多斯皱起眉头，询问他们是否听话。小恶魔却带来了一个糟糕的坏消息：第四区的势力根本不听从指挥。克雷多斯急忙追问其中的原因，小恶魔却一脸无辜地表示自己没问。克雷多斯顿时气地直接掐住他的翅膀，怒吼着质问为什么不去询问领主。小恶魔拼命挣扎着解释起来，第四区如今空荡荡的，根本没有主力，城堡里只剩下几个看门的仆人。克雷多斯强忍着怒火继续追问，那有没有向那些仆人打听情况？小恶魔却摇了摇头，表示什么都没问。克雷多斯被气得当场大发雷霆，觉得跟这只小恶魔沟通实在太费劲。泽菲罗斯追问第四区领主到底去了哪里，小恶魔战战兢兢地回答道：领主已经带兵去入侵人类的领地，还要收集人类的尸体带回来当肥料。听到这个消息，克雷多斯瞬间懵了，因为按照这个世界的游戏设定，只要魔族主动对人类发起入侵，古代圣骑士惊奇就会立刻苏醒，并将所有的魔族彻底消灭干净。克雷多斯本想通过按兵不动避开强敌，可第四区领主的愚蠢行动直接把整个魔族推向了毁灭的深渊。一旦第四区领主真的对人类动了手，古代圣骑士惊奇就会被彻底唤醒，到时候整个魔族都将迎来末日。克雷多斯根本无法继续坐以待毙，他二话不说，直接拔腿朝外面冲去。泽菲罗斯在身后焦急地大喊，询问是否需要带上精锐部队支援。克雷多斯头也不回地大声回应，自己一个人行动速度才是最快的，带上其他人反而会成为累赘。为了能以极限速度赶往边境，克雷多斯动用升级后的魔力之种，将所有的属性点全部加在敏捷上，他的敏捷属性瞬间飙升到160%，整个人化做一道金色闪电，在荒野疾驰，必须在悲剧发生前拦下那个冲。穿过魔族那片荒凉的被遗弃之地，越过生命之塔与广袤的无人区，尽头便是人魔边界的马格拉特要塞。这天，守卫突然发现远方有动静，雷瓦杰的使团竟然狼狈地回来了。但原本浩浩荡荡的100人队伍，如今只剩下雷瓦杰和他的戴尔，以及一个披着斗篷的神秘陌生人。要塞的沉重大门缓缓开启，指挥官维尔科斯面色凝重地迎了出来，看着空荡荡的队伍，追问士兵的下落。雷瓦杰神色黯然地低声回答：他们在半路遭遇了凶猛的魔兽群，除了他们几个，其他人无一生还。听完雷瓦杰的解释，维尔科斯叹了口气，这种危险任务向来伴随着巨大牺牲。他侧过身示意雷瓦杰先进去休息，可就在惊奇准备跟进去时，维尔科斯却突然拔出腰间的长剑，冰冷的锋刃直接横在惊奇面前，冷冷地宣告没有任何身份的人不能入内。这一幕让雷瓦杰和戴尔都吓了一跳。惊奇缓缓抬起头，露出都冒下的脸，那冰冷刺骨的眼神让维尔科斯心中一颤。
雷瓦杰赶紧上前焦急地解释，惊奇在无人区救过自己的命，但维尔科斯根本不为所动，冷冷地表示要塞的规矩绝对不能破，只有登记在册的人才有资格进入。眼看气氛越来越剑拔弩张，戴尔赶紧凑上前想用金币贿赂，然而维尔科斯根本不吃这一套，反手一巴掌直接将戴尔扇飞在地。维尔科斯指着地上的戴尔，厉声警告：要是再敢用这种手段侮辱军人，下一次掉的就是他的脑袋。教训完戴尔，维尔科斯再次指向惊奇，冷冷地命令他立刻脱下身上的斗篷，只要发现有任何异常，就会当场格杀。这下雷瓦杰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千钧一发之际，要塞上方突然传来急促沉重的号角声，城墙上的守卫惊恐万状地大喊起来，有大批魔族军队正朝着要塞杀来。放眼望去，远处的荒原上尘土飞扬，黑压压的魔族大军如潮水般涌来，连坚固的要塞大地都在剧烈震动。这突如其来的袭击让维尔科斯大惊失色，他根本顾不上继续盘查眼前的惊奇，立刻拔出长剑，大声命令全军准备迎战。而此时看着远处冲锋的魔族大军，惊奇却微微皱眉，感到了一丝不对劲。这些魔族的行动看起来充满了诡异，谁能想到这场突如其来的魔族袭击背后竟然有人像在玩游戏一样，正用着手柄在暗中操控着一切。此时惊奇的身体仿佛被某种力量强行连接，而此时克雷多斯正拼了命地往战场赶去。他在荒原上化作闪电疯狂狂奔，一边声嘶力竭地朝着远方大喊，让魔族军队千万不要动手，因为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一旦双方在要塞前正式开战，等待整个魔族的将是毁灭性的灾难。还没等克雷多斯赶到，第4区的蜥蜴人军队就已经推着巨大的攻城木狠狠撞向了要塞大门。城墙上的人类守卫立刻反击，漫天箭雨铺天盖地射下，却根本挡不住皮糙肉厚的魔。双方在城墙上下惨烈厮杀，巨石和箭矢在空中乱飞，惨叫声和撞击声响彻山谷。照这个势头下去，大门迟早会被彻底攻破。克雷多斯最担心的那场灾难，恐怕真的要降临了。伴随着轰然一声巨响，攻城木直接撞穿了要塞大门，剧烈的震动让城内一片恐慌。听着一声接一声的巨响，惊奇陷入了回忆。在他的第19次人生里，他就像个被命运操控的机器，只知道本能的疯狂杀戮。要不是雷瓦杰将他拉出战场，他根本不会去思考自己到底为什么。看着周围这些瑟瑟发抖的人，惊奇心里明白，到了这种时刻，自己怕是又得站出来了。就在这时，整座要塞大门被彻底撞碎，最后的屏障彻底消失了，大门终于支撑不住，在一声巨响中被彻底撞开。大批蜥蜴人嘶吼着冲了进来，带头的塔尔图疯狂叫嚣，要把这里的人类全部杀光，带回去当肥料。眼看大势已去，指挥官维尔科斯红着眼大喊，立刻炸毁后方的退路桥梁。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整座大桥被直接炸成了碎片，落入滚滚波涛之中。听着后方传来的爆炸声，戴尔彻底瘫坐在地上，这下连最后的退路都没了。戴尔绝望地抱怨起来，说自己连婚都没结，怎么就要死在这了？雷瓦杰本想安慰他，却一脸真诚地表示，就算活下来，你也结不了婚。这可把戴尔气得够呛。还没等两人多说，伴随着一声巨响，墙壁被彻底砸碎，一个巨大的蛇人怪物冲了进来，周围的人吓得四处逃。混乱中，一只巨爪伸了过来，直接一把抓住了小女孩。眼看小女孩被巨爪抓走，女人急得大喊，却根本无能为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直冷眼旁观的惊奇出手了。只听唰的一声，那只巨爪被直接斩断。惊奇的斗篷在风中飘动，他站在高处，看着下方已经陷入一片火海的要塞。惊奇直接从高处一跃而下，伴随着一声巨响，他重重地砸在战场中央，掀起漫天尘土。这突如其来的动静让带头的塔尔图吃了一惊。只见惊奇脱掉了斗篷，身上竟然穿着一套粉红色短裙，手里还拿着一根爱心魔法棒。这滑稽的装扮让塔尔图在心里疯狂吐槽，这衣服到底是什么鬼？惊奇却一脸平静，冷冷地警告对方，自己不想动手，识相的就赶紧退下。这下彻底把塔尔图惹毛了，他指着惊奇破口大骂，穿着这么一身奇葩衣服，居然还敢在这发号施令。面对惊奇的警告，塔尔图根本不当回事，反而挑衅地问，要是自己拒绝，对方能把他怎么样？惊奇没有废话，只是冷冷地回答，那自己就会杀光这里所有的魔族。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塔尔图，他挥舞着大刀直接朝惊奇砍了过去。看着冲过来的敌人，惊奇有些无奈，难道自己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吗？既然这是无法逃避的命运，那他也只能接受了。谁也没想到克雷多斯竟然在关键时刻赶到了，他二话不说，直接一脚把塔尔图踹飞了出去。塔尔图被这一脚直接踹得在地上滑行了老远。克雷多斯好不容易停下脚步，可当他看清眼前的人时，整个人都傻了，因为站在他面前的正是那个传说中的古代圣骑士惊奇。克雷多斯在心里疯狂呐喊，这家伙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还没等惊奇有什么反应，地上的塔尔图挣扎着爬起来，还傻乎乎地喊着魔王大人。克雷多斯一听，直接冲过去一脚踩在对方脸上。他一边疯狂地暴揍塔尔图，一边愤怒地质问他为什么要擅自入侵人类。这其实是克雷多斯在演戏，试图通过惩罚部下来平息惊奇的怒火。克雷多斯继续疯狂地踩踏着部下，愤怒地咆哮着，质问他为什么不听命令，非要挑起战争。塔尔图被揍得连声求饶，哭喊着让魔王大人放过他们。看着眼前的部下，克雷多斯想起了大家在领地里一起辛勤耕作、安分守己的日子。他这么做其实只是想保护大家。可就在这时，惊奇冷冷地开口了，说自己认识他，
克雷多斯顿时僵住了，缓缓转过头去，惊奇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问他是不是魔王克雷多斯。这一下克雷多斯彻底吓傻了，看着眼前这个实力恐怖的强敌，他心里只剩下了绝望，觉得今天自己怕是活不成了。旁边的士兵和蜥蜴人小声议论，谁能想到高高在上的魔王竟然会亲自降临这里，但因为距离太远，谁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此时的克雷多斯心里慌得不行，他完全搞不懂对方口中的系统到底是什么意思。而对面的惊奇指是冷冷注视着他，声称这指是最后敌确认。克雷多斯瞬间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对方显然已经看穿了一切，如果再不采取行动，下一秒自己就会被直接抹杀。现在唯一的生路只有一条。在惊奇冷漠的注视下，克雷多斯突然一个箭步冲上前，双膝猛地跪地，狠狠一头磕在了地上。这突如来的一幕把旁边的士兵和魔族彻底看傻了，堂堂魔王竟然直接跪倒在面前，这荒谬的举动把惊奇整个人都给整不会了。旁边的蜥蜴人也看傻了眼，还以为这是魔王大人的新招式。惊奇无语地看着他，质问他到底在干什么。克雷多斯趴在地上大声解释说，这是表达歉意的大礼，自己绝对没有入侵人类的打算，这次来指是为了阻止部下。惊奇却冷冷地反问，难道自己会相信恶魔的鬼话吗？克雷多斯彻底急了，开始疯狂地把头往地上砸，表示就算砸断魔脚也要证明清白。旁边的蜥蜴人看得热血沸腾，还以为这是什么厉害的战斗姿态。虽然克雷多斯自己也觉得丢脸，但为了保住性命，他也只能继续拼命磕头。克雷多斯一边拼命磕头，一边在心里默默念叨，这就是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为了保护家人，哪怕丢尽尊严也在所不惜。画面一转，曾经的父亲为了家人也像这样卑微的跪在地上，向蛮横的顾客连声道歉，不仅要忍受对方的嘲笑，还要面临差评的威胁。回到现实中，克雷多斯依然在地上疯狂磕头，额头重重砸在泥土里，只为了求得一线生机。但惊奇看着这一幕，眼神里却没有丝毫动摇，在他眼里，魔王克雷多斯今天必须死。惊奇缓缓举起了手中的魔法棒，准备先解决掉眼前的魔王，再去消灭剩下的所有魔族。克雷多斯还在地上拼命磕头，可看着看着，惊奇突然发现有些不对劲，这家伙磕头的次数怎么每次都是整整10次？磕完10次停一下，接着又开始磕下个10次，这奇怪的规律让惊奇觉得非常。惊奇终于想起来了，以前在魔族领地搜寻时，自己每次都会数到10，在通过陷阱之前也是这样。难道眼前的这一切全都是那个人的安排？惊奇脑海中的记忆越来越清晰，他甚至想起自己以前在空地上也会莫名其妙的连续翻滚10次，而眼前魔王毫无尊严的求饶方式，以及那熟悉的说话语气，都让他产生了一个荒诞的念头。难道眼前这个卑微的魔王就是一直操控着一切的命运之手？看着还在地上拼命磕头的克雷多斯，惊奇终于忍不住开口打断了他，冷冷的让他立刻滚蛋，说多看他一眼都想动手。听到这句话，克雷多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哪里还敢多留一秒，立刻扛起受伤的部下，一边大声感谢惊奇的宽恕，一边带着第4区的军队狼狈撤退。克雷多斯扯着嗓子大喊撤退，魔族士兵们虽然一头雾水，但既然是魔王的命令，大家也只能跟着往回撤。可那个被揍得鼻青脸肿的塔尔图心里却是100个不服气，他看着惊奇的背影，竟然直接违抗命令扑了上去。这一下可把克雷多斯吓得魂飞魄散，自己好不容易才求来的活路，要是被这蠢货给毁了，那可就全完了。还没等那蠢货靠近，惊奇只是轻轻打了个响指，半空中的塔尔图直接就被撕成了碎片。看着散落一地的残肢，克雷多斯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他以为这下彻底完了，对方肯定要大开杀戒，可没想到惊奇却表现得出奇的冷静。他淡淡的表示自己知道这只是那蠢货的个人行为。听到这话，克雷多斯连大气都不敢喘，只能老老实实的站在原地，等待着最后的发落。惊奇缓缓转过身去，冷冷的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如果以后再敢踏入人类领地，那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路一条。听到这句充满杀意的警告，一旁的克雷多斯吓得冷汗直流，他心里非常清楚，对方绝对不是在开玩笑。惊奇刚回到要塞，雷瓦杰就急忙迎了上来，关切地询问他刚才去了哪里。大家刚才都担心坏了，惊奇却只是淡淡一笑，表示自己顺手解决了一场战斗。这话让雷瓦杰大吃一惊，难道他是去对付那些可怕的恶魔了？还没等惊奇回答，维尔科斯就主动走上前来，十分恭敬地向惊奇低头道歉，为自己之前的无礼感到羞愧。维尔科斯表示自己刚才看得清清楚楚，惊奇不仅一招解决了一个恶魔，甚至还逼得另一个恶魔当场下跪，这实力简直强得离谱。紧接着，维尔科斯转过身向全军大声宣布，要大家为守护要塞的英雄欢呼。士兵们顿时爆发出排山倒海的欢呼声，但惊奇的脸上却没有任何波澜。这已经是他的第20次人生，也是他第1次摆脱无休止的杀戮，转而选择去拯救生命。虽然刚才他还是顺手解决掉了2个恶魔。画面一转，来到了第4区的荒凉之地，克雷多斯带着魔族军队一路狼狈地逃回了这里。克雷多斯累得直喘粗气，带着这么大一帮人撤退，简直快要把他给累死了。不过好在大家总算是活着回来了。他转过身冲着部下大声警告，让他们立刻滚回自己的地盘，老实待着。要是以后谁再敢踏入人类领地一步，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旁边的蜥蜴人部下还想解释，说他们只是听从了上级的命令，但克雷多斯根本不想听任何借口，直接大吼着让他们赶紧滚蛋。打发走部下后，克雷多斯独自在荒原上走着，他心里非常清楚，这次自己是完全按照游戏路线走的，因为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所以花的时间比预想的还要长。现在他必须得赶紧赶回去，毕竟领地里还有一大片土豆等着他去种呢。看着面前这口废弃的古井，克雷多斯忍不住大声叹气，要是这传送点能用，自己哪还用一步一步往回赶？可他之前早就检查过了，这些古井根本一点反应都没有。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因为自己不是圣骑士，所以才打不开传送阵。可谁能想到，他这话才刚说完，井底突然亮起了一道强烈的蓝光，系统提示音也跟着响了起来。因为他刚才接触了圣骑士，竟然意外触发了新的游戏机制，直接解锁了古井传送功能。还没等克雷多斯高兴太久，一股巨大的吸力唰的一下，直接把他给扯进了井里。看着弹出来的系统选择界面，他赶紧选择了魔王城地下室的那口井。随着白光闪过，他直接向着魔王城飞速传送了过去。阿修拉特看着满地的废墟，无奈的叹了口气，觉得这里根本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旁边的弗洛特还在拼命翻找，嘴里一直念叨着，希望能找到一件能用的弩。可谁能想到，地上的废墟突然亮起了一道蓝光，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伴随着一声巨响，克雷多斯竟然直接从传送阵里飞了出来。这突如其来的冲击，直接把旁边的弗洛特给掀翻在地，连一旁的阿修拉特都看傻了眼。结果克雷多斯根本没站稳，这一下摔得他七荤八素，甚至当场呕吐。阿修拉特连忙护住弗洛特，克雷多斯直接吐了他一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旁边的弗洛特吓得大哭起来，急忙跑过去查看阿修拉特的情况。克雷多斯一边擦着嘴，一边忍不住大声抱怨：“这传送体验简直太差了，就不能像游戏里那样温柔一点吗？”不过抱怨归抱怨，能这么快赶回来吐一次也算值了。接着他重新振作起来，宣布要开始大量生产巨型土豆。画面一转，来到了魔王城的仓库里，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巨型土豆，泽菲罗斯忍不住感叹：这些土豆的个头确实大得惊人，多亏了哈托克的雾气，土豆的清洗工作才得以顺利完成。可就在这时，克雷多斯看着这堆土豆，却突然发现了有些不对劲。他走到土豆堆前，随手拿起了一个，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旁边的泽菲罗斯一脸疑惑，不知道魔王大人发现了什么。结果克雷多斯仔细一看，整个人都不好了，气得直接破口大骂。他开始在土豆堆里疯狂翻找，把土豆扔得满地都是，嘴里还一直念叨着这个没有，那个也没有，所有的都没有。泽菲罗斯看得一头烟水，赶紧问他这些土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克雷多斯看着手里光滑无比的土豆，绝望地表示，这些巨型土豆居然连一个牙眼都没有。泽菲罗斯这下也懵了，试探着问：没有牙眼，难道意味着他们根本没办法发芽种植吗？克雷多斯痛苦地咬着牙，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谁能想到大家辛辛苦苦运回来的宝贝，居然全都是没办法繁衍的绝育土豆，这下魔王城的粮食危机彻底无解了。克雷多斯无奈地告诉大家，就算把这些巨型土豆种下去，也根本长不出任何东西。哈托克很快反应了过来，这些土豆是人工改造的突变体，已经彻底失去了繁殖能力。巴哈尔这个憨憨还以为是不能吃，气得瑟茜在一旁大骂：吃是能吃，但吃完可就彻底断粮了。克雷多斯叹了口气表示，光靠土豆本来也撑不了多久，一旦发生病害就会全军覆没，他们必须找到其他能种植的作物。阿修拉特一脸愁容地问：可现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还能种什么呢？克雷多斯直接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自己知道一个地方，那里有数不清的种子可以种植。泽菲罗斯心里顿时咯噔一下，隐约猜到了魔王大人的意图。果不其然，克雷多斯缓缓说出了那个地方，人类的领地。这话一出，在场的魔族干部们全都惊呆了，巴哈尔更是急得大喊大叫：去人类领地抢种子，这不就是要跟人类开战吗？瑟茜心里非常清楚，其实最讨厌战争的人正是他们的魔王克雷多斯。克雷多斯立刻开始布置任务，他让泽菲罗斯把土豆做成土豆干，并留下来和哈托克一起管理农业队。至于剩下的瑟茜、巴哈尔和阿修拉特，则要跟着他一起行动。就在大家以为要大干一场时，克雷多斯却突然大笑起来，宣布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计划。他们不是去打架的，而是要去人类领地做生意，卖土豆干，再用赚来的钱买种子回来。克雷多斯心里算盘打得啪啪响，只要能避开那个恐怖的惊奇，这计划就绝对万无一失。听完这个荒唐的潜入计划，泽菲罗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觉得魔王大人绝对是发疯了。他指着旁边几位随行干部直言，也不看看自己长得有多招摇。巴哈尔长得就像个狂暴恶魔，旁边这位更是满脸写着凶狠。至于瑟茜横看竖看，也都跟正常人类完全沾不上边。这几个人要是大摇大摆走过去，恐怕还没开始做生意，就会被当成敌袭，直接开打。虽然泽菲罗斯分析的头头是道，但这番毒舌输出，直接把在场的同僚全给惹毛了。瑟茜和几位干部当场亮出武器，嚷嚷着要先解决掉这个军师。巴哈尔还在一旁凑热闹，嚷嚷着只有自己长得最正常，结果立马被同伴一句话怼了回去。这下生意还没开始做，自己内部倒先乱成了一团。哈托克也忍不住加入吐槽，觉得大家其实半斤八两。瑟茜在一旁幸灾乐祸的嘲笑，结果直接被两人联手反击。
这下彻底点燃了火药桶，几个人直接在王座前扭打成一团。看着这群因为长相破防的部下，坐在王座上的克雷多无奈叹气，觉得他们对自己的外貌太敏感了。为了缓和这尴尬的气氛，克雷多挤出一个自认为和善的表情，劝大家别再动手了，反正现在谁的长相也过不去。结果这个自以为幽默的表情，直接把全场都给整沉默了，大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克雷多还以为是幽默起了作用，赶紧转移话题，询问泽菲罗斯带回来的东西。泽菲罗斯拿出来的居然是几个蓝色且不断蠕动的活体。看着这诡异的小东西，瑟茜和阿修拉特都看傻了眼，忍不住问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克雷多得意的解释，这东西叫变形灵药，只要恶魔吃下去，就能改变外貌变成其他生物。他的计划就是让大家吃下这东西，伪装成人类去人类领地。看着桌上黏糊糊挣扎的蓝色生物，瑟茜整个人都不好了，质问魔王是不是真要让他们吃这玩意。克雷多没好气的反问，不然带回来当护肤品吗？就在大家犹豫不决的时候，巴哈尔这个憨憨直接站出来，大喊着自己不挑食，抓起一个就往嘴里送。在众人嫌弃的目光中，巴哈尔直接把那活体物嚼碎咽了下去，随即被难吃的破口大骂。克雷多在一旁无语的吐槽，这又不是零食，谁管它好不好吃？可还没等大家多想，巴哈尔身上突然爆发出一道强光。克雷多看着系统提示，这药水会根据服用者的性格幻化成相对应的生物。他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大家变身后的样子别太凶猛。伴随着一阵白烟，巴哈尔的体型开始发生变化。烟雾散去后，大家惊讶地发现，他居然变成了一个留着红发、身材健美，甚至带点妖娆的肌肉猛男。看着巴哈尔这副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克雷多彻底无语了。系统提示也跟着弹了出来，说明变身后的样子根本不受控制。克雷多忍不住在心里吐槽，原来巴哈尔这家伙内心深处居然是这种画风。见巴哈尔变身成功，瑟茜也咬咬牙，大喊着魔王的命令是绝对的，抓起一个药丸就吞了下去。克雷多还在一旁打趣，觉得他肯定也想变得更漂亮。又是一阵白烟闪过，可等烟雾散去，所有人直接傻眼了。瑟茜根本没有变成什么美女，而是变成了一只浑身浅蓝色、表情呆滞的羊驼。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羊驼样，瑟茜整个人都要气炸了。谁能想到堂堂冰雪女王居然变成了这么个玩意？眼看时间紧迫，克雷多干脆也不跟他们废话了，一把拽过旁边的阿修拉特，硬生生把药丸给强塞了进去。随着一阵烟雾升起，阿修拉特也完成了变身。可等大家定睛一看，眼前居然出现了一只张着大嘴的巨型鹈鹕。眼看手下一个个都变成了奇珍异兽，克雷多心一横，决定亲自试一试。他拿起最后一颗药，直接吞了下去。强光与烟雾瞬间将他包裹，当白雾渐渐散去，克雷多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他不仅隐去了头上的魔角，还变成了一个面容清秀的人类青年。可还没等他来得及高兴，拿过镜子照了照自己现在的样子，怎么看都像个态度极其恶劣的大学生。克雷多有些不确定地转过身，结果一抬头就看到了一只表情呆滞的羊驼和一只张着大嘴的鹈鹕，正死死盯着自己。克雷多斯看着自己这副模样，忍不住自嘲，这看着就像是肝脏出了什么大问题。不过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大手一挥，宣布种子远征队正式出发。这支由人类猛男和动物组成的奇葩队伍，就这么浩浩荡荡的出发了。可还没走多远，系统提示音突然响了起来。原来这变形药水限制极多，不仅在变身期间无法获得快乐点数辅助，而且一旦使用技能或者受到伤害，就会立刻被打回原形。这下可得加倍小心了。好在利用废弃古井的传送功能，只要大家手拉手，就能直接传送到人类领地。虽然传送的过程依然让人吐得七荤八素，但总算是顺利抵达了目的地。克雷多斯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在这里碰上那个可怕的惊奇，毕竟那家伙之前也是往人类领地的方向走，而且已经过去了这么久，说不定现在人就在关卡里守着呢。不过转念一想，自己现在已经变了副模样，对方应该认不出来才对。克雷多斯在心里默默祈祷，千万别被认出来，毕竟拿到种子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了。可还没等他们靠近，城墙上突然吹响了警报号角，守卫们顿时警惕起来，大喊着有可疑人员接近。虽然这几个人看着不像恶魔，但个个气色很差，怎么看都觉得不太对劲。守卫们立刻打起精神，上前拦住了他们的去路。维尔科斯打量了他们一眼，冷冷的开口说，他们看起来像是从流放者村庄来的，直接给他们下了逐客令，说这里禁止通行。后面的瑟茜和阿修拉特一听，觉得这下彻底完蛋了，这破计划果然行不通。但克雷多斯却一点也不慌，毕竟不久前才发生过恶魔入侵，守卫森严也是理所当然的。更重要的是，他可是这个游戏的资深老玩家，游戏里的每一条剧情日志他早就倒背如流了，想要混过去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难事。克雷多斯立刻换上一副笑脸，凑上前去套近乎，说自己是来给国王送礼物的，而且这礼物还是来自魔王领地。维尔科斯一听魔王领地，顿时警惕起来。克雷多斯心里非常清楚，人类国王一直派人在魔王领地寻找东西，只要用这个当借口，就绝对能混过去。维尔科斯有些怀疑地指了指后面，问他所说的礼物是不是指身后的那几只动物。克雷多斯连忙笑着点头承认，他为了能顺利混进城，直接开始睁眼说瞎话，说这些是从魔王领地深处抓来的野兽，而且他们的肉质绝对是极品美味。这话一出，后面被绑着的瑟茜和阿修拉特直接听傻了眼，两人面面相觑，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被当成食材给卖了。原本想靠2只神兽蒙混过关，结果维尔科斯根本不吃这一套，一眼就认出这是普通的羊驼和鹈鹕，拿这种货色献给国王，简直是胡闹。克雷多斯在心里疯狂吐槽，这破游戏到底是谁设计的？中世纪背景里，羊驼居然成了烂大街的货。维尔科斯可没心思听他废话，直接下达了逐客令，让他们带着臭烘烘的动物赶紧滚蛋。这话瞬间激怒了旁边的色茜，堂堂魔王军干部哪受过这种窝囊气？他当场发出一声愤怒的大吼。谁能想到这叫生吐字清晰，听起来和人类说话一模一样，直接把维尔科斯给整懵了。难道这真的不是普通羊驼？看到维尔科斯的态度发生转变，克雷多斯立刻打起精神，翻盘的机会终于来了。克雷多斯顺杆往上爬，拉着色茜大声吹嘘起来，声称魔王领地的神兽就是口齿清晰。为了让效果更加逼真，他又一把揪住旁边的鹈鹕，硬逼着他也跟着嚎了一嗓子。这一出双簧演完，维尔科斯被彻底唬住了，当即下令放行，一行人就这么大摇大摆混进了城。虽然成功进城，但麻烦还没结束。维尔科斯表示他们身份特殊，不能在领地里随意走动，必须跟随前往王都的使节团同行。原以为还要费一番口舌，结果刚一见面，雷瓦杰就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他就是国王派来的使者。克雷多斯刚准备套近乎，谎称自己来自流放者村庄，结果对面的雷瓦杰一听就愣住了。他刚在那里驻守了好几个月，根本就没见过这2个人。这下谎言被当场戳穿，周围的士兵唰的一声拔出利剑，直接架在了2人的脖子上。关键时刻，旁边的戴尔突然站了出来，硬说这是自家大人脸盲症又犯了，还煞有介事的帮他们编造了住址。原来这家伙根本不在乎他们的身份，只想顺水推舟拿到送给国王的礼物，全凭主观臆断认定他们不是恶魔。克雷多斯还在心里暗自得意，觉得这个蠢货非常容易忽悠，却不知对方笑得比他还要奸诈，早就打算拿完礼物就把他吃干抹净。刚准备跟着使节团出发，雷瓦杰就热情地拉着他们，说要介绍一位随行的强力护卫。可一看到来人，克雷多斯整个人都傻眼了，眼前站着的居然是他最害怕碰上的惊奇。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对方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他看。克雷多斯吓得结结巴巴，连假名都报得稀里糊涂，在心里直呼这下彻底死定了。谁能想到惊奇打量了半天，居然只是冷冷地提醒他，说他气色差得像得了严重肝病。这话一出，克雷多斯半天没反应过来，这变形药水的效果居然这么强，连惊奇都被彻底瞒了过去。这下终于能化险为夷，跟着队伍朝王都出发了。夜幕降临，大家在野外围着篝火露营，克雷多斯却躺在地上，怎么也睡不着。这变形药水只要受一点伤就会失效，万一路上遇到袭击，他们当场就会暴露恶魔身份，到时候旁边的惊奇绝对会直接动手。而且去王都的路实在太远了，他们本来只是想换点种子，根本没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就在他盘算退路的时候，惊奇突然转过头看了过来，这一眼差点没把他吓得当场露馅。看着对方奈及巨压破感的眼神，克雷多斯彻底坐不住了，他当即做出决定，今晚必须找机会带着大家连夜逃跑。说干就干，深夜趁着大家熟睡，克雷多斯赶紧把巴哈尔叫醒，收拾好包裹，准备连夜跑路。谁能想到变成了羊驼的同伴居然适应了嘴型，开口说话了。这突如其来的声音着实把他吓了一跳。克雷多斯连忙压低声音解释，关卡都已经混过来了，没必要再跟着这群人类瞎折腾，要是拖太久暴露身份，大家就全完了。可这话才刚说完，身后突然传来了冷冰冰的质问，直接打破了深夜的宁静。月光之下，惊奇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高处，居高临下的死死盯着他们。这下彻底完了，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谁能想到潜入小队还没买到种子，留守在领地的大后方先出了大状况。原本安安静静的领地门口，突然涌来了大批的魔物军队。哈托克赶忙上前询问，这既没有招募，也没有调令，这群家伙大半夜跑来干嘛？结果打头阵的战士一脸无奈，说他们领主叛变，败露完蛋了，听说这里能管饱，索性带着部队跑来投靠。紧接着后面的其他一族也涌了上来，哭喊着要哈托克大人救命，发誓自己跟叛乱绝无关系。蜥蜴人带着家眷在最前面大喊，他们大老远赶来都快要饿死了。面对这海啸一般的哀求声，哈托克头都大了，连忙问身旁的泽菲罗斯，咱们城里到底还有多少干粮？泽菲罗斯推了推眼镜，直截了当地指出，虽然库存不少，但外面要吃饭的人更多，而且魔王不在的这些天，每天都是巨大的消耗。看着眼前这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哈托克突然停了下来。他想起了离开之前克雷多当面交代的嘱托，既然代行魔王的权利，就要像个真正的魔王那样拿出果断和担当。这番话一下子点醒了他，哈托克当即做出决定，既然大家是来投靠的，就把土地划分给各个种族，让他们自己决定落脚的地方。至于眼下最要紧的吃饭问题，他来亲自下厨解决。惊奇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们，语气冰冷地发出质问，你到底是什么人？克雷多斯这下彻底慌了神，旁边的巴哈尔赶紧小声提议，要不要直接动手把这家伙解决掉。克雷多斯吓得连忙低声制止，警告巴哈尔千万别乱来，毕竟惊奇的实力深不可测。巴哈尔仔细打量了一番，也不得不承认对方确实不好惹。可还没等他们商量出对策，惊奇就冷冷地拆穿了他们，你们刚才说的话我全听到了。刹那间空气直接冻结成冰，惊奇死死盯着克雷多斯，逼问他来到这里的真实目的。眼看实在无法继续隐瞒，克雷多斯只能老老实实交代，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是要去王都。
克雷多斯立刻开始装可怜诉苦，声称自己的领地实在太贫瘠了，根本没有多余的粮食度日。这次偷偷溜出来，只是想把车上的土豆干卖掉，换点蔬菜种子回去种地。至于为什么要连夜逃跑，是因为担心另外2个人发现，而且去王都的路途实在太遥远，他们只想去最近的城市交易。克雷多斯甚至低声下气的哀求，希望金奇能放他们一马。金奇盯着克雷多斯端详了许久，虽然直觉告诉他这家伙有所隐瞒，但这些话听起来倒也不全是假话。一想到魔族是因为饥饿才开始吃人，金奇忍不住在心底叹了口气。可同情归同情，金奇态度依然十分坚决，明确表示绝对不能放他们走。听到这个回答，克雷多斯整个人彻底傻眼了。金奇冷冷地看着克雷多斯，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既然维尔科斯帮他们过了关卡，他们就必须跟着队伍一起去王都，把那2只动物当成贡品献给国王。至于卖土豆干和买种子的事情，完全可以在路上顺便解决。一听还有这种好事，克雷多斯立刻满口答应下来，甚至还顺嘴把色茜他们贬低了一番。可实际上他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只要在半路上买到了种子，他们就立刻找机会开溜。第2天清晨，队伍继续朝着王都方向前进。雷瓦杰在路上有些好奇的打听，想看看他们要卖的土豆干长什么样。克雷多斯笑着解释说，其实就是些稍微大点的熟土豆。说完，克雷多斯直接掀开了马车上的遮光布。可当雷瓦杰凑过去看清里面的东西时，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戴尔看着马车里巨大无比的土豆，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新主意。他提议把这些土豆当成贡品献给国王，毕竟这玩意儿看起来可比那2只动物值钱多了。雷瓦杰却嫌弃这土豆又大又丑，觉得根本拿不出手。戴尔急忙解释这土豆大得离谱，克雷多斯也赶紧在一旁打哈哈，说大小其实根本不重要。雷瓦杰忍不住大笑起来，调侃戴尔是不是在土豆上看到了自己的脸，这可把戴尔气得够呛，在一旁咬牙切齿的小声碎碎念。不过戴尔的话倒是提醒了克雷多斯，如果把这些奇怪的土豆献给国王，说不定真能换来不少赏赐。但转念一想，现在最要紧的还是离金奇远一点，必须在身份暴露前赶紧开溜。就在这时，雷瓦杰突然指着前方大喊了一声，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达帕西亚的商业城镇终于出现在了眼前。雷瓦杰还算大方，给克雷多斯和巴哈尔开了一间房，金奇他们则住了另外一间。至于那2只动物，自然是只能在外面凑合一夜了。不过这旅馆实在有些诡异，明明是个繁华的商业城镇，空房间却多得离谱，而且每个房间都破破烂烂的。到了第2天一早，克雷多斯和巴哈尔拉着车出发了，准备去街上把土豆干卖掉。路上，阿修拉特有些担心，问是不是真的要把他们献给国王。克雷多斯赶紧出言安慰，说他可是难得的避雷针，自己绝对不会把他送人。连变成羊驼的色茜也觉得这地方不对劲。按理说人类的市场应该非常热闹才对，可这里却死气沉沉的，看着比魔王领地还要荒凉。克雷多斯心里也直犯嘀咕，这地方的经济显然出了大问题。照这样下去，他们的土豆干真的能卖出去吗？不过现在想再多也没用。克雷多斯甩了甩头，决定先走一步看一步，直接把土豆干摆了出来。克雷多斯把土豆干往地上一摆，直接扯开嗓子大声吆喝起来，说这土豆长得比脑袋还大，一个卖20两个只要30。为了招揽生意，他甚至还一边拍手一边卖力推销。看着堂堂魔王大人在街头卖土豆，旁边的巴哈尔尴尬的脸都红了，觉得这实在是太丢人了。克雷多斯一听，直接没好气的训斥他，说为了生存丢点脸算什么？恶魔为了活命连同类都吃，现在能有土豆卖就该谢天谢地了。被克雷多斯这么一顿教育，巴哈尔也只能硬着头皮豁出去了，跟着一起在街上大喊大叫起来。可喊了半天，根本没人理他们。克雷多斯转头看着后面看戏的2只动物，气不打一处来，质问他们为什么在旁边偷懒。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直接被克雷多斯强行拽了过来。这下连动物也得跟着一起卖力吆喝了。克雷多斯心里很清楚，在异世界卖普通土豆可没那么容易，光靠好奇心根本卖不出去。为了能活下去，他们甚至叠起罗汉拼命吆喝。就在这时，终于有顾客上门了。一个男人走过来问：“这土豆真的只要20金币吗？”克雷多斯赶紧热情地迎上去，说买2个还有优惠。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对方直接掏钱要买4个。紧接着，周围的居民像疯了一样涌过来，大喊着要买6个甚至10个，一下子把摊位围得水泄不通。这下轮到克雷多斯懵了，这地方的经济不是出问题了吗？怎么大家买起土豆来跟不要钱似的？看着疯狂涌来的人群，克雷多斯赶紧大声维持秩序，让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来。看着手里装满金币的钱袋，克雷多斯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这才一会儿功夫，1/3的土豆干就卖光了。照这个速度下去，明天就能全部脱销。他立刻让巴哈尔带着动物先回旅馆，自己则准备去采购种子。大家甚至开始提前庆祝大丰收了。可当克雷多斯找到当地的商人，提出想要购买种子时，对方却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反问他是不是在开玩笑。商人叹了口气，无奈地告诉他，在这个城市里根本就买不到任何种子。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直接让克雷多斯当场傻了眼。克雷多斯有些不敢相信，大声质问商人为什么买不到种子。商人无奈地解释说，城里的大商会早就垄断了所有粮食。克雷多斯急切地追问商会的地址，商人却奇怪地看着他，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克雷多斯根本顾不上这些，催促商人赶紧指路。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商人指着走过来的人说，找你们的人这不就来了吗？
一个绿发男子主动走上前打招呼，问克雷多斯是不是刚才卖大土豆的人。克雷多斯有些警惕地承认了，对方微笑着自我介绍说自己叫罗斯兰，是里奇蒙商会的秘书。克雷多斯立刻反应过来，这不就是那个垄断市场的商会吗？他冷冷地问对方找自己有什么事。罗斯兰微笑着伸出2根手指，说他们愿意多出2成的价格，把克雷多斯手里的土豆全部包圆。克雷多斯愣了一下，没有立刻答应，而是顺口打听了一下一小把卷心菜种子要卖多少钱。罗斯兰眯起眼睛笑了笑，随口报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100个金币。听到这个价格，克雷多斯顿时无语，这简直就是明抢，在这个世界里50金币就是天价，他们居然直接翻了1倍。克雷多斯这下彻底想通了，这个里奇蒙商会根本就是在恶意垄断，他们控制了所有的商路，把老百姓的血汗钱全部榨干，难怪城里的旅馆破烂不堪，街上的商铺也死气沉沉，甚至连平民都过得民不聊生。原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眼前这个商会。克雷多斯突然想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了极其邪恶的笑容，这可把对面的罗斯兰吓得不轻，心里直犯嘀咕。克雷多斯心里很清楚，就算把土豆全卖了，也买不起几颗种子。不过既然他是恶魔，那人类的法律对他来说就是个摆设，不给钱直接抢不就行了？可就在这时，他注意到金奇正在暗中盯着自己，这家伙肯定也察觉到了不对劲。不过克雷多斯已经有了主意，不仅能甩掉金奇，还能把种子弄到手。罗斯兰还想继续忽悠他签合同，结果克雷多斯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冷冷地打断他，让他把商会的老板叫过来。这下轮到罗斯兰彻底懵了。罗斯兰赶紧解释说自己就是负责谈生意的，结果克雷多斯直接翻了个白眼，冷冷的表示你一个打工的根本做不了主。这下罗斯兰急了，连忙自证身份，说自己可是商会的2把手，手里权力大着呢。克雷多斯冷笑一声，直接狮子大开口，一个土豆要卖200金币，问他到底签不签。这天价直接把罗斯兰给整不会了。克雷多斯嘲笑他目光短浅，说这土豆又大又耐放，要是能送去当军粮，老板绝对会抢着要。接着他凑上前抛出了一个诱饵，就算这笔买卖亏了，但要是能借此搭上皇室的关系，以后还愁没有钱赚吗？罗斯兰还没反应过来，克雷多斯就直接打断他，让他把商会的老板叫过来。就在这时，天空突然变了脸色，转眼间就下起了瓢泼大雨。这下可苦了拴在门外的2只动物，贝林承诺汤基的醍醐气的大骂，直呼绝对不会原谅魔王。旁边的羊驼赶紧让他闭嘴，免得暴露了会说话的秘密。鹈鹕却越说越气，质问他怎么一点都不生气。没想到羊驼却说自己觉得挺好玩的，原来他从小就对人类世界充满好奇，听说这里有吃不完的食物，而且大家还不用互相残杀，这在魔界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天堂。羊驼淡淡的开口说，自己的父母被强大恶魔吃掉时，他甚至都没觉得悲伤，因为在魔界这太正常了。鹈鹕听完有些沉默，这里虽然比想象中还要贫穷，但至少大家不会互相残杀。他在集市上看到一个饿得不行的父亲，却把仅有的食物先塞给了孩子。如果他们也能出生在人类世界，也许他们的家人现在也会过得很幸福吧。这番话让气氛变得有些沉重，可还没等悲伤蔓延开，鹈鹕却突然开口吐槽，怎么你一煽情说话的口癖就没了？羊驼有些尴尬的扭过头去，鹈鹕见状也没再多说什么，只是默默用翅膀拍了拍它。羊驼还在雨中感慨说，等恶魔们吃饱穿暖之后，迟早也会迎来属于他们的幸福。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克雷多斯突然推开门走了出来，大喊着让他们2个赶紧过去。这可把2只动物吓了一跳，鹈鹕慌忙解释说这都是误会，是羊驼太得意忘形了，自己才动手的。羊驼也不甘示弱，一边用蹄子狂扇鹈鹕，一边向克雷多斯告状，求魔王大人赶紧把这家伙解决掉。克雷多斯根本没心思听他们吵架，一手一个直接拎了起来，说现在要召开魔王军的紧急战略会议。回到房间里，克雷多斯把打听到的消息说了出来，原来这个城镇的商人们正在垄断所有的食物，然后再以高价卖出去。羊驼听完有些想不通，既然这里食物充足，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难道不是因为害怕挨饿吗？克雷多斯冷冷地解释，这根本不是因为饥饿，纯粹是因为人类的贪婪，他们只是想赚更多的钱。一旁的巴哈尔突然开口分析说，当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就会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尊重。克雷多斯有些意外地看着他，调侃巴哈尔怎么突然开始动脑子了，这可一点都不符合他平时的作风。鹈鹕叹了口气说，这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尊严，纯粹是为了填饱肚子。在魔界只要能活下去，弱肉强食就是唯一的法则。羊驼也跟着附和，所以当有东西吃的时候，谁还会管那些正在挨饿的人？看着人类为了利益囤积粮食，巴哈尔在一旁听得火冒三丈。克雷多斯赶紧安抚大家说，虽然人类的做法让人恶心，但大家千万别冲动，别忘了这次来的真正目的。接着他露出了招牌的坏笑，既然人类不给活路，那就别怪他们不客气了，作为恶魔当然要用恶魔的规矩来办。这一回他们打算直接动手去抢仓库了。荒凉的群山之中突然刮起一阵诡异的狂风，巨大的风暴漩涡席卷了整个工地，泽菲罗斯和工人们被吹得根本站不稳。大家完全看不懂哈托克的操作，他先是让人用巨石雕刻大锅，现在又在风暴中心疯狂释放魔力。哈托克声嘶力竭地咆哮着，似乎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可下一秒他直接瘫倒在泥水坑里，整个人彻底虚脱，魔力已经完全见底了。哈托克跪在地上大口喘气，一抬头却发现工人们在偷懒，他顿时愤怒地咆哮，看什么看，现在是休息时间吗？
工人们吓得连滚带爬回去干活。泽菲罗斯有些担心的走上前，看着眼前装满水的巨大石锅，纳闷的问他弄这么多水要干什么。哈托克叹了口气解释，聚集在这里的魔族太多了，土豆干根本不够分，把土豆放进水里盛汤，就能让更多人填饱肚子。接着他握紧拳头大喊，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魔族饿肚子。看着他这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泽菲罗斯在一旁极度无语，这家伙明明是在做好事，怎么看起来却像要去杀人一样？难道这就是恶魔的本性吗？自从克雷多斯宣布开始种田，整个魔界就彻底变了样。谁能想到冷酷无情的哈托克居然会为了食物拼命到这种地步？泽菲罗斯完全想不通原因，哈托克却突然发出一阵怪笑，得意的念叨着魔王大人肯定会夸奖他。泽菲罗斯赶紧给他泼冷水，要烧热这么大的石锅，需要的柴火可不是个小数目。哈托克却理所当然的回答，那就把弱小魔族的房子全拆了烧掉。接着他决定去第3区域的封印火山，把那个试验者抓回来当柴火。听到这个疯狂的计划，泽菲罗斯直接愣在原地。而此时在人类世界的一边，有人已经迈出了下一步。就在克雷多斯商量对策时，商会老大里奇蒙已经亲自找上门。他冷冷地训斥着手下罗斯兰，说他居然被一个乡巴佬给唬住了，简直是烂泥扶不上墙。李奇蒙让罗斯兰在门外等着，自己要亲自去给对方上一课。他走上前敲了敲门，自称是城里的小商人特来拜访。屋里的克雷多斯倒也干脆，直接让他进来。李奇蒙本以为装得客气一点就能轻松拿捏对方，结果一推开门，他整个人直接傻眼。屋里的阵势实在太吓人了。克雷多斯一脸阴险的招呼他坐下，李奇蒙吓得说话都小心翼翼。这屋里的人怎么看都不像好人，尤其是旁边那2只表情诡异的动物，还有旁边身材魁梧的巴哈尔，正一边盯着他，一边流着口水。这画面简直诡异到了极点。克雷多斯冷冷地问他考不考虑刚才的报价。李奇蒙战战兢兢地确认是不是一个土豆200金币，结果克雷多斯直接一口否决。克雷多斯直接狮子大开口，一个土豆要卖300金币。李奇蒙急忙大喊价格太离谱，克雷多斯却不慌不忙，直接搬出阿斯拉罕家族的名号，声称这是伺候皇室的顶级贵族，现在花点小钱打点关系，以后绝对少不了好处。一套连哄带吓的组合全下来，李奇蒙彻底被拿捏了。他一走出房间，立刻吩咐罗斯兰，不仅同意了300金币的价格，还要把这群人当成贵宾供起来。罗斯兰完全想不通老板为何如此大方，李奇蒙气得破口大骂，训斥他目光短浅，不懂放长线钓大鱼。可等罗斯兰走开后，李奇蒙自己也忍不住直犯嘀咕，刚才屋里的恐怖阵势确实把他吓得够呛。巴哈尔觉得直接动手抢更省事，克雷多斯无奈地笑了笑，解释说一旦动手伪装就会暴露，甚至可能引发2界大战，所以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地搬空仓库。李奇蒙想要垄断市场，就必须有巨大仓库囤积粮食，他们得先在李奇蒙家里住下，顺藤摸瓜找到仓库的位置。一旁的羊驼听完有些纳闷，问他怎么对人类的套路这么熟悉，简直像在人类世界生活过一样。克雷多斯沉默了一下，冷冷地回答，因为他是魔王。手下们顿时崇拜的五体投地，直呼不愧是魔王大人。其实克雷多斯心里很清楚，这群人类根本就是好骗的傻子。可他们不知道的是，门外正站着一个人。金奇站在走廊里，总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难道真的是命运在捉弄人类吗？不，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这一切的幕后黑手，肯定就是那个叫克雷多斯的魔王。众人顺利住进了李奇蒙的豪宅，看着眼前宽敞奢华的房间，戴尔和雷瓦杰简直不敢相信。雷瓦杰忍不住询问克雷多斯，到底用什么手段搞定了这间豪宅？克雷多斯一脸轻松的回答，只是答应把大土豆干卖给对方，人家就主动送了这份大礼。雷瓦杰在一旁忍不住感叹，没想到那些土豆干竟然这么值钱。戴尔更是激动的大喊，那可是能献给国王的宝贝。雷瓦杰顺势调侃起戴尔，说还以为他是因为长得像土豆才对那玩意儿有亲切感，气得戴尔当场直跳脚。不过戴尔很快反应过来，急忙追问是不是已经全卖了。得到克雷多斯肯定的答复后，戴尔整个人瞬间崩溃。可克雷多斯却露出了阴险的笑容，说反正迟早都要再偷回来，根本不需要担心。一听这话，戴尔也立刻露出了坏笑，表示这个忙他们帮定了。雷瓦杰一听居然要去当小偷，顿时急得直摆手，连忙表示自己可是效忠国王的骑士，绝对不能干这种违法乱纪的事。克雷多斯却不以为然，反问他难道眼睁睁看着商会垄断粮食，压榨百姓就是所谓的正义吗？这一番质问直接把雷瓦杰对得哑口无言。为了摸清仓库的具体位置，克雷多斯立刻开始行动。他主动找上了正在运送货物的罗斯兰，笑眯眯地凑上去套近乎。罗斯兰虽然心里100个不乐意，但碍于老板之前的吩咐，也只能耐着性子勉强应付。克雷多斯顺水推舟，提出想去参观一下仓库，看看货物保存的怎么样。克雷多斯为了打探仓库位置，直接开启了无赖模式。他死缠烂打的要求去参观仓库，但罗斯兰以商业机密为由，一口回绝了请求。眼看软的招数不行，克雷多斯索性当街撒泼打滚，甚至直接躺在运货的马车前碰瓷。他大喊着不带他去仓库就不起来，把马车夫和罗斯兰气得够呛。克雷多斯在外面一边撒泼，一边扯着嗓子大声唱歌，歌词里全是关于仓库和土豆干的词。屋里的巴哈尔看得一头雾水，忍不住问魔王大人到底在干什么。雷瓦杰在窗前看着这一幕，尴尬的直揉太阳穴，觉得和这家伙一起出门简直是奇耻大辱。可旁边的戴尔
却不这么想，反而一脸崇拜地表示，克雷多斯为了达到目的能放弃所有尊严，简直是真正的纯爷们，甚至表示下辈子也要向他学习。昨晚他转头问克雷多斯，到底还要多久才能收集齐证据，好像皇家法院起诉这帮家伙。克雷多斯一脸大义凛然地表示，如果走法律程序拖得太久，镇上的百姓就要活活饿死。他实在看不下去这种惨状。这番话一出，雷瓦杰感动得稀里哗啦，当场就下定了决心。克雷多斯趁热打铁，提议两人一起联手，把被恶人抢走的东西全部夺回来。雷瓦杰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全力配合克雷多斯的行动。克雷多斯也交代了分工，说自己负责去打探仓库的位置，让雷瓦杰准备好后续需要的东西。可雷瓦杰怎么也没想到，克雷多斯所谓的打探消息，居然是跑到大街上，像个疯子一样大喊大叫。守卫们实在忍无可忍，直接合力把克雷多斯抬起来，像扔垃圾一样扔了出去。可克雷多斯就像个泥鳅一样，在地上滑溜的不行。守卫们被他折腾得够呛，赶紧赶着马车溜进了大门。等大门一关，克雷多斯拍拍屁股站了起来，得意的大喊：监视完成！原来他这波碰瓷直接触发了系统的侦查功能，不仅锁定了目标接下来的动向，还顺藤摸瓜找到了秘密仓库的位置。看着系统面板上的提示，克雷多斯露出了得逞的坏笑。惊奇看着克雷多斯的背影，心里直犯嘀咕：如果这家伙真想动手，完全可以直接用武力抢夺一切。这家伙到底是恶魔，还是拯救大家的英雄？真是越看越让人捉摸不透。而此时在另一边，哈托克已经来到了封印火山的入口。泽菲罗斯有些担心的提议：哈托克大人，那个试验者实力非常强悍，我们要不要带点兵力过来？哈托克却根本不当回事，冷哼着回答：既然对方那么强，带一群弱鸡过来送死吗？接着他一把抓住眼前的铁栏杆，大义凛然地表示：保护弱小，带他们远离危险，这才是大魔将该干的事。说完，他手上猛地一用力，直接把粗壮的铁栏杆给掰弯了。这霸气的操作把旁边的泽菲罗斯都给看傻了。结果帅不过3秒，哈托克突然转过头问：刚才我说的那些帅气台词，你都记下来了吗？泽菲罗斯在旁边老老实实的记录着。哈托克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刚才的表现简直帅呆了。魔王大人知道了，一定会好好奖赏他。接着哈托克独自走向了滚烫的岩浆边缘，开始在脑子里盘算起那个试验者的底细。这家伙虽然脑子不太好使，但战斗力绝对是顶级的。当初要不是因为这家伙乱吃同类，也不至于被封印在这个鬼地方。哈托克深吸一口气，对着岩浆深处大喊：出来吧，试验者伊克里特，有活给你干了。话音刚落，平静的岩浆湖突然剧烈沸腾起来，紧接着一个巨大的岩浆怪物从里面缓缓升起。看着眼前这个庞然大物，哈托克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听到对方嘴里嘟囔着2个字：食物。伊克里特庞大的身躯遮天蔽日，嘴里还流着滚烫的岩浆，不停地嘟囔着要吃东西。哈托克站在悬崖边上，看着眼前这个庞然大物，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他忍不住犯嘀咕：这玩意儿以前有这么大吗？哈托克正面对着恐怖的怪物，泽菲罗斯却在后方悠闲地逗着地帮。这小家伙被摸得舒服极了，完全没意识到危险已经降临。突然，哈托克连滚带爬的从里面冲了出来，扯着嗓子大喊：快跑！还没等泽菲罗斯反应过来，身后的岩浆怪物就直接扑了上来，张开血盆大口就要把他们生吞。两人一路狂奔，泽菲罗斯忍不住吐槽：刚才还信心满满的哈托克大人，怎么现在跑得比谁都快？哈托克一边狂奔一边大喊解释：这怪物在火山里发育的太好，现在根本打不过他。最搞笑的是，泽菲罗斯居然还在本子上记录，写着哈托克大人夹着尾巴逃跑了，气得哈托克当场大骂。眼看怪物就要追上来了，哈托克突然停下了脚步，他知道再这样跑下去，谁也活不了。他凝聚起全身的魔力，大喊着魔将的尊严，直接迎着怪物的烈火冲了上去。就在哈托克准备拼命的时候，泽菲罗斯怀里的地帮突然吐出了一口冰水。谁能想到，这看似不起眼的一击，竟然直接把巨大的怪物冻成了冰雕。正准备英勇就义的哈托克，直接在半空中愣住了，气氛一下子变得无比尴尬。泽菲罗斯见状，又默默地在小本本上记下：哈托克大人现在感到非常羞愧，气得哈托克当场破防。画面一转，时间来到了深夜，在里奇蒙的豪宅外，克雷多斯正准备开始行动。他叮嘱其他人留在原地等待信号，自己则准备潜入秘密仓库偷取土豆干的计划终于要正式开始了。雷瓦杰主动请缨，让克雷多斯把后面的事交给他。克雷多斯一听，顿时露出了反派般的狂笑，直呼一切都是为了百姓的粮食。看着他那张阴森的脸，雷瓦杰忍不住吐槽说：他虽然是个好人，但长得实在太像坏人了。雷瓦杰有些纳闷，问为什么要瞒着惊奇。克雷多斯解释说，惊奇那家伙太招摇了，还是他们几个人行动最合适。雷瓦杰转头看了看旁边的巴哈尔，又看了看那2只奇怪的宠物，顿时无语了。这组合也没好到哪去，但为了避免争吵，还是闭嘴为妙。交代完之后，克雷多斯直接飞身跃起，在夜色中的屋顶上飞速穿梭。他这次行动不仅要拿到种子，还得想办法甩掉惊奇，所以特意绕了远路。确定身后没人跟踪后，克雷多斯加快了脚步。没过多久，他就来到了守卫森严的秘密仓库入口。克雷多斯悄悄溜进仓库，这里的防卫比想象中还要严密。他必须打起12分精神，因为他身上有变形药水的限制，一旦受伤就会立刻露馅。要是这时候被惊奇发现，那可就彻底玩完了。克雷多斯一边躲避守卫，一边寻找粮食的具体位置。可他万万没想到，惊奇此时已经无声无息的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这一下直接把克雷多斯吓得够呛。惊奇倒是一脸淡定，问他干嘛这么一惊一乍的，接着直接开门见山的表示自己也想帮忙把粮食分给镇上的百姓。克雷多斯整个人都懵了，问他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个计划的。惊奇只是淡淡的回答自己的耳朵比较好使罢了，连不同楼层的对话都能听见。这一下直接把克雷多斯吓得不轻，他开始在脑子里疯狂回想之前和魔将们密谋的时候有没有暴露自己魔王的身份，要是真被听到了，自己现在怕是已经没命了。不过看惊奇这反应，似乎并没有注意到那些关键信息。克雷多斯赶紧转移话题，带着惊奇继续在仓库里爬行。可惊奇却一脸疑惑地问，既然要拿粮食，为什么不直接把守卫全干掉？听到这杀气腾腾的提议，克雷多斯整个人都傻了。原来在惊奇的认知里，解决问题最快的方法就是物理超度。克雷多斯赶紧劝他要珍爱生命，咱们这次行动还是以和为贵比较好。惊奇听完克雷多斯的劝说，勉强答应了不乱杀无辜。克雷多斯这才松了一口气，带着他继续往仓库深处走去。可越往前走，克雷多斯就越觉得不对劲，这地方的守卫怎么越来越少？就在他纳闷的时候，前方突然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几个巨大的石魔像挡住了去路。克雷多斯一眼就认了出来，这可是法师塔制造的战争兵，按理说在游戏开局前就该被销毁了，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克雷多斯还在琢磨这些家伙的实力，结果惊奇根本没耐心等他分析，直接飞身一击，把巨大的石魔像切成了碎片。看着满地的碎石，克雷多斯气得当场抓狂，质问惊奇为什么要下死手，明明说好了要和平解决。可惊奇却一脸无辜的反驳说，这些石头人又不是活物，砸了也就砸了，根本不算违约。接着惊奇还若有所思地表示，自己好像听过什么声音说过，只要把怪全清了，通关速度就能变得更快。听到这番标准的玩家发言，克雷多斯整个人都傻了，他算是彻底明白，跟这个满脑子只有通关的家伙根本就讲不通道理。看着前方正在巡逻的3个石魔像，克雷多斯正准备和同伴商量对策，不料惊奇却直接抢先一步，熟练地背出了一套专业潜入战术。这下可把克雷多斯给整不会了，他突然反应过来，这家伙该不会是觉醒了记忆，记起以前被玩家控制时的操作了吧？还没等克雷多斯多想，惊奇就发现这些魔像毫无破绽，提议两人同时出手解决掉2个。克雷多斯一听顿时有些心虚，毕竟他现在身上披着伪装，根本没有把握能够一击必杀。就在克雷多斯犹豫不决的时候，惊奇突然在怀里摸索了起来，他递过来的神秘道具竟然是一把带有粉色爱心的魔法杖。克雷多斯一眼就认出了这件装备，这可是游戏里的顶级银器，虽然造型看起来像个搞笑玩具，但只要拿在手上就能直接暴涨30%的全属性。握住神器的这一刻，克雷多斯终于有了底气，觉得这次的潜入行动稳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惊奇反手又从怀里掏出了一把比人还要高的巨剑。看到这一幕，克雷多斯彻底看傻了眼，这家伙随身携带这么多大件武器，难道身上装了4次元口袋吗？眼看巡逻的石魔像越走越近，克雷多斯正准备算准时机出手，结果惊奇根本没有那个耐心，大喊一声就独自拎着巨剑冲了上去。克雷多斯吓得赶紧跟着跳了出去，大喊着让这家伙动作慢一点，这要是把配合打成了单挑，他们的计划可就全砸了。惊奇这鲁莽的一冲，瞬间就把石魔像给惊动了，看着他动作慢了半拍，克雷多斯一脸震惊，你刚才是在等我吗？这下已经没有时间犹豫了，两人只能硬着头皮同时出手。惊奇手起刀落，直接把眼前的魔像切成2半，克雷多斯也挥舞着爱心法杖，把另一个魔像砸了个稀碎。可还没等他们松一口气，克雷多斯突然发现情况不对劲，最后一个魔像竟然不按套路出牌，直接转过头朝他们这边看了过来。这要是被对方发现，他们之前的潜入努力就全白费了。克雷多斯急得大喊，让惊奇赶紧趴下往旁边翻滚。两人的反应速度极快，直接贴着地面滚进了阴影之中。两人配合的十分默契，瞬间就把眼前的石魔像砸了个稀碎。克雷多斯这时候才反应过来，惊奇这家伙根本不是在各打各的，而是在完美的配合着自己的节奏。还没等他们松一口气，前方的通道里突然传来守卫的声音。对方纳闷，原本守在这里的魔像去哪了？就在守卫走过来的那一刻，克雷多斯和惊奇同时出手，无声无息的从背后制服了守卫，直接把人塞进了旁边的矿车里。看着自己这行云流水的动作，克雷多斯整个人都有些懵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和惊奇的配合居然能默契到这种地步，简直就像是同一个人在操作。虽然身边的惊奇是个强得像怪物一样的家伙，但克雷多斯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觉得这场冒险挺有意思的。而惊奇看着眼前的克雷多斯，心里也充满了疑惑，这个曾经想要毁灭人类的魔王，现在居然口口声声说要和平。更让他想不通的是，和这家伙待在一起，自己竟然感到了久违的快乐。就在惊奇胡思乱想的时候，手上的力道一个没控制住，差点把怀里的守卫给当场勒死。克雷多斯吓得赶紧出声阻止，直呼再不松手人就没命了。看着瘫倒在地的守卫，克雷多斯无奈地叹了口气，劝惊奇别总想着打打杀杀，这些人也不过是为了糊口而已。他看着洞穴深处，眼神里多了一丝复杂，自己真的不想再看到任何人受伤了。两人继续往洞穴深处走去，一路上安静的有些诡异，连个守卫的影子都没有看见。惊奇觉得有些奇怪，按理说防守不该这么松懈，克雷多斯倒是一脸淡定，觉得对方肯定是太自信了，根本没想到有人能摸到这里。
就在这时，惊奇突然示意克雷多斯别出声，因为前方的通道尽头出现了一扇巨大的石门，门前还守着一个体型夸张的魔像。看着这阵仗，克雷多斯忍不住笑出了声，这下不用猜了，这里绝对就是藏粮食的仓库。可还没等他们高兴太久，惊奇突然拉住克雷多斯，说有人正朝这边走过来。两人赶紧闪身躲进阴影里，结果走出来的居然是这个庄园的主人李奇蒙。更糟糕的是，旁边的巨型魔像突然发出了警报，眼看魔像就要发起攻击，李奇蒙却不慌不忙地走上前，直接把手指按在了魔像的感应器上。随着一声清脆的提示音，魔像的红光褪去，系统竟然通过血液确认了他的身份。紧接着，那扇紧闭的仓库大门缓缓升起。躲在暗处的克雷多斯看到这一幕，顿时有了主意。既然这地方只认李奇蒙的血，那接下来的潜入计划可就简单多了。当大门彻底敞开，眼前的景象让克雷多斯彻底看呆了。通道两旁堆满了望不到头的货架，上面全是堆积如山的面包和新鲜蔬菜。谁能想到外面的人连饭都吃不上，这里却囤积了如此庞大的物资。仓库里不仅有现成的粮食，甚至连作物种子都保存得完好无损。克雷多斯见状，直接临时改变了计划。他指着前面堆在一起的3座魔像，叫惊奇一次性全给解决掉。惊奇二话没说，抬手就是一记斩击，直接把魔像给砍成了碎片。可谁能想到，魔像不过是个吸引注意力的幌子。就在石块飞溅的瞬间，克雷多斯直接绕到了李奇蒙身后，还没等老头反应过来，克雷多斯抡起拳头，一拳就把他给揍飞了出去。被揍晕的李奇蒙缓缓睁开眼，发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还没等他搞清楚状况，克雷多斯和惊奇已经围了上来。克雷多斯冷笑着告诉他，这里就是他自己建的私人考虑。面对质问，李奇蒙还想狡辩，硬说这只是个普通的训练室。旁边的惊奇听了直翻白眼，根本不信他的鬼话。就在这时，克雷多斯突然一把掐住李奇蒙的脸，看着克雷多斯要吃人一样的表情，李奇蒙吓得魂飞魄散。可谁能想到，下一秒克雷多斯居然直接哭了出来。这下子李奇蒙彻底崩溃了，这家伙难道是个动手前先哭的变态吗？就在这时，系统突然传来提示，原来李奇蒙这老家伙早就计划好要黑吃黑，逼问出大土豆的下落再抢走。这下克雷多斯彻底释怀了，既然对方先不怀好意，那自己动手也就不用客气了。看着克雷多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李奇蒙吓得直呼遇到了怪物。为了保命，李奇蒙启动了最后的底牌，召唤出A级安保魔像，叫嚣着要让魔像把他们踩成肉泥。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克雷多斯早就防着这一手，直接掏出一块沾了李奇蒙血的布，在感应器上轻轻一刷，李奇蒙的底牌直接成了摆设。靠着李奇蒙的血，两人顺利通过了安保检测。可还没等魔像完全让开，惊奇就一剑把魔像给劈了。被绑在后面的李奇蒙彻底绝望，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次居然惹到了2个怪物。两人抱着抢来的物资在屋顶狂奔，惊奇担心李奇蒙会拉响警报，克雷多斯却冷笑一声，说等他们的人手一到，警报就根本不算什么。话音刚落，巴哈尔宣布李奇蒙的商会倒闭大甩卖，整座庄园瞬间乱成了一锅粥。听说仓库大门敞开，原本饿肚子的镇民们顿时动了心思。看着大家还在犹豫，克雷多斯直接站在高处添了一把火，大喊着让大家能拿多少拿多少。积压已久的怒火彻底被点燃了，镇民们高呼着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浩浩荡荡地举起火把冲向仓库。克雷多斯和巴哈尔走在最前面，带着大部队直接压了过来。面对汹涌的人群，守卫还想做最后的挣扎，直接启动了魔像准备动手。可克雷多斯早就防着这一手，直接掏出那块沾了李奇蒙血的布，在感应器前晃了晃，连魔像都乖乖让开了路。大门一开，愤怒的镇民直接把守卫撞翻在地，潮水般的涌进了仓库。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克雷多斯让惊奇去前面开路，解决掉所有碍事的家伙。看着惊奇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克雷多斯忍不住笑出了声，这家伙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听话了？仓库大门一开，克雷多斯立刻指挥大家动手，让镇民们赶紧把种子和粮食装车，必须在守卫反应过来之前把所有物资全部运走。而另一边被绑在椅子上的李奇蒙终于等来了他的手下罗斯兰，他急忙大喊着让对方给自己松绑，说外面那群人已经把仓库给占了。得知消息的罗斯兰脸色一沉，提议直接启动仓库里的主魔像，把这群擅闯者全部清理掉。李奇蒙一听顿时急了，大骂罗斯兰是个疯子，说自己只是想赚钱，可没打算搞出一场大屠杀。可罗斯兰却冷冷地看着他，反问这和李奇蒙之前做的事情又有什么区别呢？他嘲讽李奇蒙是个破产的失败者，根本不打算再听他的。而另一边拿到粮食的镇民们正高兴地欢呼，结果仓库里的防御魔像突然启动，把大家吓了一跳。关键时刻，惊奇直接挥舞巨剑冲了上去，一招就把魔像给劈成了2半。克雷多斯看着惊奇在前面开路，觉得这正是开溜的好机会，他抱着粮食正准备趁乱和巴哈尔一起溜走。克雷多斯刚喊完让大家撤离，头顶的矿洞天花板突然开始崩塌，巨大的落石砸了下来，现场一下子乱成一团，镇民们四处逃散。眼看一块巨石就要砸向一对无辜的母女，克雷多斯急得大喊让魔将们动手，可眼看已经来不及了，克雷多斯没有犹豫，直接飞身扑了过去，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他们。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罗斯兰正站在高处冷眼旁观，甚至骂他们是一群下贱的渣子。不仅如此，罗斯兰还指挥着巨大的蜘蛛魔像，下达了赶尽杀绝的命令，要把所有人清理干净。大火把抢出来的脱水土豆一股脑全倒进了大锅里，
为了能把这几十锅食物熟，他们甚至把巨大的火龙都给牵了过来。随着工人一锤子砸下去，火龙吃痛，直接喷出漫天大火，开始加热。没过多久，锅里的土豆粥就咕嘟咕嘟的沸腾了起来。看着食物终于做好了，坏了的镇民们顿时兴奋地欢呼起来。一旁的哈托克和泽菲罗斯看着这一幕，也终于松了一口气，看来一切都在按计划顺利进行。看着大家都在庆祝，哈托克却一个人在一旁生闷气。泽菲罗斯在旁边疯狂记录，调侃他没能亲手收服火龙，觉得丢了面子，才在这郁闷。辈出中心思的哈托克急得大喊，让泽菲罗斯赶紧把本子收起来。不过泽菲罗斯话锋一转，继续在小本本上写着，要不是哈托克的计划，大家根本不可能拿到这么多粮食。听到这话，周围的镇民们顿时反应过来，纷纷围上来高呼哈托克是真正的精英。这下子哈托克感动得眼泪汪汪，却还要嘴硬说这没什么，谁来都一样。结果他这副傲娇的模样，直接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克雷多斯和巴哈尔拼尽全力，用双手死死顶住塌陷的巨石，巨石的重量超乎想象，他们撑不了多久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系统突然传来提示，说克雷多斯成功觉醒了新技能。看到新技能天谴之刺的效果，克雷多斯顿时有了主意，打算用这些尖刺来顶住塌陷的天花板。结果他还没来得及高兴，系统就无情地泼了一盆冷水。激活技能需要500血量，而他现在根本不够用。没办法，克雷多斯只能继续用肉身死撑，转头冲着身后的镇民们大喊，让他们赶紧逃命。镇民们正拼命往外逃，结果巨大的魔像腿直接砸了下来，把路给堵死了。看着被困住的众人，站在高处的罗斯兰不仅没有收手，反而指挥着魔像步步紧逼，威胁说谁要是敢逃跑就直接踩死。罗斯兰居高临下的嘲讽，骂镇民们是低贱的蛆虫，生来就只配被剥削。听到这话，克雷多斯气得破口大骂，可头顶的巨石还在不断开裂下压，克雷多斯只能咬紧牙关，用肉身死死撑住。罗斯兰看着底下的惨状，甚至开始抱怨李奇蒙手段太温和，说就应该把这群人彻底踩在脚底下，让他们永远翻不了身。罗斯兰走上前，直接一脚狠狠踩在村民的手上。面对这赤裸裸的羞辱，克雷多斯只能死死咬牙忍着，而旁边的镇民们也陷入了绝望。就在这最憋屈的时刻，系统突然疯狂响起了提示音，原来是克雷多斯的魔兵们开始大口吃起了美味的食物，他的血量竟然开始疯狂往上涨。看着血量一路飙升，克雷多斯顿时来了精神。虽然不知道这群家伙在吃什么，但这个回血时机简直太完美了。而另一边，魔兵们正捧着抢来的大土豆，吃的那叫一个香。随着魔兵们疯狂干饭，克雷多斯的血量直接飙升到了15000多。有了足够的血量，克雷多斯不再犹豫，直接大喊着激活了天谴之刺。伴随着技能的启动，他身上的药水伪装一下子解除，直接恢复了原本的魔王姿态。看着系统提示可以升级技能，克雷多斯直接选择把技能升到满级，一口气烧掉了15000多血量。克雷多斯大喊着让魔将们动手，他们硬生生把塌陷的巨石给抬了上去。看着克雷多斯展现出的恐怖力量，高处的罗斯兰彻底傻眼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群人居然是魔族。此时的克雷多斯已经恢复了魔王姿态，单手死死撑住头顶的巨石，看着底下惊慌失措的镇民，他没有废话，直接一脚重重踏在地上。随着他的动作，无数红色的天谴之刺顺着石壁疯狂蔓延，硬生生在崩塌的废墟中撑起了一条通道。可看着眼前这散发着可怕气息的红色尖刺，死里逃生的镇民们不仅没有感到安全，反而开始害怕的小声议论起来，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救了他们的根本不是什么好心人，而是传说中残暴的魔族。看着眼前的魔族，镇民们虽然害怕，但心里也明白，刚刚确实是对方救了大家的命。就在大家犹豫不决的时候，克雷多斯一步步走了过来。高处的罗斯兰见状，立刻大喊着煽动大家，说魔族都是吃人的怪物，必须立刻消灭他们。听到这话，克雷多斯冷笑了一声，反问到底是谁在把人类当成猎物。紧接着他直接掏出了一个画风极其诡异的粉红色爱心魔杖，看着这个像玩具一样的粉红魔杖，罗斯兰整个人都懵了，完全搞不懂这家伙要干什么。谁能想到那颗粉红色的爱心突然裂开，里面居然睁开了一只巨大的眼睛，紧接着魔杖在紫色的光芒中开始变形。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玩具，而是远古邪神布拉吉亚的圣剑。看着这把散发着恐怖气息的巨剑，旁边的惊奇直接看呆了。克雷多斯死死握住圣剑，冷冷地看着眼前的敌人，抢夺食物还如此作恶多端，绝对不可原谅。眼看巨大的蜘蛛魔像冲了过来，克雷多斯根本没有退缩，直接迎面冲了上去。他双手高举巨剑，狂暴的紫色魔力在剑身疯狂汇聚，紧接着他用尽全力一剑劈了下去。这一击的威力大得惊人，狂暴的剑气直接在场中炸开，那些蜘蛛魔像根本抵挡不住，一下子全被卷了进去。伴随着刺耳的金属碎裂声，那些不可一世的魔像直接被砍成了满地的废铁。战斗刚一结束，惊奇一脚踢开地上的魔像碎片，他冷冷地开口，问他是不是原本就计划要杀掉所有人类。我明白了，你果然是个魔族。就在气氛紧张到极点时，克雷多斯却主动松开了手，任由巨剑掉落在地，重新变回了滑稽的粉红魔杖。克雷多斯心里其实慌得不行，他主动开口示弱，请求惊奇放过他身后的部下。看到自家魔王居然主动低头，后面的巴哈尔和魔族同伴全都看傻了，完全搞不懂魔王大人到底在想什么。惊奇叹了口气，说自己本来还想多了解对方一些，
说完，他直接拔出了长剑。一旁的克雷多斯闭上眼睛，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瑟茜突然大喊，让阿修拉特赶紧解除伪装。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瑟茜就直接冲了上去，对着阿修拉特就是一顿疯狂输出。这一连串的迷惑操作，直接把旁边的惊奇给看愣了。三人挡在最前面，说想要动魔王就要先过他们这一关。克雷多斯在后面急得大喊，让他们赶紧住手。眼看大战一触即发，旁边的镇民突然站了出来，说这些魔族刚刚救了大家的命。听到这话，惊奇停下了动作。镇民意识到魔族也许并不全是坏人，而跪在一旁的罗斯兰气得直咬牙，眼看自己要失去一切，罗斯兰彻底疯了。他高举起手中的装置，大喊着要毁掉这里的所有东西。克雷多斯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旁边的里奇蒙急得大喊，提醒大家那是自爆装置，可根本来不及阻止。罗斯兰已经狠狠按下了按钮。紧接着，仓库传来了震天动地的巨响，整座山头直接被火光吞没。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镇民们都看傻了眼，谁也没想到这家伙会来这一手。伴随着震天动地的巨响，远处的仓库瞬间被火光吞没。看着这突如其来的大爆炸，雷瓦杰大喊着里面还有人没出来。还没等大家从震惊中缓过神来，雷瓦杰突然注意到半空中似乎有什么东西飞了过去。他定睛一看，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那些在夜空中飞跃的身影居然是魔族。克雷多斯顾不上休息，大喊着让大家赶紧撤退，必须在被发现之前回到魔界。被抓住的里奇蒙急得大喊，问魔王为什么要带上自己。克雷多斯冷笑一声说，既然你这么会管粮食，以后就去魔界当仓库管理员吧。这下子里奇蒙彻底傻眼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克雷多斯就带着魔族大军在夜色中迅速撤离。而另一边看着眼前熊熊燃烧的烈火，没能逃出来的镇民家属哭成了一片。就在大家绝望的时候，火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谁能想到惊奇竟然顶着漫天大火，硬生生把剩下的人全救了出来。看着亲人平安无事，镇民们顿时喜极而雷瓦杰急切地询问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看着远去的魔族身影，雷瓦杰忍不住问惊奇，这场大爆炸是不是魔族干的？惊奇看着他们离去的方向，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不，他们不是魔族。时间回到爆炸发生的那一刻，真正动手的人其实是已经彻底发疯的罗斯兰。眼看自己要失去一切，他狂笑着按下了手中的自爆装置。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整座矿山直接被火光吞没。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大爆炸，克雷多斯急得大喊，魔将们顶住，让大家保护镇民。巴哈尔和瑟茜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用身体死死护住身后的普通人，而罪魁祸首罗斯兰还在疯狂大笑。结果下一秒，巨大的落石直接砸了下来。惊奇转头看向克雷多斯，主动提出由自己来护送镇民撤离。他让克雷多斯带着粮食种子先走，把他们带回魔界去播种和平。在皎洁的月光下，克雷多斯正带着魔将们在夜色中狂奔。此时他突然反应过来，惊奇其实早就看穿了一切，却只是站在一旁默默看着。不过克雷多斯很快摇了摇头，觉得现在纠结这些已经没意义了。巴哈尔背着沉甸甸的粮食，兴奋地大喊着，说回去就能立刻开始播种了。听到这话，克雷多斯也忍不住大吼起来，高呼为了魔界的大丰收。最终几人背着希望的种子消失在夜色深处。看着眼前的一片废墟，雷瓦杰忍不住感叹，罗斯兰为了掩盖罪行，居然连自爆这招都用上了。接着他又有些纳闷，问惊奇那个立了大功的勇士为什么走得这么焦急，明明回首都就能领到大奖赏。惊奇随口编了个瞎话，说那家伙可能是怕被追究责任。雷瓦杰听完一脸无语，觉得那人怎么看都不像胆小鬼。他突然又想起了什么，试探着问惊奇，之前看到的那些人到底是不是魔族？惊奇立刻出言否认，说连镇民都证实了没有魔族，而且如果是魔族，又怎么会拼了命去救人呢？这番话直接把雷瓦杰给问住了。就在两人沉默的时候，惊奇突然指着不远处，问那个土豆头仆人到底在跑什么。只见戴尔正拿着铲子在废墟里挖得热火朝天。雷瓦杰无奈地摇了摇头，解释说这片土地现在没了主人，戴尔正在废墟里搜刮好东西呢，还吐槽这家伙要是生在贵族家，怕是早发大财了。说话间，戴尔突然从土里爆出一块巨大的风干土豆，兴奋地大喊要把它献给皇帝陛下。看着这一幕，惊奇和雷瓦杰彻底无语了。另一边，夜色下的马格拉特要塞静悄悄的，因为废土侧防线看守严密，根本没办法强行通过。克雷多斯便带着魔将们选择从防守较弱的王国水路潜入。别看这几位平时没个正形，但每位魔将可都拥有剑圣级别的实力。在皎洁的月光下，他们背着希望的种子迅速消失在夜色之中。对于这几位魔将来说，翻山越岭简直跟玩一样。不过在路过要塞时，城墙上的守卫还是察觉到了动静，拿着望远镜朝远处张望，只见荒野深处隐隐约约有几个黑影在移动。不过因为后方没传来警报，守卫也就没当回事，觉得大概只是些野生动物。而此时走在队伍里的克雷多斯却有些纳闷，不知道自己的心跳为什么会突然加快。按理说魔王的身体不应该这么容易累才对。不知不觉中天已经亮了，在魔界的一间小木屋里，福漏特正捧着大碗，大口大口地喝着汤。旁边的魔族男子看着好笑，问他要不要再来一碗。福禄特满足地笑了起来，说自己已经吃得饱饱的了。他看着空空如也的碗底，说大家以后得省着点吃，万一魔王大人没能带回种子，这可能就是他们的最后一顿饭了。魔族男子却对魔王充满信心，坚信魔王大人一定会成功。福洛特笑了笑，说就算带不回来也没关系，至少自己今天吃了一顿饱饭，他已经非常满足了。
看着如此懂事的弗洛特，魔族男子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了村民的欢呼声，大喊着魔王大人回来了，而且真的带回了种子。弗洛特兴奋地跑出去，只见克雷多斯正带着巴哈尔他们背着沉甸甸的粮食种子走进了村子。看到这一幕，被强行带回魔界的李奇蒙整个人都看傻了眼。在李奇蒙的眼里，这些魔族全都是面目狰狞的恐怖怪物，可实际上魔界里却是一片温馨的景象。弗洛特兴奋地扑进阿修拉特的怀里，大喊着自己有多想他。阿修拉特也得意的哈哈大笑，说能再次见到伟大的魔将是大家的荣幸。就连小飞龙帝邦也飞了过来，亲昵地贴在克雷多斯的脸上。看着带回种子的英雄们，泽菲罗斯代表大家表达了谢意，克雷多斯却傲娇地扭过头去，说自己可不是为了他们才去拼命的。接着克雷多斯走到哈托克面前，说自己已经听帝邦说了所有事情。他看着哈托克，夸他是魔界的天才，这次能成功全靠有他在。听到魔王大人这么高的评价，哈托克感动的稀里哗啦，捂着嘴说自己只是尽了职责。而另一边立下大功的瑟茜已经被热情的村民们高高抛向了空中。克雷多斯突然明白了自己心跳加速的原因，这种感觉就像是辛苦工作了一天的父亲正带着热腾腾的外卖回家喂饱孩子们。想到这里，克雷多斯忍不住笑了起来，大喊着让大家准备开始新一轮的播种。回到魔界后，克雷多斯开始清点带回来的战利品，这次带回最多的其实是水稻种子，但因为种植条件太苛刻，只能暂时放弃，剩下的就是玉米和南瓜以及豆子了。克雷多斯决定要用最省空间的方法，把这3样作物的产量拉到最大。克雷多斯神秘地笑了笑，说这种种植方法叫做3姐妹，简单来说就是把3种作物种在同一个地方，让它们互相帮助。先长出来的玉米是天然的支架，豆子顺着玉米杆往上爬，不仅能固定住玉米，还能帮它抵挡大风。哈托克听得一愣一愣的，忍不住问魔王是不是在农业公司干过。接着，南瓜巨大的叶子会铺满地面，这样既能锁住水分，又能防止杂草乱长。哈托克听完更纳闷了，问魔王既然懂这么多，为什么以前不带大家种地？克雷多斯理直气壮地回了一句，因为我们是恶魔啊。哈托克顿时无言以对。克雷多斯没再废话，招呼大家赶紧动手，还顺便调侃了一句旁边的瑟茜，问他是不是也等不及想看大家吃饱饭了。瑟茜立刻傲娇地反驳，说自己才不在乎这些人的死活。看着瑟茜嘴硬的样子，克雷多斯忍不住笑了起来。阿修拉特带着弗洛特准备加入劳动，克雷多斯好奇地问他们是不是朋友，结果阿修拉特立刻变脸，凶神恶煞地大吼说这只是自己的部下。克雷多斯一阵无语，搞不懂这些恶魔为什么总喜欢装凶狠。不过看着眼前的劳动力，克雷多斯觉得很快就能搞定。可旁边的泽菲罗斯却泼了盆冷水，说想动员其他地区的恶魔没那么容易。克雷多斯还以为是粮食不够分，泽菲罗斯却摇了摇头，原来其他地区的恶魔根本不听指挥，此时正为了地盘打得不可开交。泽菲罗斯指着前方混乱的战场，向克雷多斯解释，现在第2区的领主位置空了出来，所有的恶魔都在为了争夺地盘打得不可开交。至于第3区，那里的领主也已经奄奄一息，底下的恶魔同样开始蠢蠢欲动。看着眼前这混乱的局面，克雷多斯无奈地叹了口气，觉得这确实是恶魔一贯的行事作风。不过克雷多斯很快就有了新想法，既然时代已经变了，不能再只靠蛮力解决问题，于是他露出了自信的笑容，宣布要以魔王克雷多斯的名义，为这些恶魔制定一套全新的决斗规则。荒野之上，各路恶魔疯狂厮杀，为了争夺领地打得不可开交。负责巡视的魔将哈托克冷眼旁观，什么也没说，便转身默默离开。这一幕被正在耕作的村民看在眼里，大家忍不住开始小声抱怨：恶魔们整天只知道打架斗殴，难道以后还要分粮食给他们吃？也有人坚信魔王大人另有打算，毕竟光靠手下的4位魔将根本无法强行镇压这么多恶魔。魔王或许正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如果任由恶魔们这样死斗下去，最后遭殃的只有弱小的平民。混乱之中，连小螃蟹一家的帐篷都被砸得稀烂。惊慌失措的弗洛特一路小跑，找到站在高处的魔将阿修拉特，哭诉魔王大人为什么不出手阻止。阿修拉特看着下方混战的战场，直言如果不让他们继续打下去，又怎么能选出真正有实力的领主？话音刚落，一只重装恶魔被当场砸飞上天，而他坠落的方向正好砸向下猛的小螃蟹。眼看飞来的恶魔就要砸扁小螃蟹，另一只恶魔撞飞了他。那只被砸飞的恶魔愤怒地爬起身，狂妄地质问是谁敢干涉决斗。这时一位年迈的平民恶魔站了出来，好言相劝让大家不要再打了，村里本来就缺少劳动力，这样打下去只会波及无辜平民。可狂暴的恶魔根本听不进劝告，反而恶狠狠地威胁眼前的老头，质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活腻了，居然敢在这里指手画脚。他怒吼着要让老头付出代价，张牙舞爪的直接扑了上去。谁能想到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老头背上的甲壳突然爆发出刺眼强光，这道强光瞬间将周围彻底照亮。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恶魔，此刻正捂着双眼在地上痛苦打滚，哀嚎着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了，甚至连远处的阿修拉特也没能幸免，被强光闪的直接倒在地上，吓得弗洛特赶紧跑过去查看情况。阿修拉特看着缓缓走来的老头，忍不住在心中暗自感叹，这正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奇才。与此同时，在战场的另一边，一位白发女子正施展治愈魔法，温柔地帮受伤的恶魔治疗伤口。
恶魔醒来后感到无比震惊，质问他知不知道自己就是毁掉他家园的凶手。女子却只是温柔地回答，自己当然知道这一切，但她实在无法看着别人受苦，因为她自己足够弱小，所以最清楚痛苦的滋味。而这感人的一幕全被躲在树上的色茜看在眼。此时一只红色小魔兽跑了过来，诚恳地向哈托克请求，希望能跟着他学习种田技术。哈托克冷冷地打量了他一眼，质问他手这么短又没有腿，到底能在这里干什么？小魔兽急忙挥舞着短手解释，说自己可以用身体帮忙耕地，只要大家能早点迎来丰收，就能早点结束魔界的纷争。可哈托克依旧不为所动，冷酷地拒绝了他的请求，断言他帮不上任何忙，让他离。看着哈托克离去的背影，小魔兽委屈的眼泪直打转。就在这时，泽菲罗斯肩上的地邦似乎察觉到了不对劲，只见那只红色小魔兽突然像陀螺一样飞速旋转起来，身上的尖刺瞬间化作锋利刀刃。它在坚硬的田地里来回穿梭，只听刷刷几声，荒地就被耕得整整齐齐。旁边的弗路特直接看呆了，忍不住大声欢呼起来。看到这一幕，原本冷酷的哈托克嘴角微微上扬。此时，在温暖的木屋里，克雷多斯正独自思考魔界的未来。过去魔界一直以实力为尊，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老大。但现在想要重建魔界，就必须建立团结包容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需要一位真正有同理心的领袖。看着选出来的几位候选人，克雷多斯心里已经有了底。他看着眼前的魔将们，称赞大家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接着他缓缓站起身，下达命令，让大家把所有恶魔都召集起来，准备开始决定魔界未来的决斗大赛。哈托克看着候选人单，忍不住有些担忧，觉得魔王选出来的这几个人实力实在太弱，根本没有胜算。克雷多斯听完却神秘一笑，反问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打假赛。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克雷多斯已经站上了高台，向底下的恶魔们大声宣告。他说自己知道大家为了争夺领主，一直在私底下打个不停，靠拳头说话确实是恶魔的传统，但现在为了魔界的种田大业，必须保证每个人的安全，谁要是敢在决斗中把人打伤，自己绝对不会轻饶。所以这一次他要用全新的方式来决定胜负。克雷多斯大声宣布，这种决斗不需要强大的破坏力，但需要极强的直觉反应和眼力，只有真正的高手才能赢到最后。克雷多斯摆出最霸气的架势，大声宣布了这场决斗的名字，居然是石头剪刀布。克雷多斯站在高处，开始一本正经地解释规则。他说每个人的2只手可以分别装备不同的武器，而武器一共分为3种。为了让游戏听起来高大上，克雷多斯开始疯狂包装。他说拳头代表震碎大地的重锤，剪刀代表斩断天空的断头台。可轮到布的时候，克雷多斯自己都编不下去了，只能尴尬地表示这玩意儿其实就是一块布。听到克雷多斯这敷衍的解释，底下的恶魔们忍不住疯狂吐槽，这最后一个武器也太烂了吧。结果系统弹窗也跟着嘲讽，说这是理科生评级的词汇量，气得恶魔当场就要找系统约架。克雷多斯没理会这帮人的吵闹，继续解释克制关系。简单来说，就是重锤克断头台，断头台克不而不又克重锤。解释完后，克雷多斯问大家听懂了没有？没听懂的举手。底下一群老实巴交的恶魔纷纷把手举了起来。谁能想到克雷多斯直接大喊，举手的全部淘汰，因为这场比赛不需要傻子。看着被淘汰的恶魔垂头丧气离开，克雷多斯这才淡定地表示自己要继续解释接下来的规则。克雷多斯继续解释规则，双方在喊出剪刀石头布的同时，必须2只手分别亮出不同武器，接着在喊出收回一只的瞬间，迅速收回一只手，并把留下的那只手伸向对手。谁能在电光石火间看清局势，并且做出最快最准的反应，谁就是最后的赢家。话音刚落，阿修拉特和瑟茜就当场演示，伴随着一声巨响，2人的力量在空中激烈碰撞。结果一出来，瑟茜用布死死包住阿修拉特的拳头，瑟茜简直不敢相信，兴奋地大喊自己赢了，甚至开心地在阿修拉特面前蹦跳。还没等2人多高兴一会儿，克雷多斯直接出手把他们揍飞，连系统都弹窗嘲讽他杀风景，气得克雷多斯当场跟系统吵架。为了筛选出聪明人，克雷多斯让没听懂规则的举手，结果这群老实人一举手就直接被他全部淘汰了。这骚操作把白发女子都看傻了。可等到第3区准备开始决斗时，一只老乌龟慢吞吞地爬了过来，说因为刚才那一波淘汰，现在整个第3区就只剩他一人。克雷多斯也懒得折腾，当场宣布老乌龟直接当选领主。老乌龟自己都觉得这领主太草率，正想跟克雷多斯客气2句，结果原本的领主拉斯特不服了，怒吼着冲出来要和老乌龟决斗。谁能想到克雷多斯直接反手闪电，当场把拉斯特给闪瞎了。紧接着是另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一只体型巨大的蜥蜴恶魔对上了超小只的红色小蜥蜴，两边有模有样的玩起石头剪刀布。可等到要亮牌的时候，大蜥蜴直接懵了，因为小蜥蜴实在太小，他低着头瞅了半天也没看清。就在大家伸长脖子想看个究竟时，克雷多斯突然从天而降，一脚把大蜥蜴给踩进了地里，根本不给他看清的机会，直接大喊宣布小蜥蜴获胜。大蜥蜴还想委屈的争辩，说自己明明出了布，可克雷多斯根本不听他解释，直接强行宣布小蜥蜴获胜，甚至当场任命他为第4区领主。搞定了这几个区，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区域，而这最后一局的对手是一个体型庞大的树人恶魔和一位连手都没有的植物女恶魔。
树人恶魔得意地嘲笑对方，觉得他这副身体根本没法决斗。看到这一幕，克雷多斯和系统都心领神会，原来关于这片土地的传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随着决斗的结束，原本荒凉的魔界终于变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谷。画面一转，咱们来到人类帝国首都城堡里，惊奇正盯着魔法棒发呆。他隐约记得在过去的几世里，曾多次见过这把武器的真面目，那是一把散发恐怖黑气的魔剑，名为命运之手。哪怕是在他以前实力很弱的时候，只要握住那把魔剑，就能爆发出毁天灭地的力量。可他怎么也想不通，魔王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才让这把魔剑显现出真面目。惊奇坐在沙发上，试探性挥舞几下，可这根粉红色的魔法棒毫无反应。看着手里的玩具，他突然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以前自己能用它，只是因为自己被他当成了傀儡。如果能主动唤醒这把武器的真面目，是不是就能彻底摆脱被操控的命运？就在他出神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雷瓦杰推门走了进来。雷瓦杰笑着告诉他，殿下看到送去的土豆干非常高兴，这多亏了惊奇的帮忙。惊奇却显得很谦虚，说这都是克雷多斯的功劳。看着手里的魔法棒，惊奇突然向雷瓦杰提出了一个请求。雷瓦杰这次送回来的贡品，让帝国高层彻底坐不住了。在他们看来，魔界肯定还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宝贝。为了把这些宝贝弄到手，皇帝当场下达了死命令。他任命红发骑士布隆达为远征军首领，让他立刻率领大军出发，去彻底搜寻魔界的每一个角落。克雷多斯冷眼旁观这一切，之前那些只配出剪刀的弱者，自知不敌，已经全部弃权。菲比看着眼前恐怖的战场，也颤抖着举起手想要放弃，谁知克雷多斯当场怒吼，现在绝对不许弃权。克雷多斯当场放出狠话，谁敢临阵脱逃，就直接下锅煮了。菲比吓得脸色苍白，再也不敢提弃权。整顿好赛场纪律，克雷多斯退回观战区，手下们纷纷点头，对这波威慑极为满意。随着克雷多斯一声令下，比赛正式打响，双方同时高喊口号，准备亮牌。就在出手的最后一刻，克雷多斯爆发出恐怖至极的魔王威压，这突如其来的反转，把对面的树人恶魔彻底吓傻了。底下的恶魔们全都看傻了，谁也搞不懂刚才发生了什么。就在全场一头雾水时，克雷多斯突然站了出来，他的反应比任何人都要夸张。克雷多斯神色激动，高声大喊：“这就是传说中不战而胜的绝世强！”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克雷多斯直接当场宣布，第二区的领主就是菲比。紧接着，克雷多斯带头率领全场干部向菲比下跪行礼。看着高高在上的魔王跪在面前，菲比整个人彻底懵了。树人恶魔急得大喊要重赛，可话还没说完，就对上了干部们杀人般的目光，吓得他赶紧闭嘴道歉。克雷多斯飞到半空，霸气宣布，新领主已经全部诞生，以后谁想上位，都必须公开玩剪刀石头布，谁敢不服直接处死。系统忍不住吐槽他像个独裁者，克雷多斯却根本不在乎。在他看来，现在的魔界文化烂透了，必须彻底推倒重来。克雷多斯坚信，就算现在的恶魔无法理解，他们的后代也终将享受劳动的果实。系统这次竟然破天荒地表示赞同，这突如其来的温柔反而让克雷多斯有些不知所措。他甚至主动要求系统像以前那样损他，结果没说两句，两人又吵了起来。吵归吵，正事绝不能耽误。克雷多斯高举拳头，正式宣布启动三姐妹种植法，目标直指大丰收。第四区的蜥蜴领主立刻带头响应，率领庞大的蜥蜴恶魔热火朝天开垦荒地。开荒后的第一步是播种玉米，多手植物恶魔干起农活效率极高。接着菲比施展治愈魔法，绿色光芒瞬间笼罩了整片农田，在魔法加持下，玉米种子飞速发芽。按照计划，等玉米长到1指高，就在根部周围种上豆子。种下豆子不仅能帮忙固氮，还能像铠甲一样保护玉米。接着在田边种上南瓜，铺满地面，保持水分。第三区的老乌龟们也没闲着，整齐排开充当反光镜，将阳光精准反射到每一株作物上。单看这3种作物其实都很脆弱，可只要它们凑在一起，连最贫瘠的土地也能变成沃野。看着大家在农田里热火朝天的干活，克雷多斯忍不住感慨，这就是团结与合作的奇迹。就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轰鸣，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暗了下来。克雷多斯抬头看着满天乌云，以为只是魔界正常的天气变化，但这突如其来的异动显然没那么简单。魔王城里，克雷多斯正躺在床上做着美梦，嘴里还迷迷糊糊地念叨着。还没等他睡醒，外面就传来一阵沉闷的雷声。克雷多斯只觉得身上黏糊糊的，忍不住抱怨这鬼天气又热又湿。可话刚说了一半，他突然反应过来，不对劲，又热又湿的环境，不就是作物最怕的闷热天气吗？这下克雷多斯彻底慌了，连衣服都顾不上整理，直接飞出窗外。等他心急如焚地赶到农田，地里的作物竟然都在剧烈抖动，情况显然已经失控。克雷多斯在心中疯狂祈祷，千万别出事，同时赶紧呼叫系统查看情况。系统检测到这片区域的玉米正遭受致命真菌侵害，而且孢子扩散速度极快，如果不及时阻止，整片农田都将彻底毁灭。看着眼前的景象，克雷多斯懊恼不已，怪自己太掉以轻心了。他仔细观察着受损的叶片，终于认出了这个可怕的对手，这居然是南方玉米小斑病。布隆达带着队伍踏入了废弃之地的入口，谁能想到刚进沉睡森林，他们就彻底迷失了方向。手下提议原地扎营，但布隆达心里很清楚，在魔族领地里过夜，随时可能遭到怪物袭击，必须尽快离开这里。而另一边的领地里，克雷多斯已经召集了所有干部，宣布玉米的爆发了严重的枯萎病，必须立刻采取隔离措施，那些被感染的作物已经没救了。
克雷多斯当机立断，命令瑟茜砍掉所有带斑点的玉米杆。瑟茜手起刀落，瞬间清理出了一大片空地。哈托克在旁边大声指挥，让大家赶紧把砍下的玉米收集起来。随着克雷多斯一声令下，熊熊大火冲天而起，必须把这些病株彻底烧干净，绝不能让孢子继续扩散。但光靠火烧还远远不够，克雷多斯急忙询问菲比玉米的情况。菲比正带着同伴全力施法，虽然暂时用治愈魔法稳住了局势，但被感染的范围实在太大，他们根本撑不了多久。看着漫天的大火，底下的恶魔们心里彻底没了底，要是把粮食全给烧光，大家岂不是又要回到挨饿的日子？阿修拉特赶紧上前安慰大家，让大伙放宽心，因为克雷多斯每次到了绝境，都一定能找到破局的办法。而此时的克雷多斯正抓紧一切时间想办法，在这个世界里根本找不到现成的杀菌剂，要想破坏霉菌的活性，谈何容易？就在他焦头烂额的时候，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之前打败鲜血圣骑士的时候，对方身上自带的负面状态，不正是可怕的霉菌感染吗？系统提示及时出现，原来有一种叫火焰苔藓的植物，它散发出的微弱温度，刚好是这些真菌的克星。克雷多斯立刻下令，让阿修拉特带着第二区的恶魔前往腐烂沼泽，把所有能找到的红色苔藓全采回来。阿修拉特临走前还不忘炫耀一下，随后便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出发了。看着远去的队伍，弗洛特有些担心的问旁边的瑟茜，会不会有什么危险？瑟茜却一脸冷淡，觉得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结果弗洛特直接语出惊人，调侃瑟茜对自己的男朋友太冷酷，这一下可把瑟茜给整不会了。平时冷静的她瞬间慌了神，急忙大声否认。可克雷多斯却一副看破不说破的样子，继续在旁边打趣，这让一旁的瑟茜更加手忙脚乱了。克雷多斯安顿好领地的事情，吩咐哈托克让大家轮班休息，自己则准备去魔王城堡的废墟调查。最近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不管是种田还是游戏原本的剧情，都开始脱离掌控，他必须做好应对一切威胁的准备。与此同时，布隆达正带着同伴在夜色中前行，突然在森林深处发现了一座神秘的石质遗迹。同伴觉得好奇，发现石壁上有一个类似钥匙孔图案，忍不住伸手去摸。布隆达刚想出声阻止，但已经来不及了。同伴的手刚碰上去，遗迹瞬间爆发出一道耀眼蓝光。遗迹爆发的蓝光不仅刺眼，还带着一股可怕的吸力。那个乱摸的同伴首当其冲，体内的能量开始被强行抽离。布隆达见势不妙，急忙大喊让大家撤退，可根本来不及了。这股诡异的力量迅速蔓延，所有人都痛苦地倒在地上，就连实力强悍的布隆达也无法抵抗，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能量被抽走。所有人的能量汇聚成一道道蓝色光带，全部涌向遗迹的顶端。汇聚的能量化作一道巨大的蓝色光柱，直冲夜空。克雷多斯正准备去废墟调查，突然注意到远方冲天的蓝色光柱，这让他心里咯噔一下，因为在游戏原作里根本没有这个剧情。光柱传来的方向是沉睡森林，这让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与此同时，在遗迹现场，布隆达和同伴们全都被抽干了能量，虚弱的倒在地上。布隆达挣扎着睁开眼，试图看清周围的情况。就在这时，遗迹的高处缓缓走出一个身影，那是一个长着恶魔角、一头白发的女性恶魔。还没等布隆达看清对方的来意，这个神秘的女性恶魔直接从高处跃下，她随手在空中划出几道金色符文。她说多亏了这几个人的生命力，才帮她彻底冲破了封印。看着对方那标志性的白发和深色皮肤，布隆达心里一惊，立刻猜到了她的身份。还没等布隆达把名字喊出口，女人便冷笑着自报家门，她就是魔族领主阿塔尼斯。阿修拉特带人赶到腐烂沼泽，全力搜集红色苔藓。看着手里零星的收获，他心里完全没底，不知道这点苔藓能否保住农场。这时手下前来汇报，周围的苔藓已经全部采光。阿修拉特正准备带队返回，沼泽深处却突然传来水声，他警觉地停下脚步。迷雾中走出一个白发长脚的女人，她一开口就冷冷质问：你们是哪个区域的部下？为什么第3区和第4区空无一人？面对眼前傲慢的女人，阿修拉特心中怒火中烧，自己好歹也是堂堂魔将军，对方竟敢如此无礼。话音未落，阿塔尼斯直接悍然出手，无数红黑色尖刺铺天盖地袭来，根本避无可避。包括阿修拉特在内的所有恶魔瞬间被尖刺无情贯穿。与此同时，克雷多斯正在废墟里疯狂挖掘，他终于反应过来，那道冲天光柱绝对来自封印墓穴，而那个被封印的可怕存在，正是比他还要早2代的魔王之女。提起阿塔尼斯这个名字，克雷多斯就忍不住脊背发凉。在原本的游戏设定里，这女人可是封印墓穴的隐藏 BOSS， 战斗力简直不讲道理。当初前代魔王拼尽全力，才勉强用锁链将她封印，哪怕玩家遇到她时，她被捆得只能动弹一只手，也依然能轻松秒杀全场。要是让这种怪物彻底重获自由，光靠领地里现在的恶魔根本不可能挡得住他。想到这里，克雷多斯急得扔掉铁锹，一拳轰碎了眼前的废墟。克雷多斯在废墟中疯狂搜寻，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废墟深处，祈祷那个救命的道具一定要在这里。而此时的农田里，情况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负责压制霉菌的树人菲比，终于因为魔力透支倒了下去。巴哈尔眼几手快一把接住他，瑟茜在一旁焦急大喊，让人赶紧把虚弱的树人抬去治疗。看着同伴们接连倒下，菲比还挣扎着想继续战斗，却被哈托克严厉拦下。还没等大家喘口气，农田另一头又传来惊恐的呼喊，枯萎病已经蔓延到新区域，局势彻底失控了。就在众人焦头烂额之际，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一道恐怖的斩击从天而降，
扬起的漫天尘土中，一个长着双脚和翅膀的女人缓缓现身。来人正是阿塔尼斯。看着被毁坏的庄稼，哈托克气得当场质问对方，怎么敢在他们辛苦种的田里撒野？然而话还没说完，哈托克突然看清了对方的模样，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阿塔尼斯根本没理会他的愤怒，反而冷冷地质问：魔王城堡为什么不见了？那个叫莫德拉托的家伙到底在哪？泽菲罗斯终于认出眼前的女人正是传说中的赛人女巫阿塔尼斯，这下他彻底慌了神。他赶紧向对方解释，之前封印他的是莫德拉托已经死了，现在统治魔族的是新魔王克雷多斯。可阿塔尼斯听完却满脸不屑，冷冷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这里种田。泽菲罗斯解释道，这是克雷多斯的意志，为了让魔族摆脱靠战斗生存的命运。对峙之时，巴哈尔拿着巨斧悄悄从后方包抄，瑟茜也做好了随时动手的准备。然而阿塔尼斯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直接当众宣布，从现在起他就是新的魔王，命令所有人立刻停止种田。这一下彻底踩到了底线，瑟茜二话不说直接拔剑冲了上去，哈托克和巴哈尔也同时出手，瞬间封锁了对方所有退路。面对三人的合力围攻，阿塔尼斯连躲都没躲，直接释放出数道黑红色尖刺，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尖刺就已经精准停在他们每个人的要害部位。仅仅只用了一招，3位主力干部就全部被制服，根本毫无还手之力。控住局面后，阿塔尼斯冷冷质问：克雷多斯到底在哪里？他这次来就是为了亲手杀了他。就在3位干部被制服的危急关头，泽菲罗斯怀里的小蓝龙突然飞出，谁也没想到，这只看似人畜无害的小家伙，竟然直接喷射出毁灭光束。光束正面轰中阿塔尼斯，强大的冲击力连他也吃了一惊。他立刻意识到这条龙是个巨大的威胁，必须立刻除掉。阿塔尼斯操控尖刺，直奔空中的小蓝龙刺去。千钧一发之际，克雷多斯及时赶到，他手里拿着莫德拉托的心脏，大喊着将其激活。随着心脏被砸向地面，一道耀眼的光芒替小蓝龙挡下了这致命一击，甚至还把阿塔尼斯的攻击反弹了回去。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阿塔尼斯有些措手不及。就在他疑惑之时，克雷多斯正拿着发光的心脏，一脸轻松地站在不远处打招呼。原来前代魔王莫德拉托曾是阿塔尼斯手下的魔将军，为了封印阿塔尼斯，他强行吸收了同伴的力量。因为害怕对方破风报仇，莫德拉托用尽最后的力气制造了克制他的法宝，也就是莫德拉托的心脏。克雷多斯趁他虚弱夺取王位，顺手拿走了这颗心。如今心脏释放出强力结界，死死挡住了阿塔尼斯的攻击。眼看一击不成，阿塔尼斯冷笑一声，既然打不破眼前的乌龟壳，那就先解决他身后的部下。眼看阿塔尼斯要痛下杀手，克雷多斯急得大喊，让同伴赶紧向自己靠拢。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克雷多斯瞬间出手，在尖刺落下的前一秒，死死拽住了巴哈尔和瑟茜。他猛地将两人拉进结界，阿塔尼斯的攻击狠狠撞在屏障上，被全部反弹了回去。狂暴的反震力将阿塔尼斯震得连连后退，局势终于暂时稳了下来。被震退的阿塔尼斯一脸懵逼，克雷多斯见状直接开启嘲讽。这个结界是专门克制他，除了阿塔尼斯之外，其他人都能自由进出。为了挑衅对方，克雷多斯甚至把头伸出结界，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阿塔尼斯，他愤怒的一爪挥了过去，结果不仅没伤到人，反而触发撩结界的反弹机制，结结实实的抽了自己一巴掌。看着狼狈不堪的阿塔尼斯，克雷多斯笑得合不拢嘴。在原本的游戏设定里，如果没有这颗心脏，根本没办法压制这个女魔头。克雷多斯心里很清楚，这个结界虽然强力，但也有致命的缺陷，一旦敌人强行冲锋，结界就会瞬间失效，而且维持结界极其消耗魔力，根本撑不了多久。可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克雷多斯能无限期维持结界，这等于立于了不败之地。阿塔尼斯气得直咬牙，却拿这个乌龟壳毫无办法。克雷多斯笑了笑，主动提议坐下来好好谈谈。他隔着结界质问阿塔尼斯为什么要袭击他的部下。阿塔尼斯冷冷打量着他，质问他是不是现任魔王。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阿塔尼斯直接放话要杀了他夺回王位。克雷多斯也不生气，反而好奇地追问，当了魔王之后打算干什么？阿塔尼斯觉得这问题很可笑，当魔王当然是要入侵人类领地。听到这个回答，克雷多斯开始耐心劝说，其实根本没必要打仗，靠种田同样能活下去，大家折腾半天不就是为了填饱肚子活命吗？一旦开战，魔族自己也会损失惨重，能安稳的吃饱穿暖，谁又愿意去拼命呢？阿塔尼斯冷哼一声，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种田，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克雷多斯听完一脸无语，反问他眼睛是不是摆上？他指着身后的一片绿意，说这些庄稼全是他和部下亲手种出来的。接着克雷多斯又抱怨起来，说现在玉米地正闹病害，要不是阿塔尼斯在这捣乱，他们早就去救灾了。这话让阿塔尼斯有些动摇，在他看来，这个新魔王实在太古怪了，不仅拼命救弱小的部下，甚至还把低等魔族当成自己的子民看待。阿塔尼斯忍不住嘲讽，说这个新魔王脑子指定有病。克雷多斯立刻对了回去，说再怎么也比杀人狂强。不过克雷多斯话锋一转，有些尴尬地提醒他，能不能先把衣服穿好，这样看着实在太让人不好意思了。这下轮到阿塔尼斯下不来台，他急忙大声辩解，说这根本不是他的问题，全是这件武器害的。克雷多斯没好气地吐槽，让他赶紧换个武器，别在这丢人现眼。接着他晃了晃手里的心脏，得意地表示，只要这宝贝还在，阿塔尼斯就拿他们没办法，劝他还是赶紧回家吧。
阿塔尼斯被气得够呛，直接放话要自己去入侵人类。克雷多斯倒也大度，笑着祝他一路顺风。看着阿塔尼斯转身离开，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克雷多斯拍了拍手，招呼大家准备回去继续干活。可谁能想到阿塔尼斯竟然杀了个回马枪，一下子穿过结界，这下抓到你了。然而克雷多斯不仅没慌，反而反手扣住了他的手腕，大骂他是暴露狂。本以为阿塔尼斯这下得手了，结果这结界可不是吃素的，直接把他的手死死卡在半空，任凭他怎么使劲也拔不出来。看着被卡在结界上的阿塔尼斯，瑟茜有些同情地问：难道就这么一直晾着他吗？克雷多斯倒是一脸无所谓，说不定饿他几天自己就老实了。这时弗洛特急忙跑过来，关切地询问瑟茜有没有受伤。瑟茜摆了摆手，说多亏了魔王大人及时出手。可还没等大家松口气，结界里的阿塔尼斯又开始折腾，结果衣服在挣扎中变得破破烂烂。瑟茜见状，赶紧捂住弗洛特的眼睛，气得大骂阿塔尼斯不讲公德，当着孩子的面也不知道注意形象。被这么一吼，阿塔尼斯也觉得有些尴尬，只能用手勉强遮挡一下。克雷多斯可没心思管这些闲事，拍了拍手催促大家赶紧回去继续抢救庄稼。克雷多斯大声指挥着部下，让他们千万别勉强自己，安全第一。看着眼前这幅互帮互助的画面，阿塔尼斯觉得不可思议。在他的认知里，魔族互相残杀才是常态，这简直太荒谬了。随着太阳渐渐升起，温度越来越高，被封印了太久的阿塔尼斯身体虚弱的根本吃不消。就在他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弗洛特走了过来，向他打听一个眼神凶恶的家伙。瑟茜在一旁笑着搭话，说那家伙其实长得挺帅的。弗洛特一听，立刻打趣道：既然阿修拉特是你的心上人，那他在你眼里当然是天下第一帅了。瑟茜急得直结巴，质问弗洛特从哪学来的这些话。弗洛特倒是一脸无辜，说瑟茜从昨天开始就一直打听阿修拉特的消息。瑟茜赶紧解释，说他们只是普通的战友关系。看着两人打闹的场景，一旁的阿塔尼斯有些失神，这温馨的画面让他想起了很久以前的往事。那时候他也曾坐在王座上，对着台下的魔将军们说，大家不是上下级，而是并肩作战的伙伴，要一起结束魔族的痛苦。可如今物是人非，曾经的誓言和伙伴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太阳渐渐升起，温度也越来越高了。克雷多斯顾不上休息，直接开启了侦察技能。系统界面上密密麻麻全是感染警告，没有消毒剂根本控制不住。瑟茜在前面拼命砍掉病株，巴哈尔也放火烧毁重灾区，可光靠物理手段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克雷多斯焦急万分，不知道去办事的阿修拉特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高强度的侦察反而让他的技能等级提升了，虽然侦察技能升级了，但对眼前的危机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不过系统紧接着又解锁了一个新功能，能直接读取同伴的想法。另一边，瑟茜和巴哈尔换了班，继续在田里忙活。瑟茜向阿塔尼斯打听有没有看到阿修拉特，要是买不回药来，整个农场就彻底没救了。可阿塔尼斯却冷嘲热讽，说大不了把同伴当口粮。这话直接把瑟茜惹毛了，当场就跟他动了手。眼看瑟茜就要动手，克雷多斯赶紧出声制止，要是真把阿塔尼斯打伤了，结界可就保不住了。拦下瑟茜后，克雷多斯主动走上前去，问了阿塔尼斯一个关键问题：他为什么没有对阿修拉特痛下杀手？阿塔尼斯嘴硬的解释说，只是想把那家伙收为部下。克雷多斯可没那么好糊弄，直接开启了系统的监视功能，强行读取了阿塔尼斯的记忆。随着技能发动，一段尘封的往事浮现出来。那是很久以前，魔族大军入侵人类领地的时候，人类的防线在他们面前不堪一击。魔将军们在私下议论，觉得是阿塔尼斯的实力太恐怖了，光凭歌声就能让人类丧失斗志。甚至还有人提议，为什么不直接用即死之歌人类全杀光？结果却被同伴训斥，说全杀光了尸体腐烂就没法当口粮了。听到部下们把人类当成食物的言论，阿塔尼斯看着这一切，难道魔族想要活下去，就只能靠不停的杀戮和吞噬吗？看着远处正在农田里忙碌的人类，要是魔族也能像人类这样种田就好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当场下令让大军停止进攻，全部撤回魔界。这突如其来的命令让在场的魔将军们全都懵了。莫德拉脱气的大喊，质问他是不是疯了？那些正在挨饿的魔族又该怎么办？阿塔尼斯耐心的解释，说自己并没有忘记小时候的约定，他想要建立一个没有饥饿也没有同类相食的世界，而撤兵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接着阿塔尼斯兴奋的提议，既然人类可以通过种田填饱肚子，那魔族也完全可以照着学。听到这个异想天开的决定，莫德拉托彻底无语了。画面一转，回到了荒凉的魔界，这里到处都是风沙和枯萎的庄稼。看着这片贫瘠的土地，想要在这里种田确实没那么容易。就在这时，一个小恶魔飞过来报告，说莫德拉托在沉睡森林等他。阿塔尼斯有些纳闷，不知道这家伙找自己要干什么。阿塔尼斯独自一人来到了阴暗的沉睡森林，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大声呼喊着莫德拉托的名字，可四周静悄悄的，根本没有人回应。就在这时，阿塔尼斯突然停下脚步，他发现前方多了一座高耸的石台，上面还立着3个十字架。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阿塔尼斯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不明白这里什么时候见了这种东西。可当他走近看清十字架上的情况时，整个人都傻眼了。只见他的3个得力部下正被死定在十字架上，而且胸口全被挖出了一个大洞。阿塔尼斯急得大喊部下的名字，可他们早就没有了声息。
还没等他从悲痛中缓过神来，一个高大的黑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阿塔尼斯刚想回头，一只冰冷的大手就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莫德拉托突然从身后偷袭，用一个紫色光环死死套住阿塔尼斯的脖子。莫德拉托虽然累得直喘粗气，但看着倒地的阿塔尼斯，他忍不住狂笑起来，得意地宣布自己夺走了他的声音。阿塔尼斯痛苦地捂住脖子，却发现自己只能发出微弱的呜咽声，根本说不出话来。看着一步步逼近的莫德拉托，阿塔尼斯满脸写着难以置信，他怎么也想不通，曾经并肩作战的伙伴为什么会背叛自己。然而莫德拉托根本不为所动，他冷笑着嘲讽阿塔尼斯太过天真，提着巨剑缓缓走了过去。看来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阿塔尼斯。莫德拉托终于摊牌了，他打算等阿塔尼斯征服人类之后，就直接出手干掉他，自己来当这个新魔王。阿塔尼斯这才明白，对方打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他顾不上多想，拔腿就往森林深处跑去。莫德拉托哪会放过这个机会，大吼着在后面紧追不舍。眼看地面跑不掉，阿塔尼斯直接振翅高飞，准备从空中逃走。可莫德拉托根本一点不慌，因为他早就选好了伏击地点。话音未落，周围的树枝就像活了一样，一下子缠住了阿塔尼斯的双翅，伴随着翅膀断裂，阿塔尼斯瞬间向下跌落，重重的摔在地上。莫德拉托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冷笑着嘲讽起来，说魔族天生就该统治和毁灭，去种田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阿塔尼斯虚弱的趴在地上，质问对方为什么背叛。明明当初说好了要一起拯救魔族同胞，可莫德拉托根本听不进去。在他眼里，阿塔尼斯虽然实力最强，但脑子却蠢得无药可救。莫德拉托高高举起巨剑，大吼着宣示魔族的残忍本性。看着昔日同伴那张狰狞的脸，阿塔尼斯彻底绝望了。还没等他再说什么，冰冷的巨剑已经无情地刺穿了他的身体。阿塔尼斯虚弱地撑起身体，质问莫德拉托为什么要痛下杀手。明明曾经是同甘共苦同伴。莫德拉托听完却疯狂大笑起来，嘲讽这是他听过最荒谬的笑话。他指着十字架的尸体，无情揭穿真相，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同伴，那些家伙从一开始就在等机会干掉他。在这片残酷的土地上，怎么可能有人真心效忠天真的魔王？曾经的美好过往不过是麻痹他的演戏。残酷的真相彻底击碎了他的幻想。莫德拉托此时也彻底失去了耐心，恐怖的魔力开始在他身上疯狂凝聚，准备给这位昔日的魔王送上最后一击。阿塔尼斯突然惊恐地发现，莫德拉托的魔力正在被疯狂抽走。还没等他想明白怎么回事，莫德拉托身上就爆发出一道蓝色光柱，狂暴的能量瞬间直冲云霄。这股庞大的魔力直接激活了远处的祭坛。莫德拉托露出了阴谋得逞的狂笑，冷冷地向阿塔尼斯做最后的告别。话音刚落，无数条锁链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伴随着金属碰撞的刺耳巨响，锁链瞬间将阿塔尼斯死死缠绕，任凭他如何挣扎也无法挣脱分毫，最终被彻底封印在原地。画面回到现实，阿塔尼斯满脸疑惑地看着眼前的人，质问克雷多斯是怎么知道他没有对阿修拉特痛下杀手的。克雷多斯神色平静地看着他，淡淡的回答，因为自己也是魔王。听到这个回答，阿塔尼斯陷入了沉默，随后他发出一声冰冷的嘲笑，既然你能读取我的心声，就该明白魔族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信任，你身边的那些部下同样在等待机会砍下你的脑袋。克雷多斯听完却平静地反问，你有没有亲口问过那些死去的将军，问问他们是不是真的打算背叛你？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让阿塔尼斯彻底愣在原地。就在这时，旁边的草丛突然传来动静，原来是去采药的阿修拉特终于背着大包小包艰难地赶了回来。瑟茜兴奋地大喊着他的名字，还没等大家松一口气，阿修拉特一眼就看到了旁边的阿塔尼斯，他咬牙切齿地怒骂这个魔女。阿塔尼斯见状突然抱起出手，无数道黑色能量触手朝他席卷而去。关键时刻，巴哈尔和哈托克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身体死死挡在了阿修拉特身前。阿塔尼斯整个人瞬间愣住了，在他的认知里，魔族只有残杀和背叛，根本不可能出现舍命相救的画面。趁着巴哈尔他们死死拖住攻击，瑟茜赶紧护着阿修拉特往后撤退，克雷多斯也在后方大声指挥，让大家赶紧退到安全的地方。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抵挡，大家总算是化险为夷。就在这时，弗洛特突然哭喊着冲了出来，一把扑进了阿修拉特的怀里。看着眼前这温馨的一幕，克雷多斯转头看向阿塔尼斯，问他现在是不是彻底看明白了，填饱肚子，找回本心，这才是魔族真正的本性。听到这句话，阿塔尼斯彻底愣住了，尘封的记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曾经他也曾高举起农具，带着无数魔族同胞是要开辟生路。看着眼前这群为了守护同伴而拼尽全力的魔族部下，阿塔尼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恍惚间，他仿佛看到了死去的部下，他们脸上带着释怀的笑容，正在向他做最后的告别。这一刻，那些未尽的遗憾终于得到了救赎，部下们的灵魂带着祝福慢慢消散，他们相信眼前这位新魔王一定能替他们实现未尽的梦想。但眼下的危机并没有解除，阿修拉特带回的药草根本不够，伤员的情况依然非常紧急。克雷多斯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下令让所有人立刻去救治伤员，哪怕耽误收成，也绝不放弃任何同伴。与此同时，田里的枯萎病彻底失控，哈托克和巴哈尔看着农田无计可施。危急关头，克雷多斯直接拿出了核心道具，解除了保护罩。看着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瑟茜有些摸不着头脑，一旁的阿修拉特却显得相当冷静，因为这位曾经的最强魔王即将展现真正的力量。阿塔尼斯虽然看起来惨，但其实是个讲道理的人。
当初阿修拉特去采药时，正好撞上了阿塔尼斯。阿修拉特以为自己这回死定了，只能趴在地上拼命哀求，说要是带不回这些苔藓，大家就只能活活饿死。听到不能让孩子们挨饿，阿塔尼斯终究还是心软了，他什么都没说，直接转身放过了他。克雷多斯主动走上前去，提议要和阿塔尼斯做个交易。克雷多斯表示自己有办法帮他摘掉脸上那副沉重的面具，毕竟一直戴着这玩意，连吃东西和说话都非常费劲。听到这个条件，阿塔尼斯警惕地盯着他，质问他到底有什么企图。克雷多斯立刻指着农田拜托他，希望他能出手消灭玉米地里的霉菌。接着克雷多斯兴奋地大喊，让他直接使用击死之歌。在他看来，这招恐怖的禁术简直就是最完美的环保杀虫剂。画面一转，来到了帝国首都的阿斯拉罕庄园。雷瓦杰向戴尔打听金奇的下落，得知金奇依然在地下训练场闭关。雷瓦杰有些纳闷，这家伙不吃不喝，甚至连皇家卫队的推荐都推掉了，他到底在进行什么魔鬼训练？难道他还需要变得更强吗？而此时的地下训练场里，金奇正高举着红心法杖，全力凝聚着狂暴的蓝色魔力。这股力量极其强横，金奇咬紧牙关，整个人显得异常痛苦。金奇无力地瘫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不管他怎么尝试运转魔力，身体里都没有任何动静，这让他彻底陷入了迷茫。难道失去了别人的命令，自己就什么都做不到了吗？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着。就在他最痛苦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一个神秘的声音，问他想不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还没等金奇反应过来，他手里的红心法杖突然冒出诡异的黑气，紧接着法杖上的宝石直接裂开，一股极其恐怖的魔力风暴轰然爆发。而此时的农田里，克雷多斯正一脸坏笑地看着阿塔尼斯，拜托他使用那一招，也就是传说中的击死之歌。要知道，阿塔尼斯之所以被称为赛人女巫，就是因为她的歌声里蕴含着恐怖的魔力，而击死之歌更是能直接抹杀大范围目标必杀招。可谁能想到，克雷多斯居然想用这种恐怖的禁术来消灭地里的霉菌孢子。阿塔尼斯虽然觉得离谱，但他更关心交易的条件，忍不住大声追问克雷多斯，到底要怎么帮他摘下脸上的面具？毕竟这玩意连他自己都拿他没办法。克雷多斯看着阿塔尼斯，问他知不知道关于魔王传承的规矩。按照魔族的规矩，只要击败了前任魔王，或者被指定为继承人，魔王的权限就会发生转移。当初克雷多斯亲手击败了莫德拉托，那股属于魔王的力量自然也就落到了他的身上。而阿塔尼斯脸上那个摘不掉的面具，其实只要身为魔王的他下一道命令，就能轻松解开。听到这个秘密，阿塔尼斯有些警惕地反问，难道他就不怕自己重获自由后把这里的人全部杀光吗？克雷多斯却显得十分自信，直言他根本不会这么做，如果他真想动手，随时都能把大家消灭，根本不用等到现在。而且克雷多斯很清楚，阿塔尼斯内心深处其实比任何人都渴望看到这片农田迎来丰收。听完克雷多斯的话，阿塔尼斯沉默了片刻，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了这场交易。既然达成了协议，克雷多斯立刻转过头，冲着远处的同伴们大喊，让他们赶紧离开这片农田，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大家虽然有些摸不着头脑，但看到克雷多斯那严肃的表情，也知道事情不简单，立刻开始往安全的地方撤退。空旷的农田里很快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发出了警告，询问克雷多斯是不是真的要这么做。克雷多斯态度非常坚决，直言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退路了，如果不冒这个险，地里的玉米就全保不住了。系统再次提醒他，阿塔尼斯的歌声里蕴含着极其恐怖的魔力，一旦失控，后果根本无法想象。但克雷多斯已经下定了决心。系统再次弹出警告，提醒克雷多斯，这股力量被封印了太久，一旦彻底释放，阿塔尼斯很有可能会陷入狂暴，甚至会第一时间朝他发起攻击。可克雷多斯心里非常清楚，这一关根本躲不过去。他笑着反问系统，做老大的不本来就是要替大家扛下这一切吗？听到这句话，系统也只能同意了他的计划。克雷多斯转过身，叮嘱身前的阿塔尼斯，等会儿面具解开后，一定要拼尽全力控制住魔力，毕竟自己要是倒下了，这片农场可就全完了。阿塔尼斯重重点了点头，紧接着克雷多斯缓缓抬起手，正式念出了解风的咒语。只听咔嗒一声，那附带了无数年的面具应声脱落。阿塔尼斯有些不敢置信地摸着喉咙，他发现自己终于能正常说话了。紧接着，阿塔尼斯突然猛地吐出一大口鲜血，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股被压抑了太久的狂暴魔力直接在他体内彻底失控，化作一道冲天的光柱爆发开来。眼看魔力就要彻底失控，克雷多斯知道不能再等了，这是唯一的办法。他直接飞身冲了上去，在半空中一把抱住了失控的阿塔尼斯，两人重重地摔在地上。阿塔尼斯整个人都懵了，红着脸大喊问他到底想干什么。克雷多斯死死抱住他，说在那些致命的触手彻底失控前，自己会尽全力压制住他们。紧接着克雷多斯大喝一声，让系统将所有营养全部聚焦在体力。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他的体力值开始疯狂飙升，但还没等他缓过劲来，失控的魔力直接重重地轰在了他的身上，强烈的冲击险些让他倒下，可他丝毫没有松手的打算。他在心里大声怒吼，这一击自己无论如何也要硬扛下来。阿塔尼斯彻底陷入狂暴，失控的力量一波接一波砸下，克雷多斯硬生生扛住冲击，死死将他按在怀里。这股伤害远超预想，但他清楚绝不能松手，一旦让力量彻底爆发，在场同伴一个都活不成。偏偏就在这股眼上，一条触手竟然挣脱压制，直冲远处飞窜过去。
失控的力量四处狂抽，连地面都被砸出大坑。阿塔尼斯凭着最后一点清醒，大喊着让克雷多斯快逃，坦言自己真的压制不住了。这一击确实足够沉重，连克雷多斯都动过撤退念头，可下一秒他就把这念头抛在脑后，再次冲上去将他死死按住。临阵脱逃可从来不是他的风格。阿塔尼斯彻底暴走，无数血红色的能量线铺天盖地砸下，眼看局势就要失控，同伴们终于赶到了。瑟茜率先冲了上去，双剑挥舞得密不透风，应声伸展断袭来的能量线。巴哈尔紧随其后，挥舞巨斧将逼近的攻击砸碎。看到大家拼命抵挡，克雷多斯急得大喊，让他们赶紧离开这里。只挡下一两次根本没用，可还没等众人撤退，失控的藤蔓突然调转方向，直接缠住了周围的恶魔。克雷多斯这才猛地反应过来，自己犯了个致命错误。阿塔尼斯失控的力量针对的是所有的魔族，而站在这里的同伴全都是魔族，这下所有人全被卷了进来。风暴终于平息下来，大家横七竖八瘫倒在地，累得连手指头都不想动。阿塔尼斯看着身边的克雷多斯，关切地问他怎么样了。克雷多斯嘴硬说自己没事，却还是忍不住剧烈咳嗽。看着被毁掉的农田和受创的同伴们，阿塔尼斯心里满是愧疚，主动向大家道歉。克雷多斯却站起身打断了他，让他把道歉的话留到以后，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克雷多斯再次向阿塔尼斯确认，是不是真的要用及死之歌消灭霉菌。阿塔尼斯点头表示自己绝对会遵守约定。随后他缓缓走向农田边缘，开始寻找目标。随着他运转魔力，整片农田瞬间被红光笼罩，隐藏暗处的霉菌孢子全部显现。阿塔尼斯看着密密麻麻的孢子，转过头向远处的同伴确认，询问是否已经退到安全区域。克雷多斯给予了肯定回答，表示现在只剩下地里的霉菌了。远处的同伴们还在感叹，没想到传说中的即死之歌今天居然能亲眼见到。就在这时，阿塔尼斯终于开嗓唱响，狂暴的红色音波唰的一下席卷全场，地里那些霉菌孢子瞬间被冲击得粉碎。这股恐怖的力量冲上云霄，整座大山都被狂暴的风暴撼动。等一切平息下来，地里的霉菌确实被清理干净了。阿塔尼斯刚想谦虚两句，克雷多斯就急忙出手，强行把面具给他重新扣上了。克雷多斯彻底炸了，怎么会有人唱歌难听到让人流鼻血，连系统都看不下去了，弹窗吐槽他太没人性，怎么能因为唱歌难听就把人封口。可系统紧接着又弹出一行字幕，原来面具的解封本来就有时间限制，时间一到就会自动锁上。这下轮到克雷多斯彻底懵了。系统解释说，阿塔尼斯的面具每天只能解封3分钟。克雷多斯有些纳闷，之前明明解封了很久，自己还被暴走的魔力做了半天。系统解释道，暴走状态下的时间不算，因为强大的魔力压制了面具。这时戴着面具的阿塔尼斯愤怒大喊，让克雷多斯赶紧把面具拿。克雷多斯有些惊讶，发现他戴着面具居然还能说话。阿塔尼斯解释说，面具的力量变弱了，虽然能说话，但无法在声音里注入魔力。他威胁克雷多斯，要是不帮他摘掉面具就毁了他。克雷多斯赶紧解释，这面具不是他戴上去的，而且每天只有3分钟的解封时间，只有身为魔王的他才能解开这个面具。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克雷多斯，阿塔尼斯连吃饭喝水都做不到。克雷多斯顺势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想要解封的话，就要留下来帮他们种田。只要阿塔尼斯帮忙种田，他每天就帮他解封3分钟。阿塔尼斯听完十分生气，指责克雷多斯居然趁人之危，简直太卑鄙了。克雷多斯却一脸坏笑，直言这明明是双赢的合作。阿塔尼斯沉默了，如果听从克雷多斯的命令，说不定真的能建立起自己和朋友们梦想中的魔族世界。阿塔尼斯最终还是妥协了，主动询问克雷多斯接下来要先做什么。克雷多斯顿时露出了得逞的笑容，系统也发来提示，恭喜他成功获得了全能农具。克雷多斯指着农田，让阿塔尼斯先把之前毁掉的庄稼清理干净。阿塔尼斯虽然有些无奈，但还是答应了下来。阿塔尼斯一挥手，无数魔力触手一下子把被毁掉的庄稼全部卷起，轻轻松松就给清理干净了。看到这神仙般的干活效率，围观的魔族平民全都在疯狂鼓掌欢呼，直呼前任魔王大人太强了。可还没等他喘口气，克雷多斯又在一旁扯着嗓子大喊，让他接着把整片农田给平整好。阿塔尼斯只能照做，魔力触手轰的一下砸向地面，唰的一下就把整片土地给翻得平平整整。看到这夸张的效率，连一旁的瑟茜都看愣了。紧接着克雷多斯又下达了播种的指令，有了阿塔尼斯这么个超级帮手，其他人干脆连活都不干了，直接围坐在田里打起了牌。到了晚上，克雷多斯又给他安排了新任务，让阿塔尼斯在明早之前把所有的肥料全给混合好。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肥料，阿塔尼斯突然反应了过来，等等，这情况好像有点不对劲啊，为什么所有的脏活累活全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干？听到他的质疑，阿修拉特立刻愤怒地大吼起来，直言之前有那么多魔族因为他而受伤，他怎么好意思让伤员来干活？阿塔尼斯有些委屈的想要辩解，可一旁的哈托克也跟着叹气摇头，指责他那些可怕的触手给无辜的大家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瑟茜更是指着他大声吐槽，直言他穿的这身衣服简直让人没眼看。阿塔尼斯被说得手忙脚乱，只能连声向大家道歉。巴哈尔也面无表情地盯着他，冷冷地丢下一句让他好好干，随后便跟着其他人一起转身离开了。看着
大家离去的背影。阿塔尼斯一个人站在月光下，委屈的直吸鼻子。就在这时，克雷多斯的系统突然弹出了提示，原来因为他之前硬扛下了阿塔尼斯的攻击，体力和魔力居然直接提升了40%，而且还获得了一个特殊奖励。原来克雷多斯激活了一个名叫全盘接收的新技能，只要把属性点全部加在体力上，这个技能就会自动触发。它的效果非常逆天，能够吸收所有来自外部的攻击，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魔力和体力。虽然这能大大降低战斗中的风险，但克雷多斯却在心里暗暗祈祷，希望自己永远都不要用到这个技能。画面一转，来到了帝国首都马尼卡，金奇背起行囊，准备独自远行。雷瓦杰见状，赶紧追了上来，不明白他为什么走得这么突然。戴尔听完十分不解，忍不住大声质问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大事，能让他连王国剑术大师的邀请都直接拒绝？黑暗中突然冒出一只巨大的魔眼，一开口就问金奇想不想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金奇戒备的反问对方到底是谁，没想到那只魔眼居然自称是掌管丰收的神灵。听到这个名字，金奇隐约觉得自己好像在哪听过，但他可没那么好骗，直接当面吐槽说这模样怎么看都更像是个恶魔。魔眼听完哈哈大笑，直言凡人根本不懂神的心态。随后他点破了金奇的心思，表示他们两个追求的其实是同一个目标。魔眼告诉金奇，只要去帮助魔王克雷多斯，就能实现大家想要的和平与丰收。只要继续留在克雷多斯身边，不仅能弄清克雷多斯的真面目，还能彻底找回自己真正的身份。魔眼给金奇指明了方向，让他前往魔族领地寻找答案。说完便化作一道紫色漩涡，凭空消失在黑暗中。看着魔眼消失的地方，金奇低头看了看手中的魔杖，他终于明白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既然所有的线索全都指向了魔王克雷多斯，那他就必须亲自去一趟了。画面一转，金奇背起行囊准备出发。雷瓦杰见状赶紧过来送行，纷纷向他表达感激之情，直言要是没有金奇的帮助，大家根本不可能得救。雷瓦杰依依不舍地叮嘱他，以后要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一定要随时写信联系大家。金奇微笑着向雷瓦杰告别，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注定要踏上前往魔族领地的旅程。画面一转，回到了魔王领地的农场。克雷多斯走到阿塔尼斯跟前，调侃他是不是刚拌完肥料在休息。闻到他身上那股刺鼻的味道，克雷多斯嫌弃的往后退了退，顺手解开了他的面具封印。接着克雷多斯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雏鸟粥，直言这是废弃之地的特色美食，让他干活累了赶紧趁热吃。看着眼前的食物，阿塔尼斯心里一阵感动，端起碗就大口大口的喝了起来。克雷多斯在一旁微笑着表示，今天辛苦了，要是明天继续努力干活，以后还有更多好吃的等着他。听到这话，阿塔尼斯开心的大声道谢，干劲一下子又拉满了。看着阿塔尼斯吃得这么开心，克雷多斯在心里暗自吐槽，这魔族未免也太好哄了吧。他刚准备转身离开，阿塔尼斯却突然在背后叫住了他，有些不好意思的问还有没有多余的雏鸟粥，因为他刚才光顾着吃，把重要的事情都给忘了。画面一转，克雷多斯来到了废弃之地的入口，也就是传说中的沉睡森林。在一间废弃的旧木屋前，他停下了脚步，推开门一看，里面居然躺着好几个虚弱的人类。还没等克雷多斯反应过来，地上那个红发男人突然睁开了眼睛，死死地盯着他。布隆达一睁眼，发现眼前站着的居然是恶魔，这让他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其实克雷多斯早就已经看出来了，地上躺着的这个男人在人类王国的地位绝对不低。克雷多斯脸上突然露出可怕的笑容，这笑容把布隆达吓得够呛，以为自己这回是彻底没命了。可谁能想到克雷多斯一开口，居然非常客气的自我介绍起来，还主动询问布隆达的名字，这态度直接把布隆达给整不会了。布隆达主动报上了名号，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问克雷多斯是不是要吃掉他们。听到这话，克雷多斯突然放声大笑，这笑声让在场的所有人心都悬到了嗓子眼。接着克雷多斯冷冷地表示，人肉又臭又难吃，他可一点兴趣都没有，除非对方有什么独家秘方。布隆达整个人都懵了，根本分不清这魔王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其实克雷多斯心里正得意呢，觉得自己这个地狱笑话讲得真不错，成功缓和了紧张的气氛。可当克雷多斯提出带他们回村子时，布隆达却彻底放弃了抵抗，直言大家已经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求克雷多斯给他们一个痛快。听完布隆达求死的话，克雷多斯再次大笑起来，直言杀了他们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见大家实在走不动路，克雷多斯只能叫来手下，还特别交代抬人的时候动作一定要轻。布隆达本以为这是要叫小弟来把他们当场分尸，可看到恶魔们真的小心翼翼抬着伤员，他整个人都看傻了。可即便这样，布隆达依然不敢放下戒备，认定这只是恶魔的缓兵之计，等到了村子里还是要把他们分着吃。就在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了一阵焦急的呼喊声。看到布隆达终于醒了，克雷多斯笑着打了个招呼，并带他去安顿住处。克雷多斯不仅给他们安排了帐篷，还特意把最大的那一顶留给了布隆达。接着克雷多斯神秘地提到，这里其实还住着另一个人类。听到这话，布隆达顿时警惕起来，认定那人肯定是被恶魔绑架来当奴隶的。他急忙跑去查看，心里发誓一定要把同胞救出去。可当他拉开帐篷，却发现一个老头正美滋滋地喝着热粥，整个人甚至还胖了一圈。布隆达顿时脑补出一出大戏，觉得恶魔们肯定是想把老头养肥了再吃，简直太残忍了。还没等他多想，老头一抬头看到克雷多斯，顿时激动地欢呼起来。安顿好两人后，克雷多斯笑着祝他们相处愉快，随后便转身离开了。
留下布隆达一个人站在原地，心里五味杂陈。走在路上，克雷多斯忍不住向阿塔尼斯炫耀起来，觉得自己刚才的表现简直完美，那些人类肯定已经被他的善良给打动了。阿塔尼斯有些无奈地附和着点头，甚至连系统都忍不住弹出来吐槽，说他对人类实在是太温柔了。可克雷多斯却在心里冷笑，觉得大家都太天真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善良不过是他用来生存的手段罢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那个宏伟的计划，那就是建立一个最强大的系统，让所有的恶魔都能吃饱穿暖。想到这，克雷多斯立刻召集大家，大声宣布要重新启动三姐妹种植法。在克雷多斯的规划下，农场的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有阿塔尼斯这个顶级战力在，干活效率直接拉满，一个人就能搞定翻地和除虫的所有体力活，再加上4天王各司其职，农场的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既然种田的事已经上了正轨，克雷多斯便准备去解决眼前最大的难题。画面一转，营地帐篷里，布隆达还在向老头确认恶魔们的企图，不敢相信恶魔居然真的没有伤害他。老头笑着摆了摆手，直言自己很理解其实大人的戒备，但他在这里不仅过得很好，每天还能按时按点吃饭休息，甚至比在外面过得还要安稳。说着说着，老头心里忍不住一阵愧疚，坦白自己以前并不是什么好人，当年因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甚至还干过不少抢夺他人财物的勾当。老头叹了口气，直言自己刚被带到这里时，也每天都想着要逃跑，可时间一长，他才发现这些恶魔和人类其实没什么两样。听到这番话，布隆达却在心里冷笑，认定老头已经被恶魔彻底洗脑了。看着窗外的月色，布隆达暗自盘算起来，如果大家一起逃跑，目标太大，肯定会被恶魔发现，他必须先一个人逃出去探路，然后再回来救大家。趁着夜深人静，布隆达拿起了桌上的佩剑，心里还嘲笑恶魔们防备太差，连武器都随便乱放。他悄悄溜出帐篷，一路上居然连个看守的卫兵都没遇到，这让他更加确信恶魔们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然而还没等他跑出多远，眼前突然出现的一幕却让他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居然长出了一大片玉米地，还没等他想明白怎么回事，旁边的草丛里突然传来了动静。布隆达暗骂一声，赶紧蹲下身子隐藏起来。借着月光，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女恶魔正在地里走动。布隆达死死握住手中的长剑，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耽误时间了，也绝对不能暴露行踪。既然这里只有这个恶魔，那就只能动手了。布隆达猛地站起身，挥舞着长剑，狠狠地朝那个毫无防备的背影砍了过去。剑刃还没落下，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暴喝，逼问是谁在那里。弗鲁特循声转头，顿时高兴地叫出声来，原来是将军阿修拉特赶到。阿修拉特快步上前，语气十分严厉，质问他大半夜为何不待在家里。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藏在暗处的布隆达赶忙收手，趴在草丛里连大气都不敢喘。面对阿修拉特的训斥，弗鲁特只能委屈地低下头，一时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委屈地解释自己只是担心地里的庄稼再次生病。阿修拉特语气极为严肃，直言这都是大人和魔王操心的事。趴在草丛里的布隆达越听越猛，凶残的恶魔居然在搞农业。他转念一想，这肯定是在为战争储备军粮。弗洛特低着头小声嘀咕，大家都在辛苦干活，自己光吃光玩，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听到这话，阿修拉特立刻大声训斥，直言魔王早就有命令，小孩的任务就是吃好玩好，只有好好吃饭，早点睡觉，长高长壮以后才能帮忙干活照顾新人。这一番老父亲式的唠叨，把躲在暗处的布隆达彻底整不会了。这说话语气简直和隔壁唠叨的大叔一模一样，耳边不由得想起了老人说过的话，这些恶魔其实和人类没什么两样。布隆达死死咬着牙，死活不愿相信眼前的一切，在他眼里，恶魔永远都是吃人的怪物。阿修拉特继续训斥着，提到福禄特产地时还伤了手，话还没说完就把弗洛特给说哭了。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叫住了阿修拉特。来人正是魔王克雷多斯，他一边走来一边调侃，直言堂堂魔族将军居然把可怜的小孩给惹哭了。躲在草丛里的布隆达顿时紧张起来，没想到连魔王都亲自过来了。克雷多斯走上前询问，大半夜的在这里干什么？阿修拉特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自己只是担心地里的玉米，所以过来看看。听到这个回答，克雷多斯突然面露凶相，大声吼着让他放轻松点，直言他最近根本没有好好休息。这凶狠的表情配上关心的台词，把躲在草丛里的布隆达彻底整懵了。这家伙怎么能用这么恐怖的脸说出这么温柔的话？哈托克解释说，自从大家开始种田，魔族才刚刚开始改变，他们不想再去侵略人类，更不想再自相残杀。听到这番话，布隆达整个人都傻了，这完全颠覆了他对魔族的认知。接着瑟茜也走了过来，直言大家都不想回到过去的日子，所以他也来地里帮忙。看着这群为了庄稼操碎心的恶魔，克雷多斯直接拿出魔王的威严，大声命令所有人立刻回去睡觉，明天一早还要继续播种和平。他扯着嗓子大喊，祝庄稼大丰收。大半夜的，这群恶魔居然在为收成欢呼，随后便纷纷散去，只剩下布隆达一个人呆呆地蹲在草丛里。刚才听到的这一切让他整个人都陷入了怀疑，这些恶魔长得确实凶恶，可刚才那番对话里哪有一丁点邪恶的意思？布隆达不禁回想起自己当士兵时的那些经历，那时候他
他见过无数达官贵人，一个个长得慈眉善目，看起来无比高尚。可实际上呢，那些人类贵族暗地里干尽了剥削和虐待的丑事。相比之下，眼前这群看起来恐怖的恶魔，反倒比那些高高在上的贵族更懂什么叫活生生的人。布隆达站在玉米地里，开始怀疑自己以前的认知。如果这些恶魔真的渴望和平呢？这让他想起了出发前人类国王对布隆达下达的命令，派他们来恶魔领地址是为了打探虚实，只要罚现有价值的东西，人类就会立刻发动侵略，强行夺走。想到这里，布隆达做出了决定，他转身回到了营地帐篷，士兵们早就等得焦急，低声呼唤着队长。布隆达走近去询问大家是否都到齐了，士兵低声汇报，外面根本没有恶魔看守。男人提议趁机偷袭魔王，却被布隆达一口否决。他要求大家在商好前老实待着。可画面一转，克雷多斯却得意地宣布任务完成。原来刚才在玉米地里的一切，全都是魔族们联手演的一场大戏，目的就是为了彻底瓦解人类的防备。虽然阿修拉特觉得尴尬无比，但效果显然非常成功。最搞笑的是，巴哈尔说他脑子不好使，连台词都记不住。刚才在玉米地里全是自由发挥。克雷多斯赶紧安慰巴哈尔，说他其实一点都不笨。可哈托克却忍不住抱怨起来，觉得魔王让他们这群将军去唱种田歌，简直是太离谱了。看出大家心里都有怨气，克雷多斯神秘一笑，说自己早就准备好了奖励，随即让泽菲罗斯把东西发下去。大家本以为是什么宝贝，结果拿到手一看，居然是幼稚的小红花贴纸。虽然之前靠着肥料让土豆大丰收，但这些作物根本没有种子，如果想继续种植，就必须再去人类领地弄新种子。可去人类世界偷种子实在太难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克雷多斯却微微一笑，直言必须把那个皇家骑士拉拢过来。可谁能想到，此时的门外，阿塔尼斯正悄悄站在门缝边，将他们的计划听得一清二楚。清晨的阳光洒在营地上，布隆达缓缓走出帐篷。昨晚听到的惊人秘密，让他对恶魔的看法产生了动摇。他决定亲自去农田看看，用自己的眼睛确认真相。此时，恶魔们已经在辛勤劳作，旁边却突然传来一阵咀嚼声。布隆达转头看去，发现竟是传说中的女巫阿塔尼斯。传闻中，她曾用可怕的尖叫，凭一己之力消灭了整个人类军队，绝对是个残暴至极的恶魔。还没等布隆达仔细观察，魔王克雷多斯就走了过来。阿塔尼斯突然叫住克雷多斯，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商量。看着他吞吞吐吐的样子，克雷多斯有些摸不着头脑，催促他有话直说。结果阿塔尼斯憋了半天，居然委屈巴巴地质问魔王，为什么自己没有得到奖励贴纸。这一问直接把克雷多斯和布隆达都整不会了。克雷多斯一脸无语的反问，他到底干了什么能拿贴纸？阿塔尼斯理直气壮地数起功劳，说自己每天都在拌肥料和耕地，甚至连零食都少吃了。克雷多斯却无情地戳穿他，直言这些都是大家的分内事，而且他之前犯的错太多，已经被扣了100万分了。气得阿塔尼斯直骂他是恶魔。克雷多斯却开始讲起大道理，直言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么残酷。看着阿塔尼斯失落的样子，布隆达整个人都傻了，他怎么也想不通，传说中凶残的女巫居然会被几张贴纸折磨成这样。为了能拿到贴纸，阿塔尼斯甚至低声下气地去求地邦，想要个脚印印章，结果却把地邦吓得当场飞走。这下阿塔尼斯更郁闷了，魂不守舍地往回走，结果一不小心又撞倒了旁边干活的弗洛特，这下可捅了马蜂窝。阿修拉特立刻冲过来护住孩子，指着阿塔尼斯的鼻子破口大骂，直言他就是个欺负小孩的暴君。阿塔尼斯越解释越乱，反而被扣上了故意伤人的帽子。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哈托克又冷着脸走了过来，质问他是不是活干完了在这偷懒。阿塔尼斯只能唯唯诺诺地低头认错，结果这一转身直接撞上了在旁边的巴哈尔。看着阿塔尼斯在地上手忙脚乱地跑，巴哈尔有些纳闷，明明飞起来更快，他为什么要用跑的？旁边的恶魔干部们也是一脸嫌弃，直言他就是太懒了。看着阿塔尼斯飞走的背影，躲在草丛里的布隆达开始怀疑人生，这传说中实力强悍的女巫怎么看起来这么不靠谱？夜幕降临，阿塔尼斯独自坐在山崖上抹眼泪，他心里后悔的不行，要是早知道这里的庄稼能长得这么好，自己当初就不该大吵大闹。可他怎么也想不通，这片荒凉的土地怎么可能长出植物？就在这时，阿塔尼斯突然想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克雷多斯那个家伙到底是怎么懂得这么多种植知识的？要知道自己以前尝试过无数次，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阿塔尼斯突然想起了一段往事，当年有个恶魔男孩手里拿着他做的工具，兴冲冲地跑来说要去帮忙种田。看着孩子认真模样，阿塔尼斯当时还笑着答应要和他一起努力。阿塔尼斯整个人都愣住了，难道现在的魔王克雷多斯就是当年那个跟在自己屁股后面的小男孩，那个曾经连工具都拿不稳的孩子，如今居然真的建起了这么大一片农场？还没等他从震惊中缓过神来，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克雷多斯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看着坐在山崖边抹眼泪的阿塔斯，毫不留情地开启了毒蛇模式，直言他现在看起来真是要多狼狈有多狼狈。被戳中痛处的阿塔斯顿时有些慌了，自暴自弃地嘟囔着，说自己反正就是个满身扣分的麻烦精，不仅是个暴君，还是个干活偷懒的吊车尾。看着他这副委屈巴巴的模样，克雷多斯也是一阵无语，觉得这些恶魔平时看着凶狠，其实内心脆弱的像纸糊的一样。克雷多斯突然话锋一转，说阿塔尼斯其实做过一件大事，足以抵消他所有的扣分，这让阿塔尼斯有些不敢相信，急忙追问到底是什么事。克雷多斯解释道，
当年阿塔尼斯为了种田尝试了各种方法，还在领地里留下了很多农具。多亏了这些工具，大家在最困难的时候才不至于用双手去开荒。克雷多斯看着远处的农田，坦言这片绿洲能有今天，全是因为阿塔尼斯当年的坚持。听到这番话，阿塔尼斯整个人都愣住了，眼泪止不住的在眼眶里打转。看着他感动的样子，克雷多斯笑着宣布要直接免除他1000001分的扣分。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阿塔尼斯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就在这时，地邦突然飞了过来，落在了克雷多斯的肩膀上。克雷多斯摸了摸小家伙，笑着让他给阿塔尼斯也做一张专属的奖励贴纸。为了能拿到奖励，阿塔尼斯赶紧比了个心，试图讨好。可地邦根本不吃这一套，一脸嫌弃的叹了口气。不过嫌弃归嫌弃，小家伙还是啪的一下把盖好章的贴纸贴在了他脑门上。看着这没代表荣誉的贴纸，阿塔尼斯顿时乐坏了。他站在山崖上得意的大笑起来，直呼自己才是最强的恶魔。看着他这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克雷多斯也是一阵无语。可谁能想到阿塔尼斯兴奋过头，直接从山崖上一跃而下。还没等克雷多斯反应过来，他就整个人扑了上去，死死抱住了克雷多斯。这突如其来的熊抱直接把克雷多斯给整不会了。他结结巴巴地问：“一个小贴纸，至于让你这么高兴吗？”阿塔尼斯没有回答，只是紧紧抱住他，感慨当年的小恶魔真的长大了。他靠在克雷多斯的肩头，轻声向他道谢，谢谢他证明了自己当年的坚持没有错。恶魔真的可以通过种田来换取和平。而这一幕全被躲在暗处的布隆达看在眼里。看着眼前温情的一幕，布隆达在心里做出了决定。他确信这些恶魔的内心是纯洁的，但这种纯洁就像一张白纸，既能变成极致的善，也能变成极致的恶。既然如此，布隆达决定留下来，用自己的力量去引导他们走向真正的正轨。阳光洒在漫山遍野的农田上，这片曾经荒凉的土地，如今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看着眼前这片金黄的庄稼，巴哈尔整个人都看呆了。恶魔们更是兴奋的不行，抱着巨大的南瓜和玉米大喊大叫，直言这些粮食足够吃上好几年。就在大家沉浸在喜悦中时，克雷多斯突然站了出来，一脸严肃地下达了收割命令。这命令一出，恶魔们瞬间进入战斗状态，拿着镰刀就冲进了农田。那架势不像是收割，倒像是在战场上拼命。看着这群干劲十足的部下，克雷多斯却陷入了沉思。田里干活的恶魔还被蒙在鼓里，兴奋地跑来向哈托克报喜，以为大家终于迎来了大丰收，结果却被哈托克冷冷地泼了盆冷水，直言真正的大丰收还差得远呢。画面一转，克雷多斯独自走进了红色的池水里。其实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那些看似饱满的玉米和南瓜，里面其实全都没有种子。也就是说，在魔王城这片土地上，根本无法实现可持续的耕作。为了解决种子的难题，克雷多斯盯上了眼前的沼泽地，打算把这里改造成水稻田。可这片沼泽里全是剧毒，根本没办法直接种植。想要彻底清除毒素并完成改造，唯一的办法就是和人类合作。就在他盘算着计划时，系统面板突然弹了出来，提醒他说话的语气越来越像个恶魔，别忘了自己原本是个普通人类。看着眼前的提示，克雷多斯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最近确实太入戏了，居然真把自己当成了魔王。不过他很快就释怀了，管他以前是谁呢？既然坐在这个位置上，那他就要当一个合格的魔王，哪怕不择手段，也一定要让大家吃饱饭。大伙收汁，这玉米烤得滋滋冒油。阿修拉特兴奋地大喊大叫，拿着烤好的玉米就朝人类冲了过去。这架势可把旁边的人类吓得够呛。虽然知道阿修拉特只是想分享美食，但面对这凶神恶煞的恶魔，人类一时间还是有点适应不过来。另一边，泽菲罗斯看着没动筷子的克雷多斯，关切地问他怎么不吃。克雷多斯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自己早就吃过了。听到这话，泽菲罗斯没再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退到了一边。而克雷多斯则显得有些心事重重。就在这时，系统面板突然亮了起来，上面显示的数值似乎正在发生奇妙的变化。谁能想到，随着大家伙吃饱喝足，克雷多斯的生命值开始疯狂飙升。看着克雷多斯一个人在发呆，阿塔尼斯主动找上了泽菲罗斯，想打听一下魔王情况。在他心里，现在也就克雷多斯对他最好了。可泽菲罗斯根本不接这茬，反而一脸冷酷地催起进度，问他第7区的收割任务完成了没有。这公事公办的态度，直接把阿塔尼斯整无语了。为了能继续搭话，阿塔尼斯只能用魔法把南瓜全收了，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交差，非要泽菲罗斯回答他刚才的问题。大家都在外面欢聚，克雷多斯却一个人躲在屋里，抱着头满脑子都在犯愁，这改造计划到底能不能成？他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就在他抓狂的时候，房门突然被猛地撞开，泽菲罗斯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说农田那边出大问题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克雷多斯吓了一大跳，他不敢有丝毫耽搁，跟着泽菲罗斯一路狂奔。可当他终于赶到了地方，往农田里这一看，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愣在了原地。只见农田里，大家用绿油油的庄稼拼出了几个大字：谢谢你带领我们。大家伙都围在田边，齐声向克雷多斯道谢，感谢他让所有人都能吃饱肚子。看着这一幕，克雷多斯感动得直吸鼻子，但他还是嘴硬的揉了揉眼睛，抱怨这里灰尘太大，还吐槽大家是在浪费劳动力。泽菲罗斯在一旁赶紧道歉，坦言自己要是不撒谎，克雷多斯根本不会出来。泽菲罗斯接着解释，这其实都是阿塔斯的主意。原来阿塔尼斯早就看穿了克雷多斯，知道强迫他休息根本没用，必须得帮他找回动力。
而想要帮他重新振作起来，其实很简单，只要大家一句真诚的感谢就足够了。听完泽菲罗斯的话，克雷多斯想起了阿坦斯，看着大家辛勤开垦出来的农田，他心里有了决定。克雷多斯走到高处，大声向所有的恶魔宣布，以后每年的今天，大家都要一起庆祝丰收。在这一天，所有人都可以尽情的吃喝玩乐，而这个节日就命名为感恩节。听到这个消息，底下的恶魔们顿时欢呼起来，整个营地都沸腾了。泽菲罗斯也兴奋地凑过来问，明年是不是还能继续过节？克雷多斯笑着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不过庆祝归庆祝，正事可不能耽误。克雷多斯收起笑容，宣布了下一个重大决定：从明天开始，他们将直接前往人类王国，去和人类建立外交关系。魔王竟然要和人类建交！泽菲罗斯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都傻了。克雷多斯笑着调侃他，是不是又觉得本王疯了？泽菲罗斯赶紧连连摇头，表示自己绝对不敢这么想。不过他也承认，想要拿到稳定的农作物种子，这确实是唯一的办法。但军师哈托克却一脸担忧，提醒克雷多斯，人类和恶魔可是世仇，这合作恐怕没那么容易。克雷多斯却不以为然，在绝对的利益面前，没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转头看向旁边的阿修拉特，问他上一次袭击人类是什么时候。阿修拉特愣了半天，只能老老实实的回答，自己这辈子连人类的面都没见过。克雷多斯又转头看向瑟茜，瑟茜尴尬的大声抱怨，自己以前也从来没杀过人类。接着他又看向哈托克，哈托克还想用军师的身份掩饰，却被克雷多斯直接戳穿，只能承认自己也没动过手。旁边的巴哈尔也凑热闹大喊，自己同样没杀过人，还扯什么杀戮会带来业障，气得克雷多斯吐槽他是不是高僧转世。看着这群得力干将，克雷多斯忍不住扶额吐槽，平时一个个装的凶神恶煞，结果连一个人类都没袭击过。不过这也说明建交计划完全行得通，但人类对恶魔的偏见根深蒂固，只要一见面肯定会直接动手。就在克雷多斯犯难的时候，房门突然被推开，布隆达大步走了进来，他主动站了出来，表示愿意陪同克雷多斯去见国王。他打算告诉国王，如今的恶魔只想要和平，甚至愿意共享这片土地的资源，以此来避免流血冲突。听到这个提议，克雷多斯简直求之不得。不过他也有顾虑，毕竟人类对恶魔的敌意太深，一见面恐怕就会直接动手。为了安全起见，克雷多斯想了个主意，打算假装他们是人类被放逐者的后代，已经提前和恶魔达成了合作。可这个计划有个致命漏洞，那就是大家的恶魔长相实在太扎眼，人类根本不可能相信。看着垂头丧气的部下们，克雷多斯突然有了主意，他大喊着变身时间到了，直接掏出一盘奇怪的蓝色小虫子。克雷多斯开始分配任务，让哈托克留下来看家，巴哈尔、瑟茜和阿修拉特跟着出发。一听要出远门，瑟茜和阿修拉特100个不愿意。可克雷多斯根本不给他们拒绝的机会，直接把蓝色小虫子强行塞进他们嘴里，伴随着一阵白烟，瑟茜直接变成了一只蓝色的羊驼，而阿修拉特则变成了一只大嘴鹈鹕。轮到巴哈尔吃下虫子，这家伙居然变成了一个红发人类帅哥。接着克雷多斯自己也吃下虫子，顺利变回了人类的模样。他兴奋地宣布外交使团正式出发。就在这时，角落里突然传来一个弱弱的声音，原来是阿塔尼斯，他也想跟着大家一起去。克雷多斯被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一直躲在暗处吭声。阿塔尼斯委屈的解释，因为每次大家看到他，总会在背后说他的坏话。果不其然，旁边刚变身的几个人立刻又露出了嫌弃的表情。看着委屈巴巴的阿塔尼斯，克雷多斯有些无奈，问他为什么非要去人类的领地。阿塔尼斯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出了实话，原来他以前曾参与过入侵人类的行动，所以这次去他是想亲口向人类道歉。听到这个理由，克雷多斯答应了他的请求，把变身药水递了过去，顺便还吐槽让他赶紧从角落里出来。阿塔尼斯解下面罩，接过了药水。克雷多斯在一旁暗自期待，听说这药水能反映出内心的真实自我，不知道阿塔尼斯会变成什么样。阿塔尼斯嫌弃的把药水吞了下去，伴随着一阵白烟，变身正式开始。谁能想到他居然变成了一只戴着面罩的小猫咪？克雷多斯在一旁直犯嘀咕，这内心世界到底是有多复杂？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阿塔尼斯背后突然展开一对大翅膀，直接扑腾着飞了起来。这下可把克雷多斯乐坏了，他原本还在发愁怎么越过边境要塞，这下有了空中坐骑，所有难题都迎刃而解。克雷多斯兴奋地宣布，外交使团正式向人类首都出发。坐在阿塔尼斯的背上，克雷多斯忍不住一顿猛夸，直言有他加入，真是太幸运了。听到夸奖的阿塔尼斯有些得意，忍不住软萌的喵了一声，这一声猫叫直接把底下的同伴们给整无语了，大家纷纷吐槽他装嫩，搞得阿塔尼斯委屈的不行。不过玩笑归玩笑，正事还是得办。布隆达交代等到了首都，让大家先在城外等候，由他先去面见国王。克雷多斯也点头表示同意。克雷多斯在心里盘算着，先用变身的同伴吸引国王的注意，再献上巨大的农作物，最后直接提出合作交易。就在他们飞越山脉的时候，天空中划过一道巨大的白线，这动静可不小，直接引起了路人的注意。金奇背着大包小包，疑惑的抬头看了一眼，不过他也没多想，转过头继续赶路。看着远处的城堡，他知道自己也快到目的地了。夜幕降临，阿塔尼斯载着大家终于抵达了人类王国的首都。布隆达安顿好同伴，让他们在城外扎营等候，自己则独自一人朝着城堡的方向走去。看着远处的城堡，阿塔尼斯心里有些打鼓，这计划真的能成吗？
克雷多斯叹了口气，直言大家已经没有退路了，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这位国王，真的像游戏里设定的一样，渴望和平。与此同时，布隆达已经大步走进了皇宫，向国王汇报了魔界使团的消息。看着地上那巨大无比的南瓜和玉米，国王也有些吃惊，开口询问那个送礼的人是不是就在外面。布隆达恭敬地行了个礼，表示对方不仅送来了粮食，还带了许多从没见过的稀有野兽。听完布隆达的汇报，国王沉默了片刻，终于做出了决定，他要亲自出城去见见这位魔王。夜幕降临，城堡里的气氛异常紧张。骑士心中不解，低声询问国王为何要接见被放逐者的后代。国王缓缓转过身来，冷漠地解释道：“收回被遗弃的土地本就是国王的职责。”骑士依然面露担忧，担心直接答应平民的请求会显得有些过于草率。国王却发出一声冷笑，他可从没打算答应这群蝼蚁。此时守卫急忙前来汇报，目标人物已经到达。国王挥手示意将他们带去接待室。沉重的大门缓缓开启，克雷多斯带着伪装后的同伴，面无表情地步入城堡。刚踏入城堡大院，克雷多斯就被广场上的雕像吸引。这尊雕像越看越眼熟，正是游戏开局时在遗弃之地看到的那尊碎石像。他心中升起一丝疑惑，原本立在城堡的雕像为何会破碎并丢弃在荒野？难道是人类为了警告异族，故意将其运送过去的吗？还没等他理清思绪，广场上的雕像突然剧烈震动，伴随着细微的碎裂声，石像内部传出低沉的嘶吼。他声称闻到了恶魔的气味，这尊古老的石像竟然复活了，正在疯狂搜寻恶魔的踪迹。国王没有任何废话，直接质问巨型粮食的来源。克雷多斯随即带领同伴行礼，自称是被放逐之村的代表。国王眼中闪过一丝怀疑，追问在恶魔肆虐的土地上，他们是如何安全耕作的。克雷多斯平静地回答，虽然荒地贫瘠，但确实培育出了巨型作物。克雷多斯解释自己能与恶魔沟通，并声称恶魔并不喜好冲突。说话间，他暗中施法，准备用监视魔法试探国王。然而他刚刚抬起头，身旁的守卫便厉声怒喝，斥责他竟敢直视国王的圣言。克雷多斯反应极快，立刻低头装出惶恐的模样，连声道歉，请求宽恕。虽然表面上卑躬屈膝，但克雷多斯的嘴角却微微上扬，因为他的魔法已经成功锁定目标。大殿的地板光亮如镜，克雷多斯即便低着头，也能看清国王脸上的细微表情。他默默加快了施法速度，是要看穿这个老狐狸的底牌。克雷多斯一边在心中盘算，一边恭敬地抛出筹码，只要国王应允双方通商，他愿将巨型蔬菜作为贡品奉上。国王面无表情，冷冷质问是否只有这点要求。克雷多斯表面上唯唯诺诺，内心却在催促魔法生效。他深知眼前的国王绝非善类，为了抛出更大的诱饵，克雷多斯主动提起魔界的话题，暗示合作不仅能开垦荒地，还能让国王获得魔界的利益。他知道普通蔬菜无法打动对方，必须直击国王的贪婪痛点。就在此时，系统提示音响起，监视魔法终于成功激活。然而反馈回来的数据却让克雷多斯瞬间心头一震，这位国王的心跳竟然异常剧烈。系统警报声突然在脑海炸响，国王已认定他是恶魔化身。系统甚至检测到恶意企图，国王准备拿克雷多斯祭旗作为远征魔界的第一步。表面上国王依旧不动声色，虚伪的安排他们去客房休息。可系统的致命警告已经传来，3小时后，帝国剑术大师将率领数百精兵对他们展开围剿。克雷多斯强压下心头的震惊，礼貌道谢后带队离开。凭他们目前的强悍战力，正面硬刚也绝不会输，但只要在这里动了手，人类与魔族的全面战争将无可避免，届时惊奇也必然会被卷入战火。克雷多斯想起惊奇关于和平的嘱托，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决定，主动送上门是否有些过于自负。此时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明确告知他即便不来，人类帝国也迟早会发动侵略，能与国王直接对峙反而是千载难逢的破局良机。克雷多斯心中一阵无语，对方明明已经动了杀心，这算哪门子好机会？系统却冷冰冰的回应，真正的领袖善于将危机化为转机，而他必须守护好身后的家人。为了守护同伴与家人，无论付出何等代价，他都必须赢下这场博弈。前行的队伍中，克雷多斯突然驻足不前，他缓缓转过身来，向骑士提出单独面见国王。骑士顿时愣在原地。克雷多斯主动抛出诱饵，声称不携带任何武器与坐骑。既然你们正密谋除掉我们，留下我一个人，岂不是最好的动手时机？这番话让骑士哑口无言，只能硬着头皮前去通报。远处的阿塔尼斯默默注视，完全猜不透克雷多斯的意图。没过多久，骑士便带着克雷多斯独自一人重返空旷的大殿，而巴哈尔等同伴则被留在了休息区静观其变。骑士向国王禀报，使者已独自在大殿外候旨。空旷的大殿内，国王居高临下地质问，问他折返究竟意欲何为。克雷多斯单膝跪地，坦言自己此前撒了谎。国王眉头紧锁，不明白这个平民在耍什么花招。克雷多斯缓缓站起身躯，直言自己根本不是什么流民。一旁的骑士勃然大怒，瞬间拔出佩剑，厉声呵斥。然而克雷多斯毫无惧色，当场自曝真实身份，他便是威震魔界的魔王克雷多斯。听到这个名号，国王的瞳孔骤然收缩，四周的精兵如潮水般涌上，无数锋利的兵刃瞬间将其包围。国王强压下内心的震惊，冷声命令他现出真身。伴随着滚滚白烟散去，克雷多斯终于展露出魔王的真容。随着魔王真身显现，恐怖的魔力波动瞬间席卷大殿。谁也未曾料到，这股魔压竟唤醒了城堡的守护者。矗立在城堡顶端的天使雕像，双眼
骤然爆发出刺眼的金色光芒，冰冷的石像之中传出充满无尽杀意的宣告。他已死死锁定克雷多斯的气，是要将这尊魔王彻底净化消灭。魔王真身刚一显现，赫克托爵士拔剑直接劈了过去。可谁能想到，克雷多斯不仅没有反击，反而顺势双膝跪倒在大殿上，这一下直接把赫克托给整懵了。看着跪在地上的魔王，国王冷冷低质问：“你是不是送上门来找死？”克雷多斯却平静地回答：“自己是为了活下去才来的。”紧接着，克雷多斯抛出疑问：“人类为什么非要对魔族赶尽杀绝？”听到这话，国王反问他是不是在装傻。国王冷哼一声，直言：“魔族自古就是人类宿敌，史册上记满了魔族祸害人类的罪行。今天魔王必须付出代价。”话音刚落，赫克托再次挥剑劈向魔王。可克雷多斯根本不打算还手，只是狼狈的翻滚躲避，最后重重趴在大殿地上。这副打不还手的样子，彻底激怒了赫克托。他高举大剑，准备痛下杀手。关键时刻，国王突然伸手制止了他。国王俯视着地上的魔王，问他到底想说什么。面对国王的质问，克雷多斯的姿态极其卑微。他坦言愿意代表魔族为先祖的罪行请求宽恕，只要能放过族人，自己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听到这番话，国王忍不住冷笑，质问他身为魔王，难道连尊严都不要了吗？克雷多斯的回答极其现实，尊严这东西根本填不饱肚子。其实克雷多斯心里很清楚，在过去的记载里，这位国王曾是贤明君主，只因贵族腐败暴虐，才让国家一步步走向衰败。当年暴君死后，迪奥国王登基立誓，要建立一个没有饥饿的王国。克雷多斯直言，正因为知晓国王的宏愿，自己今天才冒死来到这里。他们在荒地虽然种出了巨型蔬菜，但那里的土壤根本无法产生种子，魔族依旧面临绝境。听到这里，赫克托怒拔长剑，痛骂魔王少用鬼话玷污国王。国王却直接喝退赫克托，强调这是两位君王之间的对话，旁人不得插手。随后，国王俯视着克雷多斯，让他站起来说话。克雷多斯站起身来，国王走下台阶，径直来到他的面前。国王开门见山，问他冒死前来究竟图什么。克雷多斯毫不隐瞒，直言要与人类建立交情，换取拯救族人的粮食种子。出人意料的是，国王并未直接拒绝，反而坦言建交并非不可能。他能看出魔王的诚意。可随后，国王抛出致命疑问，问他是否明白自己为何想灭掉魔族。克雷多斯平静地回答：消灭魔族能迎来复仇、荣耀与土地。但他话锋一转，直言国王对这些虚名根本不屑一顾，真正的原因是国王害怕魔族日后卷土重来，让他的子民再次遭受苦难。听到这里，国王陷入了沉默。国王冷声发话，让克雷多斯做好准备，建交的条件绝不会轻松。一旁赫克托直接听傻了。克雷多斯心里十分清楚，最难的一步总算迈出去了，哪怕条件再过苛刻，只要能让族人活命，付这点代价完全值得。国王刚准备说明具体条件，意外却轰然降临，伴随着一声沉闷爆响，整座城堡大殿剧烈摇晃起来。赫克托瞬间挥剑指向魔王，质问这是不是他搞的阴谋。克雷多斯连忙辩解，表示自己对此毫无所知。就在这时，守卫慌慌张张冲进大殿，城堡里那尊神圣的天使雕像居然凭空活了过来，正气势汹汹踏步而来，伴随着一阵阵剧烈震响，巨大石像在城堡中强行横推进击。更恐怖的是，石像双眼冒着金光，口中发出低沉怒吼，叫嚣着要彻底铲除魔王。国王凝视着窗外，喃喃表示那个古老的传说是真的。克雷多斯忙问是什么传说。国王解释，当年祖先惧怕恶魔，向天祈求庇护，上界赐下封印高阶天使力量的雕像。克雷多斯瞬间恍然大悟，正是自己刚刚释放的魔王气息，彻底激活了这尊杀戮机器。巨大天使雕像头顶陡然亮起一道耀眼光环，一把散发金光的巨锤凭空凝聚在他手中。仔细看去，锤上竟还赫然印着天界标签，写着特大号行政大锤。大殿摇晃不止，国王叹气表示很遗憾，双方已不可能建交，魔王必须立刻离开。听到这话，克雷多斯心里别提有多憋屈，好不容易争取来的破局希望，竟被这突发意外彻底毁了。巨大的天使雕像在城堡里横冲直撞，这动静吓坏了阿塔尼斯，他很快反应过来，这尊雕像的目标是彻底消灭魔族。克雷多斯正带着人慌忙撤退，招呼大家赶紧往这边走。眼看情况紧急，阿塔尼斯背后唰的一下长出翅膀，直接飞向空中。谁能想到在空中躲避的长矛直接扎中了他的屁股，克雷多斯大惊失色，这一击直接打破了伪装，伴随着一阵烟雾，阿塔尼斯当场变回了原本的模样。他惨叫着从半空砸落，重重摔在大厅地面上，趴在地上直哼哼喊痛。克雷多斯连忙冲上前去，急切的让他赶快站起来，带大家一起飞离城堡。可阿塔尼斯却满脸委屈的嚷嚷，自己变身时受了伤，现在痛得厉害，根本飞不起来。这话一出，一旁的巴哈尔直接炸了，指着他破口大骂，直言他好歹也是前任魔王，这点小伤就滋滋哇哇的，自己天天挨雷劈都没这么娇气。阿塔尼斯委屈的直哭，根本没法动弹。就在这时，天空中传来震耳欲聋的怒吼，巨大的天使雕像高高举起巨锤，狠狠朝城堡砸了下去。伴随着一声巨响，城堡建筑被砸得粉碎，人类被吓得四处逃窜，连布隆达也看傻了眼。看着肆虐的庞然大物，克雷多斯怀疑雕像感应到恶魔才彻底暴走的。他很清楚，要是继续留在这里，整座城堡都会被砸成废墟。现在唯一的生路就是从空中飞走。面对这火烧眉毛的局势，阿塔尼斯只能咬着牙答应下来。而城堡深处，国王看着外面地动山摇，知道这下彻底麻烦了。
国王看着外面的动静，觉得这尊古老的雕像可能是出故障了。就在这时，旁边的赫克托爵士指着窗外大喊：“让国王快看！”只见月光下，阿塔尼斯正提着大布口袋拼命往外飞。赫克托以为雕像一定会追上去，可奇怪的是，那尊巨大的天使雕像根本没有动弹。躲在口袋里的克雷多斯急了，直接探出头冲着雕像大喊，试图把这个大家伙引过来。可不管他怎么挑衅，雕像就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这下连克雷多斯都懵了，不明白这雕像为什么不追他们。阿塔尼斯猜测，大概是因为这东西年代太久远，真的坏掉了。但实际上，古代人类创造这尊雕像时许下的神圣愿望，只是为了保护人类免受恶魔伤害。当年人类虔诚的祈祷，希望神明能降下使者，保护人类的安全，并驱逐世间所有的邪恶。可谁能想到，这尊雕像的逻辑却出了问题。在他的认知里，所有邪恶的东西全都被等同于恶魔。他环顾四周，发现这座城堡里全是邪恶、撒谎的士兵、偷东西的毛贼，还有中饱私囊的贪官，全都被他一一锁定。在他眼里，这个地方已经彻底没救了。雕像双眼爆发出耀眼的光芒，开始无差别的攻击城堡。伴随着一道道恐怖的金色光束，城堡一下子陷入了火海。看着身后毫无动静的雕像，克雷多斯有些纳闷，这大家伙怎么不追了？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局势已经彻底失控了。这次来王宫简直是个巨大的错误。看着下方的一片混乱，阿塔尼斯急得不行，直言魔族绝对不能像祖先那样再次伤害人类了。听到这话，克雷多斯反而冷静了下来。要是现在一走了之，这口黑锅最后还是得由魔族来背，到时候别说拿种子了，建交的事情更是想都别想。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那就只能放手一搏了。克雷多斯大笑起来，招呼身边的魔将们，准备直接杀回去，把那尊雕像砸个稀巴烂。话音刚落，阿塔尼斯在空中一个急转弯，朝着城堡的方向飞了回去。此时的城堡里，雕像正挥舞着巨锤，大肆破坏，眼看城堡就要被彻底毁掉。赫克托爵士拔出长剑，准备做最后的抵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阿塔尼斯已经飞到了半空中。他借助月光的掩护，释放出无数道红褐色的魔力缎带，铺天盖地的朝雕像缠绕过去。雕像一下子察觉到了背后的动静，立刻转过身来。还没等阿塔尼斯稳住身形，雕像的巨锤已经呼啸而至，直接将他狠狠地击飞出去。这一幕让城堡里的赫克托爵士整个人都看傻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些魔族明明可以直接逃走，为什么要帮人类挡下这一击？然而雕像根本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再次高高举起巨锤，朝着城堡废墟砸了下去。看着迎面落下的阴影，国王喃喃自语：难道这就是终结了吗？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巨锤重重地砸在地面上，激起漫天的碎石和尘土。可就在雕像准备收回巨锤时，他却突然停下了动作。在最关键的时刻，克雷多斯带着魔族众人及时赶到。克雷多斯扯着嗓子大喊，让骑士长立刻带国王撤离。骑士长虽然满脸惊愕，但此刻根本没有时间犹豫。国王看着挡在身前的恶魔，忍不住大声质问：你们明明可以逃走，为什么还要跑回来送死？克雷多斯摆出一副深沉的模样，声称自己虽是卑微的恶魔，但也懂得什么叫做正确的事。这句话瞬间让国王感动得一塌糊涂。可谁能想到，克雷多斯内心正在疯狂自恋，觉得自己这句台词简直帅爆了，不去读个文科真是屈才。还没等他得意完，头顶的雕像再次亮起金光，危机根本没有结束。眼看雕像即将发动攻击，克雷多斯急忙大喊让大家躲开。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雕像双眼射出耀眼金光，一记重击狠狠砸向地面，恐怖的冲击波瞬间扩散，直接把巴哈尔和瑟茜全部震飞。瑟茜倒在废墟之中，满脸担忧的大喊：主人，我们真的能赢吗？克雷多斯其实心里也没底，大喊着回应自己也不知道，现在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瑟茜听完直接无语，这简直就是去送死。看着眼前这个庞然大物，克雷多斯心里很清楚，光靠蛮力绝对无法战胜他。但他脑海中灵光一闪，在游戏设定里，这尊雕像最后可是被彻底摧毁的。既然在游戏里能被摧毁，就说明它绝对存在弱点。还没等克雷多斯多想，雕像巨大的脚掌已经铺天盖地踩来。克雷多斯急忙大喊：大家赶紧散开！伴随着一声巨响，地面被踩得粉碎，强烈的冲击波再次将众人震。克雷多斯在地上滑行了老远，才勉强稳住身形。他立刻大声下令，所有魔将集中火力攻击雕像脚踝。阿修拉特闻言信心大增，直呼魔王大人果然厉害，一眼就看穿了怪物的弱点。瑟茜也重新打起精神，招呼大家一起冲上去。魔将们立刻围攻上去，对着雕像的脚踝发起猛烈轰炸。阿修拉特发现这怪物的速度极快，大家根本来不及躲避。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雕像巨大的拳头已经狠狠砸。这一击威力极其恐怖，直接把巴哈尔等人全部震飞。克雷多斯在心里默默鼓劲，让魔将们再坚持一下，他需要大家帮他争取400秒，好让他仔细观察并找出雕像的弱点。可还没等时间走完，倒在废墟中的瑟茜就遭遇了危机，雕像巨大的盾牌朝他狠狠砸了下去。这下瑟茜根本避无可避，还好阿塔尼斯及时赶到救下了他。
色倩感动的眼泪直打转。阿塔尼斯轻声安慰他：“大家都是同伴，救你是理所当然的。”色倩一把抱住阿塔尼斯。阿塔尼斯虽然嘴上抱怨这样没法飞，但还是咬牙带着他冲上天空。可还没等两人喘口气，巨大的雕像再次发起了狂暴攻击。就在这危急关头，他强忍着身体的剧痛，再次展翅飞向了高空。地面的克雷多斯抬头看去，发现他竟然硬生生拔掉了身上的长枪。虽然看起来痛苦万分，但克雷多斯心里清楚，现在只有他能拖住这个庞然大物。于是他大喊着让他解除封印。随着封印彻底解除，他的魔力开始疯狂涌动，而对面的雕像也锁定了目标，双眼射出耀眼的光束，直奔他而来。面对这恐怖的攻击，他没有退缩，准备正面迎击。他直接使出了全力，释放出恐怖的魔力音波，与雕像射出的光束正面撞在一起。谁能想到，这音波竟然直接劈开了光束，狠狠地轰在了雕像身上，把这个庞然大物砸得连连后退。看到这一幕，地面的色倩兴奋的手舞足蹈，大喊着让他再来一次，彻底解决这个大家伙。可还没等大家高兴太久，空中的他却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刚才那一击消耗了太多魔力，他现在根本无法再次发动攻击。而对面的雕像可不会给他喘息机会，双眼再次凝聚起耀眼的光束，直接朝他轰了过去。这致命的一击根本无法躲避，他直接被恐怖的光束击中，整个人从半空中重重摔落下来。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雕像的第二波攻击已经接踵而至，巨大的光束在地面上轰然炸裂，把巴哈尔和色倩等人全部震飞。看着眼前这毁灭性的力量，阿修拉特彻底慌了。这雕像虽然体型巨大，行动迟缓，但他头顶光环的攻击速度实在太快，这到底该怎么打？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雕像头顶的光环再次飞了出来，准备给他们致命一击。眼看光环就要砸落，克雷多斯直接迎着危险冲了上去。他大喊着告诉大家，自己刚才通过观察发现了一个秘密。这尊巨大的雕像虽然强悍无比，看似找不到任何弱点，但他身上却有一个致命的漏洞，那就是他其实有一个紧急停止开关，只要能按下去就能彻底瘫痪这个庞然大物。克雷多斯大吼着冲向雕像的巨手，他根本没有退缩，瞬间祭出杀招天谴之极，无数血红色的荆棘破空而出，硬生生扎穿了雕像的巨手。剧烈的痛楚让雕像发出怒吼，攻势瞬间被打断。克雷多斯大喊让所有人掩护，他要直奔雕像头部按下开关。可还没等众人出手，雕像头顶的光环再次爆发出强光，眼看致命的光环就要砸落，阿塔尼斯在关键时刻出手，用黑色锁链死死缠住光环。他拼尽全力往后猛地一拽，硬生生将这件武器甩飞出去。没了光环的威胁，克雷多斯纵身一跃直奔要害。可这怪物的反应实在太快，一只遮天蔽日的巨手迎面拍来，瞬间将克雷多斯死死攥在手心。地面上的同伴忍不住惊呼出声，本以为克雷多斯这次必死无疑，可地面的同伴抬头一看，直接被眼前的画面惊呆了。他不仅没有被捏碎，反而顺着雕像的巨手滑了出来，连旁边的阿塔尼斯都看傻了眼。只见克雷多斯在雕像身上开始了一顿疯狂的贴身摩擦，动作行云流水，极其丝滑。巨大的雕像哪里受过这种委屈，气得破口大骂他是变态，疯狂怒吼让他赶紧滚下去。可克雷源根本不予理会，继续在他身上疯狂折腾。雕像的心态彻底崩溃了，眼看克雷多斯就要暴露身份，色倩急得大喊不妙。阿修拉特和巴哈尔立刻冲了上去，准备先把碍事的人解决掉。可还没等他们得手，雕像的重拳已经狠狠砸下，恐怖的冲击力差点将克雷多斯甩飞。阿修拉特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心里开始犯嘀咕，难道凭他们的实力真的拿不下怪物吗？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暴喝，让大家再次进攻。帝国剑术大师赫克托从天而降，为了给克雷多斯争取时间，赫克托和巴哈尔全员联手，爆发出最强的一击，硬生生把巨大的雕像打退了回去。克雷多斯终于松了一口气，计划的第一步已经成功。此时的克雷多斯已经顺利摸到了雕像的要害，只要启动那个紧急停止开关，这场恶战就能彻底画上句号。谁能想到克雷多斯口中所谓的机关，竟然是直接凑到雕像耳边，献上了一个真爱之吻。看到这极其离谱的一幕，地面的阿塔尼斯整个人都傻了，直呼这到底是在搞什么名堂。但神奇的是，这招讹新人的骚操作，居然真的把雕像给整瘫痪了。赫克托在下面兴奋的大喊：“这个大家伙要支撑不下了！”随着一声毁天灭地的巨响，庞大的雕像重重倒在废墟之中。随着雕像彻底倒下，他手中的巨锤化作光芒消散。克雷多斯站在废墟之上，兴奋地宣布了这场胜利。地面的赫克托和阿修拉特还在为真爱之吻的传说争论不休。赫克托一脸无奈地解释，因为这个传说实在太荒谬，自己之前根本没敢当真。克雷多斯从雕像上跳了下来，其实他心里很清楚，在游戏设定里，这尊雕像一旦失控就分不清敌友，所以人类才会设计紧急停止开关。看着眼前一片狼藉的战场，克雷多斯忍不住叹了口气，接下来的善后工作才是大麻烦。赫克托觉得不管怎么说，好歹是把大家伙给解决了，这依然算是一场胜利。结果旁边阿塔尼斯随口一问，我们真的彻底解决他了吗？克雷多斯一听顿时急了，大吼着让他别乱立旗帜。可话音刚落，地面突然剧烈震动起来，倒下的雕像竟然再次发出警报。更糟糕的是，雕像的核心开始疯狂闪烁，系统提示即将通过自爆消灭所有恶魔。看着即将爆炸的庞然大物，克雷多斯这下彻底傻眼了，这回是真的要完蛋了。
这尊原本只是石头的雕像，因为魔力复活并获得了天界力量，可现在这股力量彻底失控，核心警报声响个不停。瑟茜焦急地大喊：“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克雷多斯大声回应：“这还不明显吗？”听到这种警报声，接下来就是要自爆了。眼看雕像核心亮起刺眼强光，克雷多斯突然冲了上去，他大喊着让阿塔尼斯用衣服罩住发光的核心。阿塔尼斯急忙大喊阻止他，但克雷多斯根本不听，直言这是唯一的机会，他必须把一切赌在这一击上。其实，在不久前，克雷多斯为了测试新能力，特意找过阿塔尼斯，那是他阻止阿塔尼斯暴走后获得的一个特殊技能，只要把精力集中在耐力上，就能自动激活强力吸收，伴随着耀眼的蓝色光芒。克雷多斯迎着自爆强光冲了上去。这个新技能非常逆天，不仅能吸收外部攻击，还能顺便恢复魔力和耐力。为了测试这个技能的极限，克雷多斯直接把耐力拉满，成功激活了强力吸收。他转头挑衅阿塔尼斯，让他直接动手打自己。阿塔尼斯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只是轻轻碰了他一下。克雷多斯直接开启嘲讽，直言他要是没力气，今天就别想吃点心了。阿塔尼斯瞬间被激怒，使出全力一拳狠狠砸过去。这一拳威力极大，连他自己都有些后悔，担心下手太重把人打坏。结果克雷多斯毫发无损，反而露出一脸享受的表情，直呼这感觉比吃糖还过瘾。阿塔尼斯整个人都傻了，直呼这也太恶心了。可克雷多斯却彻底兴奋，大喊着让阿塔尼斯用力打他，最好能直接把他揍扁。阿塔尼斯吓得连连后退，直言他现在太不正常了。克雷多斯根本听不进去，大吼着让他继续动手。阿塔尼斯实在受不了这个变态，抬起脚就是一顿疯狂连环踢。结果克雷多斯不仅不疼，反而觉得像在吃草莓吐司，甚至还想要更多。他伸手死死抓住阿塔尼斯的脚，吓得阿塔尼斯使出全力，直接一脚把他踢飞到天上。这一幕让旁边抱着玉米的瑟茜和巴哈尔看得目瞪口呆。看着挂在半空中的克雷多斯，瑟茜忍不住吐槽：“这家伙到底有什么毛病？”巴哈尔在旁边看着，直言这在心理学上就叫受虐狂。不过克雷多斯也测试出了结果，这个技能确实能吸收大部分攻击，但是如果对手的攻击力超过了某个极限，那可就一点都不甜了。而这个承受的上限是跟魔王克雷多斯的实力挂钩的。既然找到了问题所在，克雷多斯立刻有了主意，他决定直接提升属性，把之前传的所有点数全部用掉。随着系统提示音疯狂响起，克雷多斯的各项属性开始暴涨，实力大增的他信心爆棚，直接迎着攻击冲了上去。结果帅不过3秒，他的血量瞬间见底，只剩下了可怜的127点，整个人直接被拍飞了出去。旁边的阿塔尼斯看得直摇头，忍不住骂他是个蠢货。眼看就要被彻底击溃，克雷多斯在关键时刻把所有能量都集中在耐力上，随着防御力瞬间拉满，他不仅硬生生扛下了致命一击，反而再次露出极其享受的表情。这下克雷多斯终于撑不住了，大喊着这味道一点都不甜。紧接着一道恐怖的毁灭光束正面狠狠轰了过来，巨大的冲击波瞬间扩散，连旁边的阿塔尼斯都被震退。看到这惊险的一幕，阿修拉特和巴哈尔急得大喊。就在这生死关头，克雷多斯彻底爆发，将所有力量汇聚成最强一击，伴随着震天动地的巨响，狂暴的能量直接贯穿雕像身体。庞大的雕像终于支撑不住，开始彻底分崩离析。看着眼前这惊人的一幕，阿塔尼斯整个人都愣在原地。随着雕像彻底倒下，克雷多斯也从空中坠落下来。瑟茜和阿塔尼斯急得大喊，赶紧用红色荆棘将他接住。众人立刻围了上去，可此时的克雷多斯已经彻底昏迷。阿塔尼斯看着周围的废墟，这才反应过来，刚才雕像的核心差点自爆。如果不是克雷多斯在关键时刻硬生生吸收了超过1半的爆炸威力，恐怕整座城市都保不住了。赫克托看着眼前的废墟，终于意识到是克雷多斯拯救了城市。他看着这群恶魔，心里充满了疑惑：明明雕像是被他们引来的，而且他们本可以直接逃走，为什么还要拼命保护这里？面对质问，阿塔尼斯解释道：“因为他们的魔王大人不想看到任何人受伤，哪怕最后受伤的只有魔王自己。”不知不觉中，已经是第5个夜晚了。克雷多斯依然躺在床上，完全没有要醒来的迹象。国王有些担忧地询问：“魔王大人，真的没事吗？”阿塔尼斯无奈地叹了口气，虽然他还有呼吸，但恶魔的恢复力极强，他现在好的实在太慢了。国王接着提到：“今天的伤亡报告已经出来了，虽然受伤的人很多，但好在没有出现死亡，这全靠大家拼命拦住天使雕像，城里的百姓才能安全撤离。”国王真诚地向恶魔们道谢，承认是人类的错才唤醒了雕像，甚至主动向他们低头道歉。国王叹了口气说道：“不管怎么说，你们救了我的子民是事实，我绝对不会以怨报德。”听到这番话，阿塔尼斯冷笑着反问：“你真的知道我是谁吗？”国王看着他回答：“我当然知道，你就是曾经让这个王国陷入无尽恐惧的赛人女巫阿塔尼。”阿塔尼斯大方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接着逼问国王：“如果他们救人并不是出于善意，难道就不怕被恶魔欺骗吗？”国王却摇了摇头，欺骗别人的人可不会说出这种话。就在这时，阿塔尼斯突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举动，他竟然直接在国王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一旁的瑟茜和巴哈尔都看傻了。阿塔尼斯低着头，无比愧疚地道歉，当年因为饥荒走投无路，才做出了入侵的愚蠢决定。他是真心为当年的侵略感到抱歉。面对阿塔尼斯真诚的忏悔，国王听完沉默了很久。接着他提到了自己侍奉的神秘教义里曾描绘过完美秩序的世界，在那里土地会变得无比丰饶，再也不会有人挨饿。
传说中只有10只圣人降临，才能带来这样的完美世界，但他不想再傻傻等下去了。国王看着恶魔们，表示自己愿意出手帮忙，让这片土地重新恢复生机。听到国王愿意帮忙，阿塔尼斯感激涕零，只要能实现这个愿望，一切付出就都值得了。张哲在虚空中缓缓醒来，眼前竟然出现了魔王克雷多斯。克雷多斯真诚地向他道谢，说自己把身体交给了张哲，而灵魂则在这片虚空中沉睡。张哲有些疑惑地追问：“既然你许了愿，那是不是你把我召唤到这个世界的？”克雷多斯却摇了摇头，自己根本没有跨越维度的力量。他当时只是许了个愿，也许是某个比神明更强大的存在听到了他的呼唤，才把张哲带了过来。张哲接着质问：“那你当初的愿望到底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了征服世界，然后把人类当成食物吗？”听到这话，克雷多斯痛苦地叹了口气，自己无数次梦到过同一个噩梦，在那个梦里，魔族因为饥荒彻底发疯，甚至开始残杀同类和家人。为了逃避这样悲惨的命运，他才不得不率领魔族向人类的领地发动了入侵。克雷多斯继续诉说着过去，他说自己当年入侵人类领地，结果却被古代圣骑士击败。作为一个魔王，他当时走投无路，只能在绝望中祈祷。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族人在这片被诅咒的土地上摆脱饥饿的折磨。他甚至在想，魔族到底能不能和这个世界的生命一起和平共处。为了活下去，他只能卑微的祈求救赎，结果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只能在虚空中沉睡。听完这些，张哲有些不解地看着他，觉得克雷多斯表现的实在太冷静了，毕竟身体都被别人给占了。你当初明明那么想活下去，可现在这样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克雷多斯却淡淡的回答，这根本不重要，因为通过张哲使用他的身体，克雷多斯当年的愿望其实已经在慢慢实现了。还没等张哲反应过来，虚空中突然爆发出一道强光，直接将他整个人笼罩。克雷多斯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说接下来的事情就只能全部拜托给张哲了。系统提示音突然响了起来，原来他刚才拼死挡下自爆，成功拯救了整座城市的人。等克雷多斯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不仅活了下来，系统还因为他的英勇表现，直接送上了一份大礼。他的魔力种子居然开始进化了。只见那颗种子落入水中，很快就破土而出，长成了嫩芽，不仅属性直接翻了2.4倍，甚至还能100%发挥出魔王原本的耐力。这要是换了别人，估计早就乐坏了。可克雷多斯却一脸嫌弃的大喊，自己根本不需要这玩意。系统在一旁都无语了，直呼送你福利，怎么还挑3减4的？克雷多斯忍不住吐槽，每次系统送外挂，后面肯定有更大的麻烦在等着他。他现在只想安安静静的种田，可系统却说这股力量就是种田的基础。这下克雷多斯彻底没脾气了。克雷多斯在意识深处质问系统，问他到底是不是神明，毕竟自己是因为前代魔王的愿望才被召唤到这里的。可系统却装傻充愣，说自己只是个没有感情的弹窗，气得克雷多斯直翻白眼。等他终于在现实中睁开眼，守在床边的阿塔尼斯直接激动地扑了上去，差点没把他刚接好的骨头给撞散架。看着围在床边的同伴们，克雷多斯有些感动地问，大家是不是一直在等他醒来？结果阿修拉特和瑟茜立刻开始嘴硬，说只是因为这屋子宽敞才待在这的，谁会去担心一个魔王啊？一旁的巴哈尔直接无情拆穿，说这帮人就是典型的傲娇。克雷多斯赶紧让他闭嘴，生怕这家伙越描越黑。与此同时，在人类帝国的王宫里，国王也收到了消息，得知魔王克雷多斯已经醒了过来。听到魔王昏睡了10天的消息，国王突然想起了一个古老的预言，传说在第10天将会有一位圣人降临并重塑秩序。国王越想越觉得不对劲，难道预言里说的那个圣人真的就是魔王克雷多斯吗？与此同时，在魔王城的领地里，哈托克正在处理日常事务，一个小恶魔却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说有个极其危险的人类正在靠近。哈托克听了根本没当回事，觉得一个普通人类有什么好怕的。可小恶魔却支支吾吾地解释，说这家伙看起来可不太对劲。顺着小恶魔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穿着粉白相间铠甲的男正大摇大摆地走在农田里，这人正是惊奇。看着惊奇这身奇葩的装扮，旁边的泽菲罗斯也无语了。哈托克更是气得当场咆哮，直呼这家伙根本就是个怪胎。危机彻底过去之后，整个城市开始了重建工作。国王主动找到了克雷多斯，提议为他们举办一场公开的表彰大会。克雷多斯听完却直接拒绝了，他觉得这并不是个好主意。他向国王解释说，人类不可能这么快接受恶魔，真相一旦公开，只会引起大家的恐慌和愤怒。国王有些想不通，难道要把这件大好事彻底隐瞒下去吗？克雷多斯叹了口气说，他们救人本来就不是为了名声，而且这世上能像国王这样真心接纳他们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听到克雷多斯这番夸奖，国王老脸一红，竟然有些不好意思了。克雷多斯心里暗自得意，这招拍马屁的功夫果然百试百灵。国王清了清嗓子说，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救命之恩不能不报，他作为一国之君，绝对不能坏了自己的原则，必须给恶魔们一些补偿。听到这话，克雷多斯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这下终于到了收割好处的时候了。他之前拼了命去打怪物，可不是为了当什么就是英雄，全是为了等这一天。不过表面上，克雷多斯还是装出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说既然陛下盛情难却，那他就不客气了。接着他直接狮子大开口，指明要王国的国宝卡米兰之剑，这一下直接把国王给整懵了。这把卡米兰之剑在游戏里可是个超级神装，不仅能在持续掉血的区域里自动回血，还能解除所有的异常状态。
最关键的是，如果能把这把剑和他的剑鞘凑齐，就能获得极其强大的解毒力量，甚至能彻底净化腐朽沼泽。克雷多斯早就知道剑在什么地方，所以他这次的目标其实是国王手里的剑鞘。国王有些为难地解释说，这把剑很久以前就被偷走了。克雷多斯却笑了笑说，自己当然知道，所以只要把剑鞘给他就行。听到这个要求，国王顿时犯了难，说祖先曾留下遗训，必须誓死保护好剑鞘。眼看对方要拒绝，克雷多斯立刻收起笑容，装出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开始自责说自己太贪心。这演技直接把国王给整不会了。国王一看克雷多斯这副委屈的样子，顿时慌了神，连忙摆手解释说自己不是那个意思。克雷多斯却继续装模作样的自责，说都怪自己这张愚蠢的嘴，不该提这种无理的要求。看着克雷多斯这么通情达理，国王一咬牙一跺脚，终于松了口，大喊着让克雷多斯一定要好好保管他。这一下，克雷多斯直接在心里乐开了花，这演技简直拉满。国王最终还是把剑鞘交了出来，克雷多斯如愿以偿的拿到了宝贝。有了这个剑鞘，净化腐朽沼泽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半。克雷多斯甚至已经开始幻想以后顿顿吃大米饭的美好生活了。既然拿到了想要的东西，克雷多斯也不打算多留，决定明天就启程回魔王城。而且这次回去，他们不仅带走了大批物资，国王还特意派了一支200人的工程队，跟着他们一起回去搞建设。听到要带200人的工程队回去，阿塔尼斯有些担心的指出，这么大动静肯定瞒不过人类，要是有人借机反对王国和魔族结盟，事情可就麻烦了。阿修拉特却觉得他太悲观了，说只要隐藏好恶魔的外表就行，没必要自己吓自己。这话一出，瑟茜立刻冲了过来，死死护在阿塔尼斯身前，大声指责阿修拉特不该这么刻薄。巴哈尔也站了出来，警告阿修拉特要对长辈放尊重点，刚才的话确实有些过分了。就连克雷多斯也跟着帮腔，说要是没有阿塔尼斯，大家根本活不到今天。阿塔尼斯看着克雷多斯，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巴哈尔拍了拍阿修拉特的肩膀，劝他别再纠结过去的恩怨，得学会接受现实。在大家的轮番教育下，阿修拉特也意识到自己态度不好，老老实实的低头认错。阿塔尼斯见状也有些不好意思，连忙摆手说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克雷多斯接着分析局势，说阿塔尼斯的担心确实有道理，消息一旦传出去，那些反对派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话还没说完，地面突然剧烈震动起来，这下所有人都变了脸色，难道是敌人找上门来了？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惊呼，说那个巨大的天使雕像居然又动了。克雷多斯这下彻底懵了，心想这玩意难道还有第2阶段？看着在城里肆虐的庞然大物，局势一下子变得无比危急。克雷多斯也顾不上多想，立刻召集身边的魔将们准备迎战，发誓这次一定要把这破石头彻底粉碎。阿修拉特、巴哈尔、瑟茜和阿塔尼斯也立刻进入了战斗状态。克雷多斯推开窗户，刚想对着外面放2句狠话，结果低头一看，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只见那尊巨大的雕像居然口吐人言，自我介绍说他叫洛奇。听到这个名字，克雷多斯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雕像代表天界为这次的混乱正式道歉。瑟茜听了很不爽，忍不住吐槽他道歉一点诚意都没有，脑子里是不是装的都是石头？这话说的让旁边的巴哈尔和阿坦斯尴尬的不行，毕竟人家本来就是石头做的。接着雕像表示天界为了弥补损失，决定给下界一些补偿，尤其是要感谢拯救了大家的魔王克雷多斯。而这个所谓的补偿，居然是让雕像洛奇自己从此成为克雷多斯的仆人。虽然他的核心已经坏了，实力大打折扣，但好歹也是个强力战力。交代完这些，天界就切断了和雕像的联系。看着眼前这一幕，国王的脸色变得更加复杂了，因为这下所有人都亲眼看到魔王成了拯救世界的英雄。虽然魔王拯救了大家，但城里的百姓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在他们眼里，神圣的天使雕像居然成了魔王的仆人，这简直就是恶魔入侵的征兆。一时间，恐慌在城里蔓延开来，百姓们开始四处逃窜。为了平息这场混乱，克雷多斯直接对雕像下达了命令，让他立刻去收拾自己留下的烂摊子。接到命令的雕像立刻开始清理废墟，干起活来。看着这尊庞然大物居然这么听话，原本逃跑的百姓们这下彻底看傻了。看着老老实实干活的雕像，城里的百姓终于反应了过来，大家开始小声议论：难道魔王真的不是坏人？那拯救了大家的英雄居然是恶魔？人群中，雷瓦杰看着这一幕，心里也彻底明白了。他回想起那天见到的刘米，终于确认了对方的真实身份。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盛大的送别仪式正式拉开帷幕。看着城里百姓热情的反应，克雷多斯反而觉得有些尴尬，小声嘀咕自己只是为了生存才出手。旁边的阿塔尼斯听了，忍不住开口质问他：难道真的只是为了生存吗？克雷多斯嘴硬的解释，说自己对人类可没什么忠诚，这全是为了在国王面前多捞点好处。结果却被阿塔尼斯一眼看穿，直接戳破他是在找借口。这下直接把克雷多斯给整无语了。就在这时，国王站在高台上大声宣布，王国将正式与魔族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会派遣工程队前往魔王领地，帮助他们一起重建家园。在漫天飞舞的彩带中，两族和平共处的新篇章就此拉开了序幕。看着城里百姓热情的欢呼，克雷多斯尴尬的不知所措。旁边的瑟茜赶紧小声提醒他，让他好歹给百姓们露个笑脸，毕竟大家现在都挺崇拜他的。阿塔尼斯也在一旁帮腔，说百姓们都是真心感激，而且只要他现在配合一下，说不定还能在国王那里
多捞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克雷多斯一听觉得有道理，决定勉为其难的笑一个。可谁能想到，他这一笑直接露出了恶魔本相，把原本还在欢呼的小孩一下子吓得嚎啕大哭起来。克雷多斯顿时急了，开始大声质问阿塔尼斯，觉得都是因为他的馊主意，才让魔族在人类面前丢了脸。瑟茜一看阿塔尼斯被欺负，立刻冲上前去和克雷多斯理论。巴哈尔也想跟着劝两句，结果却被克雷多斯无情吐槽，魔族内部顿时吵成了一团。就在这尴尬的时刻，人群中突然有人站了出来，原来是之前认识克雷多斯的贵族青年。他开始大声向百姓们解释，说魔王虽然长相可怕，但确实是拯救了大家的英雄。在他的带头高呼下，原本还在恐慌的百姓们也纷纷跟着一起欢呼起来。这下子尴尬的局面终于被彻底化解了。在百姓们热烈的欢呼声中，克雷多斯带着队伍出发了。因为得到了魔族的帮助，大家对恶魔的偏见也少了很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工程兵团长波克兰心里就100个不服气，觉得听从恶魔的命令简直是耻辱。日子一天天过去，重建队伍浩浩荡荡的向魔王领地进发，连那个巨大的天使雕像也跟着一起去当免费劳动力。路上，波克兰忍不住向布隆达打听，想知道魔王领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布隆达叹了口气说实话，那里的日子只能用凄惨来形容。魔族不仅衣服破烂，连水都喝不上，平时只能住在破烂的帐篷里，甚至连一顿像样的饭都吃不上。波克兰听完觉得他们就是一群野蛮人。就在这时，克雷多斯下令让队伍原地休息开饭。听到这个消息，波克兰脸上突然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原来在参军之前，波克兰其实是个特级厨师，他做出来的炖菜味道极好，得到了战友们的一致夸赞，这让他心里更加得意了。在波克兰眼里，烹饪可是文明的支柱。他转头看向正在啃土豆的巴哈尔，心里顿时有了个主意。他特意在炖菜里加了王国里最辣的顶级辣椒粉，觉得这种高级或只有文明人配享用。接着，波克兰端着汤走到巴哈尔面前，热情地邀请他尝尝人类的食。看着巴哈尔接过汤碗，波克兰在心里得意的冷笑，发誓要用这碗汤彻底征服这个野蛮人。结果巴哈尔刚喝了一口，整个人直接就崩了。看着被辣得满地找牙的巴哈尔，波克兰在一旁的意得不行，觉得这群野蛮人根本没吃过好东西。阿修拉特在旁边看不下去了，觉得巴哈尔实在是太丢人，一把夺过汤碗尝了一口，结果下一秒他也直接被辣得飞了出去。这下连瑟茜也坐不住了，过来教训他们吃东西没礼貌。结果他自己刚尝了一口，也跟着一起在地上打滚了。看着这群魔族被辣得东倒西歪，波克兰心里别提有多得意了。就在这时，阿塔尼斯走了过来，质问他是不是在故意找茬。波克兰却一脸无所谓的挑衅，说只是他们的食物太高级了。阿塔尼斯冷笑了一声，直接接过汤碗，说他实在是太小看恶魔了，本以为这个魔族女人能挺住，结果他刚喝了一口，也直接被辣得在地上直打滚。看着到了一地的魔族将领，波克兰在一旁得意的哈哈大笑，嘲讽他们只配吃那些垃圾食物。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克雷多斯突然沉着脸走了过来，说自己也想尝尝这碗汤的威力。波克兰端着滚烫的汤碗，阴阳怪气的拒绝了魔王，嘲讽这汤是给文明人准备的，恶魔根本就吃不惯。但他做梦也想不到，克雷多斯早已发动侦察技能，瞬间将他的底细看得精光。原来这家伙满肚子坏水，故意用特制辣汤刁难魔王，想让魔族在众人面前出丑。可惜他的小算盘早就彻底暴露了。波克兰表面上客客气气，主动把辣汤递了过去，挑衅魔王要是不怕就尝尝。可克雷多斯根本不是一般恶魔，他直接自报家门，说自己可是来自吃辣大国的人类。这番话瞬间把波克兰整懵了，眼看魔王要动真格，旁边被辣到的部下们急得大喊，拼命想要阻止他。但克雷多斯根本不听劝，端起大碗就开始疯狂猛灌。波克兰在一旁冷笑，觉得他纯粹是在找死。在众人紧张的注视下，克雷多斯端起大碗，一口气把辣汤喝得精光。这操作直接把波克兰看傻了。本以为魔王会被辣得满地找牙，可克雷多斯放下碗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嫌弃这汤味道太淡。波克兰整个人都懵了，这可是他特意加了双倍辣椒的特制辣汤。克雷多斯意犹未尽的咂吧嘴，觉得这辣度也就跟普通拉面差不多，根本就不过瘾。紧接着，他体内的吃辣之魂彻底觉醒，大吼着要吃更辣的东西，直接把目光投向了旁边正在煮汤的士兵。克雷多斯二话不说，直接抢过波克兰手里的调料瓶，把整瓶红色辣椒粉全倒进碗里。波克兰在一旁吓得大喊，警告说再倒下去会出人命的。可克雷多斯根本不听，端起大碗就咕噜咕噜灌了下去。喝完之后，克雷多斯咂吧嘴，觉得这汤还是缺了点灵魂。他转头向波克兰打听这辣椒的来头，波克兰解释说是特制辣酱，克雷多斯却一针见血地质问是不是把辣椒籽给去掉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克雷多斯直接气得当场暴走。克雷多斯一脸鄙视，嘲讽波克兰是个吃辣的弱鸡。波克兰虽然没听懂，但总觉得有被冒犯到。接着克雷多斯盯上了旁边的原料袋，直接抓起一个完整的墨西哥辣椒。波克兰在一旁急得大喊，拼命想要阻止他，可克雷多斯根本不听劝，直接把整颗生辣椒扔进嘴里嚼了起来。这操作把波克兰吓得大惊失色。没过多久，克雷多斯就被辣得满脸通红，但他却露出了无比满足的表情。这下波克兰是彻底看傻眼了，看着眼前生吞辣椒的克雷多斯，波克兰直接双膝跪地。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恶魔居然比人类还能吃辣。克雷多斯一边嚼着辣椒，一边慢悠悠地走了过来，直接质问波克兰：难道能吃辣
就代表更文明吗？这一下直接戳中了波克兰的心思。克雷多斯觉得这种逻辑简直荒谬，吃个生辣椒跟文明根本扯不上关系。接着克雷多斯指了指旁边的工程兵，说他们虽然不能吃辣，但工作能力却非常优秀，总不能因为吃不了辣就否定他们的努力。在克雷多斯看来，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表面，就像那个刚刚被辣到的魔族同伴，虽然看起来有些逞强，但他其实是个内心善良的强大战士。听到克雷多斯的夸奖，那个刚刚被辣到的阿塔尼斯心里顿时美滋滋的。接着克雷多斯又指向其他人，说瑟茜虽然看着像个病秧子，但动起手来比谁都快，而阿修拉特虽然长得像坨干牛粪，其实却非常招小孩子喜欢。这一番点评让旁边的巴哈尔听得心服口服，觉得魔王不仅实力强悍，而且看人极准。随后克雷多斯走到波克兰面前，说他虽然吃辣不行，但确实是王国最优秀的工程师，并诚恳地请求他接下来的协助。这番话直接把波克兰给说愣了，他呆呆地看着克雷多斯离开，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就在这时，布隆达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自己以前也同样仇视恶魔，但既然对方已经做出了改变，人类也应该放下过去的偏见，一起去创造新的未来。听完这番话，波克兰陷入了沉思。他不仅接受了任务，还提出要教魔族做出符合口味的饭菜。克雷多斯一听非常高兴，立刻挥手下令叫上所有人准备出发，正式踏上了回家的路。有了巨大天使雕像当免费劳动力，整支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前推进。经过几个星期的长途跋涉，大伙儿终于回到了魔王领地。可刚一到家，眼前的画面就把所有人给整不会了。只见惊奇一身粉红爱心打扮，手里拿着小铲子，居然正在地里风轻云淡的种菜。看到这反差极大的一幕，克雷多斯整个人都懵了，完全搞不懂这家伙到底在抽什么风。时间倒回到几个星期前，一个神秘人影突然从天而降，直接落在了魔王领地的农田。哈托克立刻带人拦住了他，厉声质问他到底是什么人。面对包围，惊奇语气冷淡，直言自己是专门来见克雷多斯的。哈托克虽然没察觉到杀气，但看着惊奇身上这套奇装异服，一时间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在这时，旁边的守卫却认出了他的身份。这看似搞笑的打扮背后隐藏着的，可是曾经一招秒杀第4星将的恐怖杀神。听到手下说对方一招就秒杀了星将，哈托克整个人都愣住了。面对警惕的魔族，惊奇主动开口解释，说当时是第4星将违抗魔王的命令，主动跑到人类领地袭击他，自己不过是正当防卫。话虽如此，哈托克心里还是直打鼓，毕竟这人的实力太恐怖，谁也说不准是敌是友。于是哈托克试探着问他，魔王现在不在家，他大老远跑来到底有什么目的？惊奇沉默了片刻，随后平静地回答，自己只是想找魔王问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就在哈托克一头雾水的时候，旁边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泽菲罗斯从田里走了出来，直接一口道破了惊奇的来历，说他其实是那个从远古时期就一直沉睡至今的圣骑士。泽菲罗斯继续解释说，惊奇就是那个在恶魔入侵时苏醒的无名战士，也是命中注定要毁灭恶魔的人。听到这里，哈托克整个人都傻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看起来有点滑稽的家伙，居然就是传说中被封印在封印之塔的远古圣骑士。按照时间推算，这家伙应该是在魔王宣布要开始务农的时候苏醒的。传说中他的来历完全是个谜，但却拥有能彻底毁灭恶魔的恐怖力量。当初因为结界限制，恶魔无法进入封印之塔，于是奥格米亚将军便带人守在塔外，结果却被对方以压倒性的力量直接秒杀。想到这可怕的后果，哈托克曾经特意警告过魔王，必须尽快找到并除掉这个圣骑士。可谁能想到，对方现在居然自己找上门来了。看着眼前的惊奇，哈托克心里直犯嘀咕，既然魔王说过互不侵犯，这家伙现在主动找上门来，到底是为了什么？面对泽菲罗斯的揭穿，惊奇有些意外，主动打听对方是怎么知道自己底细的。泽菲罗斯倒也坦诚，直言圣骑士的传说在魔族早就传开了，而且自己之前也通过魔法水晶亲眼见过他的战斗。惊奇追问对方还知道些什么，泽菲罗斯摇了摇头，表示自己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但他很清楚惊奇这次来并没有恶意，只要魔族不主动招惹人类，惊奇也绝对不会大开杀戒，因为这正是魔王克雷多斯曾经做出的承诺。听到魔王的名字，惊奇沉默了片刻，随后他表示自己愿意留在这里，一直等到魔王回来。见对方态度缓和，泽菲罗斯转过头准备征求哈托克的意见。面对泽菲罗斯的询问，哈托克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收起了魔力，同意让惊奇留下来。就在这时，刚跟着魔王回到领地的人类士兵们也注意到了这个不速之客，纷纷警惕地拔出了武器。惊奇倒是一点也不见外，主动走上前打招呼，说自己叫惊奇，希望能和大家和平相处。可他这身粉红色的装扮，配合上那股深不可测的气场，反而把人类士兵们吓得够呛，觉得这家伙看起来比恶魔还要恐怖。而惊奇看着这群人类，心里也泛起了嘀咕，不明白为什么魔王领地里会有这么多人类，而且看起来还不是俘虏。泽菲罗斯向惊奇解释说，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带回来的这群人是来帮忙务农的。惊奇一听，顿时来了兴趣，主动询问自己是不是也能帮忙。听到这个要求，周围的魔族平民顿时吓得够呛，私底下开始小声议论，毕竟在传说中，这家伙可是注定要毁灭魔族的远古圣骑士，现在居然要跟他们一起种地，谁心里能不犯嘀咕？看着周围那些对自己十分戒备的魔族，惊奇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在田里走着。但看着这
这些忙碌的魔族，他的思绪却一下子飘回了过去。每次看到恶魔，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以前的那些，那是一段绝对算不上美好的回忆。在惊奇的记忆里，恶魔是必须被消灭的怪物，不管是强壮的战士还是弱小的幼崽，只要是恶魔，就只有死路一条。可眼前的现实却和他的记忆完全不同。蒂邦正亲昵地趴在泽菲罗斯肩头，听到弗路特的呼唤，他便欢快地飞了过去，和孩子们在阳光下嬉戏打闹。看着这温馨的一幕，惊奇一时间有些失神。这和他以前经历过的战场简直是两个世界。他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曾经坚守的信念到底是不是对的。在惊奇的记忆里，魔族不过是用来刷经验的怪物，根本不值得同情。当时的他就像一个冷酷的收割机器，在魔界肆无忌惮的大开杀戒。惊奇甚至觉得这里的怪物又弱经验又多，想在离开前多杀一些。可如今看着眼前的和平景象，再回想起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惊奇整个人都愣住了。看着眼前天真无邪的魔族孩子，再想到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惊奇再也绷不住了。他无法面对曾经的自己，直接在孩子面前跪了下来，哭着向他道歉，承认自己以前真的错了。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旁边的弗洛特都给整懵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惊奇终于见到了魔王克雷多斯，他开门见山，直接质问自己的真实身份。克雷多斯神色尴尬，解释说手下应该已经传达过了，他就是那个从远古沉睡至今的英雄。但惊奇显然不满足于这种敷衍的回答，逼问还有没有别的线索。这下可把克雷多斯难住了，因为在游戏设定里，关于惊奇的背景确实只有这么多。面对惊奇那冰冷无情的注视，克雷多斯只觉得压力山大，生怕哪句话说错就会惹怒这个能随时覆灭魔族的恐怖存在。惊奇缓缓开口，说自己隐约记得前世的记忆，在无数次的轮回中，他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人生，那就是无情的屠杀恶魔。听到这话，克雷多斯瞬间紧张到了极点，但惊奇却接着说道，那根本就不是他的本意。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他就像个没有感情的杀戮机器，从不思考眼前的恶魔是谁，他们是否有家人，是否真的渴望战斗，他只是在机械地执行消灭恶魔的指令。惊奇死死盯着克雷多斯，大声质问他为什么要让自己背负如此残酷的杀戮命运。这突如其来的质问直接让克雷多斯彻底懵了。克雷多斯心里咯噔一下，难道这家伙已经察觉到了真相，知道自己其实是被操控的不过转念一想，惊奇应该不懂什么游戏概念，大概只是直觉上感到有人在命令他。要是让他知道自己就是那个罪魁祸首，这下可就彻底完蛋了。看着眼前痛苦挣扎的惊奇，克雷多斯决定不再隐瞒，主动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说自己其实叫张哲，为一个来自异世界的普通人。这突如其来的坦白让惊奇一时间有些措手不及，但克雷多斯心里很清楚，与其继续用谎言去圆谎，不如直接把真相说出来。毕竟惊奇也没有理由因为一句实话就直接动手。月光洒在寂静的夜空下，惊奇独自站在风中，脑子里全是刚才听到的那些，自己居然只是个被创造出来的游戏主角，那他经历的那些痛苦和杀戮，难道全都是虚无的吗？看着陷入自我怀疑的惊奇，克雷多斯也坐了下来，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去开导他。其实是不是虚构的角色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至少在这一刻，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意识，能够自由的思考和做出选择。所以不管以前是主角还是配角，现在的生活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克雷多斯主动表态，只要是自己能承担的责任，他绝对不会推脱。接着他问惊奇以后打算怎么生活。惊奇沉默了片刻，给出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回答，他想留下来帮忙种地。就在惊奇站在田里时，身后突然传来了声音，弗洛特跑了过来，身边还跟着阿修拉特和瑟茜。弗洛特一眼就认出了他，大喊着问他是不是不哭了。看着这个和孩子打成一片的男人，旁边的阿修拉特和瑟茜心里五味杂陈，谁能想到这个被叫做爱哭鬼的家伙居然就是传说中那个恐怖的无名圣骑士。阿修拉特看着惊奇，心里直犯嘀咕，当初真该在过去就把这家伙解决掉，毕竟他连奥格米亚将军都给打死了。不过转念一想，奥格米亚是个连同类都吃的疯子，惊奇杀了他，反倒是帮魔族解决了一个大麻烦。这时弗洛特看着惊奇，问他是不是真的要杀光大家，因为大人们都很害怕。但弗洛特觉得惊奇是个好人，而且魔王也保证过不会有事。惊奇微笑着回答，自己是魔王的朋友，这次来只是为了帮忙种地。弗洛特听完松了口气，但紧接着惊奇语出惊人，问阿修拉特和瑟茜是不是一对。这一下可把旁边偷听的阿修拉特吓坏了，直接大喊着反驳，说恶魔才不会谈恋爱这种东西。瑟茜也在旁边急得直喊，说这简直太离谱了。可弗洛特根本不买账，说他俩明明就是一对。这下可把两个人给整炸毛了，冲上去就要捂住小家伙的嘴。惊奇看着眼前的瑟茜，思绪一下子回到了过去。当初听说阿修拉特战败时，他根本不敢相信，为了见识能击败暴君的力量，瑟茜直接提着剑找上了门，想要亲自领教一下。还没等对方说完，惊奇的攻击就已经劈了过去。瑟茜在消散前痛苦的祈祷，希望下辈子能去一个没有饥饿的地方，能有比刀剑和铠甲更珍贵的东西。惊奇看着眼前的两人，主动开口询问他们的身份，确认他们是不是四大天魔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惊奇平静地表示，这一次他们的愿望一定会实现，并且很期待接下来一起共事。这话一出，直接把阿修拉特和瑟茜给整不会了，两人面面相觑，完全摸不着头脑。惊奇在水洼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走着，想起克雷多斯要在这搞水田，可自己对种植一窍不通，眼下
也只能先等任务安排了。就在这时，一股强大的力量唰的一下凭空炸开，黑气中显现出一只巨大的眼睛，开始蛊惑惊奇，劝他赶紧找克雷多斯问问怎么使用自己，只要他化为利剑，就能带给惊奇难以想象的破坏力。可面对这天大的诱惑，惊奇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直接一口回绝，说自己现在的实力早就够用了，对这种力量毫无兴趣。他甚至反过来质问对方，当初不是说好要一起帮着搞生产吗？那股力量见蛊惑不成，也只能改口承认自己作为丰收神最大的心愿确实是让这片土地重获生机，但那股神秘力量并没有放弃，而是开始挑拨离间，质问惊奇是不是真的信任克雷多斯，毕竟当初可是克雷多斯引导他走上了杀戮之路。面对挑拨，惊奇态度很坚决，表示自己会亲自去观察和评判。见惊奇不上当那股力量，又警告他克雷多斯会变得比想象中更强大，并承诺只要惊奇需要，随时可以借用他的力量。说完这些，黑气便唰的一下收缩，最后化作了一根粉红色的魔法棒，落入惊奇手中。看着这根造型奇特的魔法棒，惊奇一时间陷入了沉默。克雷多斯在出发前给手下下达了死命令，要求在自己回来之前，必须给王国的工兵们建好住所。泽菲罗斯在一旁有些纳闷，忍不住开口问他要去哪。克雷多斯解释说，想要开垦那片腐朽沼泽，第一步就要先净化里面的毒素，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拿到卡米拉的宝剑，也就是能和这个剑鞘配对的净化之剑。说到这里，克雷多斯直接放出了狠话，他这次出门就是去抢那把宝剑的。在风暴荒野的深处，悬崖下方的隐秘洞穴里，正坐着一个瘦弱的身影。这个半兽人青年名叫马罗什，在以强壮著称的部落里，他却因为弱小而出了名。直到一个人类商人找到他，让他带上神秘宝剑前往荒野，他才踏上了这趟未知的旅程。商人曾承诺只要打败魔王，就再也没人敢瞧不起他。可他一出发就走错了路，直接掉进了无法逃脱的深渊。在暗无天日的悬崖底下，马罗什被困了无数个日夜，绝望中他甚至默默祈祷，只要能带他离开这里，哪怕来的是魔王也无所谓。就在他快要撑不下去时，寂静的洞穴里突然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马罗什警惕地回头看去，黑暗中走来一个高大身影，那标志性的恶魔角和紫色皮肤，来人竟然真的是魔王克雷多斯。好不容易见到活人的马罗什，激动的当场大哭起来。他开始语无伦次的自我介绍，不仅交代了自己被困的经历，还滔滔不绝地扯起了家常，从6岁时的童年回忆，一路聊到父母当年的爱情故事。面对这排山倒海般的废话，站在一旁的克雷多斯只觉得脑瓜子嗡嗡作响。马罗什哭喊着求对方带路，可话还没说完，克雷多斯就忍无可忍，直接一拳狠狠挥了过去。这一拳下去，世界终于安静了。挨了一拳的马罗什捂着脸，居然还在喋喋不休的抱怨，甚至质问魔王的暴力倾向是不是遗传自他的父母。这下克雷多斯彻底被激怒了，他直接凑过去冷声警告，要是再敢多说一句废话，现在就送他上路。为了管住这张惹祸的破嘴，克雷多斯当场立下规矩，以后说话一次最多3句，要是敢故意拉长句子凑数，同样只有死路一条。面对死亡威胁，马罗什老实了，捂着脸一句话也不敢多说。克雷多斯看着他也是一阵无语，这家伙不唠叨难道就不会沟通吗？不过魔王没心思跟他耗下去，他盯着马罗什腰间的宝剑，命令他立刻交出来。只要交出宝剑，他不仅带马罗什离开这里，还会给他提供充足的食物，听到有吃的还能离开深渊。马罗什这下彻底愣住了，面对交出宝剑的要求，马罗什却唯唯诺诺的拒绝了。克雷多斯有些纳闷，难道这家伙不想离开这鬼地方吗？结果马罗什抱着剑哭诉，说这把剑叫拉拉，拉拉舍不得离开他。听到这儿，克雷多斯彻底崩溃了，这家伙居然还给剑起了名，简直是个无可救药的麻烦精。其实，在游戏设定里，拿这把净化之剑本来很容易，可一旦遇到马罗什这个角色，事情就完全变了味。只要一跟他搭话，他的废话就会像潮水一样，连着说上几个小时都不带停的，从悲惨遭遇一路扯到暗恋八卦，这谁能顶得住啊？当初惊奇遇到他的时候，也是被烦得实在没办法，最后直接一拳送他上了西天。在游戏里只要拿走宝剑，任务就算顺利完成了。可现在是现实世界，克雷多斯总不能为了拿剑就直接把这家伙给干掉。看着眼前委屈巴巴的半兽人，克雷多斯决定换个套路。他凑过去开始忽悠，说要是继续留在这鬼地方，迟早也是个死，把剑交出来对大家都好。马罗什其实心里也明白，可他还是抱着剑不撒手，说拉拉会不高兴的。这下克雷多斯彻底没耐心了，管他什么拉拉不拉拉的，直接动手硬抢。马罗什死活不松手，嘴里还嚷嚷着拉拉要是生气，后果会非常严重。这两人居然就这么在地上毫无形象的扭打成了一团。克雷多斯刚把手伸过去，这把宝剑居然当场大喊大叫，质问他手往哪放呢，还声称自己只属于马罗什。这下连克雷多斯都懵了，谁能想到一把剑居然能说话？宝剑拉拉越说越气，抱怨马罗什没照顾好他，才让这种怪模样的家伙碰了自己。马罗什在旁边忙着道歉，拉拉却嫌他光说不做。看着这俩家伙当场吵架，克雷多斯只觉得耳朵都要聋了。他实在没心思听这俩唠叨，抓住宝剑就硬往外拽，大喊着自己只需要净化力量，赶紧离开这个废话连篇的家伙。没想到这宝剑脾气挺大，直接当场放话威胁，要是敢硬把他们分开，他就死活不出半点力。这下彻底把克雷多斯给架住了。此时马罗什因为太饿，开始向宝剑拉拉抱怨，说克雷多斯答应带他出去。宝剑拉拉一听就炸了，质问马罗什是不是想抛弃他。
压抑已久的马罗什终于爆发，大喊着自己只是想活下去，还抱怨拉拉管得太宽，让他喘不过气来。看着这一人一剑当场吵架，旁边的克雷多斯整个人都傻了。宝剑拉拉一开始还不肯相信，觉得马罗什只是饿糊涂了，可马罗什这次是铁了心，求拉拉放手，让他们各自安好。见马罗什态度这么坚决，宝剑拉拉也来了脾气，放话让他有本事就自己动手把剑拔出来。马罗什有些为难地解释说，他们半兽人的体质本来就很弱，根本没力气拔剑。听到这里，旁边的克雷多斯突然抓住重点，他试探着问拉拉，如果马罗什真的靠自己拔出剑，是不是意味着他会寻找新主人？宝剑拉拉倒也爽快，直接承认了确实是这样，但他觉得马罗什根本没那本事。听到这个回答，克雷多斯心里顿时有了主意，脸上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既然现在没力气，那就想办法让他有力量不就行了？画面一转，一把锄头重重地刨在了地里，巴哈尔正在地里干活，累得满头大汗。就在这时，克雷多斯带着马罗什走了过来，大声宣布要交给他一个特殊任务。克雷多斯指责马罗什，要求巴哈尔把这个瘦弱的半兽人训练成和他一样的肌肉猛男。听到这个离谱的要求，巴哈尔整个人都愣住了。巴哈尔看着眼前瘦弱的半兽人，问他以前有没有锻炼过。马罗什有些退缩，老老实实的回答没有。还没等马罗什把话说完，他腰间的宝剑就抢先嘲笑起来，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弱鸡，根本不可能通过锻炼变强。要是没有他在身边，马罗什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面对宝剑劈头盖脸的打击，马罗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在这时，巴哈尔突然开口，让马罗什别听那把剑瞎扯。巴哈尔一眼就看穿了真相，这把剑根本就是在用言语不断摧毁马罗什的自信心。听到这话，那把宝剑顿时有些慌了，没想到这个看似粗鲁的家伙居然能说出这么深奥的道理。接着巴哈尔开始讲述自己的过去，原来他也曾是个弱小的恶魔，甚至一度被当成食物来饲养。为了改变命运，他只能日复一日的疯狂锻炼。刚开始的几天根本看不到任何变化，大多数人在这时候都会选择放弃，但巴哈尔没有退路，他只能咬牙坚持下去，因为那时候的他足够单纯，根本没想过放弃这回事。听完这番话，连那把宝剑都不得不承认，这家伙现在听起来还真像个合格的导师。巴哈尔总结道，正是这10年的坚持，才让他拥有了如今的强壮，连那把宝剑都不得不承认，这家伙还挺能说会道。接着巴哈尔转头看向马罗什，让他从今天开始拼尽全力。马罗什重重点了点头，看起来信心满满，可现实却啪啪打脸。训练才刚开始没多久，马罗什就累瘫在地上，哭喊着自己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这下可把那把宝剑乐坏了，他嘲笑巴哈尔之前的理论，觉得马罗什就是个无可救药的废物。本以为巴哈尔会反驳，谁能想到巴哈尔居然点头同意了，承认马罗什确实没救了。宝剑突然护短，警告他不许说马罗什的坏话。结果巴哈尔根本不领情，直呼这两个家伙都烦死人了。就在这时，克雷多斯走了过来，询问训练进度怎么样了。巴哈尔叹了口气，直言马罗什的意志力太薄弱，接下来的训练怕是很难熬。看着躺在地上彻底废掉的马罗什，那把宝剑在一旁幸灾乐兴，觉得这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克雷多斯却突然扯起了题外话，说在遥远的地方有个叫韩国的国家，那里多的是天天喊着要健身的人。刚开始大家都信心满满，觉得自己一定能坚持下去，可这种热情就像风中残烛，绝大多数人很快就会放弃。不过克雷多斯伸出2根手指，表示能坚持下来的只有2种人，一种是真正享受锻炼的变态，至于这第2种人嘛，克雷多斯脸上露出了极其可怕的笑容，那就是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去做的人。说完，他便带头拍起手来，催促躺在地上的马罗什赶紧起来。周围的魔族士兵见状，也跟着一边拍手一边大声起哄，逼着他站起来。看着这群凶神恶煞的家伙，马罗什终于意识到，要是自己再赖在地上，今天可能真的会死在这里。他只能硬着头皮爬起来，而等待他的是巴哈尔更加残酷的训练命令。周围的魔族士兵大声起哄，逼着马罗什把地上的石头举起来。马罗什累得直叫唤，感觉整个人都要散架了。克雷多斯却像个魔鬼教练，在一旁大声咆哮，催促他再坚持一下，哪怕再多做一个动作也行。马罗什哭丧着脸哀求，说自己真的已经到极限了。背上的宝剑拉拉见状，赶紧在一旁说风凉话，觉得马罗什根本不可能成功，还是乖乖和他绑在一起算了。可克雷多斯根本不打算放过他，周围的魔族士兵也跟着敲锣打鼓，把气氛烘托到了极点。看着这群凶神恶煞的家伙，马罗什这下是彻底没退路了。他只能咬紧牙关，硬着头皮继续坚持。毕竟，要是现在放弃，后果可能比累死还要可怕。在众人的起哄声中，马罗什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伴随着一声怒吼，他居然真的把那2块大石头给举了起来。这下连他背上的宝剑都看傻了。谁能想到这个平时连路都走不动的废柴，今天居然真的创造了奇迹？周围的魔族士兵顿时炸开了锅，纷纷挥舞着手里的家伙，大声欢呼。马罗什更是兴奋的手舞足蹈，觉得自己终于解脱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克雷多斯就黑着脸走了过来。尊贵的会员，你以为你在干什么？马罗什有些委屈的解释，说自己刚才明明已经成功做了一个，结果负责训练的巴哈尔走上前，面无表情的泼了一盆冷水。你的姿势不标准，只要姿势不对，刚才那次就不能算数。这下马罗什彻底傻眼了，合着刚才那半天罪全都白受了。为了把马罗什改造成功，魔鬼训练计划正式拉开序幕。
与此同时，人类工兵营的住处也很快搭好了。在沼泽的毒素清理干净之前，他们决定先帮忙开垦玉米地。有了金气这个怪力担当加入，开荒的进度也是异常顺利。日子一天天过去，废弃之地的建设正步入正轨。而另一边，马罗什还在巴哈尔的监督下进行着日复一日的魔鬼特训。看着累死累活的马罗什，巴哈尔在一旁开导他说：“种地和锻炼其实是一个道理，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凡事都有它的规律，急是急不来的。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力做好，然后静静等待结果。”在日复一日的特训中，马罗什只能咬紧牙关，拼尽全力，哪怕累到快要散架，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日子一天天过去，地里的庄稼终于迎来了大丰收。看着漫山遍野的劳动成果，克雷多斯满意的表示：“王国送来的种子确实不错，长势比预想的还要好。既然粮食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接下来就该轮到下一步计划了。”克雷多斯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决定去看看特训的成果。伴随着一阵巨响，训练场那边的障碍被直接推开，走出来的正是马罗什。谁能想到，当初那个瘦弱的半兽人，现在居然练出了一身结实的肌肉？克雷多斯走上前问他：“准备好跟这把剑说再见了吗？”马罗什沉稳地回答：“我准备好了。”这说话的语气和架势简直和巴哈尔一模一样，连克雷多斯都忍不住吐槽：“这家伙是被巴哈尔传染了吧？”马罗什看向背后的宝剑，轻轻叫了一声拉拉的名字：“感谢你这么多年来的陪伴。”宝剑拉拉却有些傲娇地表示自己还没走呢，有本事就尽管来试试。马罗什深吸一口气，把手放在了剑柄上。一旁的克雷多斯默默看着，他想起了巴哈尔说过的话：半兽人一族其实并不弱，只是缺乏锻炼，他们体内隐藏着极其强大的基因。克雷多斯在心里默默期待，就让他看看马罗什到底能爆发出多大的力量。马罗什大喊一声，准备强行拔剑，宝剑拉拉也毫不示弱，大喊着自己绝对不会轻易妥协。马罗什发出一声怒吼，双手死死拽住剑柄，全身肌肉剧烈抖动。这股狂暴的爆发气势让一旁围观的克雷多斯和巴哈尔当场看得目瞪口呆，克雷多斯更是忍不住惊呼：这小子爆发出来的力量简直强得离谱！马罗什拼尽最后一口气，疯狂榨干体内的所有力量。就在这个瞬间，旁边沉重的石锁竟也跟着猛烈颤抖起来。巴哈尔在一旁扯着嗓子大喊，给正在特训的马罗什疯狂打气。此时马罗什的体力已经彻底透支，但他依然咬紧牙关，死死支撑。毕竟要是现在放弃，之前受的苦就全都白费了。伴随着一声咆哮，他竟真的把那沉重的10杠0硬生生给举了起来。马罗什兴奋地大声欢呼，以为自己终于完成了极限挑战。不料巴哈尔一边鼓掌，一边冷不丁抛出一句噩梦：今天这组练完，明天训练重量直接翻倍。听到这句话，马罗什瞬间瘫倒在地，连一根手指头都抬不起来了。连他背上的宝剑都忍不住吐槽：天天这么玩命折腾，这种苦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宝剑拉拉带着一丝委屈开口，质问马罗什是不是急着想和他分开。看着躺在地上剧烈喘气的马罗什，宝剑拉拉又开始在一旁泼冷水，断言他所有的拼命都是徒劳。他喋喋不休地数落着马罗什的懦弱，认定他根本不可能攻。结果马罗什长叹一口气，直接冷冷地叫他闭嘴。这下宝剑拉拉彻底懵了，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平时唯唯诺诺的家伙居然敢对自己大吼大叫。马罗是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可能是因为最近练出了肌肉，说话做事也变得粗鲁了些。这可把宝剑拉拉吓坏了，哭喊着要他赶紧把这些可怕的肌肉减掉。然而马罗什眼神异常平静，他坦言自己并不是为了分开才锻炼，只是宝剑拉拉以前那些精神控制，现在对自己已经彻底失效了。马罗什缓缓坐起身来，如今的他只想看看自己究竟能走到哪一步。马罗什注视着自己如今的蜕变，他迫切想知道像自己这样弱小的半兽人，是不是真的有资格成为一名战士。马罗什转头看着身旁的宝剑，真诚地吐露心声。当初在暗无天日的悬崖底下，如果没有拉拉的陪伴，自己恐怕早就撑不下去了。正因为有拉拉一直在身边，才让他有了不断超越自我的动力。听到这番真情流露，平时傲娇的宝剑拉拉瞬间沉默了，随后有些别扭地哼了一声。他终于彻底放下了防备，大声鼓励马罗什勇敢超越极限，去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强者。马罗什嘶吼着再次发力，准备强行把宝剑拔出来。宝剑拉拉也毫不示弱，大喊着自己绝对不会手下留情，催促他使出全身的力气。马罗什咬紧牙关，爆发全劲，直言自己连吃奶的力气都用光了，整个人已经到了极限边缘。可无论他怎么用力，这把剑却如同扎根在地底一般，根本没有丝毫要松动的痕。一旁的克雷多斯急得不行，扯着嗓子给马罗什加油打气，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死撑到底。要是这次拔不出来，之前受的一切罪可就全都泡汤了。马罗什咬紧牙关，他比谁都清楚失败的后果，可单凭自己现在的力量，难道之前的拼命真的要付之东流吗？宝剑拉拉也在一旁高声疾呼，认定他根本不可能拔得出来。马罗什急得绝望大怒，难道自己真的就不行吗？谁知宝剑拉拉突然话锋一转，大喊着就算拔不出来又怎样？现在的马罗什早就已经是一个每天都在拼命的真正战士了。听到这番话，马罗什体内的热血被瞬间点燃，伴随着撕心裂肺的怒吼，他爆发出超越极限的恐怖力量。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马罗什硬生生将那把沉睡的宝剑给彻底拔了出来。目睹这不可思议的场面，克雷多斯和巴哈尔直接兴奋的当场炸锅，在后面挥舞着双手疯狂庆祝，大喊半兽人的潜在力量简直强得离谱。
马罗石紧紧握着拔出的宝剑，站在原地大口喘粗气，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奇迹。宝剑拉拉突然激动地大喊起来，让马罗石立刻回到村子里，去向部落里的每一个同胞证明，半兽人也能够变得无比强大。听到这番话，马罗石整个人愣住了，他轻声呼唤着拉拉的名字，随后马罗石露出了释怀的笑容，由衷地向拉拉道谢。紧接着，马罗石转身看向克雷多斯，无比真诚地表示，多亏了魔王大人，自己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马罗石双手恭敬地捧着宝剑，郑重地向前递了过去，拜托克雷多斯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定要替自己好好照顾拉拉。克雷多斯稳稳接过了宝剑，凝视着眼前这个脱胎换骨的半兽人，心中同样感慨万千。看着马罗石一边疯跑一边发出奇怪的嚎叫，克雷多斯整个人都无语了，这家伙怎么还兴奋得学起猪叫来了？不过当克雷多斯低头看向手中的宝剑时，眼前突然弹出了透明的系统面板，这把剑不仅能每秒自动恢复生命值，甚至还能大幅延长饱腹感。还没等克雷多斯来得及高兴，手中的宝剑突然委屈的嗷嗷大哭起来。他痛哭流涕的哭诉着自己悲惨的遭遇，先是被嫌弃话多的魔法师无情抛弃，接着又被嫌弃太粘人的小偷直接扔掉。原来他之前对马罗石那么刻薄，只是害怕再次遭遇被抛弃的命运，却没想到最后依然是这个结局。他抽泣着询问克雷多斯，是不是过不了多久也会把他给扔了？听到这些话，克雷多斯语气温和的开导他，表示马罗石之所以能脱胎换骨，全靠他一路上的鼓励。紧接着，克雷多斯霸气凛然地宣告，自己身为统治这片土地的魔王，绝不会抛弃麾下的任何一个子民。这番话瞬间将宝剑拉拉感动得一塌糊涂，当场歇斯底里的大喊表白。看着这把瞬间倒贴上来的神奇宝剑，克雷多斯一时间也是极其无语，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这么好哄。就在这时，阿塔尼斯走了过来，询问是不是已经顺利收服了这把宝剑。克雷多斯兴奋地表示，有了这把神兵，他们终于可以大刀阔斧地开垦水稻田了。宝剑拉拉看到自己的专属剑鞘，也是激动的手足无措。当克雷多斯将宝剑精准插进剑鞘的瞬间，宝剑终于彻底释放出了潜藏的力量，系统面板随之再次弹了出来，提示成功解锁了主动技能养分提取。这个技能可以每秒疯狂吸收目标1%的养分，而且还具备自动分类处理的神奇功效。如果吸收到了有益物质，就能迅速恢复生命值；如果吸收到的是剧毒，就会直接将其分解并安全释放到空气中。这简直就是为了治理这片剧毒沼泽量身打造的逆天神器。克雷多斯带着阿塔尼斯大步来到沼泽深处，他双手紧紧握住宝剑，大声高呼拉拉的名字，准备发动技能。随着他的一声怒吼，宝剑爆发出冲天而起的耀眼光芒。技能发动的瞬间，宝剑宛如打开了吞噬一切的大门，疯狂鲸吞着周围浓郁的毒素。一旁的阿塔尼斯当场看傻了眼，原本死气沉沉的漆黑毒沼泽，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清澈透明。多年来笼罩在这片土地上的绝望境地，就这么被轻描淡写的彻底破解。看着眼前的奇迹景象，克雷多斯忍不住狂妄大笑，因为对他而言，净化一片沼泽不过是顺手为之的第一步。他梦寐以求的水稻帝国大业，直到现在才算真正揭开序幕。虽然这招对身体的消耗极大，连魔王克雷多斯都有些吃不消，但他根本没有打算停手，因为净化沼泽只是第一步，他梦寐以求的水稻大业现在才刚刚开始。由于吸收的养分无法反馈自身，克雷多斯只觉得身体快要被掏空，但他依然咬紧牙关，大喊着讨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催促着宝剑拉拉继续坚持。就在这时，惊奇缓缓走了过来，有些疑惑地询问阿塔尼斯，克雷多斯到底在折腾什么？阿塔尼斯轻声解释道，他正在彻底净化这片沼泽，为了之后能在这里种植水稻。看着克雷多斯拼命的架势，惊奇忍不住皱起眉头，这家伙是不是有点太勉强了？阿塔尼斯无奈地叹了口气，他确实是在硬撑，但这家伙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总是习惯把自己逼到极限。克雷多斯之所以这么拼命，是因为他必须拯救这里的每一个人。看着眼前这一幕，惊奇不由得陷入了沉思。在他的记忆里，阿塔尼斯曾是只知道愤怒的魔女，可如今的她却成了最懂人心也最温柔的人。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温暖吗？但那个神秘的声音却冷笑了一声，觉得这简直就是虚伪。克雷多斯以前夺走了无数生命，现在居然跑来装救世主，他真的会这么好心吗？等这片土地彻底繁荣之后，他还会继续保护这些魔族吗？还是说他只是想把大家养肥了再吞掉？毕竟他可是人人畏惧的魔王啊！惊奇看着胸前的装备，缓缓开口说道，自己也想从杀戮走向拯救。在他看来，既然那个人是克雷多斯，那么做出这种改变也不奇怪。听到惊奇的决定，装备里的神秘眼睛沉默了片刻，最终还是选择妥协，让惊奇按照自己的想法走下去。随后那道光芒便彻底暗淡了。一旁的阿塔尼斯看着惊奇自言自语，脸上写满了疑惑。就在这时，克雷多斯踩着水走了过来，热情地跟惊奇打招呼，但惊奇静静地看着他，什么也没有说。克雷多斯拖着疲惫的身体在水里艰难地走着，惊奇在一旁看着，忍不住劝他先去休息一下，可克雷多斯却没好气地反问，自己要是去休息了，大米活面包难道能自己长出来吗？虽然身体已经快到极限，但克雷多斯还是咬着牙询问大家是不是该开始第二步了。这所谓的第二步，就是把水底的杂草全部清理干净。士兵们立刻开始在水里忙活起来。就在这时，一旁的阿塔尼斯直接出手了，他挥手释放出强大的魔法，这股恐怖的力量把旁边的士兵都吓了一跳。
只见水底的杂草被瞬间卷天空，这清理速度简直快得惊人。看着阿塔尼斯这恐怖的魔法力量，波克兰在一旁暗自庆幸，心想自己以前居然敢用辣椒挑衅魔族，现在想想没被他干掉，真是命大。清理完杂草后，克雷多斯指着远处的封印之塔，提议大家立刻开始第3步计划。虽然大家有些纳闷，为了种个水稻，至于跑这么远吗？但克雷多斯却非常肯定，因为在流放者村庄附近的小溪里，有一样种水稻必不可少的神器。可谁能想到，克雷多斯口中所谓的种田神器，居然是一只只看起来非常可爱的蜗牛。惊奇看着地上的蜗牛，有些怀疑，克雷多斯却笑着解释，这些家伙叫王者蜗牛，只要有他们在，就能保证稻田健康的成长。为了能顺利种田，惊奇叹了口气，直接拔出大剑，准备把蜗牛给宰了。这可把一旁的克雷多斯吓坏了，赶紧大喊着拦住他。惊奇还一脸纳闷，以为这些蜗牛是拿来当肥料的。克雷多斯赶紧解释，这些蜗牛是用来吃杂草的环保工具，而且长得这么可爱，怎么能杀？惊奇听完，老老实实道了个歉，坦言自己习惯了以前那些杀戮任务。这话直接把克雷多斯给整不会了。不过很快，大家就被这些可爱的蜗牛给俘获了，连一向高冷的色茜都忍不住在后面兴奋的大喊太可爱了，兴奋的提议带几只回家养。巴哈尔却一本正经的科普说，这种底气无脊椎动物很难家养。旁边的阿修拉特听得一脸懵，吐槽他到底是从哪学来这些词的。这时惊奇看着克雷多斯，若有所思的表示这一世确实不一样了。他坦言这一次自己一定要拯救大家，给大家一个幸福的结局。听到惊奇这番话，克雷多斯先是愣了一下，随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紧接着第3步计划正式开始，大家把这些王者蜗牛放进了稻田里，凭借着他们惊人的食欲和超强繁殖，稻田里的杂草很快就会被清理干净。克雷多斯继续规划，第4步是划分区域并规划水库，随后工兵队就会开始动工。紧接着克雷多斯宣布了第5步计划，那就是立刻开始播种。听到这个决定，哈托克有些疑惑地问，稻田都还没准备好，现在播种是不是太早了？克雷多斯却非常肯定，表示必须现在就做。这让一旁的惊奇有些警惕，在他印象里，哈托克可是魔族里最狡猾、最擅长战术的家伙，这次肯定又有什么阴谋。结果哈托克推了推眼镜，很快就想通了其中的门道。他解释说，这是先在别处育苗，等稻田好了再移植过去，这样就能提前筛选出健康的秧苗，确实是个非常高效的办法。听到这个解释，惊奇顿时有些无语，原来这家伙根本没那么多阴谋，单纯只是脑子好使而已。哈托克接着安排，为了方便以后移植，得先用装满土的盒子来育苗。看着哈托克这一套一套的，克雷多斯吐槽说，感觉这地就算没自己也能种得挺好。哈托克赶紧摆手，说自己能懂这些，全靠魔王教了9成。克雷多斯听完更无语了，自己明明连1成都没教过，这家伙完全是无师自通啊。接着育苗工作正式开始，第1步先泡水催芽，等种子发芽后移入苗床，最后控温控湿精心培育。没过多久，泽菲罗斯跑来汇报说，稻田那边已经全部准备就绪。克雷多斯一听兴奋坏了，直呼时间刚刚好。紧接着他神色一凝，宣布了最关键的第6步，那将是难度最高也最折磨人的地狱级插秧。就在魔王这边准备大干一场时，另一边却迎来了不速之客，一支神秘的冒险者小队正穿过荒凉的峡谷，来到了魔族领地的关隘前。精灵射手看着前方的城堡，轻声说，就是这里了。旁边的战士接着说，这里就是魔族生存的被遗弃之地。看着眼前整齐的秧苗田，克雷多斯准备开始下一步行动。为了确认秧苗的生长状况，他直接发动了技能血之眼。这技能一开，田里各种数据直接以弹窗形式清清楚楚地展现他眼前，不管是叶绿素还是根系状况，全都一目了然，而且结果比预期的还要好，所有指标都非常健康。有了这个作弊一样的技能，就不用再费时费力去逐个检查了。克雷多斯心里有了底，接下来终于可以正式开始插秧了。他直接叫来了阿塔尼斯，在克雷多斯眼里，这位就是他专属的高性能插秧机。只见阿塔尼斯飞到水田上方，直接释放出无数的黑色触手，这些触手精准地卷起秧苗，唰的一下开始在田里疯狂插秧。克雷多斯本来得意洋洋，觉得靠着阿塔尼斯的力量，插秧这活儿一下子就能搞定，结果低头一看，这秧苗插得东倒西歪，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克雷多斯直接就炸了，大声质问阿塔尼斯在干什么。他开始疯狂说教，说插秧必须保持均匀的间距，太近了影响通风，太远了又浪费地方，必须排成整齐的直线。阿塔尼斯被训得委屈极了，只盼着有人能来救救他。旁边的阿修拉特和巴哈尔几人看着这一幕，也是一脸的无奈。看着阿塔尼斯这笨手笨脚的样子，克雷多斯直接大喊一声：“你被开除了！”满心委屈的阿坦斯只能独自跑到悬崖边，缩成一团，偷偷抹眼泪。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明明只是想帮个忙，怎么就搞砸了呢？就在他伤心难过的时候，旁边突然传来一阵动静，帝邦从岩石后面探出头来，随后扑腾着翅膀飞了过来。还没等阿塔尼斯反应过来，这小家伙直接把一张卡片贴在了他的脑门上，拿下来一看，上面居然写着努力奖，还盖着一个可爱的爪印。看着这张卡片，阿塔尼斯一下子愣住了。收到鼓励的阿塔尼斯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他把蓝色小家伙顶在头上，在悬崖边开心的欢呼。与此同时，稻田那边的插秧工作也正式拉开了序幕，轮到惊奇上场了。他深吸了一口气，整个人直接进入了状态。随着他眼神一凝，整个人化
做一道残影，在水田里疯狂穿梭，这速度简直快到了极致。所过之处，秧苗被整整齐齐的插好，旁边围观的魔族工人们直接被这一幕看傻了眼，忍不住惊呼：这家伙怎么能这么快？刚插下去的秧苗居然全都枯萎了，这让大家大惊失色，直呼这简直是灾难。搞砸这一切的正是惊奇，克雷多斯气得当场大吼，直接把他给开除了。委屈的惊奇只能一个人坐在水边发呆，看着这一个个帮倒忙的家伙，克雷多斯无奈地叹了口气。这些战斗力爆表的人在种田上真是一点用都没有，看来还是得靠传统方法。想到这里，克雷多斯直接发动了技能斜眼，准备亲自排查问题。结果这一查问题还真不少，有的地方水流失太快，有的地方土地已经硬得没法插秧了，这下麻烦可大了。克雷多斯在水田里仔细排查，发现有些地方还算正常，但插秧这活实在太累人，看着工人们一个个累得直不起腰，克雷多斯深知大家都在咬牙坚持，自己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频繁使用斜眼技能，让他的身体负荷极大，甚至感觉快要撑不住了。没想到因祸得福，系统突然传来提示，他的斜眼技能居然升级了，不仅冷却时间缩短，还能预测更久之后的状态。这下可把克雷多斯高兴坏了，他稍微缓了缓，决定继续咬牙坚持，再次开启了斜眼。看着魔王在前面拼命，后方的瑟茜和阿修拉特几人都有些担心，大家私下里嘀咕：魔王大人最近是不是根本就没休息过？惊奇也察觉到了不对劲，此时的克雷多斯正拖着沉重的步伐在水田里走着，他的身体显然已经到了极限。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克雷多斯整个人直接栽倒在水田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现场所有人都吓傻了，工人们惊慌失措的大喊：魔王大人倒下了！倒在水里的克雷多斯任凭大家怎么呼喊都没有反应，只剩下微弱的呼吸。在克雷多斯的意识深处，真正的魔王克雷多斯现身了。他有些抱怨地表示，这好歹是自己的身体，能不能稍微爱惜一点？张哲却理直气壮地反驳，自己这么拼命，还不是为了不让魔族挨饿？要是不努力，这田根本就种不下去。魔王克雷多斯却冷冷地提醒他，人一旦急躁，就容易走错路，就像以前入侵人类世界，结果导致全军覆没一样。张哲倒是一脸自信，表示自己聪明得很，根本不用担心。接着他又忍不住吐槽，怎么自己每次睡着，这家伙都要跑出来唠叨。魔王克雷多斯警告他，只要他一晕倒，自己的意识就会苏醒，要是再这么折腾下去，自己可就要把身体夺回来了。一听到不能种田，张哲顿时有些犯难。就在这时，魔王克雷多斯突然察觉到了什么，他神色一凝，低声说道：宿敌不对，是一个朋友已经找上门来了。张哲还在意识空间里，耳边却突然传来了一阵熟悉的歌声，歌词唱着如果不能种田就结不了婚，这让他一下子愣住了，这歌声怎么听着这么耳熟？随着歌声继续，克雷多斯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睁开眼发现金奇正坐在床边，嘴里还哼着那首奇怪的歌。克雷多斯有些虚弱地问，金奇怎么会知道这首歌？金奇淡淡的回答，自己以前就说过能听到他的声音，尤其是在被指使去捡道具的时候，经常听他哼这首歌。原来在以前玩游戏的时候，他就经常一边操作一边哼歌，没想到全被金奇给听去了。金奇坦言自己一直很好奇，他口中所谓的种田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种田真的有那么好玩吗？画面一转，克雷多斯已经带着大家在水田里忙活起来，嘴里还大声唱着那首种田歌。克雷多斯在前面激情指挥，大喊着要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士兵们也跟着大声回应，高高兴兴地把秧苗插进水田里。这原本枯燥的体力活，硬是让他们干出了联欢晚会的气势。这支冒险者小队悄悄摸到关隘旁，本以为会看到什么恐怖的魔族大军，结果探头一看，眼前的景象直接让他们傻眼了。只见一群浑身散发着恐怖魔气的魔族，正一边大声唱着歌，一边在水田里勤勤恳恳地插秧。这极度反差的诡异画面，让这几个冒险者彻底懵了，一时间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时间回到几个月前，在精灵族的领地永光森林里，精灵游侠埃莉娜被紧急召见，她快步走进树屋，询问米莱尼亚大人有什么吩咐。米莱尼亚一边啃着胡萝卜，一边神色严肃地表示自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托给他。原来人类和魔族最近居然建交了。听到这个消息，埃莉娜整个人都懵了，这两个向来邪恶的种族居然会联手。米莱尼亚叹了口气，表示事情确实如此，而且他们接下来的目标恐怕就是入侵其他领地了。米莱尼亚神色凝重地表示，他们的野心是吞并整个大陆。埃莉娜一听急了，提议必须立刻准备迎战，但米莱尼亚却摇了摇头，表示现在备战反而更危险。那些狡猾的家伙根本没打算隐瞒建交，肯定早就想好了借口。如果精灵族这时候主动备战，反而会被倒打一耙，扣上侵略者的帽子，到时候他们就能联合其他种族，名正言顺地来围剿精灵。听到这里，埃莉娜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米莱尼亚接着说出了自己的计划，他决定派埃莉娜去魔族领地，表面上是去建交，实际上是想利用魔族的力量先除掉那些敌对势力，等魔族彻底放松警惕，再从背后给他们致命一击。这招借刀杀人不可谓不狠。米莱尼亚看着埃莉娜，问她能不能办到。为了精灵族的未来，埃莉娜没有退路，当即一口答应了下来。就这样，她背负着整个精灵族的命运，独自踏上了前往魔族领地的旅程。当他来到人类与魔族交界的要塞时，却在这里遇到了另外两个同行者，一个是矮人族的外交官格拉杜斯，另一个则是人类魔法塔派来的马伦科夫。看来在如今的局势下，大家都感受到了威胁，这两人显然也是奔着魔族去的。
艾丽娜心里很清楚，人类魔法塔和人类王国关系密切，他们这次来多半是想借机抢占先机。不过这都无所谓了，艾丽娜暗下决心，自己必须抢在所有人前面，先一步和魔族建交，然后展开反击。艾丽娜原本下定决心，一定要守护好精灵族的和平。可当她真正来到这里，看着眼前这群魔气冲天却在疯狂插秧的魔族，她整个人都凌乱了。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尤其是带头的那个家伙，身上散发着极其恐怖的邪恶气息，毫无疑问，他就是魔王克雷多斯。虽然眼前的画面诡异到了极点，但为了完成任务，艾丽娜还是硬着头皮走上前去，表明他们是来建交的外交官。结果话还没说完，克雷多斯猛地转过头，冲着他们愤怒的大吼：“你们几个来干活怎么连工具都不带？”这一声怒吼直接把艾丽娜三人给整不会了。艾丽娜心里直犯嘀咕，以为魔王是因为他们没带见面礼才发火，甚至做好了拼命的准备。格拉杜斯和马伦科夫也慌了，生怕自己的计划还没开始就泡汤。结果下一秒，三个人手里就被塞了满满的秧苗，老老实实的站在田。克雷多斯可不管他们什么身份，直接命令他们开始插秧。艾丽娜还想挣扎一下，解释说自己是外交官，根本不会干这活。谁知道克雷多斯直接放狠话，说在磨蹭今天就别想吃饭。这下可把艾丽娜给整懵了，连外交官都不给饭吃，真不愧是残暴的魔王。克雷多斯可没耐心教他们，直接派出了自己的得力干将来当他们的专属指导员。巴哈尔、阿修拉特和瑟茜分别盯上了这三个新来的家伙。瑟茜甚至直接放狠话，要是动作不够快，就把艾丽内的胳膊撕成6块。在魔族大佬们的强力监督下，三位外交官只能老老实实下田插秧。干着干着，三个人开始互相推卸责任。格拉杜斯埋怨艾丽娜多嘴，艾丽娜反笑他刚才吓得不敢说话。旁边的马伦科夫也跟着抱怨。结果还没吵2句，阿修拉特就突然出现在艾丽娜身后，吓得她赶紧闭嘴道歉。为了让大家干活有劲，巴哈尔提议用唱歌来代替说话，他直接带头唱起了那首洗脑的种田歌。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还有隐藏天赋，歌声还挺好听。这歌声一响，阿塔尼斯也忍不住跟着唱了起来。可他这一开嗓，直接把克雷多斯给整崩溃了，赶紧大喊着让他闭嘴。旁边的艾丽娜听到这个名字，整个人都懵了。这可是传说中能灭国的恐怖恶魔，居然在这里一边插秧一边唱歌。她觉得魔王连那么恐怖的女巫都敢吼，实力肯定深不可测。结果还没等她想明白，瑟茜就突然凑了过来，冷笑着威胁要帮她多开几只手，吓得艾丽娜赶紧大声道歉。紧接着克雷多斯在后面大声督促，要求大家就算再累也要开开心心的干活。在魔王的威压下，大家只能跟着节奏唱起歌来。马伦科夫和艾丽娜一边干活一边大声唱着种田歌，连葛拉杜斯也老老实实的跟着哼唱。这一幕诡异的种田大合唱，全被站在远处的金奇看在眼里。看着这群一边唱歌一边插秧的家伙，金奇整个人都懵了，完全搞不懂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夜幕渐渐降临，这诡异的歌声依然在山谷里回荡。帐篷里，白天累坏了的三位外交官，此时正躺在铺盖上呼呼大睡。马伦科夫在梦里哼哼唧唧，艾丽娜更是魔怔了，念叨着要是插不好秧就结不了婚。连葛拉杜斯也在梦里咬牙切齿的抱怨。看着这诡异的一幕，站在帐篷外的金奇有些纳闷，他转头看向旁边的克雷多斯，问里面睡着的这几个家伙，就是白天在水田里被训的那些吧？他们到底是哪个魔族领地的？自己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听到这个问题，克雷多斯直接沉默了，他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其实也不太清楚。而此时的帐篷里，那三位外交官依然在噩梦中挣扎。清晨的阳光洒在腐败沼泽的水田里，谁能想到这地狱般的折磨居然已经持续了整整2周。三位倒霉的外交官天天在泥地里起早贪黑的插秧，艾丽娜感觉腰都快折了，头顶上火辣辣的太阳更是火上浇油。更要命的是，魔王克雷多斯整天在后面死死盯着，根本不给他们任何偷懒的机会。艾丽娜越想越委屈，本来带着神圣使命来建交，结果现在直接沦为免费劳动力。他本想利用魔族力量守护和平，如今却连小命都快保不住了。高强度的劳动让他的身体彻底崩溃，只听扑通一声，他整个人直接栽倒在泥水里。旁边的矮人顿时吓了一跳，听到动静的克雷多斯立刻警觉起来，大声质问是不是有人晕倒。街焦急匆匆地朝这边冲了过来。在彻底失去意识之前，艾丽娜满脑子都是魔王的咆哮，她觉得自己这次肯定死定了，甚至做好了被扔进地狱的准备。不知道过了多久，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却发现身上凉丝丝的，根本没有什么地狱之火。她有些纳闷地抬起头，正好对上一只蓝色小怪兽的眼睛，这家伙正趴在她头上，开心地叫着她的名字。看着飞走的蓝色小怪兽，艾丽娜有些纳闷，这难道是魔王的使魔吗？她摸了摸额头，看来刚才就是这小家伙在帮自己降温。还没等他想明白，就看到小怪兽落在了蜥蜴人头上，旁边的魔族甚至在排队等着享受服务。看着大家在营地里悠闲的样子，艾丽娜整个人都凌乱了。这群魔族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凶狠？更不可思议的是，魔族和人类士兵居然在友好的打招呼换班，甚至还在互相加油打气。这关系好的简直不正常，就算2个种族已经建交，也不至于亲密到这种程度。看着大家脸上发自内心的笑容，艾丽娜心里泛起了嘀咕，这群家伙怎么比想象中还要开心？看着眼前这融洽的一幕，艾丽娜正有些出神，身后却突然传来一个声音，问她是不是觉得这画面很奇怪。她猛地转过头去，发现说话的
居然是旋律女巫阿塔尼斯。这还是第一次有高阶魔族主动找他搭话。还没等艾丽娜反应过来，阿塔尼斯就毫不客气地指出，精灵族是一个极度自私的种族，从来没想过主动去帮助其他种族。阿塔尼斯看着营地里的人们，表示魔族其实很容易满足，只要能不伤害别人的活下去就足够了，而人类在帮助魔族时也能获得自豪感。接着阿塔尼斯直接戳穿了艾丽娜的心思，说他觉得魔族和人类联手是为了发动一场可怕的战争。这句话一出，艾丽娜整个人都懵了，她没想到自己的计划早就被对方看穿。阿塔尼斯凑上前去冷冷警告，魔族可没有那么愚蠢，绝对不会成为被精灵利用的工具。阿塔尼斯冷冷地警告艾丽娜，魔族可没有那么愚蠢。结果话还没说完，那只蓝色小怪兽就突然飞了过来，直接扑到了阿塔尼斯的脸上。刚才还威风凛凛的旋律女巫一下子被冰得在地上直打滚，一边大喊着好冷，一边手忙脚乱的想把小家伙拿开。这突如其来的反差把艾丽娜看傻了。阿塔尼斯好不容易安抚好小怪兽，接着对艾丽娜表示，魔王大人其实非常宽容，他一直在暗中观察着这几位外交官，只有干活最卖力的人才有资格代表自己的种族和魔族建交。说完，阿塔尼斯让艾丽娜别想那么多，老老实实回去种田才是正事。看着阿塔尼斯抱着小怪兽离开的背影，艾丽娜整个人都陷入了沉思。为了能顺利和魔族建交，艾丽娜也是豁出去了，咬着牙决定拼了。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大家插秧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泽菲罗斯在一旁向克雷多斯汇报，天天弯腰插秧对腰的负担实在太大，就算改成4班，倒也根本顶不住。看着田里累得直不起腰的魔族们，克雷多斯也有些犯难，必须赶在气候变化前把秧插完。可偏偏几个主力现在都使不上劲。就在这时，克雷多斯看到巴哈尔还在田里忙活，便顺口问他感觉怎么样。巴哈尔一脸轻松地表示，这活简单得很，自己干一整天都没问题，就是搞不懂大家为什么不学他这样干。一听这话，克雷多斯直接气不打一处来，大吼着让他有办法就赶紧说出来。巴哈尔被吼得吓了一跳，有些委屈地表示自己以为大家不这么干时有什么特殊原因。克雷多斯一听，直接夸巴哈尔一点都不笨，还大声命令手下给巴哈尔贴上4个表扬贴纸。这猫爪贴纸一贴上，巴哈尔整个人都燃起来了，干劲一下子拉满。紧接着，克雷多斯根据巴哈尔的建议，宣布了新的插秧方案。他要求大家用玉米叶编织担架，然后3个人分成一组，2个身材高大的强壮魔族负责抬担架，而体重较轻的魔族或者工兵则躺在担架上负责插秧。这样一来就完美解决了弯腰伤腰的问题。方案一宣布，克雷多斯便带头大吼着宣布开始。为了接下来的大丰收，整个营地再次沸腾了起来。新方案一实施，大家插秧的速度明显快了起来。艾丽娜躺在担架上拼命干活，嘴里还不停地给自己打气。她转头一看，发现魔法塔的马伦科夫和矮人拉杜斯居然也都在咬着牙拼命插秧，看来阿塔尼斯肯定也去警告过他们了。就在这时，艾丽娜注意到远处的克雷多斯果然正神色严肃地盯着这边，这让她更加确信了之前的传闻。为了能让精灵族抢先和魔族建交，艾丽娜也是彻底豁出去了，手上的动作又加快了几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整片水田很快就被整整齐齐地插满秧苗。随着最后一声欢呼，这次的插秧任务终于圆满完成。看着这片洒满阳光的水田，艾丽娜突然觉得有些奇怪，自己明明只是在别人的地里干苦力，为什么心里会这么高兴？周围的魔族打成了一片，大家勾肩搭背地庆祝着。这种热闹的氛围让艾丽娜脸上也忍不住露出了笑容。远处的克雷多斯看着这一幕，正准备转身去别处巡视，艾丽娜赶紧快步走上前去，主动叫住了克雷多斯。她微笑着表示，虽然一开始自己确实挺害怕魔王，但这次的经历却非常难得。作为各方势力的代表，她有话想对魔王说。一听到艾丽娜表明身份，克雷多斯整个人都傻眼了，他忍不住大声惊呼起来。既然是外交官，怎么不早说？自己每次看到他们，都在纳闷这几个人到底是谁。一想到自己居然让外交官去插秧，克雷多斯顿时慌了神，赶紧连声向他们道歉。看着眼前这个手忙脚乱的魔王，艾丽娜3个人是一脸的无语，合着他们白白在地里累死累活了半天，人家根本就没认出他们来。就在这时，艾丽娜突然注意到旁边走过来一个人，她转头一看，发现居然是白天那个威胁过她的阿塔尼。艾丽娜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指着对方大吼起来。得知眼前这几人是外交官后，克雷多斯立刻将他们请到桌前，态度十分诚恳地主动开口道歉。他表示自己绝对不是故意怠慢，希望大家能够原谅这次的误会。看到堂堂魔王居然主动低头认错，格拉杜斯顿时起了贪婪的心思，觉得必须趁机在谈判中占据主动。他猛地一拍桌子，大声质问魔王：难道以为一句道歉就能解决问题吗？旁边的马伦科夫也立刻跟着大声附和，表示这种怠慢绝对不能轻易算了。看着这2个家伙突然借题发挥，一旁的艾丽娜显得有些无语。艾丽娜主动劝说这只是个误会，但马伦科夫根本听不进去，愤怒地抱怨魔王让他们干了重活，声称自己在魔法塔连泥巴都没碰过。面对指责，克雷多斯只能继续道歉。看到堂堂魔王居然如此低声下气，格拉杜斯和马伦科夫顿时觉得他好欺负，两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嚣张跋扈。马伦科夫得意洋洋地要求立刻谈判，并且必须由他们来主导外交条款，催促魔王赶紧把文件拿出。然而面对2人的步步紧逼，一直低头道歉的克雷多斯突然沉默了。他声音低沉地问了一句：如果自己拒绝呢？听到这话，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紧接着，克雷多斯猛地抬起头，眼神瞬间变得无比冰冷。他冷冷地质问对方：“你们到底打算怎么做？”看着突然爆发出恐怖气场的魔王，在场的几个人直接被吓傻了。克雷多斯居高临下的表示，自己刚才的道歉绝对是真诚的，只要能平息怒火，哪怕在条款上做些让步也无所谓。但对于这种给脸不要脸、踩在道歉者头上撒野的家伙，他可没有兴趣合作。恐怖的魔王压迫感瞬间席卷全场，刚才还嚣张的葛拉杜斯彻底慌了神，本以为魔王是个好捏的软柿子，哪知道这次直接踢到了铁板。眼看事情要闹大，葛拉杜斯慌忙开口解释，拼命找补，想要用锻造技术套近乎。可惜克雷多斯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冷冷地打断了他。克雷多斯明确表示，自己可从来没有承诺过一定要和你们建立外交关系。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直接把葛拉杜斯彻底说懵了。眼看魔王转身要走，马伦科夫彻底慌了神，连滚带爬地追了上去。他拼命抛出诱饵，声称只要魔王愿意合作，就能得到魔法塔的强大力量，甚至能借此统治世界。然而克雷多斯根本不为所动，反而冷冷地质问对方是不是想利用魔族来发动战争。这一问直接把马伦科夫给问傻了。克雷多斯懒得再废话，直接叫来巴哈尔，让他把这两个家伙扔回帐篷去。哪怕马伦科夫还在大喊着能用魔法帮他们制造农具，也根本无济于事。巴哈尔像拎小鸡一样，直接把这两个人强行架走。克雷多斯冷冷地丢下一句话，让他们天一亮就立刻滚蛋。随着大门重重关上，克雷多斯无奈地叹了口气，这种心怀鬼胎的家伙，他见得实在是太多了。在克雷多斯看来，那些得势就嚣张，失势就谄媚的家伙，开出再好的条件也绝对不能合作，因为他们迟早会带来灾难。就在这时，一直在一旁看着的艾丽娜也准备起身告辞回帐篷休息。克雷多斯主动叫住了她，询问她是不是也为了建交而来。艾丽娜大方地承认了，甚至毫不避讳地坦白，自己一开始的想法和那两人一样，都是想利用魔族的力量争夺霸权。听到这番大实话，克雷多斯有些意外，问他难道就这么放弃了吗？艾丽娜叹了口气，坦言自己已经改变了主意，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她亲眼看到了魔族互相照顾的温情，也看到了克雷多斯在种田时脸上露出的真切喜悦。想到这里，艾丽娜真诚的道歉，为自己曾经想利用魔族的念头感到无比愧疚。临走前，她微笑着表示自己会为魔族的丰收祈祷。看着准备离去的艾丽娜，克雷多斯突然叫住了她。克雷多斯笑着宣布，从现在开始，魔族就是精灵族的盟友了，只要不是为了发动战争，魔族随时愿意向你们提供帮助。听到这个承诺，艾丽娜露出了释怀的笑容。夜深人静，大家都回到帐篷休息，可躺在床上的马伦科夫却怎么也睡不着。一想到白天的遭遇，他心里就憋屈的不行，这下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马伦科夫心里暗自后悔，早知道就用外交谈判当借口，在这里多赖上一段时间了。因为他这次前来，其实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就是寻找传说中的布拉吉亚圣剑。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离别的时刻终于到来。克雷多斯蒙着双眼走出来送行，因为之前为了看守农田，他的斜眼使用过度，现在根本看不清路。为了安全起见，克雷多斯特意派出了小使魔，让他带着艾丽娜一行人进入离开。临走前，克雷多斯大方的告别，期待着下一次的相聚。艾丽娜微笑着点头回应，可旁边的马伦科夫却沉着脸，心里显然还在盘算着别的事情。为了完成魔法塔的命令，他绝对不能就这么空手回去。而此时的农田里，大家依然在热火朝天的忙碌着。弗洛特正低头干着活，却突然听到头顶传来一阵动静。他疑惑地抬起头，发现居然是那只蓝色的小使魔。另一边，艾丽娜一行人已走上吊桥，可还没走多远，马伦科夫就忍不住剧烈咳嗽起来。看着他这副虚弱的模样，艾丽娜忍不住开口吐槽说，魔法塔的法师身体素质太差，在人类里简直就是垫底的存在。看着飞在空中的小使魔，马伦科夫开始装可怜，请求在帐篷里多休息一天。小使魔看他这副虚弱的模样，便大方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可小使魔前脚刚走，马伦科夫就露出了阴险的笑容。他终于找到了脱身的机会，准备立刻动身前往海岸悬崖，去偷取传说中的布拉吉亚圣剑。此时的农田里，夕阳已染红天空。阿塔尼斯在田里四处张望，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他走上前询问弗洛特有没有看到地邦的下落。弗洛特指了指远处的方向，说今天下午看到他往海岸悬崖去了。还没等两人多说几句，远处的泽菲罗斯就大声催促起来，让阿塔尼斯赶紧过去帮忙收割。阿塔尼斯回应了一声，抽不开身的他只能拜托弗洛特帮忙寻找地邦。弗洛特爽快地答应下来，一路找到了海岸悬崖边。他沿着崖壁四处呼喊，生怕地邦不小心摔了下去。可当他小心翼翼地爬到崖边往下一看，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在被封条严密封死的禁地洞口前，那个马伦科夫正鬼鬼祟祟地准备溜进去，那可是魔王严令禁止任何人靠近的地方。看着有人竟敢私闯禁地，弗洛特也顾不上危险，拔腿就冲了下去，想要阻拦。正准备潜入洞穴的马伦科夫一回头，也注意到了冲上来的弗洛特，这下他的计划彻底被打乱了。眼看事情败露，马伦科夫直接痛下杀手，用法杖凝聚出巨大的火球。弗洛特根本来不及躲闪，直接被火球正面击中，伴随着一声巨响，火球一下子炸裂开来。弗洛特被强大的冲击力炸飞，重重地摔在地上。看着到地不起的弗洛特，马伦科夫松了一口气，庆幸对方只是个小孩子。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弗洛特居然又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挨了一记重击的弗洛特彻底被激怒，大骂对方是个坏人。谁能想到
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女孩，真实身份竟然是最终区域的领主怪物。看着眼前毫发无损的弗洛特，马伦科夫彻底怀疑人生。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全力一击居然毫无作用。弗洛特死死挡在洞口，大声警告对方：魔王大人说过，绝对不能让任何人进去。眼看魔法被挡下，马伦科夫彻底被激怒了。既然火系魔法不管用，那就直接用物理魔法把它解决掉。随着马伦科夫挥动法杖，一道致命的处决之刃呼啸而出，直奔弗洛特而去。面对这来势汹汹的致命一击，弗洛特不仅没有躲闪，反而直接迎了上去。马伦科夫还没反应过来，弗洛特就已经冲到了跟前。谁能想到这小姑娘力气大的离谱，直接一个过肩摔，把马伦科夫重重砸在地上。这一下直接让他彻底丧失了战斗力。弗洛特气呼呼的大喊：“大叔，我要把你抓去见大人，告诉他们你不仅想闯进的，还打我！”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的马伦科夫赶紧开口求饶：“这都是误会，我真的没有恶意。”弗洛特有些疑惑的问：“那你来这里干什么？”眼看对方上套，马伦科夫虚弱的招了招手：“你过来看看这个。”谁能想到马伦科夫居然随身带着强力催眠药水，趁着弗洛特凑过来，直接对着他的脸喷了过去。这药水的威力非同寻常，哪怕是实力强悍的弗洛特也根本扛不住，直接被迷晕了过去。看折倒下的弗洛特，马伦科夫得意的冷笑起来，这可是专门对付失眠的魔法道具。没想到这小丫头居然毫无防备。为了确保接下来的计划万无一失，马伦科夫决定把弗洛特带上当人质。看着眼前被封印的禁地洞口，马伦科夫眼里全是贪婪，只要能拿到里面的布拉吉亚圣剑，魔法塔就能彻底崛起。就在马伦科夫潜入禁地的同时，农田里的大家依然在忙着收割。阿塔尼斯走上前，想要找克雷多斯商量点事。可克雷多斯一转头，那副可怕的表情直接把对方吓了一跳。克雷多斯显得有些委屈，表示自己明明什么都没说，但对方吐槽他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闹过误会后，阿塔尼斯说出了正事。他表示从今天早上开始就一直没有看到蒂邦的下落。克雷多斯因为眼睛不舒服，也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他表示蒂邦绝对不会不打招呼就消失。阿塔尼斯无奈的表示，所以他才让弗洛特去找他。弗洛特到现在也还没回来。听说他们最后去了海岸悬崖那边。听到海岸悬崖这4个字，克雷多斯立刻警惕起来，因为那里不仅的是险要，更重要的是封印在那里的布拉吉亚圣剑，一旦被拔出就会带来灾难。阿塔尼斯提议派人去搜寻，但克雷多斯直接拒绝了，他决定亲自去一趟。然而这番对话全被旁边的金奇听了去。听到悬崖这2个字，金奇立刻想起了自己的秘密任务，那把传说中的圣剑就在那里。与此同时，克雷多斯正在全速赶往悬崖，因为克雷多斯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个所谓的圣剑地下城其实是挑战他这个最终魔王之前才会开启的隐藏关卡，里面不仅布满了致命的陷阱，更充斥着难以想象的恶意。要是有人真的闯了进去，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克雷多斯一边赶路一边犯嘀咕，如果金奇手里已经有一把圣剑，那这个地下城里难道还有第2把？不过现在根本顾不上纠结这个，因为里面的陷阱可不是倒着玩的，就算有人能侥幸躲过所有机关，也绝对过不了最后一关。守护在那里的可是个出了名残暴的巨型守卫，普通人进去根本就是送死。克雷多斯只希望那帮家伙别犯傻。然而此时的洞穴深处，马伦科夫已经用魔法照亮了前路，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整个人都傻眼了。马伦科夫满脸不敢置信，这到底是什么？看着眼前被触发的陷阱，他心里直犯嘀咕，明明自己才刚进来，怎么这些致命机关全被启动了？难道说已经有人抢先一步进去了？可这地方除了他还能有谁知道？顺着漆黑的螺旋通道一路向下，深处不断传来痛苦的喘息声。蒂邦此时正虚弱地趴在石阶上，他身上的蓝光变得越来越诡异，身体也开始出现异样。他只觉得体内有一股狂暴的力量在疯狂膨胀，就像随时都会炸开一样。蒂邦强忍着身体的剧痛，一步步往深处挪动。他心里很清楚，只要自己能把这股狂暴的力量带走，大家就安全了。所以无论如何，他都必须再坚持一下。可还没等他缓过劲来，黑暗中突然传来一声怒喝。一个巨大的阴影缓缓浮现，那是一具散发着恐怖威压的巨型铠甲。对方自称是斯托马王，是专门守护圣剑的守卫。看着眼前这个庞然大物，蒂邦彻底被吓傻了。这下可真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看着眼前哭哭啼啼的小家伙，守护者斯托马满脸疑惑，既然不是为了圣剑而来，他费尽千辛万苦到底图什么？还没等斯托马想明白，蓝色小龙突然大喊自己的名字蒂邦，紧接着他身上爆发出耀眼的蓝色光芒。狂暴的魔力瞬间席卷通道，逼得庞大的守护者连连后退。谁能想到，这弱小的身体里竟藏着如此伟力？强光散去之后，原本的蓝色小龙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趴在地上的银发女孩。守护者斯托马彻底看傻了，忍不住惊呼出声：“你居然是个人类！”蒂邦疑惑地看了看双手，又摸了摸自己的脸颊，这才反应过来。他兴奋地又蹦又跳，大喊着自己终于成功了，不仅长得像爸爸，连头发也变得和爸爸一样长。蒂邦拍着胸口松了一口气，原来刚才身体难受，只是因为变身魔法启动了。还没等他高兴太久，身后的守护者突然出声叫住了他。蒂邦顿时吓了一跳，但这个庞然大物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态度居然软了下来，劝他赶紧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蒂邦连声向对方道谢，随后一溜烟朝通道深处跑去。
就在帝邦准备离开时，身后的守护者再次叫住了他。他有些支支吾吾地打听起外面的世界，问天气怎么样，外面是不是有很多活物，甚至还问起最近流行什么。看着这个孤独的大家伙，帝邦一下子明白了过来，他笑着大声询问对方，是不是因为太寂寞想交个朋友？这一下直接把守护者问得满脸通红。帝邦大方地介绍起自己，还热情地询问对方的名字。面对帝邦的询问，守护者有些不好意思地摘下头盔，威风凛凛的盔甲下居然是一只长相呆萌的小动物。他害羞地自我介绍，自己其实是永恒魔兽斯托马王。而另一边，克雷多斯和惊奇已经赶到了悬崖边。克雷多斯捡起地上的披肩，这正是福禄特带着的那条。他大喊着让惊奇快点跟上，自己一马当先冲进洞穴。惊奇看着眼前的洞穴，不由得回想起自己的过去。当初他拿到圣剑后失去理智，只知道疯狂地斩杀魔物。如果这里藏着第二把圣剑，自己会不会再次重蹈覆辙？但他很快选择相信克雷多斯，那个男人曾为了正义使用圣剑，最后还主动归还了他。马伦科夫扛着昏迷的弗洛特，沿着螺旋石阶一路向下。他知道真正的危险就在前方，因为守护圣剑的斯托马王就守在最底下。不过马伦科夫早有准备，他手里有魔法塔特制的秘密武器，解决掉守护者不在话下。可还没等他得意，通道深处突然传来凄厉的惨叫。马伦科夫猛地停下脚步，底下明显已经有人和守护者交上了手。谁能想到，帝邦一看到斯托马王，不仅没有害怕，反而兴奋地直接扑了上去，把这个庞然大物当成了大玩偶。躲在暗处的马伦科夫直接看傻了，凶残的守护者居然被一个白发小鬼治得服服帖帖。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趁他们纠缠在一起，自己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圣剑。然而还没等他行动，帝邦突然开始运转体内的魔力，耀眼的蓝色光芒在手中汇聚。帝邦全力的一击，结结实实地轰在斯托马王身上，现场瞬间炸开耀眼的光芒。看着被魔法吞没的守护者，帝邦有些慌张地摆手道歉，解释自己真的不是故意的。此时的斯托马王低着头，身上散发出诡异的红光。就在大家以为他要发飙时，这家伙却一脸遗憾地表示，只是因为自己胳膊太短，才没有接住刚才的魔法。看着眼前无障碍沟通的两人，躲在暗处的马伦科夫嫉妒不已，但他知道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必须立刻把圣剑拿到手。看着近在咫尺的通道入口，马伦科夫得意地笑了起来。这时克雷多斯扯开嗓子大喊了一声，这一下斯托马王的目光瞬间被吸引了过来。克雷多斯从天而降，指着马伦科夫大喊，提醒守护者有人要偷走圣剑。听到这句话，原本温和的斯托马王瞬间被激怒，他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直接锁定了眼前的入侵者。面对愤怒的守护者，马伦科夫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只能发出绝望的惨叫。面对暴怒的守护者斯托马王，马伦科夫并没有坐以待毙，他大喊着掏出魔法塔的秘密武器，那是一颗专门用来对付魔兽的种子。他使出全身力气把种子扔了过去，本以为这一下能彻底制服对方，可谁能想到斯托马王居然直接张大嘴巴，一口把飞来的种子给接住了。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伴随着一声巨响，耀眼的光芒直接在他嘴里炸开。谁能想到刚才那场大爆炸过后，原本威风凛凛的斯托马王居然直接缩水，变成了一只在地上打滚的小木。而一旁的马伦科夫却得意的大笑起来。眼看守护者已经失去了战斗力，他立刻把目光投向了不远处的圣剑，大喊着这把圣剑是属于魔法塔的，接着就发了疯一样往前冲去。眼看圣剑就要落入敌手，克雷多斯彻底怒了，他大声命令惊奇赶紧出手阻止，绝对不能让对方得逞。眼看情况紧急，惊奇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从高空一跃而下，拼了命地朝着通道深处冲去。可终究还是慢了一步，马伦科夫已经冲到了圣剑面前。看到这一幕，克雷多斯愤怒地大吼起来，想要阻止这一切，但马伦科夫根本不理会，直接伸手一把抓住了圣剑。这股突如其来的恐怖力量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震飞了出去，不管是巴哈尔还是克雷多斯，甚至连瑟茜和变小的守护者都根本无法抵挡这股冲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克雷多斯终于握住了圣剑，他大声呼喊着启动咒语，圣剑上爆发出刺眼的金光，紧接着一股毁灭世界的紫色能量直接从剑刃中喷涌而出。这股狂暴的紫色能量一下子把马伦科夫给吞没了，任凭他怎么惨叫都无济于事。眼看能量就要失控，克雷多斯赶紧用圣剑把这股狂暴的魔力强行吸了回去。可谁能想到，这把圣剑居然是个有脾气的活物，刚把能量吸进去，就露出一副被恶心坏了的表情，最后甚至当场吐了出来。随着魔力被抽干，那柄粉色的爱心魔杖也无力地掉落在地上。随着魔杖掉落在地，克雷多斯也终于撑到了极限，手里的圣剑脱手，整个人直接瘫倒在地上。看到这一幕，旁边的帝邦急得大喊爸爸，赶紧冲了过去。另一边惊奇也伤得不轻，只能用剑勉强撑着身体，看着地上那根失去光泽的魔杖，怀疑那家伙的力量已被圣剑吸干。还没等他想明白，突然听到一阵动静，马伦科夫这个疯子居然趁乱抱着昏迷的弗洛特，正拼了命地往外逃跑。马伦科夫一边逃跑，一边歇斯底里的大喊威胁，说要是有人敢跟过来，他就直接把手里的人质给烤了。谁能想到，还没等他跑出多远，后脑勺就结结实实的挨了一记重击，整个人直接被干翻在地上，当场晕了过去。等马伦科夫再次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经被绳子绑得结结实实，根本动弹不得。就在这时，克雷多斯冷冷地走到他面前，问他现在是不是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了。马伦科夫被绑在一旁，已经彻底失去了威胁，
营地里，阿塔尼斯看着眼前的银发女孩，有些不敢置信地问：“你真的是帝邦？”帝邦笑着点了点头，手里还捧着那只缩小的魔兽斯托马王。阿塔尼斯有些好奇地凑过去，看着这只小巧可爱的动物，问这小家伙到底是什么。帝邦介绍说，这就是斯托马王，因为在地下城待得太久，很多以前的事情都记不清了。斯托马王突然对着阿塔尼斯开心地叫了几声，阿塔尼斯有些疑惑地问他在说什么。帝邦笑着翻译，他说：“妈妈长得真漂亮。”听到这话，阿塔尼斯一下子有些不好意思，小声地向他道谢。可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等等，妈妈！帝邦理所当然地解释，既然你和爸爸关系那么好，那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妈妈了。这一下可把阿塔尼斯给急坏了，赶紧慌乱地解释，根本不是那回事。阿塔尼斯一脸认真地警告，千万不能在克雷多斯面前说那种话，这让帝邦有些摸不着头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紧张。另一边，金奇走过来打听情况，问克雷多斯是不是还在里面开会。阿塔尼斯叹了口气，觉得这次的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接着他话锋一转，提起了那个神秘的地下城。他有些好奇地打听起来，听说那个地下城里藏着一把和金奇身上一模一样的武器，那东西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听到这个问题，金奇一下子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有些迟疑地开口。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他腰间那颗红色心形装饰突然亮起了诡异的彩色光芒。哈托克看着桌上的法杖，若有所思地总结起来，原来魔法塔一直通过农业和王国保持着联系，而他们之所以需要这根法杖，就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克雷多斯点了点头，表示那个被抓的家伙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毕竟刚才只是稍微瞪了对方一眼，那家伙就直接吓得口吐白沫，就算用了血眼魔法，也只问出了这点情报。听到这里，哈托克的神色变得有些凝重，觉得这下事情麻烦了，一旦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引发外交冲突。可克雷多斯却完全没当回事，反而有些得意地笑了起来，觉得这其实是个难得的好机会。他露出了极其狰狞的笑容，既然是魔法塔先动的手，那自己可要好好去敲一笔赔偿了。在大陆的边缘耸立着神秘的黑色高塔，这里就是法师们的圣地丰饶魔法塔。此时在魔法塔内部，乔瓦尼有些不耐烦地质问，为什么马林科夫还没消息？他神色冷酷地表示，必须尽快把圣剑弄到手。乔瓦尼对身后的随从说，那家伙是速度最快的高阶法师，这次行动应该会有所收获。接着他话锋一转，吩咐如果对方没有按时回来，就立刻启动备用计划。为了能夺取圣剑，这家伙已经准备不择手段了。乔瓦尼还在得意地幻想着要靠垄断粮食来操控整个王国，谁能想到话还没说完，窗户玻璃瞬间碎了一地，一道人影直接从外面砸了进来。乔瓦尼定睛一看，摔在地上狼狈不堪的人，竟然就是刚才提到的马林科夫，连带着身后的随从都倒了一地。还没等众人回过神来，窗外突然传来一道声音，对方大方介绍自己就是魔王克雷多斯。克雷多斯居然带着惊奇，踩着巨大的飞天魔物，直接强势杀上门来。这下子全场瞬间炸了锅，守卫们急得大喊敌袭，抬手就凝聚出凶猛的火球，准备迎敌。可面对袭来的烈火，克雷多斯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惊奇直接迎了上去。谁能想到他居然只用一只手就轻轻松松把高阶魔法给捏碎了？这一下可把乔瓦尼给看傻了，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看普通招式不管用，乔瓦尼彻底被激怒了，他大吼着使出全力，在面前凝聚出一个巨大的黑色法阵，准备放出大招。可还没等他的魔法成型，头顶上突然传来一阵呼啸声，巨大的圣剑从天而降，直接砸了下来。圣剑这下砸过来，直接把法阵给震了个粉碎，旁边的法师当场被掀飞了出去。这突如其来变故让乔瓦尼整个人都看傻了。看着被震慑住的众人，克雷多斯冷冷地开口警告，如果现在真的动起手来，光是金奇一个人就足够把整座魔法塔给夷为平地。听到这话，乔瓦尼死死盯着金奇那身奇怪的装束，心里忍不住直犯嘀咕，这家伙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怪物？眼看局势已经被彻底掌控，克雷多斯双手抱胸，笑着提议大家坐下来当个文明人，好好的谈一谈。面对这绝对的力量压制，旁边的马林科夫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夜幕降临，魔法塔里却是一片剑拔弩张。克雷多斯大摇大摆地坐在椅子上，直接开门见山地质问乔瓦尼，是不是想从魔族领地偷走什么东西？面对质问，乔瓦尼还想装傻充愣，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可克雷多斯却冷笑着表示，自己早就通过读取马林科夫的记忆，把他们的阴谋摸得一清二楚了。听到这话，乔瓦尼气得大喊，这不可能，因为任何魔法书上都没有记载过这种能读取记忆的法术。克雷多斯有些得意地解释，魔法书上当然没有，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魔法。话音刚落，他直接发动了邪眼全能，那股恐怖的魔王威压一下子在大厅里弥漫开来。看着眼前突然流泪的克雷多斯，乔瓦尼整个人都懵了，完全搞不懂对方到底在演哪一出。难道对方真的能看穿自己所有的心思？此时乔瓦尼的脑子里乱成了一团，面对克雷多斯这不按套路出牌的举动，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其实克雷多斯只是想弄清楚这家伙当初为什么要派人去偷圣剑。为了找到答案，他直接发动能力，开始强行读取乔瓦尼内心深处的记忆。可谁能想到，这才刚把意识探进去，乔瓦尼脑海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画面，直接把克雷多斯给吓了一大跳。看着突然被吓退的克雷多斯，乔瓦尼整个人都懵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乔瓦尼的记忆深处，似乎隐藏着一股极其恐怖的未知力量。
这股力量甚至超越了地狱和天界，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够招惹的，这让克雷多斯心里直犯嘀咕：难道魔法塔背后还有什么大靠山？不过系统很快给出了否定答案，表示魔法塔只是受到了影响，对方并不是他们的靠山。听到这里，克雷多斯这才松了一口气，既然没有后顾之忧，他立刻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准备开始索要赔偿。乔瓦尼还想用圣剑的归属权来狡辩，可克雷多斯却冷笑着表示自己根本不在乎那把剑，他真正要追究的是魔法塔的人打伤了自家的小恶魔。面对克雷多斯的指责，乔瓦尼急得大喊起来，觉得既然两边都动了手，那这件事就应该算扯平了。可克雷多斯却根本不买账，他大声反驳，本来确实是要扯平了，可谁让魔法塔的人一见面就又主动发起了攻击。听到这番翻旧账的话，乔瓦尼气得直揉太阳穴，觉得对方简直就像个一直揪着错处不放的难缠家伙。为了大局着想，克雷多斯耐着性子劝说，两边要是为了这点小摩擦闹大，在外交上可就不好收场了。他笑着伸出2根手指，表示既然对方放了2个法术，那就必须拿2样宝贝来换，否则这事没完。听到克雷多斯的威胁，乔瓦尼不仅没有害怕，反而嚣张地大笑起来，大声质问对方怎么敢威胁魔法塔。看到这老家伙如此态度，一旁的金奇可不惯着他，直接拔出武器，冷冷地问是不是现在就能动手。不过克雷多斯还是按捺住了脾气，表示自己只说最后一次，希望大家能坐下来好好谈谈。接着克雷多斯冷冷地警告对方，就算切断与王国的往来，他们也完全耗得起，而且一旦开战，他们只需要6个人就能踏平魔法塔。克雷多斯表示自己现在已经足够客气了，让乔瓦尼最好想清楚哪种选择更划算，只要交出2样宝贝，他就会立刻带人离开。克雷多斯直接开出条件，第1样就是要魔法塔的至宝夏日烈焰，至于这第2样，则是他们专门用来消灭魔兽的葵花籽。听到这2个条件，乔瓦尼心里有些纳闷，搞不懂对方怎么会知道圣物的秘密。不过转念一想，这2样东西对魔法塔来说根本不算伤筋动骨，他心里暗笑对方傻，表面上却装出一副肉疼的样子答应下来。可还没等乔瓦尼把假话讲完，克雷多斯根本不给对方留反悔的余地，唰的一下直接拍板成交。紧接着他转过身，冲着外面大吼了一声小白。话音刚落，整座大楼突然剧烈晃动起来，外面甚至传来了惊恐的尖叫。看着突然出现的庞然大物，魔法塔的人彻底慌了，根本想不通这东西是什么时候来的。就在这时，蒂邦正站在巨大石像的头顶，兴奋的大喊大叫。克雷多斯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自己早就让蒂邦潜入进去，把对方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了。随着蒂邦一声令下，那尊巨大的石像突然活了过来，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前走去。还没等魔法塔的人反应过来，石像已经伸出巨大的双手，死死地抓住了塔楼。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石像双臂发力，竟然直接把整座塔楼给拔了起来。看着连房屋大楼都被搬走了，乔瓦尼彻底急眼了，他气急败坏的大声质问：刚才明明说好只要2样东西，凭什么把整栋仓库都给拔走了？听到这话，克雷多斯显得极其平静，提醒对方最好仔细回忆一下。紧接着他露出极其凶狠的面孔，理直气壮的大吼起来，说自己刚才讲的是现在先要这2样，可从来没说过一共只要这2样。听到这荒唐的辩解，乔瓦尼心里简直要吐血。这家伙确实是个魔王，但这勒索的手段未免也太下作了。这下子魔法塔这次怕是要被彻底榨干了。